草，1级控制系技能卡蓝银缠绕，抽的什么垃圾玩意？绅士，异能建构中心，技能卡建构室。李璐从建构池中取下了刚抽出来的蓝银缠绕技能卡，嘴里叭叭个不停，不断吐槽。他的手上正拿着一张白色边框的卡片，材质有些奇特，不是纸，也不是塑料，似乎由某种特殊的元素凝聚而成。蓝银缠绕，1级技能卡，可使用异能释放出蓝银草藤蔓，对敌人进行束缚。苏木无语地看着李璐这张小人得志的嘴脸，摆了摆手道：“得了吧，出货了还不开心，在本爸爸面前装什么呢？1级技能卡看似等阶很低，但好歹也是张技能卡，能卖上好几万的龙国币。再说了，蓝银缠绕这个技能离神技就差一个青马的距离。”李璐的嘴角在使劲地憋着笑，想营造出一种对1级技能卡不屑一顾的神情来。嗨，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欧了，但我昨天刷短视频，前几天有人抽出了 A 级道具啊。苏木，你知道 A 级道具是什么概念吗？ A 级道具最少就是5000万的龙国币，用处强大的话还能卖上数亿，一夜暴富啊！李璐一脸的羡慕，手上的动作不停，将蓝银缠绕的技能卡放进了自己的卡包里。听闻，苏木也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展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穿越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好多年了，有人抽出了顶级道具、顶级技能卡等等这种欧皇的资讯推送，也是早已习惯了。上一世的自己可是在猪场、鹅场等各种游戏中身经百战的老韭菜了，抽卡这种东西，旋不改飞，克不改命，懂得都懂。苏木，轮到你抽了，这一次不会还是狗粮卡吧？我跟你说，像你这么飞的人可太少了。我在网上跟人说，我有个朋友免费的10连抽里前9抽全是狗粮卡，他们都不信。李璐在那边叭叭个不停。苏木也是习惯了，谁身边又没有个话痨的朋友呢？这也挺好的，总是不会冷场。苏木摊了摊手，然后说道：“9次都抽出了最垃圾的狗粮卡，反向欧皇懂不懂？请你出去，李璐同学，这一次我要自己一个人在建构房里抽。我严重怀疑是你吸走了我的欧气。听说以前的建构池是露天的，但自从有些人出货后，出门右转马上嗝屁了，官方便搭建了建构房，保护大家的抽卡隐私，避免有人抽出好东西后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建构房的门被关上了，苏木一人看着眼前桌面上的建构池，深吸了一口气。好，就让我看看这个大宝底能出什么东西吧。上面投影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卡在不断轮换，仿佛在告诉你这里有许多的好东西，快来抽我吧。但是苏木很有自信，今天确实是要出货了。自从绑定了气运掌控系统，苏木共研究出了2种功能，一是气运守恒，气运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进行了转移。简单来说，苏木就是气运的搬运工，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璐气运一向不错，甚至还出过了 C 级的技能卡的原因。每次苏木都会在现场随机抽取1名倒霉蛋，将他的部分气运转移给李璐，等抽完了再还回去。但哪怕是这样，李璐最好也就出过 C 级的技能卡。二是气运叠加，能降低前面抽奖的气运，来叠加到下一次，俗称电击手。在龙国，每个公民在成年的那一刻起都可以获得官方赠送10次免费抽卡机会，每个月刷新1次冷却时间。而在官方送的免费10连抽中，苏木前9次都将气运压制到最低，将其全部积攒到最后一次。就像前世在玩手游的时候，攒了许多的资源，换来了1次保底的机会，但就是不知道保底到底会不会给坨屎。来吧，金色传说。苏木看着建构池，眼神愈发期待。明天就是异能觉醒的日子了，苏木就希望能抽个好技能，然后明天觉醒一个好异能，这样子以后的日子才能3妻4妾，不对，是能更好的报效国家。将手掌贴在建构池的屏幕上，随着屏幕一阵闪烁，开始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金色的颗粒开始在建构池中汇聚，逐渐凝聚成一张卡片般的模样。卧槽，金色边框 S 级技能卡！苏木惊呆了，原本只希望保必争 A， 结果没想到竟然出了 S 级技能卡，赚大发了！一张 A 级技能卡便能卖上数千万， S 级技能卡的价值可想而知，甚至是有价无市。神之瞳 S 级技能卡，神灵的双眼拥有着看穿一切的能力，看穿一切，听起来就强的一匹。从建构池中取下金色卡片，入手的时候有些冰凉的感觉，苏木也没有将这张 S 级技能卡拿出去售卖的打算，毕竟壮大自己的实力才是最根本的需求。如果自己的拳头不硬，哪怕卖了再多的钱也守不住。平复了一下心情，金色的技能卡就被苏木用手指轻轻一捏，在手中化为了漫天的金色颗粒，全部融于苏木的体内。下一刻，苏木的眼底闪烁过金色的流彩，眼前的世界变了。技能建构池 S 级技能卡 0.001， A 级技能卡 0.01， B 级技能卡 0.1， C 级技能卡 1%， D 级技能卡 5%， E 级技能卡
10%技能强化材料 83.889%。操，这不是概率公式吗？这既视感果然是游戏融合了现实的世界啊！好不容易脱离了猪场和鹅场的掌控，又进了新的一个坑，这是要当一辈子的韭菜啊！但是这个技能似乎与自己的气运掌控系统特别的大。脑洞一开，苏木从门外的李璐身上直接借了200点气运值过来，自己身上的气运值瞬间暴涨到了300点，而建构池上显示的概率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技能建构池 S 级技能卡 0.003，A 级技能卡 0.03，B 级技能卡 0.3，C 级技能卡 3D 级技能卡 15%，E 级技能卡 30%，技能强化材料 51.667%，这概率瞬间翻到了3倍之多，简直恐怖如斯。这还只是借了200点气运值就有这种效果，如果再多借一点。不过众所周知，根据传说中的概率公式，99百分号等于0百分号，哪怕把幸运值拉爆表，说不定抽出来的还是最垃圾的狗粮卡。苏木的内心还在吐槽，门外已经响起了李璐小声的催促声：“苏木，你还没有好吗？后面还有好多人在排队呢。”“好了好了，怎么样，抽出好东西了吗？”走出异能建构中心，李璐一脸期待地问着苏木：“在里面待了那么久，肯定是抽出好东西了吧？”苏木装出了一脸沮丧的样子回应道：“没，还是狗粮卡。我猜也是，就你这飞球的运气，想出货太难了。”李璐拍了拍苏木的肩膀，露出了一张灿烂的笑容：“你估计在里面难过了好一阵子吧？没事的，来，这张 D 级的辅助系技能卡力量强化送你。”他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绿色的卡片，递给了苏木。力量强化 D 级技能卡，使用后能够小幅度提升力量，持续时间30分钟。再过半个月就是异能统考了，没有张技能卡怎么行？哪怕你明天觉醒了强大的异能，也是需要技能卡来增加实力的。苏木一看就知道李璐是早已将这张技能卡准备好了，这是他在前几个月的一次抽卡中抽出来的产物。D 级技能卡价值不菲，最差的都得上6位数的龙国币了，这种辅助系的技能卡价值更高，大概要30万左右。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可太贵重了。看见苏木没有收下，李璐也是知道苏木心中在想些什么，直接就将技能卡放进了苏木的口袋中。每次都是你跟我来抽卡，说不定都是蹭了你的运气，不用跟我客气。都记吧哥，操，我踩到狗屎了。苏木，抱歉，刚才找你借的气运忘记还给你了。第2章觉醒仪式，触发特殊召唤。翌日，申市第一中学中央操场，一柄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生锈的白色长剑斜插在学校中央操场，显得有些突兀。这是学校的镇校神器，据说500年前有一名人族高手镇守于此，斩杀数万名妖族强者，守护了一方平安。最终只留下一柄没有人能够拔出的长剑留在此处，镇守500年。第一任申市第一高中的校长也是很会选址，直接在此建立了学校，甚至还把这柄剑经营成了景点。此时数百名学生整齐地站在了学校的中央操场，他们怀揣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往台上张望着。台上正放着2台2米左右高的机器，有无数的彩色光点在机器中游荡徘徊，甚是好看。好紧张啊，也不知道今天会觉醒什么异能。我老豆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哪怕觉醒再垃圾的异能都可以进他们厂上班。万一觉醒了 A 级的异能呢？还进什么厂上什么班啊？今天是所有高3学生觉醒异能的日子，今天过后将会有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在其他人激烈的讨论声中，苏木用着异样的眼光看着台上的2台机器。妈了，人麻了，这不是扭蛋机吗？手柄一扭，一个带着异能的蛋蛋从扭蛋机里掉出来。这画面不要太奇怪好吧？苏木，觉醒机可真好看啊！好基友李璐在一旁开始巴巴了，我要觉醒一个超级强的异能，从此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觉醒机这个名字倒是很朴实无华，免费给人们进行觉醒，是不是叫福利机会好一点？就在苏木不断吐槽着福利机的时候，一道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异能觉醒仪式正式开始，请学生们依次上台。场面瞬间沸腾起来。王浩，觉醒失败。来福，觉醒失败。张扬，觉醒1级异能，速度增幅。觉醒异能的操作也是坐实了扭蛋机的猜想，往觉醒机的手柄上一拉，一颗颗颜色不一的球就从上方的口子掉了出来，然后化作一道相应的光融入学生的体内。操场上方，2人正负手凌空而立，他们身姿挺拔，细看还有一丝丝的异能波动不断搅乱了周围的空气。异能石化，这是踏入了统帅境界的象征。何武，今年终于轮到你来执勤了呀。校长呵呵一笑，看着一旁的中年男子说道：这个机会我争取好久了，
中年男子伸了个懒腰，好似还没睡醒。每次都有一堆人抢着来，排都排不上号啊！这个月资源3倍发放，还能调休，这种好事太少了。每年的异能觉醒仪式，玄妖司都会派人到各个学校值守，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个闲差。龙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结界的保护，只要妖族有一根脚趾头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会被发现。两人还在交谈着，下方的操场中爆发出了激烈的议论声。苏木和马童从人群中走出，轮到他们两个觉醒异能了。哇，苏木果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帅爆了。帅又怎么样？天赋太差了，至今只有先锋1星的实力。要我还是选择马童，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先锋3星的强者了。帅还不够吗？我要是顾莹莹，我也选苏木。富婆的快乐你不懂。听说苏木免费的10连抽拳抽的技能卡，强化狗粮，这运气没谁了。苏木看向了想要遁入人群之中的李璐，此时他的眼神四处飘忽不定，嘴里吹着口哨。只过了1天就已经全校皆知了，这家伙的嘴巴不是一般的大啊。他们说的也没错，不管如何努力修炼，苏木至今只有先锋1星，这也苦恼了苏木很久。至于他们口中的顾莹莹，是学校的校花。顾莹莹一心追求苏木，作为追求者的马家大少马童自然对苏木有着巨大的仇恨，经常有事没事就找他的茬。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我有钱也有天赋，我就喜欢帅的不行吗？想到这，马童就气得直跳脚。苏木，今天就让你认识到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等我觉醒了 A 级异能，你就等死吧。马童阴沉的脸冷笑着，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令牌，在苏木面前晃了晃。令牌散发着奇异的紫色光芒，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而去。那不是前几天刚被抽出来的 A 级道具 A 级异能保底令牌吗？上空，何武看着马童拿在手中的道具，原本惺忪的睡眼一瞬间睁大，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是谁？哪个世家的弟子？马家的。听说道具刚抽出来，马家就派人过去，花了2亿买了下来。2亿买一个 A 级道具，马家还是财大气粗啊。不过2亿保底觉醒一个 A 级异能，倒也不亏啊！天天996的努力干活，一辈子也赚不到那么多钱啊。学生们倒没有上空两人的眼力，只是觉得马童拿在手上的这块令牌散发的紫色光芒甚是好看，一看就不像俗物。苏木开启神之瞳一看， A 级异能保底令牌 A 级道具，能够使携带者在觉醒时保底获得 A 级异能，极小概率获得 S 级异能 0.1%， 该道具为一次性消耗品。卧槽，有钱人真该死啊，这种东西都能弄来。苏木在心中破口大骂，原来还对你手下留情，给你剩了10点气运值的，现在1点都不给你留了。操控着系统将马童最后的10点气运值榨干，达到了系统能够转移的气运值上限了。不得不说，马童这种投了好胎的人气运值就是不少。谢谢你啊，人还怪好的，带了那么多气运值给我用。只不过这下子你哪怕觉醒 A 级异能，也是大概帅觉醒一个最垃圾的 A 级异能了。众所周知，异能这东西并不是等阶越高就一定越好的，有些 SSR 卡就是废物。下水道，对，说的就是你 Triple X， 此处自行代入。苏木无视了马童的挑衅，走到了福利机面前，定睛一看，异能扭蛋机 S 级异能 0.2%， A 级异能 2%， B 级异能 20%， C 级异能 77.7745%， D 级异能 0.05%， E 级异能 0.005%， 异能觉醒失败 0.0005%。这 S 级异能的概率真的是有人能够抽出来的吗？策划，这概率你真没开玩笑吗？做个人吧，哪怕有着气运掌控系统，这2万点的气运值，想要觉醒 A 级以上的异能，只有 2.2% 的概率。苏木又开启了疯狂吐槽模式，可惜目前的自己只能借用最多1万点的气运值，不然在座的还有比马同气运值更多的人存在。等下，苏木定睛一看，视野中扭蛋机的旁边还有一小型的字：特殊觉醒，对着扭蛋机鞠躬祈福3次，25秒后将触发特殊觉醒。眼睛一眨，24秒。卧槽，还有这种操作？没来得及多想，苏木赶紧按照神之瞳所看到的提示，虔诚的鞠躬3次，并在心里开始默默祈福。第3章，妖族袭击 S 级天才陨落。苏木奇怪的操作把底下的学生们都整不会了。苏木这是在做什么？怎么对着异能机开始鞠躬了？这我好像在史书中看过，有的人在抽卡前会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被称之为玄学。苏木是不是正在用这一招？站在一旁的马童冷笑一声，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觉醒个什么异能。苏木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干扰，死死地盯着上面显示的倒计时。3、2、1，
此刻的苏木就像是回到了从前，在一帮舍友儿子的注视下，紧张地点下了抽卡的按钮，几人疯狂地大喊：“给我出！”随着异能扭蛋机的把柄被拉下，扭蛋机的屏幕上闪烁起了奇异的光彩。苏木能听到扭蛋机里一颗颗异能蛋蛋碰撞在一起的声音，似乎都在疯抢着往洞口处落下。这些异能好像在互相争抢。最后，在苏木的注视下，一颗透明的蛋蛋掉了出来，然后化作一丝丝看不见细丝，注入了苏木的体内。苏木觉醒异能御物，一瞬间，台下轰动了。卧槽！苏木觉醒的这个异能怎么是没有等阶的？对啊，你能刚才也看到，掉出来的异能蛋是透明的，既不是 S 级的金色，也不是 A 级的紫色，与 E 级的白色也完全不同。是觉醒机坏了吗？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等阶的异能出现啊！别说这些交头接耳的学生了，在场的所有老师，包括在上方观察的校长和核武执法者都不曾见过。御物，校长喃喃自语，地级异能中倒是有一个异能叫做控物，不知道两者是不是有点关系。而作为马家大少的马童，自然也是对异能有着不少的了解，用着嘲讽的语气说道：“什么御物？我看就是觉醒机显示错误而已，估计就是地级异能控物罢了。垃圾的地级异能和你这个只有先锋一星的废物倒是很般配啊，苏木，以后找不到工作记得来求我，你这个异能很适合扫大街。”哈哈哈哈！看着在底下张狂叫嚣的马童，执行者何武轻轻地摇了摇头。觉醒机不可能出错，至少在数百年内从未出现过错误，但这种情况确实是第一次见。无数的细丝慢慢地被吸收干净，苏木缓缓地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在苏木的世界中，天下的万物似乎都活了起来，无数的不同粗细的无色丝线将苏木与万物连接起来。在神之瞳金色光芒的流转之下，这一根根细丝所对应的事物被苏木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我的异能吗？见着苏木觉醒了一个垃圾技能，马童抬起了他高傲的头颅。苏木，看着吧，什么才是真正强大的异能？在全场师生们的关注下，马童向前一步，狠狠地拉下了觉醒机的手柄。他手中的紫色令牌随之破碎，化成了一道紫色的光芒，融入进了觉醒机里。一股气息以觉醒机为中心扩散开来，这异能的气息好强大。高空之中，校长和执法者何武对视了一眼，两人之中都展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异能弹尚未掉落，气息已先行一步流淌了出来。这个异能很强。不一会，一颗包裹着金色外壳的异能弹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出，金色的光芒将马童完全笼罩。马童觉醒 S 级异能全元素掌控，全场哗然。校长的神情之中也难掩激动的神色。百万人之中才有可能觉醒出一名的 S 级异能者，再加上马童的强大背景，此子必成大器。卧槽！金色光芒 S 级异能，苏木内心破口大骂，搞什么东西啊？自己明明已经将马童的气运榨干了，哪怕他有着 A 级异能保底令牌，抽出 S 级异能的概率也远远不足 0.1%， 这都能抽出了 S 级异能，氪金母猪就算了，又氪又欧，这让别人怎么玩？主角让给你，你来当。数秒后，笼罩在马童身上的护体金光散去，露出了他那张兴奋的脸。全场热烈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时的马童就像归来的王者，享受着数百名师生热烈的追捧。苏木看到，话音戛然而止，马童的表情突然定格，滚烫的鲜血如同喷泉一般喷洒而出，染红了地面。没说完最后一个字的马童低头看了眼自己被洞穿的胸口，直挺挺地向后倒下。苏木甚至能通过被贯穿的胸口看到站在对面一脸煞白的老师。原本热闹的欢呼声在一瞬间停息，随即转变成了惊恐的尖叫声。校长和执法者何武身影在下一刻便出现在了马童的身边，两人的脸上写满了震惊。死了，马童死了。刚刚觉醒了强大 S 级异能的人族天骄竟然直接夭折了。在阳光的投影之下，一道巨大的身躯倒映在了操场之上。S 级异能，能活着成长的 S 级异能才有用啊！天空之上响起了一道沉闷的声音，话语之中充满着嘲讽和讥笑。众人向上看去，一头鸟人正踏空而行，棕黄色的翅膀隐隐有着遮天蔽日之势。妖族！何武难以置信地看着半空之中的鹏妖，脸上难以置信的神色。这不可能，结界还在，而且我竟然连一丝妖族的气息都没有感受到。此时的学校操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学生们跑的跑，躲的躲，还有一些腿软了，瘫在了原地。这是什么精英 BOSS 杀入新手村的剧情啊？这谁顶得住啊？鹏妖歪嘴一笑，大声说道：“记住了，杀死他的是鹏爷爷我。”巨大的翅膀一扇，就准备离开。毕竟这里是人族的地盘，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妖气早已被感知，很快就会有许多高手靠近，再不走就走不掉了。别跑，把命留下！
一道赤红的火焰冲天而起，形成一道火焰漩涡，朝彭妖席卷而去。火焰漩涡，出手的是统帅境的何武，B 级异能火焰掌控。此时的他脸上已经写满了怒火。今年的3倍资源没了，还处分也是一定的。最重要的是 S 级异能，人族未来的顶尖战力竟然死在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是可忍，孰不可忍？鸟人，给爷死！第4章，记住了，这一剑叫做惊雷。呵，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彭妖举起右手，风元素迅速在指尖凝聚压缩，不到一息，风元素已凝聚完毕，如同炮弹一般弹射而出，隐隐的竟带起了音爆之声。冲天起的漩涡竟然在一瞬间就被打散。风弹威力之恐怖，想必已在9拳之下的马童格外的有话语权吧。火焰弥散开来，何武的身影竟然已经出现在了彭妖身前。刚才冲天的火焰竟然只是掩护，火焰从何武的四肢喷射而出，反推的压力进一步加快了他的速度。何武对于异能的控制恐怖如斯，这就是统帅境的强者。附带着炽热火焰的拳头狠狠地砸进了彭妖的腹部，碰撞的风浪席卷了全场。火焰爆裂，血，扑哧一声，疯狂乱呲的血。当马童直挺挺地在苏木面前倒下的时候，苏木的脸色一瞬间煞白。他这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气运如此之差的马童竟然会觉醒了一个强大的 S 级异能。因为他气运差，所以觉醒了 S 级异能，然后被潜伏的妖族所杀。因为自己气运好，所以觉醒了不知等阶的异能，被妖族视为垃圾，没有吸引到妖族的仇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可以说是自己间接杀了马童。几秒钟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在了他的面前。哪怕两世为人，苏木也仅仅只是个活在了和平年代的普通人，何时见过这种景象？因为离得很近，马童的鲜血喷溅在了苏木蓝白相间的校服之上，甚至还能感受到血液带来的温度。那一刻，苏木的世界黑了。可悲，可笑，人族竟然只有你们这数十名有胆之人！虚空之中，苏木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神之瞳的金色流彩一闪而过。苏木看见了，他看见了自己与操场中央那把长剑所连接的透明丝线。眼前的世界已然完全变样，一眼望去是重峦叠嶂，连绵起伏的黄色山脉。下方的嶙峋峡谷之中有一道山海关，一名身穿银白色铠甲的男子正持剑而立，独挡着面前的数万妖族，而他身后只有区区数十名将士。在数万只形状各异的妖族面前，数十名将士如同蝼蚁一般的渺小。苏木看到了那名男子手中的长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学校赖以赚钱的景点，200块钱可以拔一次，至今还没有人能拔出来了，学校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这是500年前。男子没有理会妖族的挑衅，高举手中的长剑，浑重雄厚的声音呐喊道：杀！杀！大战一触即发，数十名人族瘦小的身躯一下子淹没在了妖族庞大的身躯之下，但下一刻总能将体型巨大的妖族横腰斩断，踏血而出。持剑男子腾空而起，细长的长剑竟挥出了巨大的剑影。剑一，剑荡八荒。长剑在这一刻变成了重剑，宽厚的剑身凝聚着主人的剑意，剑斩所过之处无一幸免。战场之中，各种强横的剑气元素漫空飞舞，每一击总能带走数条妖族活生生的生命，但同时也有将士的。在数量巨大的差距之下，他们的身影太过渺小了。剑二，雷龙天翔。惊雷狂风，巨如苍龙，龙吟声自天落。持剑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妖群之中，瞬间斩出了数千道剑斩。一道道由剑意组成的龙影在妖群之中穿梭，风雷和鸣，竟引动天雷，风雨大作。如果人世间有人能够踏入武圣的境地，应该也就是如此了。看着眼前的战场，苏木发现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刚才马童的死亡给他带来的影响已随之消散。你竟然已经入圣了！妖王惊恐地说道。此时他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模样颇惨。山海关前，此时已剩一人一妖。持剑男子傲立在大地之上，俨如一尊战神。只是细细感受，他的生命力已如风中残烛。不对，你是伪圣，你竟然……剑三，惊雷。龙吟之剑，引雷电之威。伴随着一声龙吟之声，手中长剑化为雷电，划出一道长虹贯日般的剑气。妖王在顷刻之间化为尘埃，天地之下独存他一人。男子将长剑深深地刺入了土地之中，雷电如同树根一般在土地之下往四面八方蔓延。烛心震，数万妖魔尸体化为齑粉，从此再无妖族敢踏入这片土地。火焰爆裂，何武的全力一击狠狠地击中了彭妖的腹部，巨大的火焰从拳头之中喷涌而出，灼热的火焰包裹住了巨大的彭妖。彭妖倒飞而出，
但很快就在数十米之后稳住了身形，双翅一扇，火焰散去。就这，彭妖的嘴角留下了一丝鲜血，大意了，竟然被这名人类强者靠近了。好在他只有区区统帅3星的实力。另一边，一击得手的何武并没有半点开心的情绪，硬吃了一记爆裂，竟然只是受了点轻伤。这只彭妖最少也有统帅5星的实力，足足比他高出了2星。放在平时，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哪怕和统帅2星的校长联手，估计也只能打个平手。更何况校长还需要保护好下面那些学生，那些学生还在哭爹喊娘，嚎啕大哭。何武知道，如果彭妖一心想逃，今天他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留下他的，除非已经踏入了传奇境的固执正官出手。可恶，如果顾大人在身时就好了。何武心中有些着急，尽量把他拖住，等其他人来支援吧。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彭妖说道，就凭你们是没办法留下我的。结，再见了，人族强者。他大翅一扇，掀起了巨大的风浪，数百名师生绝望地看着那张巨大的翅膀。在这几分钟之内，他们感受到了妖族的恐怖。我让你走了吗？在这一刻，一道略显生涩的声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是站在台上的苏木。彭妖停下了扇动的巨翅，回头看向渺小的苏木，区先锋一星竟口出狂言，你又能奈我何？苏木，不要胡乱挑衅！人群之中，校长大声喊道。统帅5星的彭妖如果真不顾一切斩杀苏木，他和何武也难以确保能够在其手下保护住苏木。下一刻，苏木动了，他向前缓缓踏出一步。随着他踏出的这一步，地面开始隐隐地震动起来，一道龙吟从操场中心响起。200块，是那200块在动。学生们看向了操场之中，价值200亿次的学校景点，失声喊道：竟然是那柄剑引起的地震！苏木的脸上充满着冷漠的神色，伸出右手向前一指，那根与苏木连接在一起的细长透明丝线随之一颤。异能御物，不，它的全称应该叫做掌御万物。伴随着一声龙吟，长剑破土而出，直冲云霄。记住了，这一剑叫做惊雷。冲天的长剑化作了一道惊雷，在一瞬间将彭妖击碎。雷电有诛邪灭妖之威，可敌世间妖魔灼尘。第5章，一脸担忧的顾莹莹。苍龙的低吟声响彻了整座绅士，化作惊雷的剑气将天空贯穿，以其为中心，向外掀起了数百里的叠叠云浪。一瞬间万里无云，如同湖泊一般清澈。无数吞咽口水的声音一同在操场之中响起。面对此种景象，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所有人都已经陷入了震惊的情绪之中。我的个乖乖！李璐看着台上那不可一世的苏木，瞪大了双眼。也不知道苏木用没用自己送他的辅助系技能卡力量强化，如果用了，自己怎么也算蹭了个助攻吧。龙国帝都玄妖司总部，这股惊人的剑意是何人拔出了龙吟剑？玄妖司总执政长夏文轩看着天空之中的云卷云舒，眼神一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他的思绪飘向了远方，那是10年前，还是副执政长的他已在万古境驻足多年，迟迟无法突破。身为剑修的他，突然想起了远在身世的传说之剑龙吟剑，于是他立刻动身前往身世，在龙吟剑旁盘坐，感受着龙吟剑散发出来的滔天剑意。这一坐就是10天整。最后感悟了龙吟剑剑意一点皮毛的他，成功领悟了属于自己的剑意杀戮剑意。还未多想，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了。报告总执政长，在3分钟内已有5座城市陆续报告觉醒一事遭遇妖族袭击一事。朦朦胧胧之中，苏木想起了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作为一名被泥头车一头撞死的穿越者，苏木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欣喜，还有些紧张和担忧。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融合进现实的世界，与原本和平的世界并不相同。据说在1000年前，原本还是以热武器为主要攻击手段的蓝星上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无数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妖兽入侵了蓝星，哪怕蓝星上各个国家努力反击，甚至动用了核武器，也是收效甚微。他们被称之为天灾。于是人类的生存地一步一步被蚕食，最后逐渐龟缩在了一起。就在生死存亡之际，神灵赐下了3个神器，赋予了人族抵抗的力量，在人族不懈的努力下，最终成立了龙国，守住了人类的本源。但哪怕是龙国境内，也时有天灾偷袭，甚至是凭空出现的情况存在。不过现在自己似乎开始掌握了3妻4妾，哦不，掌握了他塔开的力量了。苏木，你醒了，你现在感觉还好吗？苏木睁开双眼时，看见的是一脸欣喜的顾莹莹，只是她双眼微红，一脸担忧。环顾了一下四周，自己似乎是躺在学校的医务室里。刚才你在台上晕倒了，校长检查了一下你的状态，你只是精神力透支了，没有什么大碍。放心，
在你沉睡的这一会里，我已经给你使用了好几瓶 A 级的精神力恢复药剂。眼前的这名顾莹莹小姐有着学校校花、冷艳美少女、顾家大小姐等各种高贵的标签，可是现在在自己面前的她却显得有些柔弱。在外人眼中，人前高冷的顾莹莹似乎在无理由地追求着苏木，但苏木一直都知道顾莹莹这是认出自己了，毕竟自己长得那么帅，想要认不出来有点难哈。只是两人现在的身份差距过于悬殊，苏木自觉配不上他，将杂念甩出脑海，苏木轻声说道：“我没事 ，A 级精神力药剂还是很给力的。”此时除了还有些乏力之外，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其他人还好吗？我晕倒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一边问着，苏木一边掀开了被子，准备下床。顾莹莹见状，准备上前伸手搀扶。多亏了你，觉醒仪式已经重新开始了。等一下也得回去觉醒异能。不得不说，作为校花的顾莹莹确实美得冒泡，如同仙女下凡般精致的鹅蛋脸，笔直修长的白皙大长腿，还有汹涌澎湃的平易近人，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名为色气的气质。作为穿越前一名每天只会踢你跟欧神启动的死宅大学生，什么时候经受过这种考验？但苏木还是稍稍别过身子，躲过了顾莹莹的搀扶。放心吧，我没那么虚弱。顾莹莹的父亲可是身世唯一一名踏入了传奇境界的强者，如果顾莹莹搀扶的被看见了，会不会觉得我是楼底下的黄毛？刚想到这，医务室的房门就被推开了。校长笑呵呵地走在前面，身后是一名面色严肃的中年大叔，眉宇之间跟顾莹莹似乎有些相似，是顾莹莹的父亲，身是玄妖司的总执政官顾天。第6章剑名200块。苏木，感谢你所做出的贡献。据我了解，光是今天早上已经有5座城市中的觉醒仪式遭受到了妖族的偷袭，包括马童在内，共计4名学生死亡，其中只有护城成功保护了学生的安全，但还是让妖族成功逃脱了。如果不是你击杀了那只鸟人，此次我们人族的脸面已经全失。绅士的执政官顾天用着那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缓缓道来。此次妖族偷袭事件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讨论，相关情况也并不会进行封锁，希望能借此唤醒所有人吧。苏木对此点了点头，深表赞同。经山海关幻境一役，将士们拼死守护着边境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烙印在苏木的心中。人族的安全不能全部寄托在少数人手中，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还有，对于你此次所做出的贡献，官方决定赠予你5次建构池抽奖机会作为奖励。什么？建构池抽奖机会？还有5次？听到这里，苏木瞬间就按耐不住了。龙国会给每一名高3的学生免费发放10次的建构池抽奖机会，除了这10次之外，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接触到建构池了，因为获得建构池抽奖机会太难了，只有通过上阵杀敌积累功勋这一种方式才能够兑换抽奖机会。当然，除了官方免费的10次抽奖机会外，通过功勋兑换的抽奖机会是可以出售的，每一次建构池的抽奖机会都是血汗换来的，市场价高达30万的龙国币一次，并且有价无市。从校长和顾莹莹羡慕的眼神中就可以知道，这5次抽奖机会的奖励是多么的丰厚。一般来说，击杀一名统帅境的妖族强者，官方会奖励3次的建构池抽奖机会，但此次你击杀妖族的意义已经不仅仅于此了，官方额外奖励你2次抽奖机会。顾天继续说着，眼神中对苏木充满了好奇。他能感觉到眼前的苏木目前只有先锋3星的实力，菜鸡一个。听校长说，他在觉醒异能前好像也只有先锋1星的实力，这么弱的实力又是为何能够一击击杀统帅境的妖族强者的？对于顾天的这个说法，苏木再次点了点头，欣然回复：那我就多谢组织了。树典型，树立英雄形象吗？这个我熟，只不过这一次英雄竟是我自己。5次的建构池抽奖机会，我抽爆！来，这是5颗建构池抽取时使用的原石，拿好。顾天右手一挥，5颗像玻璃珠一样的小球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与玻璃珠不同的是，这5颗原石之中流淌着七彩的光芒，甚是好看。见着苏木收下了5颗原石，顾天也顺势问出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苏木同学，请问几百年来一直镇守在绅士第1高中的那把剑，是不是已经在你手上了？作为一柄镇守此地多年的神器，官方不可能不重视。多年以来，曾试验过多种方法，都没能够将其拔出，而如今他竟因一名少年而重现于世。顾执政官亲自前来，果然是因为这个事情。苏木内心瞬间就对说与不说进行了一个权衡。如果说的话，龙吟剑存在被充公的风险；如果不说的话，这个事情迟早会暴露，甚至会有更多的人在暗中盯上自己。想了想，如果被小人暗中盯上，说不定要伤及性命，那还不如充公呢。说不定官方还会因此大力培养我。再三思考之后，苏木平举起了右手，
原本松散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冷酷，嘴唇微动，轻声呼唤：“200块！”一声低沉的龙吟响起，窗外传来了数声突破音速的音爆声。龙吟剑划过天际，穿过窗户，在顷刻间便来到了苏木的手上，卷起的风浪吹得窗帘噗噗作响。右手持剑站立的苏木宛若剑仙下凡，出尘的气质看得顾莹莹在一阵春心荡漾。苏木冷酷坚毅的外表之下，偷偷地关注着几个人的表情，内心之中已经开始酷的偷笑了。帅，老子真商标符号的帅爆了！校长林天涯则是听见了苏木给剑取的名字，脸上的表情都快绷不住了。200块？你知不道这把200块每年能为学校贡献多少个200块？啊！现在那地上就剩一条缝了，谁看啊？苏木，你赔我钱！龙吟剑 SS 级道具，苍之巨龙陨落前夕幻化而成的神器，可斩世间所有妖魔，破损状态 60%。这也是苏木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这一把剑，竟然是一把 SS 级的神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SS 级的道具，就连概率公式里最高也只有 S 级。不知是不是因为破损程度较高，剑身并没有神器应该有的晶莹白润及流彩，反而灰突突旧旧的，散发着一股古朴的气息，流动着淡淡的寒光。好剑！顾天夸赞道。他可是传奇境的强者， A 级道具看过不少，他自己也拥有着 A 级道具，就算是 S 级道具也有幸观摩过。哪怕他不是剑修，也能一眼看出此剑品阶不低，其透露出来的气息最低也是 A 级的道具。几人在医务室又聊了几分钟天，顾执政官便离去了。临走前，顾天还将联系电话给了苏木，如果有事情可以找他帮忙。身为执政官的他可有太多公务要忙，更何况此次觉醒仪式上被偷袭击杀的可是觉醒了 S 级异能的马家大少，事情严重性可想而知。按理来说，马家大少肯定是不缺护身道具的，为何会被偷袭击杀呢？看着顾天匆匆离去，苏木也松了口气。对方并没有深究苏木为何能唤醒龙吟剑，实在是匪夷所思。医务室里重归安静，苏木看着发花痴的顾莹莹，赶忙说道：“我先去操场看看觉醒仪式怎么样了。”绅士第一中学操场上空，顾天正闭着双眼，细细地感受着空间中的波动。这空间之中所残留的剑意，恐怖如斯。第7章，气运觉醒系统第一次升级。爸，我回来了。回到家中，苏木刚打开房门，就见到了扔满一地的酒瓶子，浓烈的酒味弥漫在封闭的空间之中，整个房子似乎早已被酒精的味道淹透了。苏父苏哲一脸邋遢，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眯眼小憩，手臂无力地耷拉下来，时有鼾声响起，但不知是不是多年醉酒培养的技能，即便如此，他手中的酒瓶子仍然不会落地。对此，苏木早就习以为常，利索地开始收拾起来。爸，我跟你说，今天学校的觉醒仪式上出了件大事。马家你知道吧？马家大少在觉醒仪式上觉醒了 S 级异能，当时全校上下师生全部都震惊了，我也不例外。平时那马童跟我就不对付，当他觉醒 S 级异能的时候，我会被怎么打脸的剧情我都想好了。可是这时候妖族出现了，这种聊天方式持续了好多年，这也是父子俩为数不多交心的时间。哪怕只是单方面的脱口秀，苏木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苏哲一直在听。对了爸，我觉醒的异能叫做御物，奇怪的是觉醒机上竟然没有显示我异能的等阶，但其实也没什么厉害的了，感觉跟地级的控物异能也差不多。苏木对苏哲的过去一无所知，苏哲也从未说过。当有记忆开始，他就没有见过苏木，而苏哲似乎也并不缺钱，那么多年以来每天喝酒，不曾工作，但每个月总有一笔不少的钱会打到家里的账户上供两人开销。将地上的酒瓶收拾完了，苏木一人坐在餐桌前吃完了打包回来的晚饭，然后将另一份摆好，便回了自己的房间。今天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异能御物，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道具龙吟剑破损，获得固定气运值3万点。恭喜宿主学习 S 级技能剑意无我之境，获得固定气运值1万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1000点。气运值获得已累计10万点。气运掌控系统成功升级至 LV2。开放能力面板，开放幸运转盘，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人数上限，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上限。辛苦一天，好不容易有个人时间的苏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就看见了系统弹出了多条的消息，而气运掌控系统的变化也给了苏木大大的惊喜，竟然直接升级了。昨天抽取出 S 级神之瞳的时候，苏木就获得了1万点的固定气运值，而现在自己的固定气运值已经来到了10.01000点。而觉醒的异能御物在系统中也标识得十分清楚，是属于 SS 级的异能。对此也可以得出，觉醒机显示上限就到 S 级，与概率公式能够对应得上。
至于特殊召唤，那已经是超出了扭蛋机能力范畴的玄学产物了。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先锋3星，功法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1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技能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力量强化 D 级，全国第10套高中生入门体术1级，气运值101000。能力面板的信息十分之详细，将苏木目前所有的情况都记录在册，看起来还挺强的。S 级 SS 级的道具技能有好几个，其实苏木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逼数的。虽然今天在山海关幻境之中学会了 S 级的剑意无我之境，并且一招惊雷秒杀了处于统帅5星的妖族强者，人前显圣，看起来帅的一批，但更多的是还是因为借势，借的是镇守此地数百年龙吟剑重见天日的事。苏木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就好像一名刚刚获得宝可梦的宝可梦训练家，结果新手训练家小木收服的宝可梦是裂空座，一下就把对面秒了。而面板之中薄弱的环节也是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功法以及近身战斗的能力。看来明天得赶紧去把奖励的5次建构池抽奖机会给用了，希望能将这几样短板给补齐。研究完了能力面板，苏木将目光放在了另一样新开启的功能幸运转盘上，就跟字面意思一样，它是一个转盘。幸运转盘消耗1000点气运值，气运值暴击翻倍，作用于一次概率事件，冷却时间24小时，无事发生 50%， 2倍暴击 30%， 3倍暴击 15%， 4倍暴击 5%。 看起来很强，气运值能够在短时间内最高达到4倍，但其高达 50% 的无事发生概率以及长达24小时的冷却时间，也代表着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浪费1000点气运值。但这个功能的强大也不置可否，一旦触发暴击，带来的收益是数倍的。从系统退出，苏木伸了伸懒腰，看了眼窗外，已是夜幕降临。到了打开抖乐刷一会慷慨且富有的大姐姐们的时间了。拿起手机，却发现此时绿泡泡中的班级群中已经聊嗨了，长达999加的聊天记录还一直在刷新。苏木往上翻了翻，张琪，卧槽，你们快看，新发的公告。张琪，图片 JPG， 打开一看，黑体加粗的几个标题直接映入眼中。突发啊！5所学校觉醒仪式遭遇妖族袭击，这是来自官方的情况通报。第8章，没人叫过你，反派死于话多吗？就如顾天跟苏木所讲的情况一致，就在今天，龙国有5所重点高中同时遭受到妖族的袭击，其中1名觉醒了 S 级异能的天骄，3名觉醒了 A 级异能的天骄当场惨死。唯一活着那名觉醒了 S 级异能的学生，还是靠着家族给予的高等阶护身道具，才能从统帅进妖族强者的偷袭中活下来。此事一出，全国震惊。30年的和平似乎早已让人们忘却了战争。自从张琪发了图片之后，班级群的讨论就止不住了。结界呢？为什么这次妖族能够成功潜入？玄妖司的人是吃干饭的吗？奇怪，马童这么大的一个富二代，一件防身道具都没有吗？我听马童的几个朋友说，上台前马童将一条丑不拉几的项链交给了他们，说是影响他拍帅气的照片。那不会就是马童的防身道具吧？好，马童你可以死得瞑目了，名侦探群友们已经发现了你的死因。群内又继续激烈讨论着妖族为什么能够进入结界，这也是网上的民众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件事。如果妖族能够随意进出结界，那么群众的生命将再无安全可言。到底是妖族掌握了进入结界的方法，还是人族之中出现了内鬼？武圣呢？武圣还活着吗？不是有传闻武圣30年前就牺牲了吗？武圣这个名字对于这些10多岁的学生们来说还是过于久远了，那是存在于故事和书籍里的人物。30年前，人族武圣出现在了边境战场，第一次以入圣境的强大实力横扫数十万妖族大军，并且孤身追入妖域，斩杀半步入圣境的妖皇，史称破军之战。至此，妖族元气大伤，进入了休养期，而武圣也因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隐居了，也有人说他是燃烧了最后的生命，才能够晋升入圣境。说法众说纷纭。此时大部分的学生似乎心态已经好了不少，逐渐从下午恐怖的阴影中走出。直到有一名同学说道，我觉醒的是地级的辅助系异能，我就算上战场也是炮灰，我不想上战场，我不想死。一时间，整个群聊陷入了死寂。马童的死亡的一幕似乎再一次，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操场上空那有着巨大双翅的鹏妖。良久，一个顶着动漫男主中2头像的人说话了，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都躲着不上战场，前线失守了，你又如何能够活下去？是苏木的好基友李路进行了中2满满的发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弱，但总会有变强的那一天。我在这里立下誓约，他日我必将一人一剑踏入妖域，血溅10里。李璐看着在群里装逼的自己，不自觉地在房间里大声跟着念了起来。不愧是我，苏木，我咋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剑修了呢？原本观望的同学们开始纷纷跟风说着是啊是啊，对呀对呀。林晓不服气地看着手机中的群聊，这群傻逼，自己不过是说出了每一名学生心中的想法罢了。你们不敢说，我来说，结果这回都在装什么清高白莲花呢？我要是跟你李璐一样觉醒了 A 级异能，我还会说这种话吗？林晓觉得自己的说法并没有错，更准确地说，这是部分学生们的想法。剑拔弩张的气氛在班级群中漫开。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看见同学牛批比自己觉醒了垃圾异能还难受。此时有部分同学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漂亮的场面话谁不会说？我要是觉醒 A 级异能，我也这么说。苏木没有说话，大家的立场不同，或许都没有错。不要吵了。此时顾莹莹发话了。身为玄妖司深城分部执政官顾天的独女，并且在觉醒仪式上觉醒了 S 级的异能空间跳跃的她，一开口就镇住了所有人。并不是什么人都有那个资格上前线的，龙国肯定不会漠视每一个人的性命。辅助系的异能者依然也可以在后勤方面为着龙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当苏木还在看着顾莹莹发言的时候，突然感知到了一丝危险。得益于觉醒了异能御物，苏木的感知能力提升了一大截。有人不知道在哪个地方透过窗户暗中窥视着自己。苏木保持着刷着手机的姿势，不敢轻举妄动，担心打草惊蛇。悄悄地找到了白天里顾天给自己留的电话，给他发去一封短信。只不过几分钟过去了，危险的气息一直没有消失。突然一道迅猛的风刃袭来，打碎了窗户。苏木用力向地上扑去，原本的床被一分为二。我操，老子的床，老子他妈今晚睡哪？下一秒一道人影已经顺着窗户跳了进来。狭小的房间内，两人的距离不过3米，紧张的气氛在房间内蔓延。苏木咽了口水，小心翼翼地盯着对方说道：你是谁？来者一身黑衣，裹得就像柯南里的凶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把龙吟剑交出来，我饶你不死。他嗡声说道。可是我也不知道龙吟剑去哪里了。聒噪！又一道锋刃劈在了苏木的脚边，地板砖被切出了一道。3、2，别大哥！苏木将双手举起，一脸慌张。给你就是了，龙吟剑就放在你身后的柜子里。黑衣人眯起双眼盯着苏木，你去拿出来，别给我搞鬼。由于黑衣人站在苏木和衣柜的中间，他只能侧过身去，让出一条路给苏木通过，顺道堵住了逃生的窗口。苏木缓步越过黑衣人，打开了衣柜，蹲下翻找起来。黑衣人的呼吸似乎开始急促，传说中的龙吟剑马上就要到手了。只不过下一刻，噗嗤，一柄长剑从远处破空而至，瞬间将站在窗户的黑衣人拦腰斩断。苏木舒了口气，缓缓转过身来。大叔，没人叫过你，反派死于话多吗？第9章。等等，先来几个人垫一垫。翌日，苏木打着哈欠来到了绅士异能建构中心，床被劈成2半，铺在地上睡的，整得今天一点精神没有。昨晚刚横腰斩断黑衣人没多久，顾天就到了，将黑衣人带走调查身份后，他还告诉苏木将会安排人手在附近值守。在临睡前，苏木在道呼上看到了这么一则帖子，标题是有没有人说一说绅士成功击杀妖族入侵者的内幕。下面有一位 ID 为无敌陆里的人是这么回复的：谢邀，人在现场，刚洗完澡。先放一张图 JPG 证明真实性。图片上是操场上方展翅凌空的巨大鹏妖，这是出现在绅士第1高中的妖族强者，实力境界听说最少也有统帅5星。他战斗力极强，如果不是偷袭得手后一心想跑，玄妖司现场值守的执法者说不定都要遭。苏木看到这里的时候都惊呆了，当许多学生在逃命的时候，李璐这货竟然还有空拍照。果然遇到事情先拍个照留念是刻在龙国人 DNA 里的吗？与网上相传的内幕消息基本相差不大，鹏妖确实死于学生之手，而我本人也是击杀鹏妖的参与者之一。懂得都懂，不懂的我也不好多说，细细品吧，也别来问我怎么回事，这里面牵扯太大了，所以我只能说懂得都懂。看完李璐的精彩发言，苏木躲在被窝里的狂笑，回想起了觉醒仪式结束后苏木与李璐走在回家路上时的对话。兄弟，全靠你，如果不是你送给我的地级力量强化，我根本没有办法挥出那一剑。我能够成功击败鹏妖，有你50%的功劳。说实话，有些调戏的成分在里头，但苏木还是特别感谢李璐送了他力量强化这张技能卡。而这么多字的话里，李璐只听进去了全靠你3个字。
他瞬间感觉到了如山一般，拯救人类为的重任直接就压在了他的肩膀上。肃然开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便是李璐留下这么一篇道呼回复的由来。笑完之后，苏木在底下留下了一个评论：“天不生我李璐，龙国万古如长夜。”李璐看完这条评论，应该能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吧。回想起昨晚的帖子，苏木又开始笑个不停。这时，一双纤细白皙的手拍在了苏木的肩膀上。“苏木，你迟到了，你怎么可以让一位淑女等那么久？”身后传来一道甜美的声音。苏木转头看去，双眼不由得被顾莹莹吸引住了。蓬松的金色长发随风飘扬，仿佛艺术品般雕琢而成的容颜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微微垂下的睫毛在轻轻颤动，翘起的鼻尖微微红润。苏木对穿着一身 JK 制服的美少女毫无抵抗力。苏木的二弟是这么告诉他的：“嗨，睡过了，不好意思。”苏木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眼神艰难的从顾莹莹浑圆高耸的山峰挪开，挪到了白皙修长的大长腿上。“好吧，看在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份上，我原谅你了。还有，你今天真帅。”顾莹莹莞尔一笑，发梢轻柔地拂过了他的肩膀。“约会？什么约会？”苏木菊花一紧，自己不过是叫他出来陪自己到建构室抽个奖而已，怎么就成约会了？苏木缓缓地吐出一口气，直直地看着顾莹莹的双眸，他眼眸流转，诉说着微妙的情感。苏木仿佛可以倾听到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此刻，苏木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顾莹莹是真心喜欢他的。为什么？难道就因为自己帅吗？你喜欢我帅，我改还不行吗？没睡好，肯定是因为昨天一战太辛苦了吧？来，这是 A 级的精神药剂，赶紧喝了吧。刚才说要改什么来着？哦，我要改的是我那想要独立自主的错误想法。富婆抱抱。走吧，约会去。为什么是选择约顾莹莹，而不是约好基友李璐呢？绝不是因为顾莹莹平易近人，谁让顾莹莹有着高达100万点的气运值呢？这气运值简直恐怖如斯，把苏木馋坏了。苏木第一次见的时候还以为看错了，数了好几遍，足足有6个0 ，100万点气运值。如果这是小说的话，顾莹莹便是纯纯的气运之子了。至于李璐那个憨货，只有500点的气运值，倒是很符合他龙国普通高中生的身份。昨天苏木赶回操场，并在李璐异能觉醒前给他转移了1万点的气运值，看似很多，但毕竟苏木是能看见概率的，1万点气运值觉醒 A 级及以上的概率也只有1%多一点。但哪怕如此，李璐硬是凭借着1%左右的概率觉醒了一个 A 级异能大地之力，主打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天不生我李璐，龙国万古如长夜。二人朝着异能建构中心的内庭走去。与先前去的建构室不同，需要用原石才能抽取的建构室在异能建构中心内庭。内庭里不仅装修豪华了不少，负责警戒的守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也更多了。还未踏入内庭，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不知道哪一间建构室中传出。我借的100万高利贷啊，100万又亏完了呀，怎么办？还有没有人能借我钱翻本啊？另外几间建构室也传出了一些类似的话来。又是1级卡，又是1级卡，这个池子里到底有没有除了1级以外的东西啊？各种叫骂声此起彼伏，内庭之中的工作人员们脸色麻木，毫无波澜。很明显，这种情况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苏木看着内庭之中的景象，皱了皱眉，说这种场景就如同炼狱一般，也毫不为过。不由得想起了前世中的一名赌博欠了一屁股债的同学，欠债跑路就算了，但商标符号为什么要把我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啊？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接那些骚扰电话有多烦啊？你知不知道那些讨债的人多么有毅力吗？啊！看见苏木驻足，顾莹莹在旁边冷哼一声，话语之中全是嫌弃，都是一些做着一夜暴富美梦的赌鬼罢了，不值得同情。每天都有抽出高级道具的资讯在推送，但又有谁知道每天因建构池破产的人有多少？追逐那虚无概率的人，最终都会被概率所吞噬。苏木对此点了个赞，甩掉刚才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苏木领着顾莹莹来到了一暂无人使用的建构室。刚进去不到10秒，苏木就拖着顾莹莹又出来了。等会，我先等几个人来垫一垫。在苏木的视野中，建构池上漂浮着几个字：特殊召唤，还有10次将触发特殊召唤。第10章幸运转盘 S 级功法东皇诀，快来这抽！欧皇建构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刚才我在这间建构室抽出了 B 级道具。苏木拉着顾莹莹一起蹲在了建构室的门口，看着过往的路人，每一个人都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的垫子。不是助力，他出货的好兄弟，真的出了 B 级道具吗？每当有人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苏木就扯一扯一旁顾莹莹的衣袖。顾莹莹见状，
心领神会地掏出一个散发着红色光芒的球状道具来，轻声说道：“这是刚才抽出来 B 级道具坚韧球，能提升携带者体力及异能的恢复速度。”那些人一见，呜呼一声便冲进了建构室，然后过了几秒后，从里面传出了相同的连招。砰！建构池 HP 1。操！对此，苏木也是无奈地耸了耸肩。每一名进去的店好兄弟们，苏木都给他们转移了1万点的气运值，等抽完了才转移回来。都做到这种地步了，这些人竟然最好的也仅仅只是抽出1级的技能卡，真是些合格的店好兄弟们啊！这些人之中，有不少人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苏木旁边的顾莹莹，似乎在思考长得如此漂亮的女生为何会陪着一名男生蹲在这里，并且毫无怨言，脸上的笑容温柔如水，看向苏木的眼神都能拉丝了。其中不乏有人认出了顾莹莹顾执政官家千金的身份，毕竟能来氪金抽奖的人，要么非富即贵，要么就像刚才哭喊的几人欠一屁股债，认识顾莹莹并不奇怪。这让他们好奇起了能让顾莹莹如此对待的男生到底是什么背景。电完了，电完了！随着最后一声草落下帷幕，苏木心冲冲地冲进了建构室。特殊召唤还有2次将触发特殊召唤，没错，剩余2次。苏木不敢赌最后一个人进去只抽1发，保险起见，最后的2次都由自己来抽。怎么说，自己也是怀揣着5颗原石的巨款在，就是一个豪横。顾莹莹在一旁呆萌地看着苏木的一系列操作，嘴巴里还絮叨着例如电子出货之类奇奇怪怪的话。说不感到奇怪是不可能的，但他觉得苏木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毕竟苏木长得帅。虽然建构池都长得一样，但内庭与外庭还是有点区别的。外庭的免费建构池分为技能卡建构池、道具建构池，而内庭需要氪金的建构池则是合二为一，同一个建构池技能卡、道具均有概率抽出，这也省去了思考抽什么池子的功夫。但同样的，想出什么类型的货就更看运气了，多挨几次也不是没可能的。站在流光溢彩的建构池前面，苏木从顾莹莹的身上转移了10万点气运值到自己身上，面板上的气运值已经来到气运值20万01千，转移10W 点气运值已经是气运掌控系统 LV2 的极限了。至于关起门来自己抽，没那必要。身为拥有者100万气运值的天命之女，说不定免费的10连抽之中已经出了不少的货，更何况她可是身世唯一一名传奇境顾天的女儿。再三强调，绝不是因为她平易近人才会让苏木特殊对待，我苏木不是那种人。建构池 S 级奖励 2.0%， A 级奖励 20.00%， B 级奖励 77.89%， C 级奖励 0.1%， D 级奖励 0.01%。 在强大气运的加持下，建构池的概率公式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1级及以下的奖励已经是不可能抽出来的了，抽到 C 级以及 D 级奖励的概率也变得很低，超级飞球才抽得出来。拥有20W 气运值便有这么高的概率，那么拥有着100W 气运值的顾莹莹岂不是保底 A 级奖励？恐怖如斯！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随着系统提示落下，虚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只有苏木看得见的转盘，巨大的指针开始迅速的转动。苏木紧张地看着转盘，虽然1000点气运值的消耗不大，但一天只有1次的机会。第10次抽取因为会触发特殊召唤的保底，所以苏木将幸运转盘队的机会用在了这一次。可别落空了！巨大的指针慢慢地停下了转动，最终只在了3的地盘里。好！同一时间，苏木系统面板上的气运值瞬间暴涨，气运值60万，概率公式也随之变化。建构池 S 级奖励 6.0%， A 级奖励 60.00%， B 级奖励 33.99%， C 级奖励 0.01%。不愧是幸运转盘，太强了！要知道 A 级道具及技能卡的起步价可是数千万的龙国币，如果抽出像马童购买的 A 级异能保底令牌等等稀有 A 级道具，价值还要翻上几番。30万买1颗原石，然后大概率能换几千万龙国币回来。我直接卡了游戏的 bug。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苏木将出1颗原石朝着一旁的投币口中放了进去。投入的原石就像是落入池塘的石头，一下激起千层浪。建构池开始闪烁着5颜6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颗粒开始在空中漂浮，最后在建构池的中央汇聚成卡。奈斯看见金色光芒的那一刻起，苏木就知道自己欧了，那是 S 级奖励才拥有的金色光芒。小心翼翼取下了建构池中的金色技能卡，一侧也探出了顾莹莹呆萌的小脑袋。让我也瞅瞅出了个啥子。东皇诀 S 级技能卡，天神东皇太一所创功法，万物所出，造于太一。碉堡了！要什么来什么，自己目前最大的短板不就是功法吗？
而且功法类的技能卡在每一个等阶之中都是属于最顶尖、最稀有的建构产物了。发了，赚大发了！第11章，苏木哥哥，你没事吧？快把技能卡用了吧，以免夜长梦多。苏木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一旁的顾莹莹倒是清醒不少，连忙出声提醒。这也是让苏木瞬间冷静了下来。也对，目前的自己还没有空间类的道具，技能卡只能放在技能卡包里。S 级技能卡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很容易被别人感知到。轻轻一捏，金色的 S 级功法类技能卡东皇诀便化作漫天星辰，融于苏木体内。一瞬间，苏木便感觉到流淌在自己体内的异能开始活跃起来，在几息之间似乎都精纯了不少。这就是 S 级功法带来的巨大改变。习得东皇诀，看来在异能统考前你的实力还会得到巨大的提升。见着苏木已使用了技能卡，顾莹莹也是开口说道，话语之中不难听出羡慕的味道。纵使他的父亲是申氏玄妖司执政官，所学习的功法技能也不过为 A 级功法， S 级功法可望而不可及。如果东皇诀出现在市面上，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走了狗屎运罢了。苏木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按照实验组对比来说，肯定是你太漂亮的原因。跟着李璐一起来，抽了我足足9发的强化狗粮。李璐那家伙太丑了，嘶！如果逻辑这么推的话，刚才说走的狗屎运好像不太合适。李璐不在，苏木说起李璐的坏话来也是面不红心不跳的。就算李璐再又如何，谁能有苏木帅？哦，除了屏幕前的那些读者老爷们。顾莹莹听闻，脸瞬间变得煞红，脑袋上开始噗噗往外冒烟，一副过载的模样。也没有了，平时苏木都很少理她，更不用说夸她漂亮了。结果今天苏木随口一说，顾莹莹直接变成蒸汽机了。这种场面要是在学校被别人看见了，一定会难以置信。这可是申氏第一中学的高冷校花顾莹莹啊！冒了会烟，顾莹莹也是缓过来了。她看着似乎还想继续的苏木，建议道：“今天就抽到这里吧，刚抽出了一个 S 级的技能卡，应该不会再出货了。”她的建议也很中肯，也是所有人心中的想法。出一次货都够欧的了，你还想要双黄蛋？想屁吃吧你！苏木耸了耸肩，表示今天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就是挂逼的自信。特殊召唤，你就给我出！没有多余的动作。随着原石被投入建构池，一股磅礴的能量在建构池中汇聚。小小的建构室里，在空气中流淌的异能变化，一下子让顾莹莹瞪大了双眼。这股异能的变动，竟然比刚才出 S 级技能卡时引起的状况还要大，难以置信。还有什么会比 S 级还要强大？无色的颗粒在建构池上方开始凝聚，明明是无色的，但是两人却能看得一清二楚。一张无色的卡片在建构池上方凝聚完成，苏木轻轻取下，两人正准备查看。砰砰砰！开门！里面的人给小爷我滚出来！建构室的房门被人从外面踹了好几脚。小子，你抽出什么货了？给爷瞧瞧。哟呵，还有个美女啊！这里是100万龙。刚出建构室，苏木还没看清眼前这位正抬着头用鼻孔看人、鼻毛外露的鼻毛怪长什么样子。身边一道狂风掀起，那只鼻毛怪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飞了出去。在苏木瞪大双眼的注视下，顾莹莹慢慢收回了那高高抬起的白皙大长腿。好腿，好痛！倒飞出去的鼻毛怪捂着脸，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在发出嘶哈嘶哈的痛叫声。打扰我和苏木哥哥约会，给老娘死！顾莹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对充满杀意的眼神令人窒息，周遭的空气也在一瞬间变得冰冷了许多。苏木看着顾莹莹那如同女王大人般睥睨天下的模样，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差点忘记顾莹莹可是学院第一，年纪轻轻早已踏入了卫士境界的天之骄子。一名身穿西装的阴沉老者赶忙上前扶起了鼻毛怪。少爷，少爷你没事吧？你个老废物，你不是卫士5星境界吗？连一个女人都拦不住。这老者哑口无言。以他卫士5星境界的眼力，刚才眼前的这名少女在一瞬间动用了空间系异能，让他没有反应过来。这等年纪便觉醒了这种异能，以及到达了卫士境界，此女来头肯定不小。少爷，是小的失误了，还请少爷责罚。反观另一边，顾莹莹转过了身，一下子扑到了苏木的怀里，抬起头来，一对无辜的大眼睛楚楚可怜，滑嫩的双手环抱住了苏木的腰，让苏木切切感受到了他的平易近人。苏木哥哥，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情啊？明明刚才把人一脚踹飞的是你啊！不得不说，真软。那边的，住手！双方的打斗也是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内厅的保安大爷见状，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知不知道异能建构中心禁止斗殴，禁止抢夺他人物品？保安大爷边走边说，大脸凑了上来，拖了拖滑落下来的老花镜，端详起了鼻毛怪。
敢在建构中心闹事的都不是一般人。保安大爷早早就将情况汇报上去，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缓住局势。啊，您是陈少吧？哎呦，是谁把陈少您打成这样子的？见内廷保安认出了自己，陈宇也是挺起了胸膛，傲然道：“哼，本少的模样还没有刻在你们这群猪的脑子里吗？还需要看这么久？”接着他又对着苏木二人说道：“我告诉你们，刚才本少还想出100万龙国币买下你们出的货，这下子你们一分都别想要。”其实不怪保安大爷眼神不好，此时的陈宇脸上还有一道清晰的血印，又黑又红，甚是滑稽。保安大爷也是顺着陈宇的眼神看了过来，当他看见顾莹莹的那一刻起，原本浑浊的瞳孔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哦，是他呀，那不用我管了，溜了。啊，那个啥，外面好像下雨了，我得回家收衣服了。保安大爷走了，那速度比早上去超市抢折扣大米都快。就这几千块钱的工资，拼什么命啊？别的不说，身为一名优秀员工，每个领导及家属的模样，那可是深深的印在心里。神仙打架，快溜！苏木歪嘴一笑，大声说道：“站在你面前的是第一中学校花 S 级异能觉醒者，身世执政官千金顾莹莹。”这一刻，苏木将狗仗人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第12章，跪下。什么？她竟然是顾执政官家的女儿，顾家的掌上明珠。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女孩眉宇之间跟顾执政官确实有相像之处。如果她是顾家千金，那被她抱着的人又是什么身份？围观群众一下子就不淡定了。不淡定的点是，顾家大小姐此时竟然一脸娇羞地扑在一名年轻男子的怀中。这男人究竟有什么魅力？还是有着强大的背景？反观陈宇一边，两人的神色有些复杂。顾天的名号让他们不得不重视。我抽出来的东西，怕你买不起。苏木看着陈宇说道：“建构室是通过特殊的材料建造而成的，能够有效隔绝从里面传出的异能波动，防止外面的人感知到里面的情况，从而在外面下黑手。并且建构室的硬度十分强大，就算是传奇境异能者，也没办法一击将建构室的门给击碎。不怕告诉你，我抽出来的是 A 级的技能书。A 级？卧槽，大几千万龙国币到手了！天哪，他抽出了 A 级奖励，为什么我只能抽出 D 级的？”一瞬间，整个内廷议论纷纷。A 级奖励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是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而抽出 A 级奖励对于许多人来说，等于一夜暴富，财富自由。陈宇冷哼一声，此时他也终于是将脸上的鞋印擦拭干净，收拾好了仪表。顾家是吧？别人怕你，我可不怕。告诉你，我叫陈宇，我想要的东西从来都还没有失手过。小子，你不会以为顾家能罩你一辈子吧？陈宇一脸傲然，很明显，他对自己的身份很有自信。也正如他的自信一般，围观群众们再次炸开了锅。陈宇是京城陈家的陈家，虽然身世的陈家只是京城陈家的其中一脉，但没有人敢小觑。可以说，陈家的势力遍布龙国的每一座城市，陈家的所有人员基本都在刑罚庭中任职。玄妖司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异能者、狩猎妖族，保护人类安全。刑罚庭则是处理人族上上下下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坊间传言，红线不是法律，而是陈家。围观群众都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生怕被牵扯到两家的斗争当中去。比起玄妖司，人们更怕刑罚庭，一不小心那是要被整进去踩缝纫机，吃免费公家饭的。见此情景，陈宇脸上的笑容愈加张狂。这就是陈家人的底气。小子，凭你先锋3星的水平，配得上 A 级奖励吗？乖乖把东西交出来，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就拿你试试我刚觉醒的异能吧。一股紫色的雷霆开始从陈宇的脚下环绕而起，在顷刻间便爬满全身。在噼啦啪啦的作响声中，一股上位异能的压制在现场之中扩散，先锋5星的气息迸发而出。在这个年纪，能够踏足先锋5星境界的，无一不是天之骄子。陈家的传承异能 A 级异能中的顶尖存在，紫霄神雷。众人大惊，这就是陈家能够多年处在龙国顶端，成为几大世家的之一的立足根本，能够传承的异能。只要有着陈家的血脉，且天资卓越，在觉醒仪式上都能够激发血脉之中潜在的能量，从而觉醒 A 级异能紫霄神雷。苏木面色淡定， A 级传承异能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很强，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座牢笼，将陈家的人永远的困在了 A 级的世界里。想抢，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顾莹莹一小步挪到了一边，她知道这是属于苏木的战斗，就算他想插手，陈宇身旁的卫士5星境的管家也不会视而不见。更何况有着龙吟剑的苏木，同阶无敌。龙吟剑？不用。苏木抬起右手，在虚空之中轻轻一握，咔嚓一声，
内庭中一束盆栽上的细枝应声折断，在瞬间便飞到了苏木的手掌之中。打你一根树枝即可。陈宇何时受过这种羞辱？瞪大双眼，面色狰狞。眼前的苏木似乎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他高举右手，磅礴的雷电能量在掌心汇集，仅仅只是几秒，便汇聚成如同篮球般大小的雷电能量球。掌心雷，恐怖的雷电能量让在场的吃瓜群众们脸色一变。陈家的 A 级招牌技能 ，A 级异能再加上 A 级的技能，这搭配是普通人穷极一生都难以到达的高度。在众人的视线之中，苏木笔直的身躯不曾退缩，他右手举起的细长树枝，如同大海之中的浮萍，正在对抗着滔天的电闪雷鸣。跪下！细长的树枝轻轻挥下，刺激着众人紧张情绪的雷电能量，竟在一瞬间化为齑粉，瞬间溃散。不知何时，陈宇已经来到了苏木的跟前，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夹住了苏木手中的树枝。现场陷入了沉默。众人想过这是一边倒的战斗，没有想到的是，输的竟然是陈宇。苏木只是一句跪下，陈宇便乖乖的跪下了。这是什么意呢？言出法随吗？如果是的话，这也太恐怖了。少爷！身后观战的陈家管家大声叫喊着，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苏木身上的异能波动平静如水，似乎连异能都没有动用，为何少爷要跪在他的跟前？而陈宇此时已经汗流浃背。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并且无法挣脱。陈少！僵持之下，人未到，声先至。几道匆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一名肥头大耳的西装秃顶男子推开人群，见到陈宇正跪在苏木的跟前，他大声呵斥道：“还不放开陈少！你想死吗？”是陈主任。周围开始小声议论起来。绅士异能建构中心副主任陈胖是绅士陈家的一名核心成员，我就不让他起来了，你又能拿我怎么办？苏木一脸冷笑，冷笑之下，心中也早已制定好了计划。如果事态发展恶劣，只要让龙吟剑过来随意捣乱一番，在几名卫士境的人手下逃跑还是很简单的。更何况顾家的人手在这里的可不少，光天化日残害同胞，其心之意罪当可诛。拿下他！陈胖大手一挥，身后的几名卫士境小弟一拥而上。不愧是陈家的人，帽子扣得一套一套的。苏木冷哼一声，一脚踹开陈宇，一手牵起顾莹莹，准备开溜。剑拔弩张的气氛当中，异变突起，两方的中央虚空竟被划开了一道1人之高的口子。一名正装男子从漆黑的虚空之中走出，慵懒的话语声随之响起：“有意思，真有意思。”冷汗从苏木的脸颊旁滑落，这是他在顾天身上都从未感受过的恐怖气息。第13章，又一个人跪下了。从空间裂隙中走出的正装男子双手插兜，慢慢悠悠地走到了苏木的跟前。他伸出了右手，打了一个响指，身后深不可测的空间裂隙便随之关闭。夏文轩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苏木，说道：“你就是苏木吧？有趣，真是有趣。”对于突如其来的访客，没有人敢贸然上前，因为此人竟然能够打开空间裂隙并进行穿梭。这种手段，哪怕是身世的最强者传奇境的顾天都做不到。只有踏足了超凡境界，才能领悟空间的法则，运用空间的能力。这就代表着眼前的这一名正装男子是龙国最强大，站在顶端的那几位人族最强者。陈胖吞咽口水的声音在沉默的人群之中清晰无比。此时他一脸的惊恐。夏文轩，来者竟然是掌管龙国玄妖司的总执政长，超凡境强者夏文轩。他来这里要做什么？他是来找苏木的。对，我就是苏木。苏木回复道，虽然不清楚面前的正装男子是谁，但能看得出来对自己并无恶意。初次见面，我是夏文轩。夏文轩伸出了右手，在一众难以置信的眼神中与苏木握手，随后收回，随即转向一侧。莹莹，好久不见，愈发漂亮了。上一次见你，好像刚上中学吧？夏叔叔，好久不见。顾莹莹也是难得款伸款回礼道。他扯了扯苏木的衣角，凑在他耳朵边说了几句话。苏木瞪大了双眼，顾执政官的顶头上司，这种大人物找我有什么事？难不成是要让我交出龙吟剑？如果这种强者想要龙吟剑，自己难道还有反抗的余地？夏文轩看着眼前这对有些亲密的男女，他们的双手正紧紧握在一起，脸上不由得浮起了一丝古怪的笑容，随即转过身去，原本充满笑意的眼神在一瞬间变得凌厉无比。陈胖看着这对双眼，就如同身处冰窖一般，瑟瑟发抖。汗流浃背了吧，老弟？好一个其心之意，罪当可诛啊！是不是武圣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年的平稳，导致你们陈家已经把自己当成皇帝了？现如今连异能建构中心这种地方都敢欺压他人了。说得好，
围观群众们心中呐喊着，对着妖族畏畏缩缩，对着百姓重拳出击。这就是陈家在近些年来所积攒的口碑。夏文轩仍然保持着双手插兜的动作，可陈胖已经感知到了死亡的降临。不，你不可！陈胖大喊出声，话音未落，他肥胖的头颅便高高飞起。陈胖的世界在一瞬间翻转了起来。原来我的屁股是长这样子的吗？陈胖的思绪陷入一片黑暗，没有想象之中鲜血四溅的画面。完整的平切面下，艳红的鲜血缓缓流淌，一根根清晰可见的血管仍在跳动。没人知道夏文轩是怎么出现的，他的双手从未拿出来过。绅士玄妖司大楼执政官办公室，夏文轩、苏木相对而坐，顾天站在一旁，就像一名乖巧的学生。要说两人的年龄并不差多少，但在战力上相差甚远。苏木，你不用紧张，龙吟剑既然选择了你，他便是你的，有我在，谁也抢不走。夏文轩耸了耸肩，解决了苏木心中的疑惑。苏木松了口气，恭敬地向夏文轩点了点头。谢谢夏叔，原本我来找你是为了龙吟剑的剑意而来。多年前，我凭借着龙吟剑的剑意，领悟了属于我自己的剑意，从而有幸突破万古境，感受到了超凡的世界。踏入超凡境之后，我对剑道意图有了新的理解。当我感知到龙吟剑重新出世之后，我便有了来找你的打算，想要看看你的剑意。夏文轩笑了笑，随即话锋一转。但是我刚才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法则之力。我在你挥出的那一剑当中，感受到了法则之力。他看向苏木的双眸之中充满了狂热。法则之力！顾天在一旁低声惊呼：苏木不是只有先锋境吗？为什么有入圣境才能够掌握的法则之力？法则之力吗？这也是苏木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刚才拿着树枝挥出的那一剑，实际上的在剑构池当中特殊召唤出来的新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技能。这一剑100%会被目标用空手所接住，目标境界高于使用者2个境界之内才能够触发。我这一剑下去，你不会死。如果说这个技能触及到了法则之力的话，那好像也没错。苏木，我会把境界压制到先锋境，让我感受一下你的法则之力吧。接触法则，我的境界将会更进一步。夏文轩站了起来，言语之间对法则之力充满着渴望。这一趟来的实在是太值了。原本只是想感受一下龙吟剑的真正剑意，说不定能够使自己的剑意更上一层楼。结果发现了法则之力这种天大的惊喜，这一下尘封多年的境界瓶颈将会松动。这不太好吧？苏木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万一等下夏文轩就跪在他面前，是不是不太好？没事，来吧，我已经将境界控制在先锋境了。夏文轩手一挥，一柄精美的蓝色长剑落到了苏木的手中。青光影 A 级道具，万顷琉璃叶，青光映归人。这把 A 级武器就送给你了，总用龙吟剑的话有点浪费了。在夏文轩的示意下，顾天和顾莹莹站到了一旁，他们两人则是在办公室空地上对立而战。好在执政官的办公室还是十分宽敞的。夏叔，我动手了，来吧。既然夏文轩一直强求，还送了自己一把 A 级的长剑，苏木没有理由再拒绝了。手中的青光影缓缓挥出，在夏文轩的眼中，世界变了，一股强大的引力控制着自己向着这一剑迈去，同时成倍的重压瞬间落在肩头。要跪下了。夏文轩震惊，如果再维持先锋境的境界，自己一定会跪下的。那也太丢人了吧。堂堂龙国玄妖司总执政长在这里跪下，不行，卫士镜开。引力和重压竟没有丝毫的减少。不够，统帅镜再开。什么？还不够？传奇。砰！夏文轩双膝狠狠地将顾天办公室地板的瓷砖砸至皲裂，原本插兜的双手正紧紧地夹着青光影。苏木、顾天、顾莹莹。第14章，夏文轩走的时候头也不回。绅士陈家，父亲，我回来了。书房之中，陈乐山正襟危坐，在办公台上书书写写。陈宇一脸严肃，与在异能建构中心时的纨绔模样判若两人。陈乐山点了点头，仍在写着什么，并未抬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连陈胖都死了。父亲，在接到苏木走进异能建构中心的那一刻起，我便安排人手盯住他了。随后我也进行了试探，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试探出龙吟剑是否仍在他的手上。哦，陈乐山停下了笔，抬起头来看着陈宇，你没跟他交手吗？难不成以你先锋5星的实力，还不足以让他使用龙吟剑？是的，父亲。不仅如此，苏木不知道是使用了什么技能，竟然能让我跪在地上，无法动弹。在这之后，玄妖司的总执政长夏文轩出现了，是他杀了陈胖。我了解了，今天你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吧。陈宇行了个礼，
离开了书房，笔尖在纸面上轻点着，发出了规律的敲击声。这是陈乐山在思考时一贯的动作。夏文轩都来了，那么龙吟剑有极大的概率还在苏木身上。既然他光明正大的出现了，就代表着并不怕人知道这件事。相反，让雨儿无法动弹的技能，可能是暗中保护苏木的精神系异能者。书房陷入了沉默。良久，从书房的角落中传出了一道低沉的声音：“呵呵，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法则之力。”夏文轩走了，走得很决绝。当他跪在地上的那一刹那，便迸发出了惊天的气势，瞬间突破了技能的束缚，完成了原地弹反，站了起来，然后大手一挥，在三人的凝视下，默默地走进了空间裂隙之中，头也不回。只剩下地上龟裂的瓷砖在提醒着几位刚才似乎发生了点什么。啧，超凡境的强者动作还是快啊！三人面面相觑，在憋着笑意。顾天一脸庆幸，还好自己专业素养过硬，才没有当场笑出来，否则估计要被夏总执政长当沙包来练手了。以防夏文轩走得不够远，三人愣是憋了1分钟，才敢放声大笑。哈哈哈！顾天再次想起平日里严肃的夏文轩走时那头也不回的模样，笑得直拍大腿。虚空之中，一道剑气划过，切下了顾天一缕头发。顾天的笑容瞬间凝固。完了，香槟开太早了，总执政长还没有走远，这回当沙包是跑不掉了。嗨，顾天轻咳2声，缓解了一下气氛，然后郑重其事地向苏木说道：“苏木，看来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啊。这一招虽然看似强大，限制却不少，当做奇招使用可以，但切记不要轻易使用。蕴含法则之力的技能，如果被万古境、超凡境的强者盯上了，是个不小的麻烦。有建构池这种神奇的事物存在，有人抽出一些够能抢夺技能之类的道具，并不是没有可能。至少就有传言在黑市之中存在此类的道具。”对此，苏木点了点头。对了，你怎么会和莹莹在一块？你们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顾天看着两人，眼神有些古怪。这个疑问他已经憋了很久了。此时苏木在他眼里的形象不亚于开着鬼火的黄毛少年，竟然在觊觎我的宝贝女儿。爸！顾莹莹跺了跺脚，搂着父亲的胳膊开始撒起娇来。苏木面色一滞，似乎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我现在说恰巧遇到的你能信吗？我就是单纯觉得顾同学运气好，还有长得好看，所以叫他陪我一起去建构中心的。顾天感觉像吃了屎一样难受。有猪在拱家里的大白菜。罢了，你们也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顾天叹了口气，他走到了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整座绅士。两人跟在他的后面，这也是苏木第一次以这个角度来观看绅士。但现在这个世道危险重重，不仅是妖族，我们的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将重点放在提升实力上才行。顾天的话信息量很大，这一次龙国所灭遇到的袭击，绝对是内部出了问题，有内鬼。苏木和顾莹莹郑重地点了点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两人作为新一代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肯定是心怀国家大义，将守护人族作为己任。而对于苏木来说，提升实力最快的捷径就是建构池了。顾叔，我想了解一下，玄妖司有没有购买建构池次数的渠道？之前说过，建构池的次数是可以购买的，大概30万龙国币次。但问题就是有没有合法、便捷、安全的渠道。玄妖司本身就是积累功勋最快的部门之一，购买的渠道肯定是有的。但每个人每年能够购买建构池的次数只有5次，功勋兑换以及嘉奖的建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原来购买次数还是有限制的，不过也挺合理的，应该是为了避免有人追求一夜暴富，欠下巨额债务，然后撒手人寰。顾天转过身来，拍了拍苏木的肩膀。虽然我不知道你通过建构池抽出了什么好东西，但运气这东西虚无缥缈，你不知道幸运女神会不会永远的眷顾着你，还是要脚踏实地，以提升境界以及熟练掌控异能和技能，强化自身战斗力为主。如果有钱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去至宝斋购买一些高阶技能及道具要好一点。顾天说的很有道理，对于正常人来说，合理利用资源才是提升实力最稳健的方式。可是苏木是挂逼，赌狗，赌到最后应有尽有，请勿模仿，你没有那么哦。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木咧嘴一笑。顾叔，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实用的技能，不如你。第15章突破，卫士一星。苏木开心的回家了。2句话，让一个男人为我花了数百万。铁山靠 B 级技能卡，简朴刚烈，截短噬凶，大开大合的近战招式。据说连续练习2年半可达大成境界。近战肉搏技能，很好弥补了
目前自己近战薄弱的环节，而且这个技能一看就很强。不得不说，顾天不愧为统领绅士的执政官，十分阔绰，一出手便是 B 级的技能。别小看只是 B 级技能卡，一张 B 级技能卡少说也得200万了，谁家有那个条件全是 A 级、S 级的技能啊？顾天能送给苏木一张 B 级技能卡，就代表着他看好苏木的潜力。异能觉醒仪式结束到异能统考开始的这段期间中，是不用去学校的，因为每个人的异能各不相同，学校所教授的只能是最基础的知识，至于异能统考上每一名学生异能的发挥如何，全靠家里的资源。当然，上课时间老师还会在学校为那些家里资源不足的学生提供指导。以前有学生曾在考前问过老师，既然如此，那学生前面那么多年的学习不就白学了吗？也不尽然，毕竟从异能觉醒到异能统考仅仅只有15天的时间，短短15天的熟悉对异能统考来说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异能统考考的是全面发展，不少觉醒了普通异能的学生照样能考出优秀的成绩。满载而归，苏木心情大好。爸，我回来了。扫视客厅，除了地上那些平日里习以为常的满地酒瓶，沙发上却少了苏父的身影。这是去哪里了？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苏父，这么多年来苏父出去的日子屈指可数。那就自己先吃点东西吧。简单的吃了点饭菜，并留好了一份放在了锅里。苏木也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房间。恭喜宿主学习 S 级功法技能东皇诀，获得固定器运值1万点。恭喜宿主学习 SS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获得固定器运值3万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青光影，获得固定器运值3000点。查看了一下系统日志，又有整整43000点的固定器运值入账。A 级的道具也能够提供高达3000点的固定器运值，但 B 级的铁山靠却没有提供气运值。只有 A 级以上才能够算得上大气运吗？倒也合理。经过一天的收获，人物面板上的各项内容又有了不少的收获。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先锋3星，功法东皇诀 S 级，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1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青光影 A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建议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铁山靠 B 级，力量强化 D 级，全国第10套高中生入门体术 E 级，气运值143000。啧，这面板谁看谁不心动，谁看谁不说一句卧槽。苏木敢肯定，在绅士甚至放眼整个广省都没有人比他的技能道具更加强大。但唯一让苏木纳闷的是，为何自己的境界修炼了那么久，却只有先锋3星？而且这先锋3星的境界全是依靠觉醒了 SS 异能御物以及绑定了龙吟剑才一举突破到先锋3星的。在昨天之前，自己还只是一名先锋1星的小卡拉米，这是个困扰了苏木很久的问题。还记得上第1节异能修炼课的时候，老师是这么讲述的：修炼异能就是将自己的体内想象成一个水杯，运行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就会感受到飘散在空气中的异能粒子被自己吸引，将这些异能粒子吸收到体内，就是异能的修炼。体内瓶子所积攒的异能粒子越多，境界便会随之提升。对此，苏木的脑袋上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水杯？你跟我说这叫水杯？我所吸收的异能粒子到了体内，就像滴入了一个巨大的盆中，连一丝波澜都无法掀起。这也就导致了无论苏木怎么修炼，境界还一直停留在了先锋1星。苏木将这个原因归咎于小时候体弱多病所致。小时候的记忆之中，苏父成天将苏木扔在各种药浴之中浸泡，一直到开始上学才停止。想到这里，苏木立马钻入了被窝。才不是要睡觉，这是要开始修炼了。没有人规定修炼一定要盘腿坐着吧？躺着不舒服吗？难不成异能粒子连被子都穿不透吗？不可能的嘛。当苏木开始运转东皇诀的时候，才清晰地感受到 S 级功法的恐怖之处。那些平日里傲娇无比，对苏木爱搭不理的异能粒子，一个个变得无比活跃，似乎还能感受到他们欢欣鼓舞的态势，正快速地汇聚到了苏木的体内，并且这些异能粒子在东皇诀的流转之下愈发纯粹。简单来说，都变成了高质量粒子了。这些高质量粒子滴滴落入了苏木体内铺了浅浅一层粒子的大盆之中，溅起了耀眼的水花。只是短短几分钟的修炼，竟比得上之前长达1个小时的苦修，且异能质量更加纯粹。在东皇诀的加持之下，苏木的体内似乎慢慢显现出了一个阵法的雏形，那是周天星斗大阵。东皇诀的创始人东皇太一从混沌中内参详鸿蒙星辰运转规律中领悟的阵法，足足365个星辰之力化作了365个点位，在疯狂汲取着异能粒子。咚咚咚，
从周天星斗大阵之中，似乎传来了悠扬的钟声。当苏木再次睁开双眼时，浩瀚的星穹璀璨在他的眼波之中流转，转瞬即逝。体内的异能粒子已然汇聚成息，由上到下，在苏木体内的每一处之中流淌。卫士一星，原来这么简单的吗？苏木喃喃道。窗外的黄昏正美，仅仅不到6个小时，自己竟然从先锋3星一举跨越到了卫士一星。东皇诀也太商标符号强了吧！第16章发财，去至宝斋。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丁，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气运值284000。第二天，苏木照常约上了工具人顾莹莹一起到异能建构中心。可惜的是，今天的运气似乎比较一般。苏木把每一间建构室逛了个遍，都没有看见触发了特殊召唤的建构池。看来特殊召唤也是随机出现的。同时，幸运转盘对的指针最后也仅仅只是停留在了2上面，只能说最起码不是谢惠顾。虽然自己比起昨天增加了43000点的固定气运值，但通过转移加上幸运转盘翻倍之后，反而比昨天少了许多。建构池 S 级奖励 2.84%， A 级奖励 28.40%， B 级奖励 68.66%， C 级奖励 0.1%。 苏木看着建构池上的概率公式思索了一会，不然今天就算了，明天再来。仅仅只有 2.8% 抽出 S 级奖励的概率确实是低了点，但来都来了，还是将今天双倍气运值给抽了吧。既然下定了决心，也就不墨迹了。墨迹出悲剧，懂得都懂。看我单抽出奇迹。将原石投入建构池内，紫色的光芒开始在建构池中绽放，最后凝聚成了一张紫色的道具卡。异能强化胶囊 A 级道具卡，使用后有概率提升异能等阶，仅对 A 级以下异能生效。 B 级提升概率 5%， C 级提升概率 20%， D 级提升概率 50%， E 级提升概率 100%。 卧槽！苏木瞳略微放大，这并不是简单的 A 级道具。发了！虽然称不上奇迹，但至少解决了目前资金情况短缺的问题。之前就有过想法，把抽出来自己用不上的高阶道具卡或者技能卡拿去售卖，再换成建构次数，以此来达到永动机的效果。这就涉及到钱的问题，这不直接解决了燃眉之急。异能强化胶囊身为稀有的 A 级道具，比不上已经嘎了的马童同学所使用的 A 级异能保底令牌，但依旧十分贵重。好东西啊！顾莹莹也是眼前一亮，略微思考了一下说道，这东西的历史成交价格应该在8000万至1亿龙国币区间。再考虑现在是觉醒仪式刚结束不久，需求的人更多了，1个亿估计也不是问题。毕竟是顾家千金，见识就是渊博，十分了解稀有道具的价格。1个亿！听完顾莹莹的介绍，苏木的双眼瞬间就变成了人民币的模样。一发建构次数不过30万龙国币，这个异能强化胶囊就是333次的建构次数。啧。可惜的是，每一年只能购买5次。对于一般的有钱人来说，5次的限制并不是问题，他们可以直接找售卖建构次数的人帮忙代抽，前提是签好合同，以防出货后反悔。但这条路对于苏木来说行不通，目前只能转移最多10万点的气运值，放他人身上赚是肯定赚，但出好东西太困难了，同时还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至于找顾莹莹，他这种家境的人，每年5次建构次数肯定是买满了的。刚出建构室，就见2名西装革履的男子迎了上来，他们似乎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苏先生，顾小姐，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异能建构中心的主任司浩宇。司浩宇一脸的陪笑，伸出了双手，微微弯腰跟苏木握了握手。昨天给您造成了困扰，是我这个主任的失职，为表歉意，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一旁的随行秘书立即上前，递上了一个质感很好的黑金色盒子。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张黑金色的卡片。苏先生，这是至宝斋的至尊黑金卡，凡是在至宝斋购买的东西一律能够打9折。至宝斋的至尊黑金卡。苏木惊讶地看着这张卡片，竟然能打9折！别以为这个折扣的力度很小，要知道至宝斋里的好东西动不动就价值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珍稀道具也有不少，一来二去就能省下不少的钱。确实是至宝斋的黑金卡，跟我那张是一样的。顾莹莹在一旁说道，顺便浅装了个逼，不就是至尊卡吗？我也有，真不愧是绅士第一白富美啊。苏木啧舌，据说这至尊黑金卡不对外出售，只会赠送给有权有势之人。那我就谢过司主任了。苏木接过了黑金卡，他心里清楚得很，对方并不是看在顾天的面子上送他这张卡，更不可能是看在他苏木的面子上，而是看在为了昨天出现在异能建构中心的总执政长夏文轩。但是4舍5入也多少算了我一点面子。时间还早，苏木和顾莹莹直奔至宝斋。
本来就打算将异能强化胶囊出售，至宝斋便是最好的选择。这一下还收了张至宝斋的至尊黑金卡，就更没有理由不去了。至宝斋并不仅仅是一座斋楼，亭台楼阁、池馆水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再加上几座外表古色古香，内在却富丽堂皇的斋楼组合成的一片府邸。在最中央的至宝斋主楼，则是进行高等阶物品交易的场所。欢迎光临至宝斋！两侧夹道欢迎的大长腿妹子们娇滴滴的齐声喊道。高分的颜值搭配上半抹外露的奶白雪子，真是些富有且慷慨的好女人呀！苏木嘴巴里发出啧啧啧的声音，细细品着。可以看出，至宝斋的管事一定很有品味。刚想用批判性的目光多看两眼，腰间的赘肉随之被拧成麻花状。有伤风化，实在是有伤风化。苏木一脸正气。顾莹莹，呸，狗男人！斋楼之中，后掌柜正躺在摇椅上舒服的小憩着，手中的蒲扇时不时扇一扇。好不快哉！这蒲扇主要是拿来装逼的，斋楼里的冷气足得很。听到门口传来动静，也是习惯性的眯眼瞅了一下，这一瞅直接就给瞅清醒了。卧槽，来了两个爹！现在绅士谁不知道杀神夏文轩专程来找苏木，并且为了他一剑斩杀陈胖。对此，陈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等下没伺候好眼前的爹，是不是我也能瞧见我的屁股了？侯掌柜赶忙迎了上去。爹，哦不，苏先生，顾小姐，有失远迎，让两位贵客见笑了。下次来提前打个招呼，我去大门口铺红地毯迎接你们。第17章临近道具售卖区。侯掌柜的姿态放得很低，没有因为自己是管理绅士至宝斋的掌柜而持骄恃宠，确实是个人精。侯掌柜你好，初次见面，我是苏木。苏木行礼道，也没有因为对方放下了身段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尊重都是互相给予的。来的路上，顾莹莹给他介绍了关于至宝斋的情况。至宝斋是全龙国连锁的店铺，每一座主城内都会有至宝斋的存在，其业务广泛，包括道具、技能买卖、消息买卖，甚至在背地之中还承接暗杀业务。至于至宝斋的老板究竟是谁，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知道每一座至宝斋的掌柜都是由帝都总部亲自指派的，每名掌柜的背景都深不可测，不可轻易招惹。二位里边请。苏木二人随着侯掌柜的引领进了贵宾室。原本以为外面的装修就已经够奢侈了，没想到贵宾室里更是奢侈。除了家具是红木制成之外，一些杯具、摆件等物品全是由纯金打造，一股暴发户的气息。不会连马桶都是纯金的吧？这品味，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太土了，对于成年人来说真香。不知二位想喝点什么？侯掌柜笑盈盈地问着。至宝斋里收纳天下奇物，世人都说，如果至宝斋都没有的东西，那么在外面一定也没有。就连贵宾室里供客人品尝的茶水，那也是一等一的稀有品质。侯掌柜对此也颇有自信，喝过的人都说好，照常便可。顾莹莹说道。不愧是富婆呀，至宝斋都要成后花园了。那给我来听阔乐。阔乐。侯掌柜的笑容一下子就凝固了。对不起，刚才的笔吹太大了，这东西至宝斋确实没有，正常人谁来至宝斋贵宾室会选择喝阔乐的呀？呵呵，苏先生好品味。小双，去外头买几箱阔乐回来，给我们贵客备着。是的，掌柜。侍女小双行了个礼，转身离开。出门前来，听见了里头传来的一声呼喊：要冰镇的呀，常温的不要。这一整得顾莹莹在一旁的狂笑。侯掌柜嗨嗨两声，一眼尴尬神色。不知两位贵客今天是有东西要出售，还是想购买哪方面的物品呢？都有。讲到正事，苏木也不嘻嘻哈哈了，从卡包之中拿出了异能强化胶囊的道具卡，摆放在桌面上。来至宝斋的目的主要就是售卖这件道具，顺便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的道具和技能。侯掌柜拿起紫色的卡片，惊讶道：异能强化胶囊，这等罕见道具，哪怕他身为至宝斋掌柜看的也并不多。恰好这2天有名贵客正想购买能够提升异能等级的道具，异能强化胶囊正在他收购的名单之中。1亿龙国币。他接着说道，1亿龙国币已是那位客人收购的最高价格。因为苏先生与我斋第一次进行合作，侯某大胆擅作决定，免去中介费用。不知苏先生意下如何？1亿龙国币，倒已是莹莹所说的最高历史成交价了。再加上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一下子至少省去了几百万龙国币的开销。苏木也不纠结，笑呵呵地说道：侯掌柜大气，跟聪明人聊天就是省心。作为掌柜的侯三并不会一脸好奇地问苏木这东西是不是刚建构的，也不会问他为何不留着自己用。毕竟在外界人的眼中，苏木觉醒的是地级的异能控物。整个交易十分愉快，
在转账之前，苏木特地把到账通知给打开了，收付宝到账1亿元，爽！我说这个女人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最动人的，有谁不服？顾莹莹在一旁看着苏木，脸上也是露出了微笑，时而可爱，时而严肃，时而幽默，时而靠谱的苏木，正便是他喜欢的苏木。钱到账后，苏木也是开启了买的模式，3万龙国币1瓶的 A 级精神力恢复药剂，5万龙国币1颗的 A 级体力恢复药丸，还有价值高达10万龙国币的 A 级异能恢复药剂以及 A 级治愈丹，统统买了一兜子。别的不说，主打的就是药王路线，也太稳健了吧！除开这些小玩意，苏木还斥巨资购买了一些东西。首先是价值5000万龙国币的身法类技能4000雷动，4000雷动 A 级技能卡，比著名的3000雷动还多1000动。虽然贵，但是技能好，弥补了目前身法技能类的空缺。接着花了1000万买了一个 B 级道具空间戒指，作用是能够储存3立方米的东西，这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具。然后就是花了500万龙国币买了张 B 级技能卡大地之环，这是打算送给李璐的。至于送给顾莹莹的东西啊，送给女生的东西最难想了。作为富婆，并且是气运值高达100万点的天选之子，顾莹莹肯定是不缺技能和道具的，更不用说那些贵重的奢侈品配饰了，估计在她家里已经堆成了山。思来想去，苏木突然灵光一现，我不是还有神之瞳吗？侯掌柜，能不能带我去至宝斋中的灵境道具售卖区？苏木迫切地问道。灵境，这是蓝星上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每隔一段时间会有各种神秘的灵境在各个地方出现。进入灵境者不仅有机会获得属于灵境的专属传承，也能获得里面非常多珍稀的道具。当然，高风险高回报，与之对应的便是危险。众所周知，当道具卡在建构池中生成之时，人们可以从道具卡上的介绍清楚地了解道具的等阶以及效果。但当道具卡使用后所具现的道具，除非像苏木一样有着类似于神之瞳的特殊技能，否则无法辨别道具的等阶及效果。对此，官方专门定期出版3份图册，异能大全第8版，道具大全第4版，技能大全第4版，里面详细收录了所有出现过的异能、道具以及技能。而灵境之中就存在着许多未被收录过的道具。第18章，去我家吧，我家里没人。至宝斋主楼3楼，这里便是灵境道具售卖区了。侯掌柜走在前方，向两人介绍道：左边这一半区域是专门出售在册或是已鉴定的道具，右边这一半区域则是出售那些还未鉴定的道具。在上楼过程的聊天之中，苏木大致了解了灵境道具售卖区的规则。那些已成功鉴定道具按照等阶及珍稀程度来标价，而未鉴定区域的道具则是统一的2000万龙国币。这是至宝斋一名精通人性的女讲师所想出来的敛财损招。从灵境里带出来的道具之中，100件大概只有 5% 的概率是 A 级及以上的道具，那为何不将这些未鉴定道具卖给那些赌鬼呢？技能建构池之中是能建构出鉴定类的技能的，但那些鉴定术与苏木所拥有的神之瞳能力又相差甚远。哪怕是 A 级的鉴定术，在鉴定 C 级的道具都有可能失败，全靠一手虚无缥缈的成功率。购买未鉴定道具就像是在赌石一般，你不知道你会买到什么样的道具，并且未鉴定道具还得花费一定的金钱请鉴定师进行鉴定，到最后说不定买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摆件挂饰。苏先生既然选择来临近道具售卖区，是想来碰碰运气的吧？后掌柜笑呵呵地说道，手中的蒲扇还在轻轻摇摆。2000万一个道具，这价格可不便宜，价值将近一件普通的 A 级道具了。苏先生异能统考在即，我还是建议您直接购买合适的道具和技能，提升硬实力为好。侯掌柜的话十分诚恳，在他看来，苏木今天是运气好，在建构中心刚刚抽出了异能强化胶囊，实现一夜暴富。而他见过太多这种一夜暴富的人了，靠运气发财的人，最后大多都会将财富归还给运气。侯掌柜所言极是，苏木点了点头，认可了他的这种说法。可惜气运归我管。随即走上前去，在未鉴定区域扫视了一眼，各式各样的道具琳琅满目。一般人选购未鉴定道具的时候，大多会选择武器类的道具，毕竟刀锋不锋利，器型如何都是能一眼看见的。而一些类似于项链、吊坠、戒指等等的配饰，哪怕再精美，也很少有人去购买。万一只单纯是个精美的装饰品，这2000万不就打水漂了吗？苏木瞳孔之下，神之瞳的金光一闪而过，很快有一件道具进入了他的视野中。星之水滴 S 级道具，可使用空间系异能进行充能，充能满后可进行3次3000米之内的空间传送，目前充能 0%。 这东西倒是十分适合顾莹莹，虽然道具效果与顾莹莹异能有些冲突，
但可以作为异能耗尽之后的保命手段。就它了。苏木从柜台中取出了一条银白色的水滴项链，转过身来，亲手给顾莹莹戴上。星之水滴在顾莹莹白皙细腻的天鹅颈下栩栩生辉，与她线条优美地锁骨交相辉映。靠得很近，顾莹莹清晰地感受到了苏木温热的气息，一瞬间脸色又变红了。真好看，苏木笑嘻嘻地说道，不知是在夸人，还是在夸项链。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顾莹莹头上又开始冒烟了。侯掌柜在一旁用着蒲扇扇走扑面而来的粉色泡泡，我就多余说那几句话。交完未鉴定道具的2000万龙国币后，苏木的账户上又只剩下几百万了。看着骤减的余额，这钱是真不经花啊。出了至宝斋后，两人随便找了家小店，开开心心吃完了午饭。苏木，你下午还有什么事情吗？顾莹莹拿着纸巾轻轻擦拭着娇嫩的嘴唇，她对面的苏木则是一脸惬意地叼着牙签。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要不要去我家？我家里没人。顾莹莹继续说道。啥？去你家？家里还没人？这进展这么快的吗？苏木嘴里叼着的牙签都掉到了地上。老豆，我今天是不是要长大成人了？会不会太快了？我们才刚要上大学。苏木一脸正色地说道，一副拒绝瑟瑟的样子。紧接着话锋一转，但也不是不行，似乎也是发现了自己话语中的歧义。顾莹莹娇嗔道，想什么呢你？顾莹莹白了苏木一眼，有种别样的风情。我家里有专业的训练场所，可以供你训练异能，还能让你掌握一下最近获得的技能。我爸没事的时候总会待在训练场里，但最近发生了不少事，他都没有空去训练了。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异能统考之前，这个训练场就供我们俩使用了。帝都林家，一名身材高大、身着铠甲、面容坚毅的男子踏入了林家大殿。令人在意的是，他身上散发着血的味道。恭迎少爷从妖域战场凯旋而归。管家迎了上去，弯腰行礼道，您的境界更进一步了。没错，此次突袭本少多次险象环生，好在有战友们的互相扶持，也是顺利突破到统帅境了。林不凡说话如同洪钟一般，中气十足，但能明显听出他的骄傲和自豪。他的确也有骄傲的资本。作为林家大少爷，他年纪轻轻，在20岁便突破至了统帅境，已是现如今新生代的领头人之一。谈话间，他已经脱下了满是污血的铠甲，泡进了早已短暂的交手。接吻只是短短几秒，毕竟还有外人在看着，总不能还伸舌头吧？看着面色通红的顾莹莹，苏木咧嘴一笑，怎么，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忘了前几天夏叔在我面前都吃瘪了？听到这，顾莹莹扑哧一笑，倾城之言随之绽放开来。夏文轩，一旁的林不凡见着两人旁若无人般的秀着恩爱，瞬间破了大防。苏木，林不凡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喊道。身为龙国顶级2代的他，谁见到他不是舔着他哄着他，简直奇耻大辱。一定要将苏木燃烧殆尽。感受着空气中不断飙升的温度，以及林不凡身边开始实质化的异能，苏木也是皱了皱眉。异能实化已经踏入了统帅境了。进入副本，选择出生点。40年前，川城还是坐落于妖域战场边境的龙国第10大城市。由于隶属边境，长期与妖族发生摩擦碰撞，川城驻扎着龙国军队3万人，统帅境强者数百人，传奇境强者10数人，万古境强者3人。哪怕是妖族的超凡境强者来袭，也能守上一段时间。然而，就是有着这么强大守备实力的川城，竟在一夜之间被妖族攻破，并且无一活口。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所有支援人员被一股奇怪的领域隔绝开来，川城变成了孤城，进不去也出不来。他们血战到底，最后整座城市几百万生民全被献祭。这是近些年来铭记于每一名龙国人心中的血恨。此时，申市第一高中操场上的数千名学生握紧的双拳在微微颤抖。他们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学校，在他们之中有平时流里流气的混混，也有只会潜心读书的书呆子。但当他们面对着川城守卫战这几个字，他们会害怕，但却不曾退缩。川城守卫战恐怖血腥的纪录片，他们看了不下5次，而现在不过是一个幻境副本罢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去退缩？请各位考生在5分钟内选择守卫地点，5分钟后将自动传送。顾天大手一挥，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球体飞出，漂浮在半空之中。紧接着，蓝色球体散发出了天蓝色的幕布，将整个操场所笼罩。苏义父，你选择去哪里作为出生点？李璐收起了往日里嘻嘻哈哈的表情，一脸正色地问道。苏木低头看了看正戴在手腕上的考核手表，此时上面正闪着3个光点：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个出生点，一旁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出生点的差别。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
只要我们3个选同样的位置就好了吧？李璐在一旁接着说道。没那么简单。苏木摇了摇头，开始分析幻境副本。考试并不禁止组队，但只有击杀妖兽的那个人才可以获得积分。这就代表着，如果你选择的出生点人多，强力的竞争者多，就会狼多肉少的产生抢怪情况。而且目前我们并未得知兽潮的具体强度，如果守卫的人少，实力弱，可能还会出现守不住城墙的情况。如果我们3个在一起，估计妖兽都不够杀的。李璐听完一脸头大，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吗？我还以为就像塔防游戏一样，我往内站守好世界树就可以了，还塔防游戏呢？要不要再给你配个天赋树，海克斯科技啥的，再给你合成个2星李璐啥的？苏木直接就是一顿吐槽。苏木说的没错，顾莹莹说道。我记得川城守卫战之中，西城墙是主城墙，防守的压力最大，但守备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我建议我们一开始可以先分头行动，在幻境里通过手表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好。李璐想了一下，选择了去西城墙，苏木选择了北城墙，顾莹莹选择了南城墙。5分钟一到，操场上的数千名学生在一瞬间化成光束，融进了半空之中的蓝色小球里。顾天看着漫天的蓝色光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C 级异能治愈之光，强力辅助奶妈找个 A 级以上战斗系异能觉醒者组队。B 级异能嘲讽之盾，嘎嘎肉，抗伤害拉仇恨稳的一批，带我一个。一道又一道白光闪过，学生们的身影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了城墙之上。已经有不少辅助系异能觉醒者开始寻找队友了。与战斗系觉醒者不同，辅助系异能者击杀妖兽的能力较弱，对此官方也是提早就想出了解决方法，可以提前申请报备，被评定为辅助系异能者后，便能通过组队混分，其获得的分数将与队员共同平分。哪怕分数要平分，还是有不少学生愿意和辅助系异能者组队的。谁下本不带替奶啊？这不是找死吗？此时天空之中正下着绵绵细雨，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手表上的倒计时还剩4分多钟，倒计时结束后，兽潮将会开始进攻。叮咚，手表响起了提示音，是李璐在3人小群里发言了。一打开就看见李璐在刷屏。幻境副本也太真实了吧！这图，西城墙人爆炸多，估摸着超过一半的考生都在西城墙。后面还附带了一张人好多呀 ，JPG。我看守城的 NPC 也不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我们抢怪啊？果然如所想的一般。大多考生都选择西城墙当做出生点，觉得那里的怪会多一点。当然真实了，你还记得操场上空的蓝色小球吗？那可是龙国最强的精神系异能者、空间系异能者、幻象系异能者共同打造的。川城守卫战只是其中一个副本而已，同时它还能按照参加副本的人数和战力修改妖兽的数值，是近几年来高等学府都在使用的训练工具。顾莹莹见识渊博，给苏木和李璐2位乡巴佬科普了一下。苏木暗自点了点头，有这东西对于异能者训练实战可以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估计只有官方才有吧。苏木也在群里回复了几句，我这里人倒是不多，大概1000人左右吧。记得去基地领取补给包，每个人1份，大家注意安全。倒计时时间剩的不多，好在领取补给包比较方便。走到补给点，在机器上按一下，一个补给包就掉出来了。打开看了看，只有5粒 B 级的治愈丹，5颗 B 级体力恢复药丸，5瓶 B 级的精神力恢复药剂，以及5瓶的异能恢复药剂，数量不多，每一粒都极其珍贵。就是可惜自己在至宝斋买了那么多的药，是用不上了。刚领完补给包向外走去，苏木看见了一个熟人，那个在异能建构中心找过自己一次麻烦的陈家大少陈宇。第24章抢不到怪的李璐。可能已经有人忘记陈宇是谁了，回顾一下，就是那个第一次接受空手接白刃制裁，跪在苏木面前的陈家大少。冤家路窄，苏木还以为对方会讲几句赛前垃圾话，结果2人却只是对视一眼后便擦肩而过。但就在那一瞬间，苏木听到了小声的几个字：小心妖族。小心妖族。苏木一脸懵逼，陈宇在关心我，是我听错了吗？这又是什么意思？规则里说了，幻境副本里的兽潮都是满满的妖兽，你让我小心妖族，难不成还会刷新妖族 BOSS 吗？退一万步讲，哪怕我在幻境副本里阵亡了，也不会涉及到生命危险啊。苏木还在思考着这4个字，地面突然开始剧烈晃动，兽潮来了！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城墙上乌泱乌泱的学生瞬间手忙脚乱起来。站在城墙旁边，放眼望去，远处的地平线上冒出了无数的黑色身影，是兽潮！兽潮来了！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正式开始。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恐怖的景象。不管那些妖兽的实力是什么境界，兽潮如同巨浪一般席卷而来，许多学生的腿已经开始颤抖了。第一波兽潮，先锋异星妖兽
蔡芷英、北城墙数量10000只。幻境副本外，数道身影正踏空而行，观看着蓝色小球所投放出的光幕。3道光幕包含了西城墙、北城墙、南城墙所有的画面。而观看光幕的几人，正是传奇境的顾天以及5位绅士各高中的校长，清一色的统帅境强者。对于他们这些刚成年的学生来说，进入川城守卫战的副本实在是太过残酷了。可不是嘛，要知道这个副本放以前可是大3学生的考核内容啊。到了大3，哪位学生没有去妖域战场走过一遍？顾天一脸冷漠地看着屏幕上的变化，校长们的交谈声他同样也听了进去。让这些学生更早地见识战场的残酷，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好事。2中的校长叹了口气，缓缓开口，相信学生们吧，他们不会那么脆弱的。何况这是已经经过削弱的副本，最高的妖兽实力也仅仅设置在卫士3星而已，再加上守城 NPC 们的帮助，成功守下应该不成问题。不说那些丧气话了，你们说今年哪几个学生有机会冲击一下广省状元呢？还能有谁？1中的顾莹莹，2中的陈宇，3中的严天，他们都是已经进入了卫士境的佼佼者，同时还觉醒了高等阶的异能，状元估计就在他们之间。听说单市、东市也有几名天赋不错、有竞争力的学生。对了，1中不是有那名斩杀了统帅境鹏妖的少年吗？好像叫做苏木。嘿，他呀，如果没有龙吟剑的话，听说他也就只是一名先锋3星，觉醒了地级异能的普通学生吧。哈哈，好像也对。苏木站在城墙之上，控制着青光引在混乱的战场上游走，一道道迅猛的寒光划过，妖兽便会喷洒出腥臭的鲜血。一只先锋1星的妖兽只有1点积分，而一只先锋2星的妖兽有2点积分，但数量少了500只。以此类推的话，是不是一只先锋3星的妖兽便有3点积分？苏木站在城墙之上，俯瞰着战场，喃喃自语。在他的身边也站着不少拥有者远程攻击手段的异能者，在不断释放着异能击杀妖兽。第一波先锋1星的兽潮看似数量很多，但在学生们强势的攻击之下，并没有坚持多久便全部变成了积分。经过了第一波兽潮，此时他的积分并不算多，只有100多点。苏木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他已经看见了不少异能者喝下了第1瓶异能恢复药剂。很多学生并没有控制蓝粮的这一个想法，甚至出现了放大招，只为杀一只先锋1星妖兽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个消耗速度下去，这些学生估计撑不到2个小时蓝粮就要耗尽了。更何况后面的兽潮强度愈加强大，所需要消耗的蓝量也将成倍数增长。哈哈，妖兽也就如此，都给爷死！一名身材高大强壮的学生在兽潮之中横冲直撞，手中巨斧的每一次挥舞都能斩杀几只妖兽。苏木对他有点印象，是隔壁班的牛大，觉醒的异能好像是 B 级的力量强化，但实力挺高，有先锋4星的境界。由于第一波、第二波都只是先锋1、2星的小卡拉米，手起刀落的快感让包括牛大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打出了自信，妖兽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成了积分的象征。但是要知道，先锋1星、先锋2星的妖兽比起普通的猛兽来说，不过是力气大了点而已。当妖兽踏入先锋3星的境界，其防御力将会再上一个台阶，到时候可不会再像现在一样砍瓜切菜了。苏木看了看手表，此时的牛大正排在积分榜的前20名之中，高达250分，排行榜上第1名的积分甚至已经高达800点，叫做炎天。第2名与他相差甚远，只有500多点。扫视了一眼前50的榜单，上面并没有见到顾莹莹和李璐的名字。对此，苏木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好大李璐长脑子了呀，知道留好异能，韬光养晦了。另一边，西城墙处，大地之环，大地之环。李璐奔袭在战场之中，一发接着一发强大的 B 级技能大地之环以他为圆心，形成一道土元素的圆环，向着外侧扩散。他的每一发大地之环都能带走数只先锋2星的妖兽。看着不断上涨的积分，李璐哈哈一笑。如果苏木在这边，一定会无语。李璐没有在榜单前50里，原来不是因为这货长脑子了，是因为他前面抢不到怪。西城强人实在是太商标符号多了。由于大地之环不适合在人群之中使用，再加上李璐掌握的攻击型土系技能较少，导致他在第一波兽潮之中并没有抢到几只怪。这一回的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冲进了兽潮之中，一发又一发的大地之环开始刷分。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他的积分已经上涨了100多点。爽！几发大地之环下去，感受到体内的异能存量并不多，李璐也是赶紧退了回来，掏出了一瓶异能恢复药剂喝了下去。刚想看看自己多少积分了，并向苏木吹吹笔，手表上恰好弹出了一条消息：李璐，前面不要消耗太多了异能，后面的妖兽分数会更多，也会更难杀，每一点异能都要合理利用。
苏木实在是信不过李璐的脑子，最后还是在群里提醒了一下李璐。第25章，川城守卫战副本里的 NPC 们。李璐，你说晚了，我已经喝完了1整瓶的异能恢复药剂了。苏木无语。好吧，我陆哥果然还是我陆哥，想要陆哥长脑子，是我要求太高了。苏木，1瓶而已，喝了就喝了，后面用技能省着点异能。北城墙这里第1轮1万只菜只因，也就是1万点积分，第2轮总积分则是19000分，每一轮的总积分都会增长，前面尽量偷点输出就行。李璐在原地不停的点头，不愧是我义父，脑子就是好使。顾莹莹，所以说你都喝了第1瓶异能恢复药剂了，连前50名都没进。李璐突然发现，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长嘴就好了。李璐，你也别灰心，在他难过的时候，好在有一道光照亮了他，那是来自于苏木的父爱如山。义父，一日为义父，终生为义父。我陆哥感动的泪流满面，暗自下定决心，一定会冲进排行榜的，让那个顾莹莹看一看，这就是我们2个多年培养的好激情。其实这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除了那些确实是境界较低的学生需要在前面多打点积分，大部分的学生都在养精蓄锐，所以现在的积分榜并没有什么用。等晚些时候，你就会发现积分榜是你遥不可及的梦想，你上不去是很正常的。李璐，我他妈谢谢你。就在交谈之间，第2波受潮已经结束了，学生们刚原地坐下准备休整一波，手表却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B， 怎么回事？刚才第1波、第2波受潮结束后，明明还有10分钟的休整时间，突然之间就上难度了。第3波受潮，先锋3星妖兽碧池虎，北城墙数量9000只。碧池虎，看到手表上播报的受潮信息，学生们脸色一变。这是站在先锋3星顶尖的那一类妖兽，实际战斗力直逼先锋4星，不仅有极为锋利的爪牙，还有一身刀枪不入的肥厚虎皮，弱点也是在腹部那种极为隐蔽的地方，只适合那些华产用的好的异能者来狩猎。以上信息均来自于课程中的妖兽图鉴，书里是这么写的，如果没有先锋3星境界，碧池虎都会嫌弃你的肉不够好吃。不少学生看见了冲锋而来的碧池虎，不自觉地退后一步，身影潜入其他人身后，嘴里轻声嘟囔着类似于有点肚子痛，要拉肚子了，家里灶台上的火还没有关，我会去关一下之类的话。拜托，找理由也靠谱一点的理由好吗？碧池虎狂奔的速度十分之快，阵仗之大，甚至卷起了铺天的尘土，俨然就像一场恐怖的龙卷风正在席卷而来。城墙之前，学生们严阵以待，刚开始知道是碧池虎的害怕感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散去，咬咬牙，怕个锤子，不过先锋3星而已，大不了就死出去，杀光他们。突然学生们发现一直站在城墙边上的 NPC 们竟然活了起来，开始行动了。士兵之中，一名身着重装铠甲的高大男子缓步向前，沉重的铠甲发出了铿铿的响声，像是一名将领。他走到了城墙的边上，右脚抬起，狠狠地踩在了城墙的凹槽之处，一把锋利的长剑被他从腰间抽出，直指上天。铮！他手中的长剑发出了尖锐的剑鸣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绽放。将士们，身后就是我们最热爱的土地，这一战，死战不退！他大声喊道，从头盔缝隙之中露出的眼神坚定无比。下一刻，不管身在何处，北城墙的所有的守城 NPC 们竟然整齐划一地捏紧右拳，放在了自己的左胸口处，另一只手放至身后。为龙国，献出心脏！为龙国，献出心脏！此等场景，所有学生瞬间感到头皮发麻，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战士们的战前宣誓。卧槽！有学生突然惊呼道，那个指挥官好像是纪录片里的副指挥官程阳云啊！卧槽，好像真的是他。当时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程阳云指挥官这个拔剑的动作，害我激动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如果这个 NPC 是程阳云指挥官的话，那这些士兵……学生们沉默了，他们都猜想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原本他们以为只是凑数的 NPC， 结果竟然是在川城守卫战中牺牲的所有士兵们。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将他们永远的记录下来了。扫过这些 NPC 坚毅的面容，他们之中有些还比较稚嫩，但能看出来的是边境凛冽的风在他们脸庞留下的痕迹。学生的群体中开始传出了女生们小声的抽泣声，哪怕是男学生们此时也已经双眼微红，忍着不落下眼泪。他们想说点什么，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哽咽在了喉咙。他们知道这些 NPC 已经不可能做出回应了。马德，我一定要杀光这些妖兽。对，川城是沦陷了，但
我们还没输。这一刻，所有学生们都凝聚在了一起。苏木在一旁怔怔地看着那名保持着姿势的 NPC 程阳云指挥官，他一动不动，就像是已经完成了副本设定的程序，完成了他的任务。原来自己一直都错了，这才不是什么算术题，这是赌上性命的战争。战士们不会因为受潮来袭的境界低就养精蓄锐、划水摸鱼，他们每一次战斗都会当作是属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快速闪烁着双眼，使劲将想要流下的眼泪憋了回去。苏木身旁漂浮着的青光引破空而出，发出精锐的轰鸣声。妖兽是吧？我会把你们全都杀光。川城，小爷我手定了。第26章积分狂飙，拿下第1名。就像是为了发泄一般，铺天盖地的各种技能朝着奔袭而来的兽潮发射了过去。顿时，蔚蓝的天空变得像烟花一般绚烂。相似的画面在西城墙以及南城墙一同上演，唯一的区别则是每一处城墙的指挥官不同，鼓舞气势的方式也不同。但同样是，他们的身影都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们是龙国的英雄。随之而来的是，积分榜上的数字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积分榜单上的排行在不断的变化。一道寒光闪过，在战场之中化身成为死神的利刃。数只碧池虎在同一瞬间被击杀，鲜血喷出几丈之高，紧接着化成数据碎片消散在空中。击杀一只先锋3星碧池虎，获得3点积分。击杀一只先锋3星碧池虎，获得3点积分。苏木的手表正不断弹出滴滴的提示音，150点积分，300点积分，600点积分，750点积分。手表之中积分一栏的数字也开始疯狂抖动。仅仅只是短短的1分钟不到，死在青光引剑下的碧池虎就已超200多只。苏木的名字也来到了积分榜排行第5名。随着苏木的异动，青光引还一直在收割着妖兽的生命。当时苏木在建构池中第5发抽出来的技能是御剑术精通 A 级被动型技能卡，操控的武器为剑的时候，攻击力增加 200%， 速度增加 200%， 剑意如风，施9趁年华。那柄剑是谁在操控？场外一名观看着光幕的校长大惊失色道。拥有上帝视角的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此时正有一把剑在兽潮之中大杀四方，无兽克敌，每过之处尸横遍野。这是控物系的异能，这一届是哪位学生觉醒了 A 级的控物系异能？好像没人觉醒 A 级的控物系异能啊！快看积分榜，苏木的积分上涨得好快，他觉醒的不是 D 级的控物吗？怎么可能将剑操控成如此程度？几位校长激烈地讨论着，他们在质问着林天涯，竟然还藏了这么一名怪物。对此，一中的校长林天涯也是一脸懵逼。啥？苏木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虽然他在觉醒仪式上击杀了统帅境的鹏妖，但那不都是龙吟剑自己的威能吗？要知道，控物系一直被诟病为废物异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是持续控物需要持续消耗大量异能，二是低阶控物系异能者控制的物品、武器，其攻击力、速度都十分差劲，能按照想来，动异能者都要谢天谢地了。他偷偷瞅了一眼在旁边站定的顾天，如果瓜没吃错的话，执政官的女儿顾莹莹好像特别喜欢苏木。难道苏木已经成为了这位大人的女婿？林天涯瞬间觉得自己懂了。那么苏木获得一些比较高阶的技能就能解释得通了。顾天负手而立，看着光幕之中同样在城墙之上背着手的苏木，默默地点了点头。在这之前，他能看出来苏木这个人很聪明，但有时候男人更要具有血性。而此时的苏木不仅拥有着极其冷静的理性，还拥有着会因为同伴的牺牲而愤怒的血性。再想到他留在训练场的那一股剑意，苏木将有可能成为未来带领龙国走向胜利的领头人之一。这是龙吟剑的选择，也是他顾天的选择。从第3波兽潮开始，学生们清怪的速度明显缓慢了许多。兽群之中挥舞着巨斧的牛大也已经在喘着粗气。这些碧池虎虽然对他构不成危险，但也极大的消耗了他的体力，同时身上也产生了几处伤痕。与先前2波兽潮不同，此时他已经很难做到一击必杀了，通常需要2下甚至是3下才能解决掉一只先锋3星的碧池虎。其他的学生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积分的上涨速度开始慢了下来。但好在从第3波兽潮开始，那些 NPC 士兵们也开始加入到了战斗当中。第1波出动的士兵战力大概在先锋3星至先锋5星之间，缓解了学生们许多压力。穿城守卫战换进副本的设置就是如此，学生们面临的可是兽潮庞大数量的压制，如果没有 NPC 们配合，坚持2个小时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过这么做带来的问题就是积分总数的减少。原本北城墙第3波兽潮是27000点的总积分，现在被 NPC 击杀的那一部分是要浪费掉的。卧槽，这人是不是开挂了？
我刚才看积分榜的时候，他才排第5，700多分，这才多久没看，已经变成了3000多分了。啊，涨了2000多分。你的意思说他一人杀了至少600多只的碧池虎？肯定不止。刚才第2波受潮结束后的积分榜上并没有这个人，他至少杀了1000只以上的碧池虎。天呐！就在众人讨论期间，积分榜上苏木积分增长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几分钟后停留在了6321分。停止的原因很简单，北城墙的第3波受潮已经被杀光了。城墙之上，有认识苏木的人瞪大双眼看着苏木：“你小子商标符号的开挂了吧？站在原地不动就杀了2000多只碧池虎。”西城墙处，一团炽热的火焰烧进了最后一只碧池虎，火焰消散之后，露出了一张桀骜不驯的脸。正好500只。炎天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虽然只是一些先锋3星的妖兽，但长时间的战斗也让他这名卫士1星的高手感到疲惫。低头看了看手表上的积分显示，已经高达3061点了。第3波受潮，他整整杀了500只的碧池虎。他咧嘴一笑，家人们谁懂啊？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作为一名在全网有着100万粉丝的网红，他曾在考试前吹嘘过自己必定拿下广省的状元，不然就倒立拉那啥。下一刻，打开积分榜查看的他，笑容瞬间凝滞了。6321分，我是不是看错了？这怎么可能？第27章，你们叫我一声义父就好了。除去有部分考生觉得人太多，选择前往南北城墙外，此刻西城墙出生点还足足有3000多名考生聚集于此。第3波受潮一共刷新了18000只的碧池虎，平均下来就是大概1比6的比例，这还不算上那些参与战斗的 NPC 士兵们。而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比例之上，炎天足足杀了500头的碧池虎，斩获了1500分的积分。我可太商标符号牛逼了。结果原以为稳坐第1名宝座的他才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卧槽，这哥们开挂了吧？外面可是有监考人员的，积分榜没有发生变化，不就代表着没有问题吗？不是开挂的话，你怎么解释他一个人杀了2000多只的碧池虎？学生们疯狂地讨论着，但这外界的一切嘈杂，李璐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当他发现苏木已经来到了积分榜第1的时候，他一脸的问号。往下一看，顾莹莹也已经进入到了积分榜前10名。不是，你们不是刚跟我说要合理使用异能吗？我还搁着偷偷摸摸的用技能摸别人打残血的妖兽呢，结果合着这个建议是专门为我李璐制定的呗。滴滴滴滴，手表响起了警报声。第4波受潮，先锋4星妖兽雅灭蝶，西城墙数量17000只。看着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受潮，李璐的眼神在这一刻蓦得感情。我李璐，低调，隐忍，杀戮，大地之环，大地之环。幻境副本里的学生们都杀红了眼，特别是北城墙的那些考生们，此刻后槽牙都已经咬碎了。上一秒手中的刀刚提起来，下一秒眼前的妖兽就被一把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飞来的剑给嘎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积分离自己会那么遥远，手中的刀不快点，连汤都喝不上了啊！就在这种情况之，第4波、第5波的受潮很快就结束了。所有学生看着积分排行榜上苏木的积分，心态也发生了转变，无视苏木，质疑苏木，直到现在的崇拜苏木。幻境副本积分榜，第1名苏木24321分，第2名炎天8911分，第3名顾莹莹7896分，第4名陈宇5323分，第10名李璐3154分。苏木的积分遥遥领先，让其他所有考生都望尘莫及。顾莹莹也已经后来者追上，很快就赶上第2名炎天了。其实顾莹莹的异能空间跳跃在这种场合并不适合，她没有大范围的 AOE 伤害，这些积分全靠她手中的匕首一刀一刀砍出来的。而第10名的李璐，低调，隐忍，杀戮，死24321分，这是人能打出来的数据？我他妈跟苏木是一个出生点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站在城墙上到现在盘腿坐着，他甚至都站累了。对，我也看到了，那货还在那边打哈欠。地级异能御物有这么刁吗？我 TM 也是地级的御物啊，可是我控制的飞剑连直线都飞不稳。手表聊天公屏里全部都是在讨论着苏木的惊人积分。一开始外校的考生质疑苏木是不是使用了传闻之中的龙吟剑才刷的这些积分，但有不少同校的学生站出来反驳了。那柄剑很锋利，但和我们学校的200块长得不一样。第5波受潮结束之后，似乎是有着短暂的休息时间，并没有像前面2、3波那样打完一波接着又来一波。而到目前，3个出生点被淘汰的学生加起来一共有300多个，而北城墙里面被淘汰的学生数只有个位数。
基本都是在战场上摔倒后被兽潮瞬间乱搅踩死的倒霉蛋。大部分学生在受伤、体力不支之后，都会选择退回基地休息，嗑药补给。先锋境界的妖兽看着数量多，其实他们也就比普通猛兽的攻击力、防御力更强一点。反观学生一边，即使他们大部分境界都在先锋3星至先锋5星之间，但身为异能者的他们是可以使用技能的。但是，当妖兽成长到卫士境之后，他们也会获得天赋技能，妖兽的战斗力将得到成倍的提升。我突然发现苏木的积分有点意思啊，没记错的话，他第3波兽潮结束后是6321分，而现在第5波兽潮结束了，他是24321分。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你是猪啊！第4波、第5波兽潮，苏木一共上涨了18000分，也就说明他收手了。每一波兽潮只杀2000只，那你只杀2000只，这还是他控分之后的成果。这位同学说的并没有错。苏木在第3波兽潮发泄式的大开杀戒之后，在第4波、第5波兽潮之中控了下分，每一波只杀2000只，剩下的留给了其他考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苏木也不想出去后被愤怒的北城墙倒霉蛋们给撅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北城墙的淘汰率是最低的，只有几个人而已。卧槽，难道刚才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眼前的妖兽被秒了不是巧合？嘶！学生们讨论的越多，越能发现苏木的恐怖之处。嘟，苏木发了句语音，大家的注意瞬间被吸引了过去，点开一听。不用谢，那几个被我救过的同学们叫我一声义父就可以了。聊天公屏瞬间进入了一阵沉默，10秒之后，公屏被一堆不堪入目的字符给淹没了。至于是什么字，懂得都懂。滴滴滴滴。至此，川城守卫战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熟悉的警报声再次响起。这一次的警报声比之前任何一次还要。第6波兽潮来了！第6波兽潮，卫士1星妖兽风狼，北城墙数量3000只。第28章，他们将长眠于此。风狼啊！场外，林天涯看着光幕喃喃自语道：“这运气可太差了。”其他几位校长也附和道，开始为自己学校的学生担忧。风狼，速度快，咬合力强，并且是群居性的妖兽。谁要是在妖域战场碰见一只风狼，那么就代表着有数十只，甚至是上百只的风狼在附近。配合上它能凝聚出风元素的风刃，是异能者最讨厌妖兽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存在。此时，由3000只风狼所组成的兽潮，校长们甚至担心今年的川城守卫战就要落幕了。实话说，当初设置幻境副本川城守卫战难度的时候，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能不能成功守卫住川城。毕竟官方更想要让学生们在幻境副本中体验死亡的感觉，以及感受与妖兽进行战争的残酷。可能少数人的心理健康会被影响，患上战争恐惧症。但30年的和平被打破了。不仅是这些刚刚成年的学生、高校生，以及那些已经毕业、加入了各个作战部队的异能者们，也在最近开始了疯狂的特训。直面不可能战胜的恐惧，才是进步最快的方法。就如同这些校长所想的一样，当妖兽冲进了学生们所组成的战线时，在顷刻间就已经撕开了数道口子，一个又一个的学生纷纷化为一道白光，被传送出去。出现在外头的学生们无一不是面色煞白，汗流浃背。一旁的医护人员们也是一拥而上，往他们口中塞进几颗镇静的药品。站在城墙之上，苏木俯瞰着整个战场，脸颊两侧有汗水清晰可见的流下。他就不过来。青光影已经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穿梭在战场之中，但每时每刻都有学生被风狼的锋刃给割伤，甚至是手脚都被斩断，还有许多学生被风狼扑倒在地，被大口撕咬着。一瞬间，哭喊声在整个战场上空回荡。这些学生感受到了兽潮真正的恐怖之处。要知道，踏入卫士境界的考生仅有数人，绝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被妖兽境界碾压了。此刻防守的阵线还未被完全冲垮，全靠着那些刚加入战局的卫士境 NPC 士兵们。在绝望之中，一道冷静的声音传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我是苏木，请所有人听我指挥。”是苏木在说话。所有防御系异能者使用防御系技能抗上去，所有攻击系异能者赶紧寻找附近使用了技能的防御系异能者，退至他们身后，找机会反击。辅助系异能者们拿好你们身前的 T， 我会带你们成功守下川城。一道接着一道清晰的命令声下，学生们也是暂时压下了心中的恐惧，慢慢的重新组成了防线。很快，在有序的组织之下，风狼进攻的脚步被阻挡了。青光影仍然在狼群之中穿梭，一头接着一头的风狼化作数据消散。苏木看着风狼逐渐堆积在了一起，大手一挥，
青光影在苏木的控制之下，迅速的向上攀空而去，然后骤停在了狼群之上。去！随着苏木一声令下，青光影渐渐朝下，向着狼群的正中央冲去。速度之快，引起了阵阵破空的音爆，响彻于耳。剑意，无我之境。剑舞逐星阵。下一刻，狼群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阵法。在圆形阵法之中，一柄又一柄灰色雾状的长剑再由剑气凝聚而成。斩！数十柄灰色雾状长剑交错纵横，一时间，阵法之中剑气激荡，身处在阵法之中的数百只风狼瞬间化为齑粉。这是龙吟剑吗？三中校长瞪大了双眼，一脸惊愕。除了龙吟剑之威，他想不出任何能够解释眼前所见之事。不可能啊，那不可能是龙吟剑。一中校长林天涯也喃喃道：“200块为他不对，为学校赚了那么多的钱，他不可能看错。但实在是难以理解呀。那确实不是龙吟剑，只是一把普通的 A 级道具。我亲眼看见夏总值正常送给他的。”顾天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不知为何，见到此等场景，纵使他为传奇境强者，也看得热血沸腾。我曾在一本名为《顺火暖攻略大全》的残本之中读过，龙吟剑，龙吟好独行，而此道不孤，有剑心者，皆能与之共振。记载之中，龙吟剑并不仅仅只是一把 S 级的武器，它代表着一方剑道的传承。苏木正是龙吟剑的传承者。将一瓶补给包中的异能恢复药剂喝下，苏木松了口气，还剩下3瓶异能恢复药剂，应付接下来最后的2波受潮应该是够用了。逐星阵这个技能是强，但对于异能的消耗实在太大了，使用一次基本上就要消耗半管的蓝条，但效果是显著的。一招逐星阵直接秒了700多只的风狼，一波入账14000多点的积分，每只卫士1星的风狼，足足价值20点积分点。更重要的是，随着700多只风狼灰飞烟灭，正面战场的压力瞬间被大大缓解了。再搭配上还在不断穿梭的青光影，第6波受潮已然毫无威胁。很快，最后一只风狼的身体被刺穿，北城墙守下了。存活下来的学生们发出了激动的吼叫声，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快感。他们以一种极为崇拜的眼神看着站在城墙边上略微喘气的男子。如果不是他，这一波受潮还能不能顺利抵挡下来呢？只是当激动的心情逐渐平稳，放松下来的学生们正打算原地休整时，他们的动作却整齐的在一瞬间凝固了。空气中飘散着粒粒尘埃，弥漫的血腥味似乎在诉说着这片黄土之上刚刚发生了一场惊天的大战。一具又一具冰冷的肉体此时正以各种姿势躺在这片黄土之上，是那些在这一波受潮之中阵亡的 NPC。 这也是第一次有 NPC 阵亡，他们将长眠于此。第29章，憨八龟高歌菊花台。北城墙的学生们陷入了沉默。相比起来，西城墙和南城墙的学生们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只有先锋境界的学生们在卫士1星的风狼受潮之下显得有些乏力。不是没有人站出来指挥，只是那些站出来指挥的学生们话语权不足。第6波受潮是守下来了，但是惨胜。西城墙还好，作为主城墙的他拥有着人数最多的守城 NPC， 属于是 NPC 爸爸带躺了。南城墙方面已经有一半的学生被淘汰出局，在外面 OB 了。顾莹莹高耸的山峰随着喘气的频率在微微起伏，香汗淋漓的她也已经感到有些疲惫。这群猪队友带不动啊！规则上清楚地写着10分钟没有获得积分会被淘汰出局，这就导致有些学生当了逃兵，每隔一会才出来摸一只怪，输出全靠 NPC。 真正在正面战场抵抗妖兽进攻的学生不足70%，你们的死兆星在天上闪耀。是啊，学生们心中一紧，他们看向了那些仍然伫立在城墙之前的士兵们，坚毅的眼神看不到一丝的惧色。我想，他们生前一定也如这般誓死守护着他们所热爱的土地吧。学生们眼神一凛，列阵，誓死守护川城，带英雄们回家。众人一同高举手中的武器，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远处的滚滚尘烟，忘记了还在参加的异能统考，忘记了生与死的概念，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守护身后的川城。想要进去，那就踏过我的尸体吧。空中的巨石在即将下落时被击碎，化成一片碎石绽放开来。高大的精英哥布林与守城的学生和士兵们站成一块，先烈的意志们在这一刻得到了传承，跟他们拼了！技能打出来不亏，能换一个就赚，换2个写 TM 赚，保护好 NPC 大哥们，他们才是输出的主力。不少异能即将耗尽，体力不支的学生咬着牙扛下了精英哥布林手中挥舞的狼牙棒，用尽全力打出了此生最强的一击。他们用淘汰来换一换一。要知道，
换进副本里，伤害的疼痛感设置可是100%的，那一大帮学生们可是结结实实扛下来的。这又如何？比起死亡，这又算得了什么？战场上不断有白光在闪烁，一个接着一个的学生被淘汰了出局。被传送到外面后，他们一个个脸色煞白，痛苦地咬着牙，忍受着被淘汰时受到的精神力伤害，却死死忍住，硬是没有一人发出疼痛的惨叫声。血性、骨气，这是所有学生在这一战中被激发出来的本能。副本内剩余的学生们还在努力战斗着。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哥布林虽然会使用工具，但学生们也不是吃素的。那些远程的工程工具早就在第一波短兵相接之时就已经被玩家们用远程技能破坏掉了。但肉眼可见的是，玩家化为白光的速度明显快于那些精英哥布林们。还是不行吗？还是要输了吗？观众席上的学生们死死咬着嘴唇。快看，快看北城墙！有学生突然激动地从指向光幕的一个角落，原本镇守北城墙的学生们突然转身向着其他方向跑去。什么意思啊？他们要逃？如果是要逃跑的话，副本里根本无处可逃啊！不对，当所有学生退后的时候，有一道身影就这么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里。他竟然在逆流而上，是苏木！他疯了！所有北城墙学生听命，即刻前往南城墙支援。北城墙的学生们听见了苏木的指挥声，有些惊讶，但却没有一人产生抗拒和怀疑的想法。且战且退，逐渐退出战场。青光影此刻早已回到了苏木的手上，寒光乍现，蓄势待发。众人的心目中浮现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但没人敢说出口。他怎么敢的啊？这也太 TM 太荒谬了吧！卷起尘土的风沙拍打在苏木的脸颊上。前方是还有大概1200只左右的精英哥布林。刚才在混战当中，逐星阵这种大范围的 AOE 技能他已经放过一次了，秒杀了大概300只左右的精英哥布林。但这些精英哥布林有着不低的智慧，在遭受范围 AOE 之后立马迅速的分散开来。如果再使用消耗极大的逐星阵，可能只能秒杀掉几十只的精英哥布林了，收效甚微，有着得不偿失了。再加上穿城守卫战并不只是他们北城墙一家的事，为了确保其他城墙能够成功守住，苏木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其他所有在北城墙的学生们先去支援实力最弱的南城墙。或许在别人眼中这种决定太过疯狂，但苏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他一起战斗的还有着100多名守城的 NPC 士兵们。一个人的身影和数百人的身影经过交错而过，然后距离越拉越远。他真的一个人冲上去了！天哪！吃瓜群众们的嘴巴张成了巨大的 O 型，他们在心中一直不敢确定的想法竟然是真的。苏木他真的敢一个人冲上去？此刻他们佩服苏木的勇气，但也仅仅如此。说到底，苏木他也只是一名卫士1星境界有点天赋的学生罢了，如何能做到一敌1500？高情商说法，苏木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体面的结局；低情商说法，苏木就是想装逼罢了。在数千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奔袭之中的苏木大声喊道：“200块！”不知何时，操场上空已经聚集了一片乌云，雷声隐隐作响，似有雷电在其中游荡。在一众错愕的表情之中，顾天轻轻吐出2字：“来了。”还未等他人多想，不明飞行物超过音速的破空声在所有人的耳中炸响。一柄刻印着古朴花纹的长剑破开云层，直往操场上空的蓝色小球飞去。在即将接触到蓝色小球的时候，一道空间裂缝在身前打开，那柄剑随即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龙吟剑。林天涯颤抖地说出了那柄剑的名字。乌云在巨大的冲击波下向外翻滚，顿时天亮了。龙吟剑如同流星一般从广阔的天空之上一冲而下，在顷刻间就来到了苏木的身边。看他上下飞舞的样子，龙吟剑似乎心情不错。苏木停下脚步，笑呵呵地说道：“终于睡醒了呀，200块。”龙吟剑听完，漂浮在空间的剑尖竟然往前倾倒了2下，他竟然在点头。精英哥布林奔袭的脚步声在不断靠近，苏木目视前方，左手青光影，右手龙吟剑。哪怕苏木的背影再怎么挺拔，在面对着兽潮之时，一个人的身影也显得无比孤单和无力。手中的双剑开始颤抖，他们感受到了苏木滔天的剑意。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抬头看看吧，你们的死兆星在天上闪耀。第32章，精英哥布林的智商被我陆哥完爆了。顺火暖攻略大全里面是这么说的：先按雷龙天翔可以产生3把器剑，再按朱邪可以吸收3把器剑获得 buff， 然后就可以长按左键开启一键连招了。好吧，想差了，这里不是在打木桩刷秒伤。龙吟剑被苏木握在手上，就像活了一般，随手一挥，便有一道巨大的月牙形剑气飞出。
苏木还中二的大喊起来：“月牙天冲！”月刃所过之处，尸横遍野，精英哥布林被一斩为二。但如果只有这点，还远远不够。青光影，去！左手的青光影被苏木甩出，他化作一道流星，冲进了兽巢之中，寒芒闪过，如同疯狗一般追着哥布林到处乱砍。另一边，苏木原地停步，微微屈身，弓步向前，紧绷的双腿蓄势待发，龙吟剑被他别在腰间，双手虚握，做出了拔刀的姿势。下一刻，剑三惊雷，原地一声雷爆，苏木的身影消失了。在那里，紫色的雷霆不知道何时已冲入了兽巢之中，在里面不断穿梭着，没有哥布林能够阻挡他的步伐，速度之快，肉眼都难以追上。能看得见的只有精英哥布林化作的白光在不断的闪烁。1100只，900只，600只，手表上代表北城墙妖兽数量的数字在不断缩减，这个数字还在快速的减少。观众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光幕中苏木，这还是什么穿城守卫战？已经变成了苏木一个人的个人秀了。他真的只是卫士一星吗？正常的卫士一星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异能储量？你放技能不用蓝的吗？啊！不仅如此，观众们还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面对着恐怖的苏木，外围的精英哥布林们竟然放缓了脚步，似乎在害怕，不敢靠近兽巢之中的死神。要知道，他们只是幻境副本之中的数据而已啊！竟然被苏木打出了恐惧的情绪，这怎么可能啊？苏木的脚步还未曾停歇，不，还不够。剑二，雷龙天翔，如同天神降临一般，全身闪烁着紫色雷电的苏木一跃而起，然后朝着前方的土地狠狠下劈。数百平方米的黄土地同时皲裂，无数道剑气从这片黄土地中钻出，化作一条条剑气凝聚而成的苍龙，直冲云霄。吼！苍龙的龙吟声响彻天地，不绝于耳。哦，好！南城墙的最后一只精英哥布林倒下，学生们爆发出了开心的欢呼声。守下来了，他们守下来了 ！GTMB 精英哥布林，就这，经过一场恶战，南城墙只剩下100余人存活。要知道，算上从北城墙来支援的学生们，南城墙一共有1000余名学生。对了，刚才战斗太激烈了，还没来得及问你们，你们北城墙那么快就解决了2000只的精英哥布林吗？怎么那么快就来支援了？对啊，我也一直想问呢。如果不是你们支援的及时，我们恐怕早就撑不住了。几名南城墙的学生好奇地问道。那么快就解决完2000只精英哥布林，北城墙的学生们实力一定很强吧？不是的，原子将苦笑了一下，回答道，在北城墙的时候，我们才刚跟精英哥布林们打起来没多久，就被木哥指挥来南城墙帮忙了。啊！卧槽，那我们还不赶紧去帮忙？北城墙留守的人现在肯定还在苦苦支撑吧？不，哪有什么留守的人啊？原子将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只有木哥一个留了下来。至于北城墙，不用去了。他抬起了手腕，指了指上面兽巢的剩余数量，上面清楚地显示着北城墙妖兽剩余数量0。大地之环，大地之环，低调、隐忍、杀戮，是李璐今天的座右铭。在发现苏木背着他偷偷上分之后，李璐感觉他被全世界抛弃了。哪有什么合理的用意呢？就是冲锋，杀！李璐在这边玩得挺嗨。不得不说，大地之环这种强大的 A 级 AOE 技能特别适合这种场合，超大的范围，高额的伤害。只要一放，巨大的土元素圆环便会以它为圆心扩散开去。一开始，当精英哥布林喊着乌拉乌拉，手持狼牙棒朝他跑来的时候，他一发大地之环便秒杀了10多只精英哥布林。这下把我陆哥给爽到了。然后他就开始追着精英哥布林的屁股放大地之环。那精英哥布林这边就不干了呀，我们 TM 可是有着12岁智商的精英哥布林，你一小小的先锋4星还敢追着我们打？于是精英哥布林就想出了计策，这土圆环范围是大，伤害是高，但你速度慢啊。所以当李璐大喊大地之环的时候，那些精英哥布林们便会迅速退后，跑得远远的。MD 那货放出来的大圈圈能秒哥布林，谁上谁是沙比哥布林，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奇观。精英哥布林冲向李璐，李璐放出大地之环，精英哥布林后退，精英哥布林冲向李璐，李璐放出大地之环，精英哥布林后退，以此反复。这把座右铭是低调、隐忍、杀戮的陆哥气得够呛。你是兽巢，我是兽巢啊？你守城还是我守城啊？你们跑个毛线啊！放空了几发大地之环后，李璐也是长脑子了，毕竟异能都快打空了，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呀，
不长脑子不行啊。于是他看着明面上朝着李路乌拉乌拉冲过来，实际上小心翼翼随时准备跑路的精英哥布林们斗胆地大喊一声大地之环，那些精英哥布林便连忙后退。见状，李路露出了阴险的笑容，眼睛也变成了阴险的倒月牙形状。嘿嘿嘿，精英哥布林们，你陆哥来了！大地之环，大地之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精英哥布林12岁的智商被我陆哥完爆了。第33章，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当顾莹莹率领着南城墙的支援人马到西城墙时，发现苏木早已站在了西城墙之上，下方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之中。南城墙的学生们看到还有精英哥布林可以刷分，乌拉乌拉的就冲进了战场，将精英哥布林打得嗷嗷叫唤。苏木和顾莹莹在城墙边坐了下来，两人悠闲地看着远处地平线即将落下的夕阳，别有一番感觉。划水的感觉真不错。顾莹莹扑哧一笑，她看到了李路在那边追着精英哥布林，嘴里还不断大喊大地之环。统考结束到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你打算去哪里？他问道，白皙的双腿在城墙外晃啊晃的，甚是好看。还不确定。苏木摇了摇头，随即补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去妖域战场吧。实话说，他还挺想去妖域战场走一圈的，锻炼锻炼自己，还能刷刷功勋来换取建构池的抽奖机会。毕竟建构池才是自己进步最快的方法。但妖域战场过于危险，他一个未识一星的小菜鸡过去了，估计也只能在外围逛逛。下方的战斗逐渐进入了尾声，很快精英哥布林就被学生们剿灭了。不得不说，西城墙作为主城墙，敢选择来这里的学生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劲的，大多数的境界都在先锋4星、先锋5星。我们赢了，我们做到了，我们手下穿城了！铺天盖地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不少学生喜极而泣，在感慨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不管是在副本里的，还是已经淘汰出去在外面观战的学生，此时都已经热泪盈眶。我们竟然真的做到了！温暖的夕阳照映在这片早已不属于人类的黄土地上，存活的 NPC 士兵们失去了攻击目标，已经回到了自己值守的岗位上。他们一动不动，目视着远方地平线的夕阳。苏木默然，心里想着，他们一定是在等待着川城回家的那一天吧。叮咚，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已结束，所有存活学生获得通关奖励2000点积分。下面公布考核学生成绩。幻境副本积分榜，第一名苏木138521分，第二名顾莹莹46981分，第三名严天37116分，第四名陈宇32823分，第五名李路30104分。1分钟后副本即将关闭，所有考生将会在30秒后开始传送。积分排名是实时更新的，所以大家对积分榜上的几人并没有感到意外。苏木的分数还是那么变态，都快是后面4人积分的总和了。这个李路是谁啊？以前没听过这个名字啊。3万多分，好牛逼啊！就是刚才那个追着精英哥布林跑的那个。哦，是他呀，大地之环哥。对，是他，能追着精英哥布林跑，确实是个狠人。在最后一波受潮之中，大地之环这4个字已经深入人心，从左翼追到右翼，从后方追到前方，都有李路的身影和声音。主打的就是一个3D 立体环绕声，洗脑，太 TM 洗脑了。看着自己排名第5的积分，再加上听见了别人的议论点评，李路努力装出一脸冷漠，双眼摸得感情的样子，扮演着一名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低调、隐忍、杀戮是他的座右铭。是个鬼啊！他在心中已经开始狂拍大腿了。哈哈哈哈哈！太 TM 爽了！听到没有？有人夸我牛逼哎！从今天起，我就是无敌李路。苏木坐在城墙之上，看着下方一道接着一道的白光开始闪烁，传送已经开始了。那些学生在离开之前，还回头看了眼身后的川城，仿佛在说，下次见面就是将你接回来的时候了。很快，黄土地上已空空如也，坐在身旁的顾莹莹也化作白光被传送出去。学生们激动地从光幕中走了出来，迎接他们的是数千名学生以集考合组的掌声。经历完异能统考，他们即将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将会在各个地方努力抵御妖族，为人类的安全献上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陈宇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光幕，里面还有一道身影坐在城墙之上，等待着传送。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莫名的深意，然后径直走向无人的学校小道之中。喂，你好，我有事找一下夏文轩总执政长。1分多钟过去了，此时副本之中仅剩苏木一人还未传送出来。怎么回事？苏木怎么还没有传送出来？林天涯疑惑地问道。
上方的倒计时明明已经变成了0点，副本却还未关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幻境球出故障了？不可能吧？其他人都正常出来了呀！几人议论纷纷，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官方的东西就是 bug 里出了个软件，懂得都懂。这个时候，顾天的手机开始震动了。奇怪，怎么还不出去？等待了一会，苏木一脸疑惑。硕大的幻境副本之中，此时已剩他一人，安静的有些诡异。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在城墙上缓步行走着，苏木突然想起跟陈宇擦肩而过时他说的一句话：“小心妖族。”苏木脸色一变，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正朝他袭来。喂！4000雷动，在0.00几秒的反应时间里，苏木开启4000雷动，拼尽全力向着旁边一闪，鲜血喷洒而出。剧烈的疼痛感使苏木发出了一声闷哼声，冷汗从脸颊两侧流下。这还是他在副本里第一次受伤，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受伤的痛楚。左侧肩膀处已有一道血流不止的贯穿伤。哦，虚空之中，一道沉闷的声音传出：“不错不错，不愧是龙吟剑的继承人，竟然能在我手中活下来。”下一刻，一道身影从空中踏步而来。第34章，恐怖的妖族传奇境强者。一名身高接近2米的人形生物出现在半空。为什么称它为人形生物呢？因为来者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表，但皮肤却是深红色的，头上还顶着2根牛角。是妖族，苏木瞬间在心中就有了判断，而且是传奇境的妖族。当妖族踏入传奇境之后，就可以褪去它原本的模样，幻化成为人类的样子，不过还是会保留一点原来的特征，就比如他头上的牛角。可是妖族怎么会出现在幻境副本里？看他话语之中的意思，好像并不是幻境副本之中所设置的妖族 BOSS。 你是怎么进来的？苏木眯起双眼，全身紧绷，4000雷动的状态还在不断消耗着异能，但苏木并不敢关闭。传奇境强者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躲避下一次的攻击。呵呵，将死之人何必知道那么多？他桀桀地说着。有反派的那个位了。苏木吐槽了一下。死？但这里是副本，并不会真正的死亡。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在副本里并不会真正的死亡，对吧？他哈哈大笑起来，一脸张狂。苏木啊苏木，一人孤身阻挡兽潮，此等天才今天竟然要陨落他手，这种心情斯巴拉系。既然我能进来，你死在这里又有什么奇怪呢？那……他说完，苏木还想说点什么，又一发迅猛的攻击袭来。苏木双腿用力一蹬，快速向后退去。看来对方并不准备给苏木拖延的时间，只想速战速决。可恶啊！拖延的心思被看破了。说好的反派死于话多呢？这才水了多少个字，你就动手了呀？他不给苏木拖延的机会。幻境球无法操控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快联系保管幻境球的科室。副本外头，几名校长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原本他们还在诧异，这是副本出的什么针对第1名的附加题吗？结果通过2人的对话得知，这根本是妖族的阴谋，目的是谋杀龙吟剑的传人。此刻他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到苏木，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上报给领导。好消息是领导在旁边，不用上报了。坏消息是领导一动不动，不知道在干什么。难道等苏木死吗？苏木一名卫士一星的菜鸡，哪怕他再厉害，又能在传奇境的手下支撑多久？1分钟？还是2分钟？几位老校长不敢多想了。就在这时，一道空间裂缝在顾天旁边开启，一道身影从空间裂缝中走出，是玄妖司总执政长夏文轩。见到来者，几位老校长原本着急的心态在一瞬间就冷静了下来。超凡境的强者都来了，这不就稳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几个喝茶就可以了。几位老头颇有默契的一起拿起了泡满了枸杞的保温杯。人都准备好了吗？回总长，已经都准备好了。夏文轩和顾天只是交谈了一句，便也负手而立，饶有兴趣的观战起来。啥意思？夏总执政长不是来救苏木的吗？看着夏文轩好像并没有动手的意思，林天涯大惊失色。夏总执政长，您不出手吗？林天涯斗胆地问了一句。虽然质疑领导的行为不太好，但苏木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作为校长心急如焚，此时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啊？我出手的话，不敢保证幻境副本里的空间不会崩塌。夏文轩摇了摇头回复道，语气之中并没有不快的意思。但如果真到危险的时候，有人会动手的。说完，他抬头看了看空中，云层之中似乎有着一道人影。苏木在黄土地上狂奔着，不断向着牛角妖口吐芬芳，整整骂了2分钟了。外面的人还没有想出方法吗？我商标符号已经施展出了毕生所学的脏话了，
骂了整整2分钟都不带重复的。你们再久一点，我就没词了呀喂！开启了4000雷动的苏木速度并不弱于一名统帅境的异能者，再加上青光影以及龙吟剑不断在牛角妖身边盘旋骚扰着，倒也是勉强能够在他的猛烈的攻势之下苟活。之前在训练馆的时候，苏木曾感受了一下顾天传奇5星境界的恐怖。半空中的这名妖族强者似乎也只是传奇1星境界，再加上幻境副本有一定的境界压制，导致牛角妖无法发挥出全部的传奇境实力。本来才刚刚经历完一场大战，状态就不是很好，此时最后的一瓶异能补给药剂也喝完了。不过苏木也不是一直在坐以待毙，只会逃跑的，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能放技能的机会，毕竟这不是游戏啊。你放大招的时候，谁看你大招动画啊？苏木通过神之瞳早已就发现了牛角妖的弱点所在之处，就是他的嘎吱窝。而苏木在逃跑之时，也一直在观察着牛角妖的释放技能的习惯。时机到了，就是现在。此时牛角妖似乎已经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欧拉欧拉模式，双手合十，一看就打算放大招了。那么我又怎么可能会看你的大招动画呢？苏木立马转过身来，双手用力向上推出，剑3惊雷。正在牛角妖旁做着无畏骚扰的青光影和龙吟剑瞬间发出了恐怖的雷鸣之声，紫色的雷电布满剑身。下一刻，磅礴的雷霆之力向着牛角妖的嘎吱窝席卷而去。牛角妖脸色一变，苏木是怎么知道他的弱点的？原本双手合十的他只能转变姿态，恐怖的传奇境气息从体内涌出。轰！青光影和龙吟剑在顷刻间被强大的异能波动推出数十米开外。异能波动散去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不断盘旋而起的万道剑气。剑气的强大气息，哪怕是传奇境的他也感受到了恐惧。剑之绝技，剑破乾坤。第35章，剑破乾坤，怒斩传奇。逍遥之剑从心而起，一念动而万剑起，万道无形的剑气呈螺旋状盘旋而起，这是苏木目前能够使用出来的最强一击。剑破乾坤。场外学生们瞠目结舌地看着这遮天蔽日的剑气，一个个人妈了，特效这么华丽的吗？也太帅了吧！这一招苏木在对付兽潮的时候都不曾用过，原来他在一人抵御兽潮之时竟还留手了。牛角妖感受着这滔天的剑意，顿时心生惧意。此惧意并不是来源于这漫天的剑气，而是来源于苏木这个人。这万道剑气是强，如果硬吃下这一个技能的话，哪怕已经踏入传奇境的他，一不小心也会陨落于此。但一切的前提是这些剑气要能击中他才可以。而站在地面上的这一个人，年纪轻轻，境界低微，竟然就有如此手段和心性。如若让苏木成长起来，妖族恐有大患。牛角妖不由得想起了30年前的一道人影，那是所有妖族的噩梦。所以此子定不能留。苏木，牛角妖沉闷的声音传遍了整座川城。你很强，强得令我恐惧，但是今天的你将永久的死在这里。3道巨大的红色圆形法阵出现在了牛角妖的身后，上面布满了斑驳繁杂的符文。强大的异能气息竟然引得法阵的附近空间开始震荡。牛角妖也认真了起来。传奇境的尊严，不是你一名卫士小儿便可无理挑衅的。一上一下，一高一低，一强一弱，对比是如此明显，两人的境界仿佛天堑一般难以逾越。但两人此时相差的距离又仅仅只在几息之间。场外的学生们已经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了。苏木在传奇境强者的攻击下存活的可能性不足1%吧。北城墙的学生们已经泪目。苏木一人抵御兽潮，逆流而上的身影他们还清晰的记得，却不曾想那一别竟可能是永远。顾莹莹握紧的双拳在颤抖，她没有哭泣，因为她相信苏木，但她也在害怕，害怕没有苏木的未来。苏木，加油啊！她用尽全身力气呐喊着，哪怕她清楚这加油鼓舞的声音并没有办法传入副本之中，是无用功。顷刻间，原本死寂的现场瞬间沸腾起来。苏木加油！干死他丫的！义父，你活着出来以后，我叫你爹。此情此景，林天涯落下了无声的泪。教书育人数十载，天才的学生他见过很多，但大多都会夭折在了成长的路上。这一条路注定是坎坷血腥的，并没有奇迹出现。这里不会像动漫中一样能够聚集所有人的元气。副本中的战斗还在持续，黄土之上万道剑气开始凝聚，霎时间竟凝聚成了一柄数十米长的冲天巨剑。去！苏木大喝一声，在众人紧张的注目之下，巨剑竟直冲云霄而去。什么？打歪了吗？巨剑飞往的方向竟然不是牛角妖吗？什么狗屁传奇剑！我商标符号现在就砍给你看！剑破乾坤！我有一剑，
能诛邪，斩妖，灭天神。牛角妖双手合十，身后的3道红色符文法阵发出了绚烂的红色光芒。他轻轻念道：绝域杀阵。苏木脚下的黄土地瞬间幻化出了一座数十米大小的红色法阵，红色的光柱冲天起，瞬间将苏木包裹。快看天上！学生们指着光幕的上方大喊道：在云层之中，竟然也有着一道对称的一模一样的红圆形法阵。湮灭吧！这是一名传奇强者的全力一击，杀阵之内所有的事物终将化为齑粉。完了，全 TM 完了！观众们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审判。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红色的光柱才刚刚展开，阵法竟然就直接爆炸了。浓浓滚烟席卷而出，将光幕的视角所掩盖。几息过后，天空中的浓烟散去，原本正在半空中结印的牛角妖已经消失不见。而黄土地上随着浓烟逐渐消散，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牛角妖正单膝跪地，双手高举合掌，夹住了一柄长剑，口中不断涌出猩红的鲜血，状态在一瞬间变得萎靡不振。这是100%被空手接白刃。众人目瞪口呆，屏住了呼吸，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牛角妖要突然过去接住苏木这一剑？他因为被强行中断施法而受到了反制。此情此景，夏文轩好像回想起了什么尴尬的往事，轻咳2声。一旁的顾天则是装作没看见的吹起了口哨，四处看风景。友情提示：看着跪在眼前的牛角妖，苏木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回是可以呼吸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眼前还在懵逼中的牛角妖听的，还是说给光幕外紧张的屏住呼吸的学生们听的。还未等牛角妖做出什么反应，霎时间风云变色，一股磅礴到令人恐惧的剑气从数千米的上空席卷而来。刚才冲入云霄，万道剑气所凝聚而成的巨剑竟从天而降，在重力加速度 G 等于 GMR2 的作用下，剑气巨剑狠狠地插进了苏木面前的黄土地里，光幕屏随之变暗。大大大，脚步声响起，在众人希冀的目光之中，一道身影从蓝色小球下方的传送光幕走出。那帅得爆表的颜值和那欠揍般的笑容，是苏木。他肩膀的贯穿伤口有着触目惊心，脸色惨白，一看就是状态有着透支。还好他活着回来了。苏木，苏木！学生们的欢呼声掀翻了整座操场，里面还夹杂着几声爹。几位老校长们长舒一口气，也跟着加入了学生们欢呼的队列当中。他们是有多久没有如此热血了？从一开始的逐星阵击杀700风狼崭露头角，到后来的一骑当千只身抵御受潮奠定胜局，再到最后的逆风翻盘剑破乾坤怒斩传奇，这个年轻人带给他们太多的惊喜了。第36章，来都来了，就先别走了吧。绅士的异能统考完美的落下了帷幕。在考核开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今年的异能统考竟然会如此曲折离奇。好在结局是完美的，不仅成功通关了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苏木还在妖族的偷袭之下进行了反杀。这说出去谁能信啊？在老师们的指引之下，考核的学生陆续离开了操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谈论的对象都是苏木。苏木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当然，夏文轩当场就向所有的学生下达了封口的命令，并表示将会由玄妖司来出具详细的情况说明。夏叔、顾叔。苏木远远的就看见了两人，乖乖的上前打了个招呼。一旁的顾莹莹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激动已久的心情，冲了上来。她心疼的看着苏木，然后从空间道具中掏出了一堆药剂拿给苏木，在一旁为苏木疗伤。苏木的伤势带出了幻境副本之外，果然如牛角妖所说，如果他死在副本里，那就是真的死了。做得不错，没想到几天不见，你竟然都能够斩杀传奇境的妖族了。夏文轩轻轻点头，开口夸赞道：谁让某人来都来了，也不顺手帮个忙，那我就只能靠自己了呗。苏木悠悠说道：要说发生了这种事情，自己没有一点脾气是不可能的。官方组织的幻境副本被妖族入侵了，结果竟然没有人能够帮上他的忙。要不是自己外挂开的离谱，怕不是现在也变成黄土上的阴魂了。所以该拿的好处是要拿的。呵呵，我知道你在点我呢。被苏木阴阳怪气了一下，夏文轩也不生气。我只能告诉你，谁出事了，你都不可能出事。等后面你异能统考状元的奖励发放完毕后，我再以个人的名义多给你一份。至于现在，走，我带你报仇去。绅士。一座巨大的庄园之中，陈乐山坐在书房中的正位上，轻抿着手中的热茶，一手翻阅着书籍。计划失败了。角落之中传出一道阴冷嘶哑的声音。失败了。陈乐山一顿，然后继续问道：
龙吟剑不在苏木的手上吗？在他的手上。不过牛这死了。两人的交谈瞬间陷入了沉默。很显然，陈乐山并没有预想到是这个结局。虽然早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是派去的传奇境杀手死了。看来还是小瞧了玄妖司。深深的吐了口气，陈乐山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沉声道：夏文轩并没有强行打开幻境球的能力，是谁出手了？没人出手，牛这死在了苏木的手上。陈乐山再次无语，死在苏木手上，这是什么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砰！陈乐山怒拍桌子，大声喊道：你在开什么玩笑？当初是你们妖族求着我办这件事的，结果你们妖族的传奇境连一名卫士境的学生都打不过。你知道为了入侵幻境球，我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吗？桌面上的精美瓷器统统被他推倒在地，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碎裂声。好在书房早已设下了隔音的结界，才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事已成定局，再纠结也没用了。我先回去汇报一下情况，等下一次我亲自动手。陈乐山坐回位置上，胸口在不断上下起伏。还好，他正在座椅上不断地安慰着自己。这次事情做得比较隐蔽，应该不会查到我的头上吧？这是做了亏心事的人经常有的行为。只不过，随着一声清脆的剑鸣声，一道凌厉的剑气划过空间，整座房屋被横腰斩断，书房的天灵盖被掀飞了，炽热的太阳光被陈乐山的地中海所反弹。来都来了，就先别走了吧。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响起，陈乐山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颤颤巍巍地抬起了头。夏总长。半空之中，夏文轩正负手而立，在他的一旁还有顾天、苏木、顾莹莹三人。当然，苏木和顾莹莹还没有踏入统帅境，是没有凌空的能力的，全靠夏文轩外放的异能在下方拖着。夏文轩没有回应陈乐山，反而是大手一挥，巨大凌厉的剑气向阴影之处斩去。闷哼声响起，一道身影从阴影处跌出，鲜血从他的大腿处喷洒而出。只不过他好像并没有束手就擒的打算，一股强横的气势涌现。是传奇境的强者，影杀幻灭。一瞬间，数道黑色的影子便幻化而出，向着四面八方逃去。唉，夏文轩一声长叹，我说过了，你给我留下。随着他一道响指，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无数的星辉洒下大地，美的不太真实。几息过后，传奇境妖族强者所幻化而出的影子被星辉所吞没，而一道身影也悄无声息地倒在了书房的一处角落之中。夏文轩 S 级异能星辰之力觉醒者，这是影族？苏木吃惊地问道。在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中曾介绍过，妖族中有一脉极为神奇的存在，影族。他们拥有着将自身融入阴影之中的天赋异能，数量稀少，天赋强大，在妖族之中地位崇高，神出鬼没，逃跑能力极强，是妖域战场之中的大麻烦之一。而随着影族出现在众人的眼中，一切的阴谋全被揭开了。震怒，原来幕后黑手竟然是陈家。只不过还要继续探查清楚的是，这究竟是陈乐山个人的行为，还是整支陈家脉系的行为？毕竟陈家在龙国的势力可太过于强大了。陈乐山，私通妖族，你可知犯了何罪？夏文轩无情的声音如同死亡的倒计时，一字一句敲打在了陈乐山的身心上。龙国第一律令，私通妖族者斩。第37章陈家父子。陈乐山在夏文轩超凡境的压力之下，手脚有些颤抖。此刻顶着一头地中海的大脑 CPU 已经开始在超负荷运转，是在哪个环节露馅了？怎么可能会找到我的头上来？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急速起伏的胸口也是逐渐平稳下来。他拿出了作为绅士陈家家主的气魄，在一瞬间就做好了决定。夏总长，您说笑了，我陈家满门忠烈，怎么可能会私通妖族？只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传奇境的影族奸细一直隐藏在我陈家之中，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说完，他厌恶地看了一眼不远处躺在地上的黑影。感谢夏总长出手相助，帮了我陈家大忙。他拱了拱手，镇定自若。TUE， 这糟老头子脸皮是真的厚啊。苏木在心中腹诽道。在知道这里是陈家的地盘之后，结合异能统考刚开始的时候陈宇给他说的那4个字，他才发觉原来一些表面纨绔不堪的二代们，其实内心黑得很。此时在他的心中已经上演了一码弑父篡位的宫斗大戏出来。啧，真是恶心啊。夏文轩看似在喃喃自语，但声音足够传进每一个人的耳中。陈乐山也听得一清二楚，此刻脸上却是波澜不惊。他贵为京城陈家分支，哪怕夏文轩为玄妖司总执政长，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随意就对他动手。部门职责不同，你玄妖司杀妖族可以，杀我可不行。就在他得意之时，一道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由于房屋已经去了半个顶，脚步声格外的清晰。咯吱，房门被推开了。虽然经过夏文轩的斩击后，房门已经去了1/3，但他还是坚挺地发挥了他的作用。映入陈乐山眼帘的是他的亲儿子陈宇，他脸色微变，呵斥道：“雨儿，你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管你的事情，快离开这里！”看见陈宇之后，陈乐山明显有些慌张。至于是担心陈宇说些什么不该说的，还是担心陈宇受他牵连，只有他自己得知。爸！陈宇叫道，话语有些颤抖。他在尽可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是来给你送行的。说完，陈乐山沧桑的脸失去了血色。我叫陈宇，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我不是一般人，我是陈家的子孙。长大后，我努力学习，努力修炼，想要成为像父亲那样强大的人。我也要为人族的和平贡献属于我自己的一份力。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庄园里的地下室变成了不可以靠近的禁区。经过我小心的探查，里面时不时传出的哭喊声以及血腥味十分瘆人。再到后来，我发现了自己最敬爱的父亲竟然跟妖族勾结在了一起。那一刻，我的信仰崩塌了。每次走进书房，我总会不自觉地眯起双眼，妖族的恶臭味会让我感到恶心。我知道那个妖族就躲藏在角落之中的阴影里。我恭敬地低下了头，顺从了父亲的所有安排，然后偷偷搜集父亲的罪证。可笑的是，父亲还一直以为他隐藏得很好。然而，当我收集到不少关键性罪证的时候，我犹豫了。一方是自己曾经最敬爱的父亲，另一方又是心中的人族大义。那段日子里，艰难的选择使得我寝食难安。我无数次的想要去举报父亲的行径，但理智告诫自己还没到时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根导火索才行。后来，导火索出现了。他在觉醒仪式上先是唤醒了龙吟剑，然后又一剑斩杀了统帅境的鹏妖。如此恐怖的龙吟剑传承，父亲和妖族不可能不在意。为了试探龙吟剑是否真的在他的手上，父亲安排我去挑衅他。当得知他只有先锋3星时，我还想放水的，结果是我想太多了，我被秒了。父亲和影妖也开始谋划着下一次的计划。对于他们来说，最近的机会便是异能统考了。陈家掌管着刑罚庭，想要提前得知异能统考的题目，以及在异能统考中动点手脚，还是十分容易的。对此，我在异能统考开始的时候，简单的提醒了一下苏木，做个顺水人情。至于结果如何，我也早就做好了2手准备。一是苏木死了，那就继续隐忍蛰伏，等待下一次好的机会；二是苏木活下来了，直接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当一名大孝子。不过，当我站在那片记忆之中荒凉的黄土地上，成为川城守卫战守城的一份子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早已成为阴魂，一直活在大家记忆之中的面容时，我告诉自己，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将自己所收集的罪证呈上去，为了更多的人类，哪怕身世陈家因此没落，哪怕是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良久，陈乐山面露苦笑，一句话都没有说，不知是否早已预见了今日的到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沉默之中，一直躺在地上装死的黑影发出了嘲笑声，哪怕边笑边在咳血，他还是一直笑个不停，似乎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陈乐山啊，陈乐山，我早就告诉你了，你儿子一直在偷偷摸摸的调查着你，你还一直不忍心杀他，现在好了，死的就是你了。哈哈哈哈哈！他越笑越大声，越笑越张狂。一声响指弹响，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声，晕死了过去，留下了最后一口气，毕竟还要捉活的回去盘问。父子俩四目相对，陈宇握紧的双拳已经再止不住颤抖。原以为是自己隐藏的好，结果陈乐山向着陈宇走去，步履有些缓慢，有些沉重。夏文轩的契机锁定住了陈乐山，如果他要对陈宇下手，那么先死的一定会是他。众目睽睽之下，陈乐山伸出了右手，抚摸着陈宇的头。好久没比量了，你好像又长高了不少。第38章，人类未来的希望。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跌宕起伏，曲折离奇，而陈宇注定也会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孝子。陈家家主陈乐山在沉默中被玄妖司的人带走了。其实本来应该是刑罚庭负责处理此类案件的。哦，犯事的是刑罚庭的庭长。那没事了。数百名身世玄妖司的精锐包围了陈家的山庄，将陈家山庄翻了个底朝天。价值连城的金山银山以及道具卡、技能卡都被充公。然后最后在地下室里发现了血腥的一幕，数百名少男少女的尸骨在散发着恶臭，腥臭的黑血灌注在了一道法阵之中。法阵上的符文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反锁字符，夏文轩初步判定这可能涉及到上古阵法，至于有什么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仔细的拍完了照片，
夏文轩一发技能，直接将地下室轰塌。不知道陈乐山谋划了多久的计划被彻底粉碎。苏木手持着麦肯基的甜筒，走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异能统考已经过去了2天，在这2天中，绅士玄妖司一共发布2则重磅的消息。第一个就是绅士陈家私通妖族的事件，这被官方定性为陈乐山的个人行为。京城陈家表示十分遗憾，家族之中竟然出了这种败类，已将其踢出族谱，然后要求官方严惩不贷。陈家的道歉是深刻的，认错的态度是端正的，但人民群众们不认啊，纷纷要求官方彻查陈家在每一个城市的分布，说不定觉醒仪式上各个城市受袭就是他们搞的鬼。第二个则是绅士2333年异能统考以极为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广省唯一一个通关了川城守卫战的城市。绅士学子苏木高达13万多的积分，以及逆风翻盘、怒斩妖族传奇的传说也在民间开始流传。一时间，苏木被塑造成了人类未来的希望。凭什么这么说？不服？请看 VCR。这种力捧苏木的态度，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为的是转移陈家一事的注意力。他们成功了，第一个头条很快就被撤了热搜，绅士大街小巷全是苏木的丰功伟绩。先不说有没有人捧衰的嫌疑，成为名人后好处还是不少的。比如原本楼下包子铺的抠门老板娘都特地送了苏木一笼包子，然后将2人的合照贴在了墙上，横幅不到1个小时就挂上了。状元包子，苏木吃了都说好，这就是绅士速度。再比如手上的这根甜筒，就是麦肯基的服务员送的。吸溜吸溜，天气太热了，甜筒融化的速度极快，苏木慌张地舔着各个方向融化后留下来的雪糕。马德，守卫川城都没有那么累啊！义父，等等我，义父！大老远的，李路的叫喊声就传进了苏木的耳中，这奇怪的称呼引得路人频频回头。苏木驻足，很快，春光满面的李路搭上了苏木的肩膀。瞧这精神状态，看来李路凭着高达3万多分，排名第5的成绩在家当了2天地主。当然，也就只有这2天了。明天起，叔叔阿姨的耐心估计也要耗尽了。不是说好了异能统考结束就可以不用叫我义父了吗？义父，你不要我了吗？义父！李路表情夸张地演绎道。我那天回家后高兴地跟我爸说，从今天我再也不用叫你义父了。他直接啪的一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说：苏木让你叫他义父，这是你的荣幸，你不要不识抬举。行，小小绅士竟然聚集了卧龙凤雏2兄弟。陈宇是个大孝子，李路也有一个好爸爸。哦，现在是2个了。今天是异能统考的颁奖典礼，2人隔着老远就看见了锣鼓喧天的绅士第一高中。庸俗的红色横幅上写着：恭喜我校手通幻境副本川城守卫战，恭喜我校学生苏木遥遥领先勇夺异能统考状元。果然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同一种味道。哦，夸的是我呀，有被爽到。苏木对这些虚名并不在意，给钱最实在了。在按部就班地走完颁奖仪式的流程后，苏木乐呵呵地收下了代表着官方奖励的卡片，奖励也十分朴实无华，钱还是钱，2000万的龙国币，1张 A 级任选道具卡技能卡，2张 B 级任选道具卡技能卡，以及足足10次的建构池抽奖机会。10次啊！有这10次建构池的抽奖机会，哪怕其他奖励都没有也没关系。就在这时候，苏木接收到了校长林天涯的召见。苏木来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着3名老师了。略微感受了一下他们身上的气息，都不弱于校长林天涯。清一色的统帅劲。林天涯一脸和蔼地看着苏木。在没有夺得状元之前，苏木都没想到林天涯的表情包里还有这张表情。苏木同学，来，快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分别来自3所高校的招生老师：京都异能大学高老师，魔都异能大学蔡老师，最后这一位是我们广省的华南异能大学陈老师。苏木礼貌地对着几位老师点了点头。3所高校都是目前龙国最顶尖的异能大学了，自己身为广省状元，被抢人也是在情理之中。几位老师也没有端着架子，一个个都尽可能地露出了此生最为和蔼的一次笑容。不和蔼不行啊！眼前的这位魏氏一星学生都能在副本里面砍传奇了，1刀999，传奇境的妖族骨灰都被扬了。我们几个不过区统帅境，哪里敢在他面前端架子？阿伟，想必你也清楚，异能统考结束后，等待你的将是更加广阔的天地，同时你面临的敌人也将更加危险。说到这里，他心里有些担忧。树大招风，此次苏木被捧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也不知道在如今风雨动荡的龙国中能否安全成长。第39章，丰厚的入学奖学金。校长林天涯简单的跟苏木交代了几句，几位招生老师在一旁已经蠢蠢欲动了。
华南艺能大学的陈老师率先开口道：“嗨，苏同学，我强烈推荐你考虑一下我们华南艺能大学。经过我们了解，你家里还有一位父亲，怎么说都是我们广省自己的学校，你回家探望父亲也方便不是？另外，校内独栋别墅，2000万龙国币奖金、A 级道具、技能卡任选2张。”他一开口就听得林天涯不断咂舌，奖金加上2张 A 级道具、技能卡，总价值已超过1亿龙国币。他身为申市第一高中的校长，每年的年薪也不过数百万。魔都大学的蔡老师急了：“老陈，你这人不老实，别人拼的是师资力量，你怎么能打感情牌呢？”苏同学，现在从魔都到申市的飞艇也不过2小时，如果由万古境的空间系异能者布下传送阵，那速度更快。你完全不用担心探望父亲的事情。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安排人专门照顾你的父亲。蔡老师继续说着，其他的物质条件稍微比华南艺能大学还要好点，3000万龙国币，外加3张 A 级任选卡片。他财大气粗的模样，气得华南艺能大学的陈老师在一旁嗷嗷狂叫，说要加钱。对了，就是这样，加钱，死命的给我加钱。苏木保持着微笑的神态看着几人，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这下子就剩下最后一名京都艺能大学的高老师了。与前2位头发与年纪成反比的男老师相比，高老师是一名熟的能够掐出水的御姐，妆容精致，体态优雅，一颦一笑之间都透露出了成熟的韵味。丰腴的身材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胖，肉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之上。苏木小同学，他红唇微张，巧笑倩兮，明媚的双眼带着不明不白的深意，给了苏木一个 wink。嚯，这谁顶得住？陈老师和蔡老师在一旁涨红了脸，一股强横的统帅劲气势瞬间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风呼呼的，高老师原来精致的大波浪发型变成了大海啸。滚啊，老女人！对一名学生用精神系异能，你要不要脸？3位老师为了苏木也是拼了。苏木是天才，不，他是我们的爹。高老师整理完他的大海啸后，也是一本正经的开口了。苏同学入学后，京都艺能大学将会每年奖励3000万龙国币奖金，以及3张 A 级道具、技能任选卡，还有1000点的学分。是每年哦，每年奖励还有1000点的学分。其他2位老师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这种离谱的招生资源简直前所未闻。要知道，学分在大学之中可是十分重要的一样资源，除了完成任务、为学校争得荣誉外，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获得学分。而学分下到龙国币，上到万古镜资源，只要你有学分，都能兑换。这么多的资源，招收3、4名觉醒了 S 级异能的学生都绰绰有余了。这是打算将苏木绑死在京都艺能大学上呀？高老师嘴角咧出了弧度，对其他2位老师的表情很满意。他接着说道：“帝都艺能大学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与军方有着紧密的合作。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在军中任职，虽然每年都要求在妖域战场服役固定的时间，但与之对应的酬劳以及功勋都是丰厚的。”苏木点了点头，略有所思。关于这点，在之前就听顾莹莹提过了。对于自己来说，帝都艺能大学的老师们拥有着更加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技巧，学生们也更加具有血性和竞争力。在那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在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对自身的发展更好。最重要的是，积累功勋将能够兑换建构池的抽奖次数。所以，在艺能统考之前，苏木就已经下定主意要报考京都艺能大学。至于其他学校，抱歉了，2位加钱工具人老师，我选择京都艺能大学。苏木向另外2名老师微微欠身，以表歉意。2名加钱工具人老师也是回以微笑，毫不意外。京都艺能大学财大气粗，这种条件谁不心动？2人呵呵笑着，心中已经打算事后去问问高老师学校老师的待遇，自己也想跳槽了。苏木和高老师当场签订完了合同，收下了录取通知书。学校见，小苏同学。高老师抛给苏木一个媚眼，丰腴的翘臀一扭一扭，满意的离开了。林校长，醒醒醒醒，把口水擦一擦，人家已经走了。苏木拍了拍林天涯的肩膀，把他的眼睛从那对蜜臀上收了回来。林天涯轻咳一声，一脸正气道：“哎，刚刚想到我们学校还能培养出你这种天才，陷入感动一时间有些难以自拔。”呵，难以自拔用得好啊！如果不是你还在吸溜着口水，我就信了。男人果然至死是少年啊！苏木啊，看着你，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林天涯拿起冒着热气的保温杯，坐在沙发上，轻轻吹了几口气，热气将他的眼睛铺满了雾，眼镜下的眼神有些迷离，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正准备继续开口，就被苏木打断了。得了吧，老林，谁不知道你以前的那点事啊？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当初的你能有我帅？苏木调侃道，咧出了邪魅一笑。
他不希望林天涯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在之前和顾莹莹聊天的时候，听说校长林天涯年轻是那一代中的佼佼者，年仅28便突破到了统帅境，并且参加了30年前的那一场大战。然而他泯然众人矣了，原因无他，他受了重伤，虽然被抢救回来了，但境界永远停留在了统帅2星。于是他退居2线，开始教书育人。对于他的事情，有一种说法，林天涯在战场之上受到的致命伤害是来自于背后的，且不属于妖族的异能。细思极恐，最后不了了之。毕竟战场之上刀剑无眼，又不像在游戏里能自动规避来自队友的伤害。放心吧，老林，我的气运一直很好。苏木说道。第40章玄妖司藏宝阁。从校长办公室离开后，苏木拉着顾莹莹的小手，准备一起去领取异能统考的奖励。顾莹莹在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中拿下了第2名的成绩，同样收获不少，1000万龙国币以及1张 A 级技能道具任选卡。苏木猜测，这点小东西对于有着气运之女富婆标签的顾莹莹来说，大概等于在路边捡到了100块钱的样子。每年1000点学分吗？那么多？顾莹莹有些惊讶地说道。她同样也是选择了京都异能大学，但并没有学分的奖励。可以说，奖励学分这种操作是在苏木身上开创的先河。1000点学分很多，连小富婆都觉得多，那这奖励确实不错。对，我父亲有几名手下就是帝都异能大学出来的，听他们说，每学年最少要做任务赚足200点学分，学年考核成绩才能够合格。学分的作用很多，除了购买 EA 级的技能道具卡外，修炼室、S 级技能印记、道具升阶等等方面都需要用到学分。苏木挑了挑眉，感觉在小富婆的这段话里发现了不少重要的点。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修炼室就等于游戏里的练功房，道具升阶就类似于游戏里的装备强化。至于 S 级技能印记，通过询问，顾莹莹也是给出了解答。S 级技能印记不等于 S 级技能卡，每一个技能印记都可使用的次数，使用后概率习得技能。啧，感觉进了大学要起飞啊！很快，两人来到了玄妖司总部。龙国币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早就打到了苏木的银行卡里。这次来主要是挑选 A 级道具或者技能的。在开始选择之前，苏木先品了品自己目前的系统面板。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卫士1星，功法东皇诀 S 级，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1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10%， 青光影 A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铁山靠 B 级，力量强化 D 级，全国第10套高中生入门体术1级，气运值196000，气运值已经来到了196000点，距离成为像顾莹莹那样的气运之女更近了一步。然后再翻看了一下最近的系统日志，恭喜宿主学习 A 级技能4000雷动，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学习 A 级技能御剑术专精，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当时觉醒仪式上，苏木获得了5次的建构机会，分别抽出来4个技能以及1个道具。3个技能分别是东皇诀 S 级，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还有扔在空间戒指吃灰的斗气化马 B 级。抽出来的1个道具则是匠人的气息。匠人的气息 A 级道具，能够修复受损道具。龙吟剑目前修复程度 10%， 就是因为使用了1个匠人的气息的缘故。纵观现在自己的面板，各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全面的，欠缺的可能就是防御类的道具或者 buff 类的技能。当然，有高等阶的剑形武器也是可以的，在自己御物异能的加持下，剑对于苏木来说越多越好。等凑齐一堆剑来自己动，那刷怪还不是美滋滋。随着深入，苏木和顾莹莹来到了玄妖司的仓库。据说里面收藏着大量从妖域战场上夺得的高等阶道具，以及身世玄妖司多年来收藏的宝物。2名工作人员各持1把密钥，2把密钥缺一不可，哪怕有人抢夺了其中1把密钥，也无法打开宝库的大门。2名保管着密钥的管理者都有统帅5星的实力，再加上值守在仓库大门前的数名统帅境高手，想要悄无声息盗走里面的物品，难如登天。2位请进。当2把密钥插入了仓库大门的锁孔时，大门开始掀起了波澜，一股强大的异能气息传出，竟然是空间系异能者制作的空间世界。看来仓库的建设者也早就考虑到了一些其他入侵仓库的方法。苏木和顾莹莹踏入了眼前如同水潭一般的传送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达6层的重楼式古塔，古塔中间的牌匾写着藏宝阁3个大字。果然是取名废啊，
这名字朴实无华。进入到藏宝阁内部，一名老者正躺在椅子上小憩，仔细听的话，好像还能听到他的呼噜声。苏木的眼底流淌过一丝金光，神之瞳启动。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这名老者竟然是一名传奇境的强者。不是说绅士只有顾天这个执政长是传奇境强者吗？啧，看来还是有许多传奇境强者潜藏在各个角落之中。这个时候，老者开口了 ：“A 级道具及技能卡都在5楼，挑选时间为20分钟，请两位务必在20分钟内离开此地，1秒钟都不能超过。”说完，他的呼噜声又再次响起。谢谢前辈。简单答谢后，两人也是争分夺秒的直上5楼。其实苏木并不觉得此次自选能选到什么特别好的 A 级道具和技能，毕竟之前说过，哪怕是 S 级、A 级的技能和道具，那也分3、6、9等。以前玩那些氪金手游的时候，还不是天天玩。而藏宝阁里的存货，也早就被以前进来挑选的异能者精挑细选过了。但是对于苏木来说，每一个 A 级的道具和技能就是3000点固定气运值呀。5分钟过去了，苏木缓步走在木质地板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苏木开启神之瞳，扫视着货架上的物品，眼里尽是失望的神色。只不过下一秒，苏木就被一样道具所吸引了。第41章 A 级道具天上的气息。那是一枚戒面上印着一个黄色十字架的戒指。天上的气息 A 级道具，使用后可在体表生成一道防护罩，能够抵挡统帅境的全力一击。天上最后的意志将会守护我。看起来效果十分不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防御类型道具。只不过当苏木的境界继续成长，抵挡统帅境的全力一击作用就不是很大了。但是神之瞳的作用下，苏木看见了一条隐藏的词条，当匠人的气息作用到该道具上后，道具效果将会增强。嚯，还是拥有成长性的道具。现在是能够抵挡统帅境以下的全力一击，如果效果增强后，说不定就能够抵挡传奇境的全力一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一枚戒指务必拿下。毕竟在之前的建构池中抽出过匠人的气息，苏木相信后面还能够抽到的。将天上的气息从架子上小心翼翼地取下，苏木又逛了几分钟，实在是没什么好东西了。最后苏木又拿了2样 A 级道具，一个是一把绿色的长剑，月龙门寂灭 A 级道具，加入了龙鳞所磨砺而成的长剑，对龙类生物造成效果增加 20%。 之前夏文轩送给苏木的青光影则没有特殊效果的存在，纯粹就是削铁如泥。而这把月龙门寂灭也是少见的拥有着特殊效果的长剑，说不定在以后遇上了龙类妖族生物有奇效。另一个则是 A 级的消耗型道具，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A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1% 的概率增加武器 20% 的攻击力，失败后有 10% 的概率损毁武器，使用后卷轴消失。架子上已经堆满了不少类似的卷轴，上面铺满了灰尘。很明显，基本没有什么人会选择这个道具作为奖励。1% 的成功率以及 10% 的失败损毁率，让苏木再次想起了前世中猪场和鹅场的各种道具强化。那装备炸了的时候可真是心碎啊。但好在苏木现在是有着气运掌控系统的挂逼，找个黄道吉日把气运值叠一叠，尽可能的增加成功的概率。到时候先去至宝斋买点其他的强化卷轴垫一垫先。在选择完3样 A 级奖励之后，苏木与顾莹莹会合。顾莹莹也是兴致缺缺的样子，这里面的道具和技能很难让她感兴趣。A 级道具和技能说没用吧都挺有用的，但说有用吧好像已经有了比它更牛逼的了。苏木觉得 S 级是一个门槛，不管是异能还是道具技能，进入 S 级之后基本都会有质的提升。距离20分钟没剩下几分钟，顾莹莹选了2张强化型的 buff 技能卡，最后一样东西则是跟着苏木一起选了一张命运的攻击力卷轴。明智的选择，这种概率型的道具最适合顾莹莹这名气运之女了。跟1楼的守阁老头打了声招呼后，两人离开藏宝阁。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天上的气息，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月龙门寂灭，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看脸面板，现在的气运值也是来到了202000点。接下来去哪儿？顾莹莹侧着头，一脸软萌地问道。她很喜欢这种每天跟在苏木屁股后面的感觉，哪怕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只要能待在一起，她就很开心。苏木略微思索了一下，3000万龙国币入账，那不得吃顿好的，有点饿了。走，我请你去全国连锁大饭店吃顿饭。3分钟后，苏木牵着顾莹莹走进了一家沙县小吃。不是鲍鱼燕窝吃不起，而是沙县小吃更有性价比。下班带一份拌面煎饺云吞汤回家，那还不是美滋滋？再搭配上麻酱，简直爽爆！
更别说有了3000万龙国币的苏木给了自己和顾莹莹各加了一根鸭腿，顶中顶了。看着大快朵颐的苏木，顾莹莹也是会心一笑。这个男人并没有因为有钱就开始追求奢靡的生活，苏木一直是那个苏木。一旁几名也在吃着沙县小吃的食客们瞥见了顾莹莹这如同洛神一般完美的笑容，都看呆了。可恶啊，带着这种女神来吃沙县小吃，好白菜被猪拱了呀！哟呵，这小子口气还挺大。什么过几天打算去妖域战场走一圈，看看能不能宰几个传奇境的妖族？你吹牛怎么不吹上天呢？你以为你是苏木呢？吃完饭后，两人继续手牵着手在大街上溜达。前2天在异能统考上还在疯狂地杀着妖兽，现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有一种不真实感。或许这就是所有异能者为之奋斗的未来吧。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心地在路上溜达，不用去考虑生与死的问题。又溜达了一会，两人也是来到了今天最后的目的地——异能建构中心。没错，又到了愉快的抽的时间了。这次异能统考第1名足足给了10次的建构机会，第2名的顾莹莹同样也获得了5次建构机会的奖励。嗨嗨，我先抽一次，你再去抽吧。顾莹莹正想自己进一间建构室，苏木拉住了她。顾莹莹转过了头，小小的脑袋上有个大大的问号。明明是可以同步进行，为什么还要分开抽呢？苏木看出了她的疑惑，但总不能跟她说同时抽的话，我不好意思借用你的气运吧。于是苏木说，我觉得你在我身边，我运气好一点。顾莹莹小脸一红，那好吧。在借用了顾莹莹10万点的气运之后，苏木面板上的气运值来到了30万零2000点。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熟悉的幸运转盘再次出现在了苏木的面前，巨大的指针开始迅速的转动。在转了数十圈后，指针开始慢了下来。苏木紧张地盯着转盘，手心甚至都开始出汗了，因为指针即将在4的区域中停下。第42章，你们这些游戏厂商是真商标符号的黑。芜湖起飞，4倍的幸运转盘。苏木就看着自己面板上的气运值开始暴涨，心里一阵激动。气运值1204000，这还是第一次气运值突破了100万。瞅了眼建构池，上面的概率也疯狂的暴涨。建构池 S 级奖励 12.0%，A 级奖励 87.89%，B 级奖励 0.1%，C 级奖励 0.01%，87.89%的 A 级奖励概率已经近乎于保底了。抽出 S 级奖励的概率也高达 12%， 看似并不高，但有人还记得最开始抽出 S 级奖励的概率吗？没错， 0.001%。 S 级道具和技能卡的强大不言而喻，能有 12% 的概率，苏木已经十分满足了。啧，这120万的气运值是真的香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下那么多的固定气运值。如果到1000万气运值的那天，是不是能保底出 S 级奖励？吸溜，苏木擦了擦口水，还没抽呢，就开始做白日梦了。可惜的是，建构池抽奖没有10连抽，不然10连抽再加上这高达120万的气运值，怎么样也能出一个大货吧。顾莹莹在一旁歪着脑袋，不理解地看着苏木脸上不断变化的表情。从白日梦中醒来，苏木轻咳一声，元神气，错了 ，S 级奖励你就给我出。闪烁着五彩斑斓光芒的原石从一旁的口子被投了进去。苏木和顾莹莹2个人同样的姿势，瞪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建构池。下一刻，金色的光芒开始流转。卧槽，金色传说 12% 的概率，它真的出了。很快，金色的光芒开始收束，凝聚在建构池的中央，形成了一张金色的卡片。仔细一看，上面好像刻画着类似于卷轴模样的物品。道具卡，还是卷轴类型的道具？这是什么垃圾啊？苏木一时间有些失望，今天这是跟卷轴杠上了。随即将金色卡片从建构池上取了下来。技能强化必成卷 S 级道具，可以强化 S 级及以下等级的技能，必定提升一段等阶。使用后，技能强化必成卷将会消失。卧槽！当看见这张卷轴的效果时，苏木惊呆了。对不起，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S 级强化必成卷，也就是说，使用这张必成卷能将 S 级的技能直接强化到 SS 级，这不比直接抽出一个 S 级的技能香？细数一下，目前自己拥有的 S 级技能有3个，分别是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东皇诀 S 级，刚刚好对应一个输出型技能，一个辅助型技能以及一个功法类技能。至于这张必成卷给哪个技能使用，可能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S 级的技能也能强化到 SS 级吗？顾莹莹轻掩小嘴，说不出的惊讶。哪怕她身为气运之女，有着100W的气运值，也没有见过 SS 级的技能道具，甚至听都没听过。
毕竟从概率面板就可以得知，建构池获得最高等级的奖励就是 S 级了。至于苏木目前拥有的2个 SS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异能御物都是通过特殊召唤获得的，不是很清楚，但光看道具卡上的介绍好像是这么个意思。苏木摇了摇头，毕竟还没有使用，万一 S 级强化后不是 SS 级，而是什么 S+1呢？游戏厂商打韭菜的本事是有一手的，没到最后都难说。你运气真好，顾莹莹羡慕道。苏木咧嘴一笑，伸手摸了摸顾莹莹的头，全是你的功劳。顾莹莹像小猫咪一样享受着苏木的摸头杀。姐，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的运气有多么恐怖，谁敢跟你比运气啊？至少目前为止，在夏文轩、顾天身上都没有看到那么高的气运值。抽完这一发，苏木的气运值都回归到贤者模式了，只剩下30.01000点了。刚硬没一会儿就软了，活脱脱就像步入中年的男性，力不从心。唉，人生的大起大落呀。好了，轮到你了。苏木让出了位置。哎，你不继续抽了吗？明明还有9次哎。不抽了不抽了，运气用完了。真不抽了吗？真不抽了。1分钟后，卧槽，粉色的光，怎么是 B 级的奖励？手剑，真的是手剑，明明说好不抽了，为什么还抽呢？真不抽了，真的不抽了。又过了1分钟，卧槽，还是尼玛的粉色的光。再次看见粉色的光芒时，苏木痛苦面具都戴上了。B 级奖励2连击，再抽是狗。再过了1分钟后，粉色光芒，哈哈哈，又见面了。苏木有点生无可恋，甚至想报警。30.01000的气运值，3%的 S 级奖励概率以及30%的 A 级奖励概率，那是一个不出啊。顾莹莹看着在原地痛苦扭曲的苏木，小小声的说道：“不然，我先抽。”最终，在经历了连续3次 B 级奖励的滑铁卢之后，终于不再是粉色光芒了。毕竟已经电了3发了，怎么也该出点东西了吧？虽然不是最好的金色，但也是可以接受的紫色了。匠人的气息 A 级道具能够修复受损道具。哦，苏木挑了挑眉，早上刚从藏宝阁里获得的 A 级道具，天上的气息正需要使用匠人的气息来强化，下午就直接从建构池里面抽出来了。真是麻雀吃了麦丽素，确实巧了。可以，这波不亏，一次性足足花了5次的建构次数，只能说抽奖是真的不能上头。不由得想起上一世玩一款叫做痒痒鼠手游时，6发648都没有出 SSR 的恐惧。好在后来为了拯救非酋韭菜们，猪场出了保底机制，于是这游戏变成了只有保底才能出 SSR。嘿，你们这些游戏厂商是真他妈的黑。第43章，欧皇滚出我的世界。其实除了上头之外，苏木也想尽快把这10次建构机会给抽光。如果按照合理利用所有资源来说，应该把握每天的幸运转盘次数，甚至可以当幸运转盘转到3或者4的倍数时再抽奖。但是等不及了啊！距离京都艺能大学开学还有不到2个月，苏木也早就做好了打算，想要去妖域战场外围走一圈。如果可以的话，进入妖域战场内观光一下也是可以的。妖域战场外围还只是一些先锋卫士境的妖兽，再强一点的则是统帅境的妖兽。而离开外围，继续深入后，可能遇见的就是妖族的强者了。在那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好好武装自己，提升自己才行。当初在觉醒仪式上击杀统帅境妖族时，获得了固定气运值1000点。前几天在异能统考中击杀传奇境妖族时，获得了固定气运值10000点。如果想要尽快的提升固定气运值，靠着抽 A 级、S 级奖励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去妖域战场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捡几个人头。今天先抽5次吧。苏木将2张道具卡都收进了空间戒指里，打算晚上回到家后再好好研究研究。顾莹莹点了点头，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原石。苏木将位置让了出来，准备看顾莹莹表演，顺便也从自己身上转移了10万点的气运值借给顾莹莹。此时顾莹莹身上的气运值已经高达恐怖的110万点，而顾莹莹接下来的操作也是让苏木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气运之女。5次建构次数，足足出了2发的 S 级奖励以及3发的 A 级奖励，看得苏木在一旁羡慕坏了，悠悠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抽出过粉色的光？”好像还真的没抽出来过。扎心了老铁，我就多余问这一嘴。顾莹莹笑得很甜美，嘴里还说着今天运气真不错，出了2发 S， 一定是你给我带来的好运之类的话。亚达亚达亚达，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欧皇滚出我的世界。而当仔细看顾莹莹抽到的这2个技能时，苏木心里只有无敌2字。异能损毁 S 级技能，攻击时将损毁敌人体内的异能。异能虚空 S 级技能，燃烧敌人体内的异能，剩余异能越少
伤害越高。异能损毁这个技能可以让他的攻击附带消蓝效果，将敌方的蓝量打空之后，再使用异能虚空这个技能，直接引爆对手体内的剩余异能，秒杀对手。气运之女竟如此恐怖如斯，直接建构出了组合型的技能。看来以后是要抱紧顾莹莹、白皙细腻的大腿了。而且这两个技能完美适配顾莹莹的 S 级异能空间跳跃。空间跳跃的优势性可以使他进行多段跳跃，从各个方向以及角度去攻击敌人，再搭配上他一直在走的刺客路线，一定会成长为最令妖族恐惧的刺客。如果真打起来，自己说不定都不是顾莹莹的对手。除了这两个吊炸天的 S 级技能外，剩下的3个 A 级技能和道具相比起来就相形失色了。一张增加速度 buff 的辅助型技能卡，2件装备类道具属于有一定提升，但中规中矩，不太惊艳的那种。在从异能建构中心出来后，两人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去了。在离开前，顾莹莹告诉苏木，之前托顾天购买的5次建构机会已经到账了，便宜岳父真不戳，一来一回，现在又有10次的建构机会了。苏木心想着，明天再单抽几发试试。虽然想在去妖域战场前尽可能的提升自己，但老是出一堆普通的 A 级、B 级奖励也帮不上太大的作用。明天还是不出货的话，还是老老实实每天等幸运转盘的冷却时间吧。欲速则不达，苏木感觉自己是有些着急了。我回来了。回到家中，苏木又没有看见苏父的身影。老豆最近这出门的有点勤了呀，难道在外面交小女友了？有最好，不然自己以后常年在外，没人在家陪伴老豆，他不是得老无聊了。苏木疑惑地挠了挠头，异能统考前明明还在家的，这异能统考都结束2天了，人却不见了。还想好好的跟苏父分享一下拿状元的喜悦，再跟他谈一谈自己打算去妖域战场的想法。妖域战场过于危险，得提前让老豆知道才行啊。思索了一下，苏木打算先回房间研究研究今天刚收获的技能强化必成卷和天上的气息，反正还有几天的时间，再说吧。京都玄妖司总部，夏文轩刚结束了一场会议，情绪有些烦躁。会议主要的讨论内容是关于申氏陈家一事。在秘密的抓获陈乐山后，夏文轩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其他几个之前在觉醒仪式上受袭的城市，暗访当地的陈家。由于他的空间传送技能依赖于一件 S 级道具，在24小时之内只能使用2次，哪怕他身为超凡境，赶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可惜的是，最后一无所获。到底是因为这是陈乐山一个人私通妖族的行为，还是有人泄露了风声？所以陈乐山一个人的行为真的能影响到那么多个城市的觉醒仪式吗？妖族又是如何越过结界潜入城市的呢？一堆问题如同拨不开的迷雾，困扰着夏文轩。呵呵，小夏，你不太行啊。就在这时，一道调侃的声音响起。夏文轩背后一凉，什么人？自己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他瞬间站了起来，朝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此时，一名胡子拉碴的邋遢男子正以葛优瘫的姿势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的酒瓶还剩个底，脸上写满了酒意和睡意。看见来人，夏文轩原本紧绷的心情瞬间松了口气。武圣大人，是您来了。第44章完整的周天星斗大阵。回到卧室之后，苏木将天上的气息、匠人的气息以及技能强化必成卷从空间戒指中拿了出来，分别摆在了桌面上。对于天上的气息经过强化后技能会变成什么样的，苏木很是期待。使用道具匠人的气息，随即匠人的气息便幻化成为一道紫色的光芒，融入了天上的气息那刻印着十字架的界面。光影交织在了一起，苏木能感受到戒指的气息在不断变强。经过几段闪烁，竟然有一丝金色的光芒从最深处放射而出。再过了几息，原本紫色的光芒已逐渐被耀眼的金色所取代，竟然直接强化成为了 S 级道具。苏木喜出望外，捡到宝了。没想到具有隐藏词条的道具还能有这种效果。一直到金色的光芒完全散去后，苏木才拿起戒指仔细端详起来。天上的气息 S 级道具使用后可在体表生成一道防护罩，能够抵挡1次致死伤害。天上最后的意志将会守护我。卧槽，抵挡1次致死伤害！苏木瞬间瞳孔地震。这道具的介绍仅仅是改变了几个字，它的效果却变得无比强大。抵挡1次统帅境以下的全力一击，以及抵挡1次致死伤害，这两者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只要苏木不要太浪，拥有着这件强大道具的苏木就死不了。这下子去妖域战场就更有把握了。同时，系统日志里也随之更新一条动态：恭喜宿主获得 S 级道具天上的气息，获得固定气运值1万点。A 级道具强化成 S 级道具，也能正常获得1万点气运值，这属于是意外之喜了。面板气运值也随之上涨到了21万1000点。了却了其中一桩事，
接下来就轮到了技能强化必成卷。如何使用这一张价值连城的 S 级卷轴，苏木一时间还拿不定主意。目前拥有的3个 S 级技能分别是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东皇诀 S 级。传承至龙吟剑的 S 级剑意、无我之境，其强大程度不言而喻。雷龙天翔、逐星阵、惊雷等等从剑意中衍生出来的剑招都十分强大，属于能够跨阶秒杀的神技。而绝技剑破乾坤就更不用说了，万道冲天起的剑气所凝聚而成的巨剑，一剑斩杀传奇境牛角妖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如果强化 S 级剑意、无我之境的话，苏木的攻击力还能更上一个台阶。神之瞳作为苏木最早获得的辅助型技能，也是具有着看穿一切的恐怖威能。不管是配合气运掌控系统，清楚了解建构池的概率，还是能够看穿敌人的动作和弱点，帮助了解对方的异能，让苏木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点很重要。而目前神之瞳的局限性在于只能看穿 A 级以及 A 级以下异能的信息。像顾莹莹这种觉醒了 S 级异能的强大异能者，神之瞳无法提供更多关于异能的有效信息。或许使用必成卷强化至 SS 级后能弥补这一劣势。最后则是十分重要的功法型技能东皇诀。如果说一般的修炼功法是手动挡，需要去修炼才能够吸收空气中的异能，那么东皇诀便是自动挡。修炼东皇诀后，不需要进入固定的冥想方式，在周天星斗大阵强大的运转之下，无时不刻都有异能被吸入体中。这就等于苏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强，睡觉也在变强。这一强大的效果，同时也是苏木能够频繁使用技能、异能却不枯竭的主要原因。然而，让苏木有些纳闷的是，明明自己的修炼速度已经如此之快了，为何快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一直停滞在卫士一星？带着这个疑问，他问过顾天。顾天表示，每个人体内能够储存的异能是不同的。当你从1星突破到2星，不是因为体内储存的异能总量到达了2星的标准，而是到达了你个人的瓶颈。当你突破了瓶颈，自然而然就会水到渠成的进入下一个境界了。对此，苏木表示感觉听了一通废话，好像听懂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听懂。瓶颈，每天吸收了那么多的异能进入体内，从来都没有感受到所谓瓶颈的存在。本来苏木还想让顾天像小说里一样探查一下自己体内异能的情况，但这名传奇境的便宜岳父表示，人体内的异能是非常神秘的存在，非超凡境以上无法去窥视其他人体内的异能奥秘。不过顾天还给苏木喂了颗定心丸，虽然你现在还停留在卫士一星境界，但通过观察你释放异能还有你的力量速度，我觉得目前的你甚至比一般的统帅一星还要强。所以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突破，稳扎稳打，厚积薄发。当你突破后，只会比别人更加强大。哦，这么说我就听懂了。就像以前玩网游的时候，等级高的人没有等级低的人属性好呗。我的蓝量多且法强高，能够释放的异能多且伤害更高。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苏木决定将技能强化必成卷使用到东皇诀上。为什么？问就是厚积薄发，只要打好了基础，加快境界提升的速度，战斗力不就也上去了吗？呼，苏木长舒了一口气，拿起必成卷攥在手心，强化技能东皇诀。手心的必成卷化成点点星光，洒落在苏木的身上。下一刻，苏木的眼眸之中倒映出了万里星空，体内的周天星斗大阵在疯狂运转，365颗星辰在同一瞬间爆发出了强烈的星辰光柱，冲天而起，最终分别汇聚在上下对称的2个点上，那是太阳星和太阴星。周天星斗大阵的阵眼，完整的周天星斗大阵被激活了。第45章卫士3星，夏文轩的奖励。如果有人在苏木身旁，就会发现，此时的他就如同一台开足马力无情的修炼机器，疯狂地掠夺着附近的异能，吸收的速度之快，竟然有一朵气旋在他的头顶上凝聚。空气中四散的异能粒子在强大的吸引力下，竟然有着实质化的趋势。苏木内视着自己体内的情况，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吸收的异能就像一场持续不断的大雨，滴入了苏木的异能海中。这雨比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还要大。略微估计，异能修炼的速度足足比之前快了3倍。不对，应该有5倍，甚至更多。不知道过了多久，苏木感觉体内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松动，随着一声清脆的破壳声，一股舒爽感油然而生。苏木不禁抖了个机灵，这就卫士2星了。当苏木从修炼状态醒过来时，天已经微微亮了。睁开双眼之时，浩瀚的星辰在苏木的双眸之中流转，几息之后才慢慢散去。如果夏文轩这名觉醒了 S 级异能星辰之力的异能者在苏木的身旁，一定会惊讶此时从苏木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星辰气息是那么纯粹。拿起手机一看，
已经来到了早上6点多。东皇诀强化之后，竟然足足修炼了12个小时，而苏木的境界也从卫士1星一举跨入了卫士3星，连升2星。这恐怖如斯的修炼速度不禁令人咂舌。要知道苏木在觉醒仪式之前还只是个先锋1星的小菜坤。打开系统面板一看，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卫士3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1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10% 天上的气息 S 级，青光影 A 级，跃龙门寂灭 A 级道具，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铁山靠 B 级，力量强化 D 级，全国第10套高中生入门体术 E 级，气运值24万1000。在东皇诀被强化到 SS 级后，又成功获得了3万点的固定气运值。除了当初觉醒了 SS 级异能获得了5万点固定气运值， SS 级的技能以及道具都是3万点。咕噜，苏木还在品一品自己面板的时候，肚子发出了进食的信号。也对，昨天晚上连晚饭都还没有吃呢。收拾了一下卧室，苏木推门而出，扫视了一圈，苏父还没有回来，困惑的挠了挠头。苏木开心的吃起了甜甜圈，管他呢，反正多大人了，总不能在外面饿死吧。甜甜圈真好吃。你突破到卫士3星了？绅士玄妖司总部执政官办公室内传出了顾天惊讶的声音。顾天正坐在办公椅上，手里拿着一本超凡教你如何打中单的书籍。苏木抖了抖眉，敷衍地回答了一句是的。在神之瞳的作用下，苏木发现了顾天手上的书本里另有玄机，都是些穿得清凉、慷慨且富有的小姐姐。对此，苏木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也要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或许是被苏木盯得有些尴尬，顾天轻咳一声，跟苏木、顾莹莹二人一起在茶桌上入座。你想好要去哪个补给点吗？顾天问道，开始给2位晚辈泡茶。补给点是进入妖族战场的前哨站。龙国与妖域战场边境线10分之长，这条边境线上大大小小的补给点加起来有数千个。想好了，去云深处补给点，明天就出发。顾天泡茶的手微微一顿。云深处补给点由于名字比较诗意，在众多补给点之中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与其名字完全不符的是，那里环境恶劣，稀奇古怪的妖兽很多。明天就出发。顾莹莹峨眉微蹙，话语中带着不舍的情绪。云深处是在云氏边境吧？听说那里的妖族喜欢嘎人腰子，这是什么奇特的癖好？那里有很多舔狗要给女神买苹果吗？热水冲入茶叶之中，茶汤的清香飘满了办公室。我与云深处补给点的主管过去有些联系，回头让他多照顾照顾你。只是万事小心为主，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你是懂的。懂，活着才有输出吗？这里又不像打游戏，死了还能当泉水指挥官。妖域战场外围都设立有异能波动检测台，如果有传奇境强者出现，便会响起警报。但这些东西或许不一定好用，有什么突发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妖族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继续成长下去。顾天轻轻叹了口气。苏木能感觉到顾天心中的焦虑。觉醒仪式再加上异能统考，连续2次妖族的袭击，人族高层却没有任何的表态，放谁不急啊？对了，夏总长在我这寄放了点东西，他说是那天答应要补偿给你的。顾天抬手一挥，3张紫色的卡片出现在了桌上。嗨，就跟夏叔开玩笑，他还当真了。苏木呵呵一笑，看着顾天做事要将卡片收回，赶紧往前一扑，都抓在了手上。银鳞软甲 A 级道具，刀枪不入，强大的防御装备，注入异能后将自动贴合使用者体型，并按照使用者等阶提升防御能力。由美杜莎身上所取下的鳞片制成，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乾坤锦囊 A 级道具，内有乾坤世界，能够自由存取各种物品，具有保鲜功能，杀人越货居家常备物品。无光之盾 A 级技能，创造一个能够吸收伤害的护盾，当吸收伤害超过护盾吸收上限后，将会进行引爆。看完3张 A 级卡片的介绍后，苏木眼睛一亮。很明显，夏文轩是用心了，担心苏木在妖域战场上出事，给的都是 A 级卡片中的珍稀产物。特别是无光之盾这个技能，苏木觉得应该称为 S 级。第46章，条件特殊的特殊召唤。顾莹莹在一旁扯了扯顾天的衣角，向顾天使了使眼神，意思十分明确，苏木都要去妖域战场了，你一个传奇境强者就没点表示吗？可恶啊！虽然顾天很想反问一句，你眼睛痒你挠啊，但终究小棉袄是会漏风的。顾天轻轻咳嗽一声，
将苏木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一件披风状的道具。这件微光披风跟了我很多年了，也救了我好几次命，你拿去用吧。顾天满是茧子的粗糙手掌轻抚着披风说道，估计是想起了以前在战场上征战的日子。微光披风 A 级道具，附带技能微光，使用后可使自身进入隐身状态，并获得一个能量护盾，持续时间10秒。一件幻术大师失窃的披风。卧槽，隐身道具，便宜岳父这是下血本了呀。看完这件道具的介绍后，苏木也清楚顾天刚才一个字的牛逼都没有吹。有这一件斗篷在，生存概率瞬间暴涨。以你目前的境界使用，进入隐身状态后，万古镜以下应该是发现不了你的气息。但要注意的是，隐身不等于无敌，千万要谨慎，有不少强者都拥有着反隐的技能和道具。顾天叮嘱了2句，苏木也是郑重地接过微光披风。谢谢顾叔。接下来3人继续喝茶聊天，在交谈之中，苏木也是了解了许多网上搜索不到的关于补给点的知识。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银鳞软甲，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乾坤锦囊，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技能无光之盾，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微光披风，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新入手的4件 A 级道具和技能，又让苏木的固定气运值有了较大的提升。现在常态的气运值已经来到了253000点，看起来可能轻轻松松就有12000点的气运值入账。但要清楚，每一张 A 级卡片最少都是几千万起步。像夏文轩和顾天赠予苏木的 A 级道具和技能，这种属于珍稀的 A 级道具，其价值每一件都不低于一个小目标。从便宜岳父那离开之后，苏木2人又溜达到了异能建构中心。算上刚才顾天给的5颗原石，现在苏木一共还剩10颗，再加上今天的幸运转盘次数都还没有使用呢，怎么也不能浪费。按照惯例，将异能建构中心的每一间建构室都先逛一遍，看看有没有触发了特殊召唤的建构池。几分钟后，苏木看着眼前的建构池哭笑不得。特殊召唤在建构池面前接吻超过10秒将触发特殊召唤。不是，拜一拜，次数什么的触发特殊召唤就算了，连接吻也能触发特殊召唤了吗？你这建构池不太正经啊，竟然还有这种奇怪的癖好。心里略微纠结了一下，苏木凑过去顾莹莹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小手都牵了，拨个嘴不过分吧？当然，这是苏木心中的想法，凑过去肯定不能这么说啊。清楚了苏木的意图后，顾莹莹牌蒸汽机再次上线了。这一次的蒸汽机动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充足，她精致白皙的脸蛋在一瞬间变得通红，脑壳上开始噗噗噗往外冒烟。这冒烟的速度，装火车上估计都绰绰有余了。那好吧，你轻点，我没经验。顾莹莹无数次想象过2人接吻的浪漫场景，但没想到是在这里。上一次被苏木在外面 A 了几秒钟，但还细细感受那是什么感觉。苏木此时的表情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搞得跟谁有经验似的。我也是纯情小丑男啊，上一世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拉过。2人的脸蛋越贴越近，顾莹莹的睫毛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苏木看着她脸上细致可爱的绒毛，嗅着她身上散发的淡淡清香，2人的呼吸开始变得灼热。当2人的唇瓣贴合在一起的时候，顾莹莹的身体情不自禁的微微一颤。虽然特殊召唤要求的是10秒钟，但2人却情不自禁忘了时间。良久，唇分。顾莹莹娇羞的睁开了双眼，眼眸中清纯夹杂着妩媚的味道。谢谢。此情此景，苏木不知道说点什么，只能说声谢谢了。别笑，还是那句话，我也没有经验啊。不用谢。顾莹莹也是很有礼貌的回应道。室内的气氛突然间又有点尴尬起来了，2人的关系有了巨大的突破，该不该给建构池也磕一个呢？如果建构池会说话，肯定也会评论，磕死我了。呼，长舒口气，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情绪，苏木将注意力放回建构池上。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指针最后停留在了3的地盘里，算上从顾莹莹身上借用的10万点气运值，苏木的气运值再次破100万。气运值1056000，这是一波牺牲了色相的特殊召唤，不出点好东西，对不起我啊！原石启动，七彩的光芒瞬间将建构池笼罩。顾莹莹瞪大了双眼，这一幕有点似曾相识。当初苏木觉醒异能的时候，好像也是这种颜色的光芒。几息过后，在苏木激动的注视下，七彩的光芒开始收敛，汇聚成了一张彩虹色的卡片。这彩虹色！顾莹莹惊呼而出，她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卡片。青青还有这种功能？王之财宝 SS 级道具，这是一把能够连接黄金之都的钥匙，使用后可开启王之财宝，
里面有着数不尽的强大武器。金闪闪睡了一觉后发现钥匙找不到了，卧槽！王之财宝！金闪闪吉尔加美什的宝具。苏木表示大受震撼。在觉醒异能御物之初，苏木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不断收集各种强大的武器，并存放在某个特殊空间之中，当需要使用的时候再一股脑的扔出来，这才应该是御物应该有的模样。而王之财宝就是这么一件与自身的御物异能相信十分符合的无敌道具。乖乖，建构池竟然还能抽出 SS 级的道具。顾莹莹表示这还是头一次见，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苏木捧起顾莹莹娇嫩的脸蛋，再次啵了一口。莹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顾莹莹这样随时能让苏木薅的气运之女了。第47章，师姐，乐又晴。呼，飞艇划破云市的上空，苏木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这座位于边境的云市。刚才在飞艇上的时候，苏木曾好好观察了一下这座边境城市。从高空俯瞰，这座城市满目疮痍，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令人触目惊心。相比之下，内陆的城市显得宁静安逸，舒服了许多。还曾记得书上介绍过，云市在天灾入侵之前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令人惋惜的是，那些美丽的自然景观大多都在与妖族的战斗之中被摧毁了，如今却只能通过照片来回忆他们以前的模样。不得不说，此行的飞艇上座无虚席，每天都有许多异能者前往各个边境城市，进入妖域战场狩猎妖兽，采集珍稀草药。强大妖兽的皮、毛、骨、血等等等等，都是异能者修炼路途上不可或缺的东西。有专职的生活类、辅助类异能者能将这些材料制作成道具、药剂，而异能者想要变强，自然少不了为钱奔波。边境城市的异能者都是在刀口舔血的人。刚出接机大厅，苏木远远的就看见有一人在朝他招手，手上还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2个大字：苏木。竟然还有接机服务，看来云深处的管理者跟便宜岳父还是挺熟的呀。苏木，这里。来接机的是一名扎着马尾辫的少女，从她活蹦乱跳的身姿来看，就是一名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女生。两人礼貌地握了握手。你好，我是苏木。我是乐又晴。他握住苏木的手，在疯狂上下甩动，双眼放光。天哪，你的照片已经够帅了，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上的样子还要帅。你知道吗？当我听说你在川城守卫战幻境副本里刷了10多万分的时候，我超惊讶的。我们当时刷这个副本的时候，都没听说有人成功通关。一见面，他就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嘴里的话说个不停。苏木心中默默给他贴上了一个社牛的标签。在刚刚握手的一瞬间，苏木就知道眼前的少女并非等闲之辈。不同于一般女生细腻的双手，她的双手较厚，指骨较大，有着常年锻炼才有的老茧。再看她的双腿，强劲的大腿肌肉给人一种很特别的视觉冲击力，在那之下一定隐藏着非常强悍的爆发力和速度。不愧是云深处的人。两人坐进了一辆比乐又晴还高好几个头的越野车中，他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越野车开得飞快，一路上还不断传出银铃般的笑声。苏木甚至怀疑只有1.6米多的乐又晴能不能看清前方的路。你是报的京大吧？如果你指的中关村异能大学的话，那就是的。哈哈，你还挺幽默的，这么早就知道京大的梗了。在社牛乐又晴的带领下，苏木也逐渐放开了，毕竟苏木本来就不是什么太内向的人。在交谈中，苏木也了解到了乐又晴是京大大3在读生，是自己的师姐。至于为什么来云深处，则是因为京大学生每年的值守任务，每次值守的任务是3个月，能够获得100学分。唉，没办法，如果没有攒够200分学分，还得留级。乐又晴嘟了个小嘴，还挺可爱。在车上这种密闭空间里，苏木也是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仔细打量了一下乐又晴，她因为常年锻炼的缘故，身材非常匀称，肌肉线条清晰好看，遮不住肚脐眼的7分白色短袖下是她精致的马甲线。从副驾驶的角度看过去，安全带勾勒出她胸前的饱满轮廓，诱人的曲线令人浮想联翩。好评，给你个赞。虽然不如顾莹莹的平易近人，但估计也有 C 的规模。估计的哦，我没有什么经验，我瞎说的。此情此景，苏木将头别向窗外，假装忙忙碌碌寻宝藏。专心开车的乐又晴似乎没有注意到苏木的眼神，继续说道：你是不知道200学分有多难攒，平时总得换点修炼材料吧，要买技能印记，强化道具吧，哪样不要学分？辛辛苦苦值守3个月就给100点，不吃不喝值守半年才能攒下200点，平时还得加班去妖域战场狩猎妖兽来换学分。啊，似乎是说到了扎心的地方，他精致的鼻子一抽一抽的。对了，你是广省的状元吧？当时学校给你开了什么条件啊？能进入京大的学生都是各个省市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自然也就有各个学校的老师争先恐后的抢人，乐又晴也不例外。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每年奖励3000万龙国币奖金，3张 A 级道具技能任选卡，还有1000点的学分。越野车在大马路上进行了一个急刹车，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轮胎印。什么？4小时后，越野车驶入了一座庞大的补给基地云深处。这座补给基地宛如一座巨大的圆形堡垒，金刚制成的铁马重重环绕，仅留南北2个出入口供异能者出入。初见之时，给苏木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震撼。不仅如此，穿梭于云深处的异能者人数比苏木预想之中要多得多。略微感知了一下，大部分的异能者都处于卫士境界，大概1/4的异能者踏入了统帅境。没有一点东西的人是不敢来到妖域战场的。小乐回来了。哟，这是接你的小男友去了？可以啊，小乐，你男朋友长得真帅。一路上，形形色色的异能者都朝着乐又晴打着招呼。看来他活泼外向的性格确实深得大家的喜欢。角落之中有2双阴翳的眼神盯着苏木和乐又晴。进入补给基地主楼，内部的装修犹如星级酒店般豪华。之前网络上曾有人抨击补给基地的装修过于奢侈，认为这是对资源的浪费，毕竟这里随时可能遭受兽潮的袭击。然而一线的异能者们对此进行了反驳：你一个内陆的官老爷懂个屁，环境差，住得不舒服，谁愿意去妖域战场卖命？边境没有我们在抵御兽潮，你们还能在办公室里坐着泡茶？确实，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天底下哪来那么好的事？白批啊！师弟，你在这边稍坐片刻，我去通知景主管。乐又晴向苏木摆了摆手，随即转身向楼上走去。苏木点了点头示意，随意找了个沙发坐下。此时大厅之中还有不少在休息的异能者，他们大多都好奇地向着苏木这边张望。不单单是因为苏木是乐又晴带进来的，更吸引他们目光的原因是苏木太年轻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异能者之间同样存在着争斗。如果苏木是一头容易欺负的羔羊，那么他们不建议在苏木身上薅点羊毛。这是哪家的公子哥？不认识，但这个年纪就有卫士3星的境界，还算不错。呵呵，看境界有个屁用，不懂得战斗技巧，还不是被我按在地上随便打。他们正小声议论着，大门被一把推开，走进来的是一名体型高大的壮汉，一身恐怖的肌肉将衣服撑得十分紧绷。每当他向前迈步，都能感觉地板在轻轻震颤。在他一旁的是一名贼眉鼠眼的矮子，嘴角总是带着一丝奸笑，是王家的狐假虎威兄弟。那小子完了。来者似乎在云深处补给基地有着不小的名声，当然是不好的那方面。而这2人的目标似乎正是自己。这是什么烂俗的小说情节？苏木在心中吐槽道。肌肉壮汉站在苏木面前，虎背熊腰的体格将光线全部遮挡。光暗交错之下，苏木就像一头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懒羊羊。小子，知道我是谁吗？他大声嚷嚷着。如果没记错的话，刚才那群人好像叫他们2个王家的狐假虎威2兄弟。这人长得那么大只，王小虎第一次成为小说里被欺软怕硬恶势力欺负的主角，苏木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肌肉猛男咧嘴一笑，眼里尽是阴险。你答错了，我叫王小胡，所以你要接受惩罚。苏木一时间，苏木突然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起，而一旁围观的群众的脸上也写满了我早就知道几个字：王家的狐假虎威2兄弟。云深处人称丢人现眼2人组。第48章，在补给基地的初次立威。肌肉猛男王小虎眼神冷冽，闪烁着寒光。身前的小羔羊一点反抗的动作都没有，看来是个容易欺负的主。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我就不客气了。粗壮的手臂向前一伸，紧紧地抓住了苏木的领口，低头弯腰靠近苏木，用着只有2人能够听清的音量，恶狠狠地威胁道：小子，离乐又晴远点，否则把你扔出云深处喂妖兽。下一刻，他的4肢肌肉膨胀，裸露在外的皮肤长出了黄黑相间的毛发，就连嘴里竟然也长出了几颗尖锐的獠牙。伴随着呼吸，鼻孔中喷出一丝火花。这是 B 级变身系异能赤焰咆哮虎。狐假虎威2兄弟，结果肌肉猛男叫王小胡，觉醒的异能是 B 级的赤焰咆哮虎。你哥这脑筋急转弯呢？周围观战的吃瓜群众看着这一幕，纷纷笑了起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习以为常。异能者之间拳头硬就是最大的道理。苏木余光扫过众人，他们的表情都看在了眼里，随即轻叹一声：不是，你们这些人就不能有点逼数吗？我不靠近乐又晴，他就能看上你了。说着，苏木抬起右手，一面镜子就被抓在了手上。不远处的女异能者愣在原地，我的镜子，刚才还拿在手上的，什么时候不见了？
控物系异能，还是精神系异能？众人心中开始对苏木的实力进行评估。如果是前者，那就是个空有一身境界的废物异能者；但如果是后者，精神系异能者可不好对付。来，你瞅瞅，你瞅瞅，看你长得啥样？满脸横肉，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最重要的还商标符号英年早秃。母猪见了你都得夹紧屁股，赶紧跑路。苏木将镜子举到王小胡面前，镜子中倒映出了王小胡的面容。这一操作把周围的人都看傻了，你怎么敢的呀？在吃瓜群众们的视野里，王小胡捏紧苏木领口的巨大拳头已经开始在颤抖。很显然，苏木成功把这头猛虎给激怒了。身为 B 级变身系异能者，王小胡在近战肉搏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估计苏木在下一刻就要被撕碎了。众人屏息凝视，只不过预想中的画面却一直没有上演，事情并未按照预期发展。众人开始议论：王小胡这是气傻了吗？怎么还不动手？你看他的手还一直在抖，破防了估计。与此同时，站在王小胡身后的王小虎突然感觉不太对劲，弟弟王小胡后背的短袖已经被汗水打湿。你，他向前跨出一步，向着苏木大喊。只不过随着苏木冷漠的眼神向他扫来，只蹦出了一个字，后面的话到了嘴边却怎样都说不出来了。此时一股凛冽的滔天剑意将他笼罩，身为 B 级变身系三尾狐的异能者拥有的强大感知能力告诉他，危险！如果再说一个字，可能就会死。原来弟弟王小胡并不是因为气到浑身颤抖，而是正直面着这恐怖的剑意。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王小虎这一通莫名其妙的操作，也终于是令吃瓜群众们反应过来了。这两个人似乎在害怕。刚才他叫了又请什么来着？师姐。对，那这么说他也是金大的高材生了。金大高材生，狐假虎威两兄弟，这是踢到铁板了呀。那也不至于啊，王小胡可是有着统帅3星的实力，又怎会惧怕他一个卫士3星的小孩？苏木将王小胡拽住自己领口的手拿开，抻了抻有些褶皱的领口。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准人类释放剑意，无我之境的凌冽剑意，还挺好使的，效果拔群。莫意思，这种装逼打脸的烂俗情节装完了，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苏木对着两人摆了摆手，滚吧！笼罩着两人的凌厉剑意瞬间消散。呼哈，呼哈！王小胡和王小虎喘着粗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们重重地咽了口水，心中震惊不已。就在这时，从电梯处传来了一道冷冽熟悉的声音：王小虎，王小胡，苏木让你们滚，你们还不快滚！是云深处补给基地的主管景胜。景主管，景主管！众人纷纷打着招呼。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的景胜也是漫步而来，乐又晴跟随在他的一侧，还笑眯眯地跟苏木挥了挥手。狐假虎威两兄弟也是脸色一变，灰溜溜地跑进了人群之中。景胜穿过人群，径直走到了苏木跟前，伸出右手与苏木握手。苏木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深处的主管景胜。景主管你好，我是苏木。苏木也是颔首点头。补给基地的传奇强者确实气度不凡。随即景胜转过身，向着大厅中的异能者们说道：给各位介绍一下新加入云深处的伙伴苏木，今年异能统考广省的状元，也是全国状元。想要惹他，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传奇境的实力吧。听到景胜的介绍，吃瓜群众们也是瞪大了双眼，十分吃惊。刚才听到苏木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点耳熟，这就是那位带领绅士学生通关穿城守卫战，然后怒斩传奇境妖族的天才，长得真帅啊！有一部分单身的女性异能者们此时双眼放光，双腿不禁开始摩擦起来。优质资源啊，长得又帅，实力又强，只要爬上他的床，不就什么都有了？不仅那几个单身女异能者们这么想，有些已经有了伴侣的熟妇们也是心思大动，要不要考虑送给对象一顶绿帽子当做礼物？第49章，出境妖域战场，中资园区，请坐。云深处补给基地主管办公室内，景主管，人我可是安全的给你带回来啊。说好的2头统帅境妖兽的资源，概不赊账。一进办公室，乐又晴就向景胜伸出了右手，一副给钱的样子。师姐，这我就得抗议2句了。谁说你把我安全带回来了？苏木举起手抗议了2句。这么利用你的小师弟真好吗？如果不是我有那2下，已经被那只臭老虎丢出去了。自己的小心思被苏木点了出来，乐又晴难得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了2声。那只臭老虎太烦人了，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我这不是相信小师弟你的实力吗？全国状元，怒斩传奇，人族未来的希望。苏木翻了个白眼，得，这高帽戴的我还怎么接话？
景胜在一旁微笑的看着两个后辈聊天，还挺有意思。放心吧，两头统帅境妖兽的资源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上了。紧接着他又转向了苏木。顾天跟我是同一期的同学，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你在云深处一切的需求都可以尽管向我提，不管是看在顾天的面子上，还是看在你全国状元的名号上，我都会尽可能的满足你。听到景胜的话，苏木点了点，向他拱手致谢。那我就先谢过景叔了。没想到便宜岳父跟景主管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来，先把这些东西收好。景胜大手一挥，桌面上出现了几样东西。这个是你在补给基地注册的通行证，凭着这个通行证，你可以在全国每一个补给基地自由出入。你可以将龙国币存入这张通行证中，在补给基地中，你可以通过直接划扣通行证来购买资源。苏木拿起来一看，通行证上面有着自己的头像以及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境界，比如学校。当然，如果提升了境界，是可以到补给基地随时更新资料的。这个是你的房间钥匙，等下让右晴带你去熟悉一下云深处的各项设施。还有这个云深处补给基地方圆50公里的地图，每周会更新一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想要去的地方。当然了，虽然你实力不俗，但我还是建议刚开始你先熟悉妖域战场，最好不要一个人行动，不要离开超过50公里的范围。最后剩下的这个异能者手环是一个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手环，有效距离50公里。当然，你的位置是不会轻易暴露的，只有当你遇到危险，使用手环发出求救信息时，你的位置才会被其他异能者知悉。在介绍完几样东西之后，景胜又陆续讲了一些在补给基地的常识。苏木也是很认真的听讲，没有漏过任何一个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规则，当你无视规则、轻视规则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刻被自己的骄傲自满所反噬。而妖域战场中，敌人不仅仅只有妖兽和妖族，还有可能是你身边刚刚还在一起奋战的伙伴。为了一点私利而杀人夺宝的事情在这里十分常见，所有人都只会以为你死在了妖兽妖族的手中。离开主管办公室后，乐又晴带着苏木在整座云深处补给基地转了一圈，这也再次刷新了苏木的认知。补给基地的设施一应俱全，异能者们进行补给和贩售材料的商铺，还有各项娱乐设施，甚至连不可描述的场所都有。懂得都懂，毕竟大多数的男人只与赌毒不共戴天。没办法，去一趟云市实在是太久了。对此，乐又晴也是红着脸发表了自己的感想。那种地方你可不能去啊，那些女人都会吃人。吃人应该不至于，就是比较喜欢吃鸡。我最强王者，一起 P 成钢枪吗？翌日，由于苏木早在申市就采购了大量的药剂和物资，存放在乾坤锦囊内，只是稍微逛了一下基地内的商铺，补充了一些之前所欠缺的东西，便一个人离开了云深处。景胜昨天的忠告苏木肯定是铭记于心的，此次出行只是试试水、探路，并不会离开补给基地太远。行走在妖域战场之中，苏木见识到了更多的城市废墟、破旧倒塌的高楼大厦，各种满是伤痕的商铺牌匾，等等，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只是一路上苏木并没有见到太多的妖兽，距离补给基地较近地方几乎都早就被异能者们搜刮干净。在当初天灾入侵之时，从缝隙之中泄露过来的大量的恐怖气息，在缝隙关闭之后，原本留下来的妖族在占领的人类土地上开始生存。蓝星为了保护自己，从大地之中开始渗出了大量的灵气。蓝星上的动物们在恐怖的气息以及灵气的共同滋养下开始进化，逐渐成长为具有异能的妖兽。所以妖兽并不是等同于妖族的存在，对于妖族来说，妖兽一样是被狩猎的存在，妖族的城市也一样会受到妖兽的侵扰。只能说妖兽的繁衍速度实在太快了，不仅快，各种妖兽在经过乱七八糟的配对之后，还会诞生出许多从未见过的新品种妖兽。最后苏木在仔细查看地图后，还是决定前往地图上标注的离补给点最近的一个中资源区。中资源区有着数量不少的妖兽，但境界都不会太高，一般以卫士境为主，附带少量的统帅境妖兽首领。以苏木目前的实力，用来试水最合适不过了。在做好决定后，苏木也是加快了脚步，迅速前往。到了，苏木轻舒了一口气。一路上倒是减少了不少3、5成群的异能者们，他们对于苏木一个人独自行动的行为也是投来了异样和好奇的眼光。在踏入中资源区的那一刻起，苏木就开始可以感知到成群结队的妖兽群存在，一声声低吼声在四面八方的废墟之中传出，角落里猩红的双眼盯着这名侵入他们领地的外来者。第50章，固定气运值的快速上分技巧。妖兽的嗅觉灵敏，领地意识很强。当苏木走进他们的地盘后，就开始3、5成群结伴行，向着他靠近。右手轻轻一挥 ，A 级道具青光影已经悬浮在了苏木的身旁。去！在控制之下，青光影在空中划过一道寒芒，树枝隐藏在废墟之中，准备向他袭来的妖兽已经伸手一触。恭喜宿主，
成功击杀卫士境妖兽，获得固定气运值5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先锋境妖兽，获得固定气运值5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卫士境妖兽，获得固定气运值50点。看见系统日志里开始不断刷新的最新提醒，苏木双眼放光。先锋和卫士境的妖兽竟然也能提供固定气运值，看来之前在幻境副本之中斩杀了那么多的妖兽，却没有获得固定气运值的原因是那些并不是真正的妖兽。那这就好办了。妖兽狰狞的面容在苏木的眼里一下子变得可爱了起来。为了更高的刷分效率，把月龙门、寂灭也召唤了出来。苏木矫健的身姿在废墟之中穿梭，2把寒芒毕露的 A 级长剑在他的身边不断游走徘徊。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杀戮机器，疯狂地收割着妖兽的生命，而这些妖兽的生命也统统化作苏木不断上涨的固定气运值。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愈加浓重，异样的动静也开始吸引来自园区中其他妖兽的注意力。嗷呜！吼！一声低沉的狼嚎声从不远处的转角后传来。几息过后，数十只狼形妖兽出现在了苏木的视野当中。放眼望去，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向着苏木包围而来，有点眼熟，看起来像是在幻境副本之中遇到过的风狼。腥臭的口水味从最前方缓步爬行的风狼身上传出，它的体型比其他风狼还要大上几圈，利爪也更加锋利。狰狞的狼头上有着一撮青色的狼毛，这是进化为风狼王的象征。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最少也已经踏入了统帅3星的境界。再观察其余数十只风狼，也都有着卫士1星至卫士5星的实力。中资园区竟然就有这么强大的妖兽群存在，哪怕是一支3、4人的统帅境异能者小队，遇上这么一群风狼，都要吃上不少的苦头。可惜，这些风狼都即将化为苏木的气运值。数分钟后，数十只风狼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这场战斗连遭遇战都称不上，完全就是苏木的单方面的屠杀。风狼王庞大的身躯上有着数道锋利的剑痕，最致命的是一道贯穿了他腹部的伤口，还莫等他多喘2口气，便一命呜呼了。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妖兽，获得固定气运值500点。统帅境的妖兽只能贡献500点的气运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击杀统帅境的妖族获得了1000点的固定气运值。看来击杀妖族能够获得的气运值是妖兽的2倍之多。苏木将风狼王狼头整个砍下，并将他头顶上的那一小撮青毛取下。狼头可以再不积点完成狩猎任务，获取龙国币。而青色狼毛不仅是风狼王的象征，还是汇集了他全身风属性异能的精华所在。部分风属性异能道具的制作当中需要用它作为材料，具有挺高的回收价值。将战场打扫干净之后，苏木的脚步又迅速的迈开，在废墟之中继续屠杀着妖兽。5天后，奇怪，这2天去森罗谷怎么都见不着几只妖兽。对啊，我也在纳闷呢，难道被哪位高手清理了？不可能吧，没记错的话，那边还栖息着几只统帅境妖兽所率领的兽群。对，上次我们小队就碰见了，那只风狼王足足有统帅4星的实力，我们差点就死在那里了。云深处补给基地大门口处，几位异能者正在聊天，他们都是刚从距离补给基地最近的中资园区森罗谷回来的异能者。他们径直走向了补给基地大厅，一同向基地的工作人员汇报情况。小雪，我们要汇报个情况，森罗谷这2天估计是被哪位强者清理干净了，一头妖兽都见不着。工作人员小雪摆出了职业性的微笑，向他们点了点头回应道：谢谢。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组异能者都向基地反映了这个情况，现在森罗谷已经从中资园区被调整为低资源区了。几人咂舌，直接将中资园区打成低资源区，这是什么时候来的强者？太恐怖了呀！就在大家议论之时，大厅的大门被推开了，是苏木。这几天常年待在云深处补给基地的异能者们都了解到有一名新人到来。这名新人在来的第1天就把狐假虎威2兄弟给揍了，虽然只有卫士3星境界，但真实的实力不容小觑。看着苏木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众人心中推测他是刚从基地外回来，这一下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都想看看这名新人第1次出行都有什么收获。苏先生，你好。比起刚才职业性的假笑，此时的小雪笑得十分甜美。在苏木即将走到柜台前，他还慌张地整理了一下刘海。实力强大，英俊潇洒，最重要的还是有人脉，这种年下小弟弟谁不爱呢？你好呀，小姐姐。苏木也是回以微笑，这一笑直接击中了小雪那颗花痴的心。我是提交狩猎任务以及回收材料的，麻烦你帮忙清点一下。说罢，他抬手一挥，数千斤的材料就落在了一旁的点货台上。这，小雪的笑容瞬间凝固，竟然有这么多！其他异能者在旁边张望着，也大惊失色道：卧槽，那是风狼王的头，还有灵岩豹的爪子，
这好像森罗谷那只铁背苍熊，整只都给搬过来了。这小子是把整个森罗谷的妖兽都杀光了吗？第51章3350万龙国币。这波血赚！我想起来了，5天前我在从森罗谷回来的路上，好像遇到过苏木。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想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思考，为什么就他一个人？众人议论纷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可是一整个中资源区啊，里面有着数千只先锋、卫士境界的妖兽，还有着数十头统帅境的妖兽头目。就算是一支由统帅境强者所组成的5人小队，也不可能在5天内肃清一整个中资源区。哪怕小雪在补给基地工作多年，也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场面。10几头的统帅境妖兽尸体就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除了像蜂王王之类的妖兽尸体保存不够完好外，其他许多统帅境的妖兽尸体都保存得十分完整。从一剑封喉的伤口处看，全都是一击毙命。眼前的这名少年，其真实的战力水平已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苏木带回来的这几千斤妖兽材料，一半以上都是统帅境的妖兽。妖兽尸体堆积成山，要知道踏入统帅境界的妖兽一般体型都不会太小。至于其他先锋境、卫士境的妖兽材料则较少。虽说这些材料也具备一定的价值，但一是收拾材料浪费时间，二是数量太多，乾坤锦囊也装不下啊。苏先生，麻烦您稍等片刻，我们马上为您清点。毕竟是补给基地的工作人员，职业素养过硬，小雪没多久就从震惊中醒了过来。她招呼了其他几名工作人员过来一起清点，清点完毕之后还要进行第2轮的复盘。终于在15分钟过去之后，小雪也是拿着2份清单来到了苏木面前。苏先生您好，具体清单请您过目。苏木接过清单，认真的看了起来，倒不是担心补给基地坑他，而是想记下哪些妖兽材料更值钱，以便今后多收集一些。这一趟回来可是舍弃了不少材料，都是钱啊。第1份是狩猎任务清单，狩猎统帅4星铁背苍熊 X1， 奖励狩猎点400点；狩猎统帅4星蜂王王 X1， 奖励狩猎点400点；狩猎统帅3星灵岩豹 X1， 奖励狩猎点300点。狩猎点是官方为了鼓励异能者在妖域战场积极狩猎妖兽而设立的额外奖励，就类似于传统网游中的悬赏任务。每狩猎一只统帅境以上的妖兽，便能获得对应的狩猎点奖励。记住，这是额外的，也就代表着妖兽的尸体同样能够自己处理贩卖。清单上一共列清了13头统帅境妖兽的尸体，其中统帅4星妖兽尸体2头，统帅3星妖兽尸体3头，统帅2星妖兽尸体5头，统帅1星妖兽尸体3头，一共3000点狩猎点。而1点狩猎点兑换成龙国币的话，大概是1比5000，3000点狩猎点就是足足1500万龙国币。第2份则是材料清单，完整的统帅4星铁背苍熊尸体 X1， 回收价格180万龙国币；残破的统帅4星蜂王王头颅 X1， 回收价格10万龙国币；蜂王王的青色狼嚎 X1， 回收价格80万龙国币。第2份清单列的项目就多得多了，一共的价格是1850万龙国币。看着2份清单上的数字，纵使是苏木也有点被吓到了。也就是说，自己在妖域战场的中资源区逛了5天，就获得了高达3350万龙国币的收益。而且要知道，除了狩猎点外，那1850万还是回收的价格。倒一手拿到内陆城市去贩卖，至少还有20%至30%的利润。怪不得那么多异能者不顾生命危险往妖域战场跑呢。风浪越大鱼越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3350万龙国币多吗？实际上3350万龙国币的购买力也仅仅只是普通的 A 级技能道具的价格罢了。异能者想要在修炼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多。俗话说得好，妖域赚钱妖域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正是所有异能者的真实写照。吃喝住宿不用钱，买补给不用钱，疗伤不用钱，买道具技能不用钱。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异能者辛辛苦苦在妖域战场拼杀多年，还穷了一批的原因。在钱到账后，苏木也是离开了基地大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出去5天，也是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行了。回到房间，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苏木躺在床上，打开了系统面板，开始查看起来。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卫士3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全国第8套异能修炼法1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10%， 王之财宝 SS 级道具天上的气息 S 级，青光影 A 级，月龙门寂灭 A 级道具，银鳞软甲 A 级道具，乾坤锦囊 A 级道具。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
神之瞳 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无光之盾 A 级技能，铁山靠 B 级，力量强化 D 级，全国第10套高中生入门体术 E 级，气运值296555，境界还在卫士3星没有提升，体内的异能容量实在太大了，哪怕在 SS 级东皇诀高速的修炼状态下，也久久无法填满。当初刚学习东皇诀以及刚刚提升东皇诀等阶时，都一次性获得了大量的异能，帮助他快速提升了境界。可惜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有的。翻阅了一下系统日志，在来到补给基地之前，自己一共是282000点的气运值，仅仅5天，自己的气运值就暴涨了14000多点，接近5个 A 级技能或者道具的气运值加成了。如果把赚来的3000多万龙国币再去买一个 A 级技能或者道具，还能再涨3000点。这波血赚！明天继续，嗷嗷的就是刷分。在陷入沉睡之前，苏木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当初在藏宝阁选了一张命运的攻击力卷轴，还一直在乾坤锦囊里面躺着呢。第52章，电子的奇效。苏木立马从床上翻坐起来，一张卷轴出现在了苏木的手中。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A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1% 的概率增加武器 20% 的攻击力，失败后有 10% 的概率损毁武器，使用后卷轴消失。卷轴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强大，但成功的概率以及附带有损毁概率的负面效果，也是让许多人看了后不敢轻易去尝试。一张这种 A 级卷轴，哪怕是消耗品也能卖上1-2000万的龙国币，就为了赌那虚无缥缈的1%成功概率，疯了吧？苏木的眼睛之中闪过一丝金色的光芒，神之瞳启动。观察了一下卷轴之后，苏木有些失望。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A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2.9% 的概率增加武器 20% 的攻击力，失败后有 3.4% 的概率损毁武器，使用后卷轴消失。气运值是能够影响卷轴概率的，但影响的倍数与建构池又不相同。拥有着296555点气运值的苏木野，仅仅只是将卷轴的成功概率从 1% 增加到了 2.9%。按照这个比例来讲，哪怕是拥有着100万点气运值的顾莹莹来了，也只有 10% 的成功概率。思索了一会，苏木突然想起了自己气运掌控系统的第2个功能，气运叠加。先买几张卷轴来垫一垫，说不定能有奇效。翌日，苏木在基地的餐厅吃完早饭后，就径直来到了补给基地的商业街，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补充一下物资，以及买点低等阶的电子卷轴。等准备就绪后，苏木打算继续深入妖域战场。富贵险中求，虽然妖域战场深处更加危险，但能刷的气运值也将会更多。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C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1% 的概率增加武器 5% 的攻击力，失败后有 10% 的概率损毁武器，使用后卷轴消失。找了一圈，终于在一家商铺里找到了低阶的命运的攻击力卷轴，标价在10万龙国币一张，且库存不多。老板，没有 E 级或者 D 级的卷轴了吗？10万一张虽然不贵，但是拿来当垫子还是奢侈了一点。这东西最低的也就是 C 级的了，除了台上那几张没其他的了。成功率那么低，这东西谁买啊？我也就以前不懂行情的时候进了一点货，几年下来了才没卖出去几张。确实 1% 的成功概率去换 5% 的攻击力实在是不太划算，重点还有 10% 的损毁概率。苏木将柜台上剩余的8张卷轴摞了起来。老板，8张我全都要了。便宜点呗，打个8折行不行？拿走拿走。看见老板答应的那么爽快，苏木感觉这一刻自己亏了，早知道就先砍一半再开始拉扯了。接着苏木又随便买了10把当做垫子使用的1级武器，然后补充了点物资。一切准备就绪后，苏木开始往回走，先回房间把卷轴用了再说。嘿，师弟！快走到酒店的时候，一双手拍在了苏木的肩头上。不用看，听着充满活力的声音就知道是乐又晴。苏木回头看去，一张咧着大嘴乐呵呵笑着的乐又晴进入眼帘，还是一如既往的马尾辫发型，有些婴儿肥的脸蛋仿佛精雕细琢的瓷器。师姐早上好。苏木回以微笑，然后瞅了瞅他身旁。师姐这是准备去妖域战场？对，这是我在云深处的队友。他往旁边站了站，让出了位置来，然后指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向苏木介绍着。刘子昂，统帅2星；段鸿飞，统帅3星。还有这位美女，也是你的师姐，跟我一个宿舍的。最后指到的这名女异能者，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一身劲装，也是将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就是脸蛋，比起乐又晴这种级别的美女来说，逊色不少。她伸出手向苏木挥了挥：“师弟你好，我是洪雅。”三人都对苏木十分客气，并没有因为苏木境界低就瞧不起苏木。毕竟他虽然是新人，但实力可不弱，
昨天带回了10多只统帅境妖兽尸体的事，也早已在云深处补给基地中传开了。苏木也是跟几人握了握手。乐又晴和洪雅作为京大的学生，天赋不低，两人年纪轻轻，却也早已踏入了统帅4星以及统帅3星的境界。另外2名男异能者年纪则稍微大了不少，不过战斗经验肯定更为丰富。师姐，你们这次打算去哪里？这么一支由4名统帅境强者组成的队伍，在妖域战场外围可以说混得风生水起了，哪怕是高资源区也能有一战之力。我们这次打算去清河镇，在这之前，我们队伍已经在中资源区磨合了一段时间了。此次出行的目标是去高资源区试试水。果然，跟苏木预想的一样，高资源区中有着更多的妖兽数量，且妖兽境界也强大许多，甚至可能栖息着传奇境的妖兽。如果真运气不好遇到了传奇境的妖兽，他们4名统帅境估计要凉。那先祝师节凯旋归来吧。在随意寒暄了几句后，几人也是在此分别。系统开启气运叠加模式。在开启气运叠加模式之后，苏木再看向卷轴，上面的数字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C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0.1% 的概率增加武器 5% 的攻击力，失败后有 100% 的概率损毁武器，使用后卷轴消失，成功的概率一下子降低了10倍，失败损毁的概率一下子变成了 100%。 使用卷轴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融入一把1级的普通长剑之中。砰！不出意外，长剑在一瞬间发生爆炸，碎了一地。紧接着，苏木关闭了气运叠加模式，再开启神之瞳，看向原本的 A 级命运的攻击力卷轴，成功率已经从原来的 2.9% 上涨到了 5.8%， 一下子就翻了1倍。第53章，下一站高资源区清河镇。砰砰砰！苏木的房间之中不断传出了武器被损毁破碎的声音。当碎完第5把1级武器之后， A 级命运的攻击力卷轴的成功概率已经来到了 92.8%， 十分接近于必成了。但苏木还是不太满意。喜欢玩游戏的人都懂，99百分号等于0百分号，只要不是100%，那基本上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所以，砰！在牺牲了6把1级武器后，概率终于变成必成了。命运的攻击力卷轴 A 级道具，对武器使用后有 100% 的概率增加武器 20% 的攻击力，使用后卷轴消失。系统关闭气运叠加模式。当关闭气运叠加模式后，第一次接触概率事件就会将所有叠加的气运使用殆尽。这种电一电的玄学强化方式在上一世各大游戏中都十分盛行。苏木不禁想到了上一世中在游戏圈内流传的一个笑话：大夫，很抱歉，您的手术成功概率只有 1%。 病人，没关系，麻烦你先找99个病人帮我电一下。游戏官方对此总会表示，电一电只是玄学，概率完全是随机的。只不过自己可是有外挂的人。苏木嘴角一勾，露出了歪嘴龙王式的笑容。A 级的命运的攻击力卷轴化为一道紫光，融入了月龙门寂灭之中。虽然苏木也很想强化龙吟剑，但作为 A 级道具的命运的攻击力卷轴表示这他做不到。很快，紫色的光芒在月龙门寂灭上不断的流转升华，最后被全部吸收殆尽。月龙门寂灭加1 A 级道具加入了龙鳞所磨砺而成的长剑，对龙类生物造成效果增加 24%， 强化加1，攻击力增加 20%。 在卷轴的强化之下，月龙门寂灭的名字之后出现了一个加1的符号，不仅基础攻击力增加了，就连附带的特殊效果对龙类生物造成效果都增加了 4%。 这给苏木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看来还是要努力赚钱，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又多了一个项目。10天后，一道人影从中资源区东城院走出，又清空了一个中资源区。苏木喃喃自语道：自从10天前离开云深处补给基地，苏木就再次踏上了清理妖兽刷气运值的道路。不过为了给其他异能者一点良好的体验，这次苏木没有选择就近的几个中资源区，来到了更远处的中资源区。不过这也有不少的好处，离得越远的中资源区，其妖兽数量会更多一点。3把顶尖的长剑悬浮在苏木身后，散发着清冷的气息。2个中资源区也整整为苏木提供了4万多点的气运值。接下来去哪里呢？苏木盘腿坐在一堆乱石之上，仔细看的话，这堆乱石在没有倒塌前应该还是一栋数十层楼高的大厦。随着时间的变迁，上面已经长出了许多的杂草和青苔。拿起地图仔细端详了一会，一个地名引起了苏木的注意：清河镇高资源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乐又晴师姐他们好像就是去的这里。想到这里，苏木站了起来。算上一开始的森罗谷，现在已经清空了3个中资源区了。
去高资源区走一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绅士，玄妖司总部。我说顾天，你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么一个妖孽啊？电话那头是景胜的声音。第一次进入妖域战场，仅花了5天就把一个中资源区给清空了。这第2次进入妖域战场，听其他异能者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又清空了2个中资源区了。这么猛的新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太离谱了。顾天听着电话中老同学充满羡慕的声音，嘴角一勾。如果我跟你说夏总长第一次见苏木就跪了，你会不会更惊讶？当然，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等下传到夏总长的耳朵里，自己免不了一顿胖揍。只不过苏木这小子果然在妖域战场也能搅出不小的波浪出来。呵呵，也就那样吧，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可得帮我盯好他，别让他膨胀了乱跑到传奇境妖兽的领域上去瞎溜达。妖域战场中的传奇境妖兽可不比他在幻境副本里遇到的妖族，那可没有境界压制在。当初景胜在接到顾天的电话时，对苏木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概念。全国状元每年都有，没什么好稀奇的。幻境副本中怒斩传奇境，实际上那传奇境的妖族在幻境副本中被境界压制了，连传奇境最强的天赋异能压制都没有用出来。苏木肯定是有一定实力的，但景胜更多的是卖顾天一个面子。传奇5星境界的绅士执政官，最有希望在几年内突破到万古境的强者之一。结果苏木来的第1天，仅仅使用剑意便压制住了2名统帅境的刺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还连续清空了几个中资源区。这种实力恐怖如斯，要知道这全部可都是苏木一个人做到的啊！他才卫士3星境界啊！听说顾天的女儿跟苏木好像是情侣关系，要不要让小静也去试试？放心吧，我在他的卫星手表上开了权限，我能随时观测到他在妖域战场的哪个角落，不会出事的。卧槽，这小子好像一个人往清河镇去了。我先挂了。嘟嘟嘟，电话被挂断了。顾天听着对面手忙脚乱的样子，也并没有太过担心。这位老同学的实力也不错，在他的关照下，苏木肯定是不会出岔子的。云深处补给基地内，景胜挂断了打给顾天的电话，紧接着就打给了另一个人。喂，去清河镇一趟，暗中保护苏木，不要让他出事了。清河镇高资源区，传奇2星黄级赤焰师的领地。第54章，传奇之下皆为蝼蚁。清河镇废墟之上，4道人影正穿梭于其中，不断跳跃。数百只形状大小不一的妖兽流淌着腥臭的口水，从4面8方向4道人影包围而去。操！我们已经够小心了，怎么会引来那么多的妖兽？段鸿飞手持一把巨斧，大开大合地挥舞着，靠近的先锋卫士境妖兽瞬间被横腰斩断。我怎么知道？乐又晴大喝一声，带着直虎的拳头迅猛地向前挥出。砰！一声巨大的拳风声过后，向他袭来的统帅1星境界妖兽便在顷刻间倒飞而出，瞬间秒杀。A 级战斗系异能至高之拳。作为古武世家传人的乐又晴，再搭配上强大的 A 级战斗系异能至高之拳，其近身作战能力极为恐怖。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刘子昂离开了一趟，就吸引来了那么多的妖兽吧。虽然妖兽的袭击事发突然，但乐又晴还是时刻保持冷静，在脑海中不断捕捉着其中的因素。关我屁事，我他妈也不知道啊！刘子昂突然间的被点名，迅速矢口否认。他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其他3人的注意力全在妖兽身上，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4位统帅境异能者所组成的小队已经在清河镇这个高资源区待了10天了。在这10天之中，4人可谓万般的小心。毕竟一失足成千古恨，命只有一条，不小心不行。在动手前，几人总会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避免一次性吸引了太多妖兽。几人甚至还在清河镇远远地瞅见了清河镇霸主传奇境黄级赤焰师的身影，直接吓得落荒而逃。此时4人的空间道具中已经装了不少材料，所带的补给也剩余不多，正打算回补给基地休整，却没想到出了这档事。别想那么多了，突围要紧！红牙手持权杖，浑身散发着浅金色的耀眼光芒，一道圣光洒下，段鸿飞原本被妖兽利爪划伤的伤口瞬间愈合。A 级治愈系异能圣洁之光，配合默契的4人在互相掩护之下，逐渐向外突围。快了，马上离开清河镇了！刘子昂面露喜色，其他几人也皆如此。只要离开了高资源区，在前方挡路的妖兽便会减少很多。希望就在眼前，几人的步伐都轻快了不少。只不过，吼！在离开清河镇之际，霎时间，一道响彻天际的狮吼声响彻云霄，众人的脸色瞬间失去了血色。是他，清河镇的霸主，传奇境妖兽黄级赤焰师。吼！距离清河镇还有数公里的距离，一道愤怒的狮吼声从清河镇内传出。苏木脸色微变，这阵仗
传奇境的妖兽没跑了。啊，这原本还想去清河镇这个高资源区看看的，此时里面好像有着不小的麻烦。苏木双眼放光，那就更要去了。吃瓜的第一现场，苏木怎么可能不去瞅一眼？再说了，传奇境的妖兽啊，还没有见过呢。嗡嗡嗡，嗡嗡嗡，思绪还没落下，手腕上的卫星手表突然开始震动，4颗红色的圆形标记在清河镇的地区内同时亮起，在请求附近异能者的支援。清河镇4个人，苏木的动作突然一顿，这该不会是右晴师姐的小队吧？还未多想，卫星手表又弹出了几条信息。定睛一看，高资源区清河镇内传奇境妖兽黄级赤焰狮暴动，请附近统帅境以下的异能者迅速撤离。高资源区清河镇内传奇境妖兽黄级赤焰狮暴动，请附近统帅境以下的异能者迅速撤离。看来求援小队已经将具体情况上报给了补给基地，补给基地也迅速地将相关情况编辑成信息发送给了所有云深处补给基地的异能者。短信中提到了让统帅境以下的异能者迅速撤离，却没有提到统帅境以上的异能者，这是将选择权交到了异能者手上。补给基地不会将这种救人的重任强压在异能者身上，那样纯粹就是道德绑架了。至于是去帮忙、看戏，还是远离，全由异能者自己决定。放下手腕，苏木加快了脚步。数公里的路程对于他来说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而已，不管其他人是什么打算，至少自己肯定是不会缺席的。黄级赤焰狮4人小队陷入了绝望之中。在几人的视野中，远处的天空之中已经出现了一道庞大的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飞来。随着身影的不断靠近，几人脸上绝望的气息更加浓郁。身为统帅境的他们虽然也能做到短暂的御空而行，但统帅境的御空而行除了装逼之外一点用都没有，速度还没有跑来得快。而哪怕几人脚下的步伐毫不停歇，甚至越来越快，都无法拉开与黄级赤焰狮的差距。砰！黄级赤焰狮巨大的身躯重重地踩在废墟之上，掀起了阵阵沙土。只用了短短不到2分钟，他便飞越了接近3000米的距离，速度之快令人咂舌。高达8米的庞大身躯如同伫立在此的高楼，挡住了热辣的阳光。代表着高贵血统的金色的鬃毛在大风之中飘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璀璨光芒。他斜仰着高傲的头颅，一双火红色的眼眸居高临下地盯着几人，竟给人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传奇境的强大气息不怒自威，黄级赤焰狮，传奇境妖兽的霸主之一。乐又晴等4人站在阴影之中，四肢有些发软，哪怕天气炎热，但一股冰冷的感觉仍然从脚底升起。几人同时打了个激灵，第一次直面传奇境的妖兽，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传奇之下皆为蝼蚁。在4人惊恐的眼神当中，黄级赤焰狮一跃而起，庞大的身躯向着他们袭来。第55章，黄级赤焰狮，我要把你们通通杀掉。别看黄级赤焰狮身躯庞大，动作却十分迅敏，粗壮的四肢有着恐怖的爆发力。几位统帅境异能者还没能反应过来，利爪便来到了他们的身前。巨大的狮爪上蕴含了恐怖的异能波动。刘子昂的脸色陷入绝望，这一巴掌是冲着他来的，躲不开，完全躲不开。千钧一发之际，一把飞剑从远处破空而来，掀起了阵阵音浪。枪！黄级赤焰狮似乎是感知到了危险，凌空一个转身，将袭来的飞剑一巴掌拍出数十米之远，在虚空之中一踏，瞬间跳到了另一座倒塌的楼屋废墟之上。他俯视着几人，然后竟有些人性化的眯起了双眸，看向了远处的人影。呼，还好赶上了。苏木站在不远处的废墟之上，松了口气。再晚一步，右晴师姐的那名队友都已经变成了一堆肉酱了。实话说，苏木对于其他3位异能者的生命毫不在乎，包括乐又晴的那名舍友。他不可能为了几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去招惹一头传奇境的妖兽，但没办法，谁让活泼开朗又可爱的乐又晴师姐在里面呢？对于这名师姐，苏木的感官还是不错的。随即，一道金光从苏木的眼底流转，神之瞳开启。果然，这头黄级赤焰狮的实力已经踏入了传奇2星，是名副其实的高资源区霸主。不同于刚刚踏入传奇1星的那些妖兽，实力将会更加恐怖。但令苏木在意的是，从神之瞳提供的信息当中看，这头黄级赤焰狮竟被标注了一个虚弱的标签，虚弱状态。所以，这头黄级赤焰狮是受了重伤吗？苏木心中念头一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从他手底下成功逃脱的概率将会更高，甚至将他斩杀于此也不是没有可能。紧接着，苏木又扫视了师姐一行4人，死里逃生的刘子昂此时正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刚才他都已经看见了去世多年的奶奶向他招手了，好在还活着，只是被吓出了一地的尿。嗡！还在庆幸之时，
一股危险的气息突然让他汗毛倒立，一道完全看不清楚的寒芒突然从他的腰间划过。他回头望去，袭击他的竟然是刚才那把救了他一命的长剑。他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还好，什么都没有少，最重要的二弟还在。紧接着，他愤怒地看向不远处的苏木，怒吼道：“你他妈的想干什么？”回应他的是苏木那对冷漠的双瞳，就像是在看着一名将死之人。嗷呜，嗷嗷！突然，一阵又瘦的奶叫声传入了众人的耳朵里。刘子昂脸色大变，在心中大喊不妙。在众人一脸懵逼的表情中，一个掉落在刘子昂脚边的黄色袋子顷刻间膨胀起来，开始变大。只是又过了2息，那个黄色袋子竟膨胀到了1米多高，一头幼狮从被切断的口子处挣扎地爬了出来。三人一下子就清楚了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黄级赤焰狮会来追他们。刘子昂，你竟然为了一头幼崽想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你还是不是人了？素然乐观活泼的乐又晴在这一瞬间怒不可遏，红雅也紧咬着嘴唇，眼眶微红，显然还没有从黄级赤焰狮带来的恐惧中走出。子昂，你……此情此景，段鸿飞的语言却组织不起来。不同于乐又晴、红雅，他跟刘子昂已经组队多年，是一起奋战在妖域战场的兄弟，对于真相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不是这样的。尿了一裤的刘子昂慌慌张张地爬了起来，竟然还想扑向黄级赤焰狮的幼崽。下一刻，寒芒闪过，鲜血喷洒而出，一根手臂向上飞起，手臂下方是戴着痛苦面具的刘子昂。幼狮挣脱了黄色袋子，几个跳跃便回到了黄级赤焰狮的身边。苏木不是圣母，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不会因为黄级赤焰狮的幼崽被偷而感同身受，去同情他。黄级赤焰狮作为传奇境的妖兽，其幼崽天赋极高，在市场上的价值不低于一件 S 级的道具和技能，是所有觉醒了驯兽类异能者的梦中禽兽。而刘子昂却为了一己私利，差点葬送了整支队伍。再看看他所准备的道具，明显就是有备而来，专门拉上乐又晴三人来打掩护的。这种行径令人不齿。在废墟之上，恐怖的火元素开始汇聚。苏木看去，一道强大的能量光球已在黄级赤焰狮的口中凝聚完成。师姐，快闪开！苏木大喊。下方三人反应过来，纷纷用尽全力向外逃去，只留瘫坐在地上的刘子昂抱着断臂在那边嗷嗷痛哭。下一刻，猛烈的火焰光束便洞穿了刘子昂的身躯，在顷刻间将他烧为灰烬。光束的余波将地面划出了数十米的沟壑，并爆炸开来，是黄级赤焰狮的招牌技能赤焰极光束。尘土之中，乐又晴三人在不断咳嗽，脸色煞白。哪怕他们在刚才有多痛恨刘子昂，但当刘子昂死在他们面前之时，胃酸还是条件反射的不断涌上。他们差点忘了，那边还有着一头恐怖的传奇2星妖兽。3把长剑在苏木的身后漂浮，刚才他是有机会打断黄级赤焰狮的技能的，但这种人死不足惜，省得再去霍霍别人。谢谢师弟，谢谢苏兄。趁乱，乐又晴三人也是几段跳跃，迅速来到了苏木身旁。深呼吸了几口气后，几人的心态也是逐渐平稳了下来，脸色也是平缓了不少。既然刘子昂已经死了，黄级赤焰狮的幼崽也已经找回，我们应该是安全了。红雅小声说道。对此，苏木轻叹一声，如果是这样就好了。黄级赤焰狮的双眸之中还蕴藏着无尽的怒火，似乎在说，我要把你们通通杀掉。好。第56章，你已经脱离了中2的年纪了。愤怒的狮吼声传出了清河镇数十里之外，不少接收到求援信号，正在赶往清河镇的统帅境异能者都开始放缓了脚步。操！这他妈的是哪个傻逼把黄级赤焰狮激怒的？原本他们还想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的，但看这黄级赤焰狮生气的模样，我们这群统帅进过去不是葫芦娃救爷爷吗？一些抱着过去观望一下的异能者也是原地掉头，有多远跑多远。这趟浑水还是不要去了吧，狗命要紧。师姐，你们状态还好吗？苏木全神贯注，紧紧盯着黄级赤焰狮，提防他突然间的袭击。大概恢复了70%，作战能力肯定还是有的。乐又晴蹙眉说道。几人已经迅速喝下了恢复药剂，体力和异能都在逐渐恢复，但面对传奇境的黄级赤焰狮以及在一旁伺机待发的妖兽群们来说，还差得太远了。还是以突围为主吧，我觉得黄级赤焰狮不会追我们太久的。作为原来的小队队长，段鸿飞略微思考后，还是下达了突围的指令。我们3个统帅境，再加上一个卫士境，考虑正面作战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再加上清河镇外围估计有不少正在支援的异能者们，突围有70%以上的把握。段鸿飞说完，乐又晴和红雅也是相继点了点头。突围肯定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了。与传奇境的黄级赤焰狮正面作战，跟上漂亮国街头找风箱有什么区别？
都是找屎啊！行，那你们注意安全。苏木点了点头回应道。那可太好了，带着这3个拖油瓶，这气运值今天怕不是拿不到了。好，等等。刚回答完，乐又晴猛然一抬头。那你呢？他微张着嘴，一脸的惊讶。你们注意安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打算去把他宰了。苏木嘴角一勾，给他们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乐又晴3人在风中凌乱，你一个卫士镜是怎么敢说出这种话的呀？师弟，乖。乐又晴将手搭在了苏木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已经脱离了中2的年纪了，现在不是装逼的好时机。听师姐的，我们跑吧。苏木，神他妈脱离了中2的年纪。不过确实啊，身为一个卫士镜的小卡拉米，却妄想去宰了一头传奇境的妖兽，任谁都会觉得离谱。没有过多解释什么，苏木给乐又晴留下了最后一个微笑，便往前方纵身一跃。一阵狂风拂过，吹的衣服在猎猎作响。苏木双手插兜，风元素托举着他平稳落地，双脚轻轻踩在了废墟的地面之上。啪嗒，3把闪烁着寒芒的长剑悬浮跟随在他的身后，鞋子接触地面的清脆声音在寂静空荡的清河镇中响起。紧接着，他从口袋之中缓缓伸出了右手，向着黄极赤焰师勾了勾。你过来啊！这句嚣张的挑衅在空荡的街道废墟之中不断缭绕。乐又晴，段鸿飞，洪雅的脸从正在录像的手机身后伸出，两眼发光。优雅，真是优雅。逼还是你会装啊？似乎是因为苏木的挑衅行为，周边的妖兽群们开始骚动。乐又晴急得原地跺脚，苏木可是来救他们的，结果扔下苏木跑掉，他做不到啊！我不管了，老娘跟他们拼了！段鸿飞轻叹一声，也摆出了战斗的姿态，喃喃自语：胡闹，真是胡闹。实话说，他还是想跑的，但是他一个人突不了围啊！哼！一声冷哼从远处的废墟之上响起，黄极赤焰师冷眸尽显暴戾自摧的神态，居高临下的看着地面上那道渺小的身影，炽热的火焰从他的口鼻中喷出。他向前踏出一步，发出一声怒吼，天震地骇，强大的异能波动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狂风骤雨般向周围扩散而去。妖兽们匍匐下了他们的身躯，在瑟瑟发抖，顶礼膜拜着清河镇的霸主。洪雅艰难地吞咽了口水，举着手机的手在颤抖。这是传奇境的天赋，异能压制，传奇之下皆为蝼蚁，面对着传奇境的压制，洪雅身上的圣光变为极其暗淡，估计连50%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了。大战不会，一同倒数3、2、1。狂暴的雷电缠绕在苏木全身，微曲的双腿瞬间迸发出了恐怖的爆发力。剑3，惊雷，数百米的距离转瞬而过，蕴含着恐怖剑意的龙吟声响彻天地。不到1秒，数道凌厉的剑斩已经挥出。黄极赤焰师反应极快，苏木的偷袭并不能得手，他浑身发出耀眼的红光，金黄色的尸身在一瞬间映如铜墙铁壁。一直以来在战斗中屡试不爽，无往不利的惊雷只能在黄极赤焰师的身上砍出数道的白印。传奇境妖兽的肉身强度竟如此恐怖如斯。下一刻，一道如同长鞭的狮尾迅猛地抽在了苏木带有浅蓝色护盾的身上。啪！无光之盾护盾碎裂，爆炸而开，苏木倒飞而去，撞入了废墟之中。还未等他人惊呼，倒塌的废石渣土突然迸发，一道难以用肉眼定位的身影从中飞出，再一次突进到了黄极赤焰师身前。枪！枪枪枪！黄极赤焰师如同灵动的猫，疯狂的利爪挡下了苏木的每一次剑斩，发出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而苏木如同雷电一般闪烁的身影，也在以各种刁钻的角度去躲避着黄极赤焰师的攻击。只不过卫士境终究还是卫士境，面对着2道犹如天堑一般的境界差距，哪怕是陷入了虚弱状态的黄极赤焰师还是占据了上风。呲！一时躲避不及，一道长长的血痕出现在了苏木的身上。很快，第2道、第3道，苏木受的伤害越来越多。别打了！看着逐渐变成血人的苏木，乐又晴颤抖的喃喃道。第57章，宝具天之锁。可惜现在没有下着暴雨，乐又晴也没有继续大喊你们不要再打了，不然苏木可能会忍不住当众笑场。借着黄极赤焰师恐怖的巨力，苏木顺势向后倒飞而去，一个空翻，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之上。咕噜咕噜咕噜，喝掉一瓶 A 级药剂，苏木身上的血痕开始逐渐恢复。果然传奇境的妖兽没有那么好对付啊！苏木皱眉心想，握住龙吟剑的手因受力过猛在微微颤抖。传奇境妖兽的体格和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哪怕用尽了全力，也只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浅浅的血痕。
咻！未给苏木喘息的时间，一道道猛烈的火焰光束便已袭来。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赤焰极光束，苏木在地面上狼狈的逃窜。一个又一个如同被炮弹轰炸过的大坑出现，地面在不断震动。好在这种威力强大的技能，哪怕是黄级赤焰师是传奇境也无法一直使用。不然我们还是跑吧。段鸿飞话语中充满着恐惧。跑不掉的。乐又晴的目光一直放在苏木的身上，轻声回复道：周围都是被黄级赤焰师镇压的妖兽，你如果想突围，会被妖兽群淹没的。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苏木了，看他能不能撑到锦主馆来救援了。战场之中，仍然伫立在废墟之上的庞大身躯，正以一种睥睨的姿态看着苏木。刚才面对苏木狂风骤雨般的剑斩，都无法撼动他如山一般的身形，哪怕一步都做不到。啧，看来不开挂真不行啊。苏木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刚才他在与黄级赤焰师的战斗中，曾想再次使用出幻境副本中控制住传奇境妖族的100%被空手接白刃，可惜的是，这一招对于妖兽来说好像失效了，并没有想象中大猫咪匍匐在自己面前，两爪合十的呆萌场景。那就只能用那一招了。苏木手中一闪，一把形状奇特的钥匙出现在了手中，他缓缓升空，嘴中轻吐出几个字：王之财宝。下一刻，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投影出现在了苏木的身后，巨大的金色光圈散发着刺眼的金光，让人难以直视，心生臣服之意。作为上一世 Fate 系列中英灵吉尔加美食所拥有的宝具，它封印着世间最强大的所有武器，也贮藏那些还未实现的概念级兵器。黄级赤焰师不知道是不是感知到了危险的来临，竟然朝着天空之上快速的飞去。苏木眯起双眼，喃喃说道：天之锁 Inkiju。 霎时间，无数的白色锁链从他背后的金色光圈中飞出，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冲天起。乐又晴三人以及正躲在角落之中围观的异能者们都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天哪，这是什么？空中，黄级赤焰师正在不断的怒吼，疯狂逃跑的他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一道又一道强大的赤焰极光束从他的口中喷出，却无法击碎任何一根锁链。他开始感受到了恐惧，这种感觉是踏入传奇境后，在妖域战场那么多年都没有感受过的恐惧。只是在这些无穷无尽的锁链之下，他一直引以为傲的速度似乎失去了优势。扑哧扑哧扑哧，片刻后，数道贯穿血肉的声音响起，他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天之锁作为对神宝具，当被捕获的对象神性越高，锁链的硬度和强度也会随之提高，对方越强，锁链就越强，极难挣脱。这是苏木获得王之财宝后所解锁的第一个宝具，也是唯一解锁的一个宝具。黄级赤焰师，妖兽而已，哪怕是神，天之锁都可以给你来一套捆绑 play。 苏木看着上方被牢牢捆住的大猫咪，嘴角微微一笑。剑之绝技，剑破乾坤，万道剑气冲天起。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25000点。看着系统日志上的提示，苏木在心中也是默默吐槽：童子哥，你也太偷懒了，传奇1星跟传奇2星也是一个样的气运值呗，费了那么大劲，结果就拿了25000点的气运值，那我还不如多刷几个中资源区呢。吐槽归吐槽，对于这25000气运值的入账，苏木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收获不仅仅只有气运值，还有一头传奇境妖兽的尸体，附带一头黄级赤焰师幼崽。苏木转过头去看向幼崽，露出了阿尼亚式的笑容。嘿嘿，周围的妖兽群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作鸟兽散了。乐又晴三人还未从震惊之中缓过劲来，看着苏木一个人在那边打扫战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想到一名卫士境的异能者竟然能跨2阶击杀传奇境的妖兽？一般人连传奇境妖兽的防御都破不开好吗？在四周角落里默默观战的异能者们也是一样的想法。本来有几个心怀歹意的人想趁着苏木和黄级赤焰师战斗的时候，偷偷抱走黄级赤焰师幼崽的，此时再给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啊！想偷，也得先趁热问问黄级赤焰师的尸体啊！过了一会，一个庞大的身躯将乐又晴身前的太阳所遮掩。走吧，师姐。听到了苏木的声音，乐又晴从呆滞中惊醒，放眼看去，此时苏木的造型别具一格，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划出了数十道口子，脸上也灰秃秃的，甚是好笑。8米高的黄级赤焰师尸体被他用左手高高举起，黄级赤焰师的幼崽被他用右手拎着。没办法，黄级赤焰师的尸体太大了，乾坤锦囊那点空间装不下呀。看着还有些魂不守舍的乐又晴，苏木继续笑着说道：看来是我比他稍微强了一点点。第58章温茶斩传奇是吧？黄级赤焰师尸体还热乎着，他被狩猎的消息已经传回了云深处。不少在场的吃瓜群众纷纷拍下了照片，
开始了大肆的传播。黄级赤焰师陨落的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基地内炸开了锅。什么？黄级赤焰师死了？好死！上次他追劳资的时候，劳资早他妈就想回头干他了。什么？他是被魏世敬的新人单杀的？你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信他？人群之中有人惊叹，有人疑惑，还有人不屑一顾。那可是传奇2星的黄级赤焰师啊，怎么可能会被一名统帅境都不到的异能者所斩杀？而这一切不服和疑惑的言论，在苏木高举着黄级赤焰师的尸体来到云深处门口时被击碎了。地平线上巨大的黄昏半圆上出现了一道人影，正在缓步走来。因为背光的原因，大家只能浅显地看着人影的轮廓，只不过这个轮廓有点大，有6-7米之高。人影的左手正高举着一团庞大的黑影，右手则是拎着一小团在不断乱动的黑影。这个画面怎么说呢，有些奇怪。而当他逐渐走进云深处的门口时，大家也是终于看清了这个画面真实的模样。黄昏洒在一张帅得爆表的脸上，勾勒出了他完美的轮廓曲线，身上满是经历了一场大战的痕迹，身上的白色短袖被利爪抓的都有些勾丝了，破碎的棉布之下能看到被染出一道道血晕的银白色软甲。是苏木。此时他的左手举着的黄级赤焰师正翻着白眼，吐着舌头，差点让人以为他刚被嘎了蛋。右手拎着的黄级赤焰师幼崽正在不断的发出恶尸咆哮，努力张开大嘴想要咬向拎着他的人。啊，这不仅黄级赤焰师的尸体，你这是把人家全家整整齐齐都给带回来了呀！此情此景，站在门口的异能者们开始怀疑人生。说时迟，那时快，黄级赤焰师喷出了毁灭的喷射红光，满地乱炸，打得苏木那叫一个抱头鼠窜。别看黄级赤焰师此时占据上风，战斗在几刻之间就结束了。结果您猜怎么着？怎么着？苏木邪魅一笑，大手一挥，漫天的锁链从他身后的光圈之中涌出，一招就把他给秒了。嚯！底下发出了震惊的呼声。哎，老郭，我怎么不知道呢？还有说出这技能呢？嘿，你不知道的多着呢。补给基地大厅中，众人正在开心地吹着笔聊着天。在那之上，主管办公室内，苏木又一次坐在了相同的沙发位置上。景主管，这茶怎么是温的啊？苏木自顾自地喝起了茶。这回来的路上虽然不累，但两手抓的他已经渴得半死了。景胜对他翻了个白眼，这得怪你，我茶才刚泡上，一口都没喝上呢，就听说你跟黄级赤焰师打起来了，我火急火燎的才跑到半路，黄级赤焰师就已经凉透了，你这还给我整上温茶斩传奇了。苏木嘿嘿两声，没有说话，只能说王之财宝太逆天了啊，里面的各个宝具长得又好看，威力又强大，我超喜欢用的。天之所能瞬秒传奇境妖兽，属实是在苏木的意料之外了。实话说，天之所已经是他最后的底牌了，如果这都拿黄级赤焰师没办法，那就只能开溜了。啧，景胜拿起了刚烧开的热水，亲自泡起了热茶。现在的新人都那么可怕了吗？强大的让人难以理解。魏氏3星连斩2名传奇境，这个战绩前无古人后估计也无来者了。这他妈不会是武圣的私生子吧？不对，武圣的私生子也不可能那么离谱吧？难道建构池也会生孩子了？他感慨地摇了摇头，给苏木的茶杯里续上了茶。这是苏木第一次来主管办公室没有的待遇。苏木的潜力值得他这一名传奇3星的强者去投资。当时我听说你前往清河镇的时候，还担心你惹上那头母狮子呢，结果我派去保护你的人都还没到呢，你架都打完了。嗨，看来我这还是多余了。茶香四溢，沁人心脾。景胜的话也如这茶香一般，试图钻进苏木的心里找点存在感。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我都派人去保护你了，证明我很重视你啊。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记得带带我啊。多谢景叔。苏木也是不骄不躁的致谢道，并没有因为景胜的示好而膨胀，但景主管对他的关照也是一直看在眼里的。对了，景叔，黄级赤焰师的尸体以及幼崽，不知景主管能否帮我处理一下呢？话音未落，就听景胜的呼吸声开始急促起来。传奇境强者缺钱吗？不缺钱，随便去妖域战场走一趟，那带回来的材料就够卖成百上千万。但问题是资源不够啊！一头传奇境妖兽的尸体，浑身上下都是宝。苏木让景胜代为处理的意思，并不是要让景胜去赚那点差价，而是让景胜能够优先选择消化掉自己所需要的材料，不需要的还可以先问问自己的朋友同事需不需要，从而进行利益的交换。更别提还有一头资质天赋极佳的黄级赤焰师幼崽了。哪怕是超凡境、万古境的强者，只要他们中有觉醒驯兽类异能的后辈，都得拉下脸来问景胜卖不卖，将最难处理的东西都扔给了景胜。
苏木也是回到了1楼的大厅，将乾坤锦囊里其他统帅境的妖兽材料都清理了一下。这一次足足在妖域战场里待了10天，材料又卖了4600多万的龙国币，以及5300点的狩猎点，这赚钱的速度令人发指，可把旁边的其他异能者们羡慕坏了。正当苏木准备离开大厅时，他发现角落里正坐着一道落寞的背影。第59章，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师姐，师姐！苏木走到了乐幼琴的身边，叫了2声，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结果就见乐幼琴一直低埋着头，身体在轻微颤抖。你再不抬头，我就用力了嗷！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怕苏木太用力把她弄疼了，乐幼琴抬起了头来，映入苏木眼帘的是一张梨花带雨的面容，泪水不断在眼眶中打转涌出，粉嫩的嘴唇被她用力的咬紧，仿佛在竭力抑制内心的痛苦。她的双手紧紧握拳，撑在白嫩的大腿上，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变得苍白。此情此景，苏木心中微微叹息。先是队友的背叛，然后是面对强大的传奇境黄级赤焰师。刚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师姐的内心一定很不安吧？师姐，苏木正欲开口安慰乐幼琴，就被乐幼琴打断了。我太菜了呀！明明比你大了3届，可是却还要你来帮忙。你一个新生都可以砍传奇了，丢死人了！啊，丢死人了！苏木无语地扯了扯嘴角。说好的队友的背叛，传奇境的恐惧呢？结果你在这边哭半天，是因为丢人？苏木决定教他认清现实。师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哪怕大我6届，也打不过那头黄级赤焰师呢？哇！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乐幼琴哭得更大声了。虽然今天刚斩杀一头传奇境的黄级赤焰师，但苏木并没有打算就此休息。今晚补给一下物资，稍作休整，明天继续进入妖域战场。乐幼琴嘟着嘴走在苏木的身边，眼眶还红红的，甚是可爱。对于她这种乐观活泼的青春少女来说，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是买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去至宝斋。这里也有至宝斋？苏木歪了歪头，上次逛街的时候不记得有至宝斋啊？那肯定的，至宝斋在每一个较大的补给基地都有分布在。你才逛了多久呀？怎么可能每个角落都去过？那刚好，我有至宝斋的至尊黑金卡。可恶啊，又被你装到了！乐幼琴气的直接抓起苏木的手臂就咬了下去。卧槽，师姐，你属狗的呀？在闲聊中，苏木也是深入了解了一下乐幼琴。在天灾入侵后，通过建构池抽取的技能和道具，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成为高手中的高手。那些传统的古武门派开始被逐渐淘汰。毕竟练武需要日积月累的锻炼，而技能卡却能够直接速成，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选哪个吧。但苏木在观察乐幼琴的战斗中发现，乐幼琴有许多技巧是值得他去学习的，将那些技巧融入到技能中去，或许能够进一步增强技能的伤害。对于苏木的这一番见解，乐幼琴狠狠地点了点头。一提起家族里的传承，乐幼琴的双眼就开始发光，嘴里巴巴个不完。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古武。你说的没错，掌握好类似于寸劲、暗劲、吐纳等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实战能力。如果你想学的话，等开学后再教你吧。学校里有专门的训练场地。距离开学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苏木必须在从妖域战场回去之前，尽可能的杀更多的妖兽，获取更多的气运值。到至宝斋后，苏木在精挑细选之下，花费了8000点狩猎点，兑换了一个 A 级的空间戒指，30立方米的空间，能够帮助苏木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收集更多的妖兽材料。紧接着，苏木又以3300万龙国币的价格拿下了一张 A 级的辅助系技能卡奔腾。奔腾 A 级技能，对一个目标注入异能，目标将在5秒内获得双倍速度，并且无法被减速。咻！本来苏木是想买增加攻击力的 buff 类技能卡，今天经过战斗后得知，目前的攻击力在面对传奇境妖兽超高的防御还是有些疲软的。但看了一圈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能，无奈作罢。反而这张奔腾双倍速度的效果是个不可或缺的神技，直接斥巨资拿下。最后，苏木又买了2张 A 级的命运的攻击力卷轴，以及10多张电子卷轴和道具。这钱赚得快，花的也快。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空间戒指，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 A 级技能奔腾，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卫士3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10%， 王之财宝 SS 级，天上的气息 S 级，青光影 A 级，月龙门寂灭加1 A 级，银鳞软甲 A 级，乾坤锦囊 A 级，空间戒指 A 级。技能
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无光之盾 A 级技，奔腾 A 级，气运值370820。看着面板上已经暴涨到了37万多的气运值，苏木倍感欣慰。这一步一步刷上来的气运，有种在玩养成游戏的感觉，成就感满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气运掌控系统是在10万气运值的时候升到的 LV2， 不知道 LV3 需要多少气运值呢？是50万还是100万？如果升到了 LV3， 又会获得什么新的功能呢？对此，苏木翘首以盼。与乐友情挥手告别之后，苏木回到了房间，倒头就睡。周天星斗大阵还在不断运转着，疯狂地吸收着异能。第二天，当苏木再次踏上妖域战场的领地之时，有一段视频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第60章疯传的视频，超凡境会议。在半夜时，有一段视频悄然地出现在抖乐上面。震惊！一年轻男子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场虐猫。见此标题，一群人愤愤出征，纷纷点开了视频。行，那你们注意安全。那你呢？我打算去把他宰了。视频之中，一名剑眉星目、五官立体、身姿挺拔的年轻男子缓缓开口。他的身后悬浮着3把造型不一的长剑，而他的对面是一头高达8米的庞然大物。不是，你说对面那头妖兽是猫？卧槽，那是什么妖兽？看起来好他妈帅啊！前面的那是云深处补给基地附近的黄级赤焰师啊，传奇2星的妖兽啊！这帅哥这么年轻，能打过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想去狩猎黄级赤焰师的，直到我膝盖中了一箭。不是，什么陈年老梗了，就别用了。好好听师姐的话，你已经过了中2的年纪了。视频刚开头的弹幕评论不一，但大多数的评论都表示了对视频中男子的不看好。这么年轻，你天赋再好也就统帅境吧，你拿什么去挑战传奇2星的黄级赤焰师？当战斗开始时，也正如观众们所想，年轻男子已落入下风。数道凌冽的剑气斩在黄级赤焰师的身上，留下了道道白印。随着一人一尸的不断碰撞，拍摄的视频也不断颤抖。不知道是拍摄者的手在抖，还是大地已被撼动。单看这个视频，我都能感受到传奇境妖兽的恐怖。你别说，这年轻人有点东西的，视频都捕捉不清楚他的动作啊。那又怎样？前面口气那么大，这回还不是被黄级赤焰师打得抱头鼠窜？加油啊，用剑的小哥哥！剑与利爪还在不断碰撞，掀起的气浪不断向着周围扩散。废墟上的渣土被这气浪直接震碎，一人一尸的脚下的废墟开始不断下沉。很快，男子的白衣已经开始出现了数道血痕，触目惊心。下一刻，男子一剑劈砍在了黄级赤焰师的利爪上，顺着利爪恐怖的力道向后退去。此时此刻，只有零星的弹幕在视频上飘过，更多的屏幕前的观众们已经屏住了呼吸。只是通过简短的视频，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传奇2星黄级赤焰师那恐怖的压迫感。还没完，霎时间，数道火红色的光束如同特效一般，开始在视频中狂轰滥炸起来。那道渺小的人影在地面上不断穿梭，好几次都与火红色的光束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令人窒息。而随着视频不断推进，也有人发出了视频中男子的身份。卧槽，这人叫苏木，才刚刚从绅士一中毕业，以全国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京都艺能大学，在艺能统考上带领绅士学生通关，穿成守卫战，并在最后立刻妖族阴谋，怒斩妖族传奇。嘶，全国状元怒斩传奇，这吊炸天的头衔让所有人心中一惊。原来是他啊！上一次观看苏木怒斩传奇境妖族的画面还历历在目，结果这才过去了半个多月，他竟然已经到妖域战场开始挑战传奇2星的黄级赤焰师了。他们还在思考，为什么卫视境的异能者能够凌空之时，一道巨大的金色光圈已经出现在了苏木的背后。铺天盖地的前方高能弹幕已经将屏幕淹没，似乎有一座金色的宝库就此被打开了。倏然间，金色光圈掀起阵阵波澜，数十道白色的锁链以穿云破雾之势从波澜中冲出，一张避无可避的滔天大网向着黄级赤焰师袭去。快跑啊！喷红光的大猫咪！一些戏精弹幕甚至为黄级赤焰师捏了一把冷汗。黄级赤焰师被锁链贯穿捆绑，半晌之后，万道恐怖的剑气盘旋而起，视频就此结束。就在当事人还在妖域战场哼哧地刷着妖兽时，外面已经因为这段视频爆炸了。卫视竟怒斩传奇2星黄级赤焰师，这比上一次苏木怒斩传奇妖族的消息还要劲爆。
毕竟有点水平的人都能看出，那传奇一星的妖族强者在幻境副本之中被境界压制了，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来。而这次却完全不同。作为盘踞在清河镇多年的传奇霸主，黄级赤焰师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竟然也陨落在了苏木的手中。我刚才查询苏木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千度百科上面写的，他觉醒的是地级的异能控物。有没有一种可能，控物系异能不受传奇境异能压制的影响？这言论一出，不少控物系异能者眼神一亮。爷的春天要来了。龙国最高会议厅内，9名男女正围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圆桌前，他们一个个眼神清冷，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令人不寒而栗。黄老头这么着急的召集大家过来开会，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可是会生气的。圆桌的角落之中，一名红发男子沉声道，恐怖的火焰气息在他身边滚动。喂，收收你的破火，热死我了！在他一旁的座位上是一名穿着暴露的娇媚女子。哼，嫌热的话，就把你身上剩的那几块破布脱了吧。好啊，如果你敢看的话。女子的声音充满着靡靡之音，诱人至极。安静。红木圆桌被轻轻敲动，一名白须老者缓缓开口：今天召集大家前来，是为了讨论一段在网上沸沸扬扬的视频。大家平日都很忙，可能有人还未了解，我在这边给大家再放映一遍。紧接着，一段视频在圆桌间的光幕中开始放映，是一名年轻男子大战妖兽的片段。3分钟后，看完视频的9人神情各异。作为人族顶尖的9位超凡境强者，他们一眼就看出苏木能越阶狩猎传奇境妖兽，全靠的都是他最后使用的那样道具。苏木身世第一高中毕业，觉醒异能御物，卫士3星，今年的全国异能统考状元，也是龙阴剑的传承者。今天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里就是苏木手上神器去与流的问题。第61章，你们想抢苏木的东西，问过他老子了吗？会议厅的灯光有些昏暗，几人的面容正躲在阴影之中。白须老者所提出的议题，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感到意外，甚至当他们看完视频后，已经开始在考虑如何拿下这把神器了。在普通人的眼中，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道具和技能就是从建构池中抽出来的 S 级奖励。只不过，当你的实力和地位到达一定高度，就会发现，上面的世界远远不止如此。这么强大的道具确实是神器无疑了。陈令端坐在位置上沉声道，眼睛一直看着光幕中被暂停的画面。苏木的手中正拿着一把钥匙形状的道具。哟，平时沉默寡言的陈总长都忍不住发话了，看来陈总长对这个道具还挺感兴趣的啊。红发男子翘着2郎腿抖啊抖的，一脸的阴阳怪气。陈令，陈家家主，龙国刑法庭总长，超凡境3星强者。哼，这么强大的神器，谁不感兴趣？你研墨不感兴趣吗？刚才的娇媚女子继续开口揶揄红发男子。很明显，他跟红发男子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把神器我志在必得，所有人中我的攻击力最为强势。如果这个控制型的神器交由我来使用，哪怕是入圣境的妖族，我也杀给你们看。他哈哈大笑，震得红木桌子微微颤动。研墨，严家家主，超凡境2星强者。其他人沉默不语，眼中不知名的神色一闪而过。神器，这是他们对于超越了 S 级存在产物的称呼，也是他们这些实力强大、位高权重者追求的东西。目前已知的神器获取途径就是进入灵境。见会议回归平静，白须老者抚须而言：我先说说我的观点。虽然苏木是一名冉冉升起的可造之才，其天赋和展现出来的战力也十分强大，并获得了龙阴剑的传承，但是现在的苏木还过于弱小，只有卫士境的他是无法驾驭和保护好这件神器的。所以他顿了顿，扫视了一眼其余8人，其他人也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这件神器将重新选择1人代为保管，直到他有能力发挥出神器的全部实力。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苏木。神器的分配者要对苏木在异能修炼意图提供帮助。众人的呼吸声开始急促，哪怕身为超凡境的他们，在神器的诱惑力之下，也无法淡然处之。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更想知道苏木是从哪里获得的这样道具。抢就是抢，什么代为保管？说的那么好听。众人心思各异之时，一道充满讽刺意味的声音响起，一下就将这群人虚伪的脸面给撕破了。白须老者充满褶皱的眼角轻微一抖，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衅。夏总长，我听说你和苏木似乎有些渊源，虽然我不知道神器是苏木从哪里得到的，但你能保证神器不会被妖族抢走吗？此举是为了龙国，更是为了苏木。如果神器一直在他身上，将会有更多的妖族惦记上他。所以我同意黄老头的提议。光线之下，一名矮胖的男人笑眯眯地说道，从被肉挤在一堆的眼睛中看不清他的想法。
对此，夏文轩无所调味的耸了耸肩：“这是你们自找的。”胖子冷笑一声，没有把夏文轩带有威胁意义的话放在眼里。白须老头面无表情的继续说着，并举起了右手，举手表决，同意将神器收回，重新发放的请举手。1、2、3、6人举手同意。好，同意者人数较多，此事就这么定了。白须老者一拍桌子，嘴角微微勾起，紧接着他眯着眼睛轻轻扫过没有举手的3人。夏文轩、乐飞鸿白灵威这个烧狐狸竟然也没举手。他心中还在盘算着是不是该给几人一个下马威时，角落之中传出一道悠悠的声音：“为什么不让不同意的人举手呢？”白须老者心中一声冷哼，不见棺材不掉泪，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他还是沉声说道：“接下来请不同意的举手。1、2、3、4，好，4人不同意，6比4，此。”话音未落，9人的双眼猛然睁大。白须老者怒拍桌子，大声呵斥：“是谁？”狂暴的异能冲击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向着还躲在阴影之中的第10人呼啸而去。原本只有9张椅子的圆桌，竟然不知道在何时已经出现了第10张。在众人的凝神注目之下，白须老者发出的强大异能冲击竟在第10张椅子面前瞬间湮灭，如同石沉大海。呵呵，你们想抢苏木的东西，问过他老子了吗？吊灯被刚才那股异能冲击吹得摇头晃脑，一张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容在灯光下忽明忽暗。1个多月后，苏木从妖域战场走出，回到了云深处补给基地。1个月前，苏木大战黄级赤焰师的热度直冲热搜榜1，力压娱乐明星中分昆塌房事件。只是不知为何，在当天晚上相关的视频及转载就已被全网删除下架。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龙国的天才。甚至有人爆料，龙国议会大楼当天有6名超凡境强者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离开了。11800点狩猎点，12500万龙国币。将这1个多月的收获全都卖掉之后，2个30立方米的空间道具又空空如也了。一开始，苏木的刷怪效率还是很快的，但化身为无情地上分机器不到1个月，这云深处附近大大小小的资源点基本都已经被苏木洗劫而空。如果想要更多的积分，就得不顾安危，继续深入妖域战场了。所以，最后的那些天苏木基本都是在四处奔波，杀妖兽的时间还没有赶路的时间多。看着面板上已经暴涨到491222点，只要随便买3张 A 级道具技能卡就能突破50万的气运值，苏木心情大好。希望当气运值突破50万后，气运掌控系统能够带来惊喜。第62章 LV3 的气运掌控系统特殊召唤保底机制。早在半个月前，景盛就将黄级赤焰师以及黄级赤焰师幼崽处理完毕。黄级赤焰师的材料一共处理了 2.2 亿龙国币，黄级赤焰师幼崽处理了 1.8 亿龙国币，加起来一共4亿龙国币。这些钱也早早就打进了苏木的账户里，再加上刚处理完材料获得的 1.25 亿龙国币看着账户里躺着的9位数，苏木倒吸一口凉气，我这就成亿万富翁了。距离与师姐乐又晴约定的时间还有2个多小时，苏木也是先到云深处的至宝斋分部，大手一挥，花了一个小目标，直接买下了3把 A 级的长剑。捷径炼狱 A 级道具，由劫火所锻造的神兵，无往而不利，增加 20% 火属性伤害。破劫腾雾 A 级道具，力战撼天下，神威破永劫。富春山居云剑山 A 级道具，白鳌飞处碧山明，丝入云松第几层。带有附加效果的武器实在是太稀有了，想盯着有附加效果的武器买属实是困难了点，但也没有关系，有钱咱靠的就是以量取胜。等收集个几百上千把的武器，王之财宝一开，那简直不要太帅。3把 A 级长剑的气运值入账，气运值瞬间突破50万点。而系统也没有让苏木失望，再次响起了那美妙的声音。气运值获得已累计50万点，气运掌控系统成功升级至 LV3， 太不容易了，足足花了55章的时间，气运掌控系统终于再次升级了。系统的更新日志上也是接连弹出了好几项的更新告示。开放幸运转盘上线，开放幸运转盘保底机制，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人数上限至5人，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上限至50万，增加气运值转移距离，增加气运值转移时间。开放新功能，建构池特殊召唤保底机制。我操！前3项功能的加强已经够令人惊喜的了，但没想到连特殊召唤都有保底机制了。苏木的嘴角都咧上天了，比 AK 还他妈的难压。将所有的更新内容都消化完毕，苏木回到了酒店，简单的洗漱收拾一下后，就准备前往帝都了。明天正式开学，师姐久等了。云深处补给基地门口，
乐又晴早已等候多时，看着缓步向前走来的苏木，乐又晴张了张口，脸色突然微红。1个多月不见，苏木一头的黑发略显杂乱，增添了几分不羁的个性。黑发之下，面庞轮廓如同雕刻一般清晰，略显深邃的眼眸闪烁着沉稳锐利的光芒。简单的白色衬衫下是一条黑色的长裤和干净的白色运动鞋，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和自然。这么快，你已经统帅一星了？乐又晴眼光闪烁，惊讶于苏木境界修炼的速度。运气好，也是前2天才侥幸突破的。苏木嘴角一勾，露出一抹微笑。乐又晴师姐还是如同1个月前，单马尾在后面晃啊晃的，眼眸明亮的有如星辰，靠近时还能闻到她身上沐浴露的淡淡清香。而经历了黄级赤焰师一战，乐又晴师姐似乎也稳重了不少，就连境界也突破到了统帅5星，距离传奇境只有1步之遥，不愧为古武世家乐家的传承人。亦能修炼一途，何来侥幸之说？统帅1星的新生，看来今年京大的新生考核已经毫无悬念了。乐又晴说着，又上下打量了一下苏木。比起1个月前有些锋芒毕露的苏木，今天看来似乎内敛了不少。师姐，我知道我很帅，但你再看下去，飞机飞艇就飞走了。啊，谁看你了？你乱说什么呢？谁稀罕看你啊？下午4点10分，苏木和乐又晴终于来到了京都艺能大学的门口。大门是一道古老且庄严的石门，门框上雕刻着数十只精美的龙形图案，就连石门2侧的圆柱之上也爬满了精美的龙形雕刻。苏木从中感受到了一丝丝异能波动，这些龙形图案是京大的镇门兽，当感知到妖族入侵的时候，镇门兽就会化形而出，幻化成一条条具有统帅5星实力的青蛟龙。嚯，还有这手段！苏木瞪大了双眼，长见识了。2人跨过门槛，径直入内，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宽阔的广场，广场2侧是宫墙与古屋的结合，充满了历史的气息。京大的外院是基于一座以前的王侯府而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数千年的传承。至于内院，乐又晴带着苏木走到了一面宫墙跟前，墙上雕刻着各种图案，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5爪巨龙与一只长着8颗头颅的巨蛇大战在一起的场景，似乎有一股魔力将苏木吸引住了。在这，乐又晴在后面轻轻一推，苏木一头栽进宫墙之内。随着画面一转，具有现代气息的画面出现在了苏木的眼前，四处都是高耸的楼宇，数百名异能者在空中凌空而行，各种各样的异能气息扑面而来，甚至还能看到已被驯化的各种妖兽。这就是龙国的最高学府吗？苏木深吸一口气，就像上一世在电影里面看见的场景一般神奇。而京大的内院竟然是建立在一座庞大的异度空间之中，建立在这么一座空间之中，安全吗？感慨过后，苏木也是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整座空间被妖族袭击，以空间的不稳定性来看，所有在内的异能者都可能湮灭在混沌空间之中。安全？乐又晴就猜到了苏木会问出这个问题，马上解释道：这里的空间不是由异能者创造的，它的前身是一处灵境。这灵境并不是处在京大外院呢，宫墙只是一座桥梁，灵境所在的位置只有当初的建立者才知道了。好了，接下来我带你去报道吧。第63章，京都艺能大学学期考核。在乐又晴的带领下，苏木很快的熟悉了京大内院，并且由于作为全国状元的优势，学校老师的办事效率也是极为迅速，不到半小时，所有的手续都已经齐全了。西区 C 街12号是这里。苏木数着门牌号，来到了京大给自己分配的独栋别墅前。3层小洋房，附带一个小院子，这种待遇难怪异能者们要拼死拼活的修炼。在对面的独栋别墅前，也同样站着一名刚刚抵达的黑发男子。苏木瞅了一眼，一头凌乱的碎发，不修边幅的着装，背着一个小包，还有着一副写着某的感情的死鱼眼。他手上拿着材料，明显也是今年的京大新生。这种人放在动漫里的话，一看就是个士逼。溜了。只不过对方似乎感知到了苏木的目光，也看了过来。霎时间，那副死鱼眼寒芒一闪而过，枪！死鱼眼已经突进到了苏木的跟前，长枪的枪尖与长剑碰撞在了一起。下一秒，死鱼眼长枪轮转，向前一刺，竟幻化出了漫天枪影，同时向着苏木袭来。这种奇特的异能，如果是一般人肯定会难以招架，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是苏木。神之瞳启动，那数道枪影在金光流转的瞳孔之下被瞬间破解，一览无余。在这，苏木手中的长剑随意向前平刺，穿过了漫天的枪影。叮，剑尖与枪尖点在一起，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看似随意的一剑，其中蕴含的力道却有雷霆万钧之势，令人难以阻挡。死鱼眼眼神微动，双手持枪，用尽全身力气进行对抗。不行，
这一剑太霸道了。他下盘一沉，借着力道枪尖一旋，卸去力道，向后倒滑出了7米开外。而看似随意出剑的苏木，脚下连1厘米都没有挪动过。强者的交手就在瞬息之间，胜负一目了然。你好强！碎发男子微微张口，惜字如金，死鱼眼里闪过一丝盎然的战意。也就一般，全国第一罢了。苏木呵呵一笑，也不谦虚，浅浅装了个逼。眼前的这名死鱼眼男生似乎是个武痴属性的生物，毫无交集，竟然直接就动手了。面对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他打服气。谦虚什么的，一点用都没有。全国第一，你就是苏木？难怪，难怪。他喃喃自语道，随后留下一句我叫林小璐，便留下一个后脑勺，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别墅之中。就这，不打了？苏木和乐又晴面面相觑，一脸问号。只不过林小璐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但不多。学校禁止学员之间在私底下互相斗殴，以后要注意了。如果被发现了，是要扣学分的。哦，你每年发放1000点学分，那你还是多扣点吧。乐又晴借机跟着苏木科普起了一些学院的规定。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苏木。隔壁13号门牌的别墅中，有一张精致的脸蛋从2楼的窗户探了出来，正开心地向他招手。是顾莹莹，估计是刚才被苏木和林小璐的动静给吸引到了。小情侣沉浸在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虽然时间只有短短1个多月，但对于刚刚确认关系的2人来说，如隔3秋。啧，看来当初的招生老师还挺靠谱的，知道把2个人的别墅分在一起。顾莹莹的别墅中，又晴师姐你好，我叫顾莹莹，感谢师姐在云深处对苏木的照顾。顾莹莹伸出了白皙的双手，跟乐又晴握在了一起。对比起镇定自若、泰然处之的顾莹莹，乐又晴的脸色明显有些不自在。原来她已经有女朋友。你好，莹莹师妹，你真漂亮。相比起顾莹莹精致的面容、平易近人的身材，输了。你这堆东西是怎么长的呀？裁判，他犯规呀！乐又晴在心中不断的咆哮着。不过，女生之间的感情是一种非常玄妙的东西。2人刚交谈了没到几句，就像认识了多年的闺蜜一般畅所欲言，连苏木都给忘记了。2人的欢笑声一直到了傍晚。作为龙国的顶尖学府，学生的待遇肯定是极好的。晚饭时间一到，顾莹莹订好的晚餐就送到了别墅里，3人边吃边交谈。明天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按照学校一直以来的规定，明天将会举行学期考核。不止新生，大2、大3、大4的学生，不管今天在哪里，明天都得赶回来参加考核。简单的说，学期考核主要有2个目的：一是了解假期过去后你还活着没有；二是对学生战力进行排名，以此来分配本学期的资源。记住了，是本学期，哪怕你在半途晋升了，拿到的资源全是由学期考核决定的。吸溜，他手掰开了一只鳌虾，嗦了一口虾头。对于新生来说，学期考核排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用处，那就是选择老师。优秀的老师每年招收的名额是固定的，只有成绩靠前的学生才有优先选择权，排名靠后的学生自然就只能挑别人剩下的，选不到自己心仪的老师了。一名优秀的老师不仅手中掌握着多种强大的技能印记，在外也有着更多的资源，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成长。当然了，能作为京大的老师，每一人都十分强大。苏木和顾莹莹2名新生也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乐又晴的介绍，时不时点了点头。这些东西在入学之前他们在网上就略有耳闻，但通过乐又晴这一名开学后就是大4的前辈口述，很多东西都清晰明了了。至于选择什么老师，这个就以你们自己为主了。你们登录校园网，所有老师的资料全在上面。不过有一个人你们千万不要选。第64章，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翌日清晨，京大内院的南广场已是人头攒动，500余名新生齐聚于此，等待着入学仪式的开启。放眼望去，一名名学生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异能波动都十分强大，最差的学生也有卫士1星的实力。经过一个暑假的修炼，原本先锋4星、先锋5星的异能者们在获得足够的资源后，都快速的修炼到了卫士境。苏木和顾莹莹踩着点来到南广场。义父，义父！在众人异样的眼神之中，李璐一路小跑，大声呼喊的向着苏木靠近。这一下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苏木的身上。霎时间，整个广场的氛围有了巨大的变化。这张帅得惊天动地的脸是全国状元苏木。哟，李璐，你突破到卫士1星了，不错不错。苏木打量了一眼这位多年的好基友，在暑假期间竟然也已经突破到了卫士境，还行吧。李璐说的是挺谦虚的，但是那笑容，那嘴角，比龙王都歪了不少。本来昨天苏木到校后就跟李璐联系过了，邀约李璐一起来吃晚饭的，
但李璐的成绩还不足以分配独栋别墅，住进的是4人宿舍，跟刚认识的舍友出去吃饭了。倒是义父，你这境界我已经看不懂了。两人交谈着，而旁边的其他异能者也开始在窃窃私语。那就是苏木，全国状元啊，真帅啊！哼，不过是在小地方侥幸刷分的人罢了。能进京大的学生，每一人都是各自城市的佼佼者，都有着自己的骄傲。同是京都大学的新生，你又能比我强上多少？学期考核马上开始，有种我们碰一碰。叮！就在这时，一道铃铛声响起，声音不大，却清楚地传进了每一名新生的脑海里。众人纷纷抬头往声音传来方向望去，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被冲击波从圆心向外扩散的圆形云层。叮！随着每响起一道铃铛声，天空之中就会出现一个圆形云层。有人来了！苏木眼神一凝，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迅速接近。此人的境界必定十分强大，每一步都能跨越数百米之远。而那将云层推出的磅礴气势，竟然是此人随意而为造成的动静。在新生们目瞪口呆的仰望之下，一双白皙细嫩的小脚丫踩在了南广场的主台之上。叮！绑在那小脚丫上的铃铛随之一颤，发出响声。向上看去，他身材娇小，仿佛一个精致的瓷娃娃，脸庞清纯可爱，泛着微醺般的红润，一双大眼睛带着一丝迷离的神色。黑色的长发轻轻地披在肩头，前面的发丝埋进了那对与身材外貌完全不符的犯规深骨之中。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童颜巨那啥。这名女子是穆青。一瞬间，此人的信息就已经在苏木的脑海之中浮现。昨晚乐幼琴师姐还强调过，选择老师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穆青。虽然她实力强劲，年纪轻轻已踏入万古境，更是京大的长老之一，但不务正业，嗜酒如命，对于学生不管不顾。久而久之，他麾下竟一个学生都没有了。苏木嗅了嗅空中开始飘散开来的一丝酒味，原来你脸那么红，还真的是微醺啊。主台上，穆青红唇微起，正想开口，哥，一声不合时宜的酒嗝直接将南广场的所有新生给干沉默了。新生，学期考核马上开始，搞快搞快，我还要回去喝酒呢。哥，新生，众人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我是不是报错学校了？嗨嗨，穆长老，还请您先入座。好在整个新生入学仪式并不是只来了他这么一名老师，一旁的其他老师出来救场了。在说了一大段场面话之后，他也是开始宣布了学期考核的规则。本次学期考核将采取试炼塔模式，试炼塔主题龙之秘境。龙之秘境一共有15层，每一层存在一只对应的亚龙系妖兽，当你战胜它后，将会自动进入下一层。战斗系异能者为1对1单挑模式，辅助系异能者的秘境之中则会生成一名相同的战斗系 NPC 辅助作战。战斗系与辅助系的学期考核成绩会分开计算，最终你们学期考核的成绩将由通过层数、所消耗时间共同决定。新生们在台下凝神听讲，这种考核设定已经沿用多年了，也是新生们较为熟悉的一种考核。比起幻境副本中随机刷新的副本妖兽，这种考核方式会明显公平许多。好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那名老师扫视了一下底下的500多名学生。我有。一名学生高举右手。对于使用的道具和技能有没有限制？我听说这届新生中有一人是龙吟剑的传承者，如果他使用龙吟剑的话，对我们岂不是太不公平了？此话一出，底下的学生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纷纷看向了苏木，毕竟某人当初也是靠着龙吟剑才能拿下全国状元的吧。他接着说道，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不是因为龙吟剑，他苏木算个屁。苏木呵呵一笑，毫不在意，不管是在什么级别的学府，总会有那么几个傻逼。台上的老师刚想回答，他身后的座位上传来了一道醉醺醺的声音，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别人的成绩是借助外力才拿到的，这一种想法纯粹是因为你那可悲的自尊心在作祟，不想承认自己不如别人罢了。穆青坐在主位上，歪着他那完美无瑕的脸蛋，左手轻轻托举着，一字一句犀利的话语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揭开那名学生内心的伤痕。这个世界哪里有公平可言？当你踏入妖域战场，妖兽和妖族会和你使用一样的道具和技能吗？不会，他们只会想要你的命。他白皙的小脚丫在晃啊晃的。第65章通关龙之秘境。穆青的话是给这些新生上的第一堂课，这些看似十分普遍的道理，却总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傻逼不懂。对此，苏木并不在意，他的注意力都在穆青的小脚丫上。玉，什么都玉，只会害了你啊，小伙子！不穿鞋子，这脚底板不得黑的一批。经过穆青的一顿斥责，那名脑子有点大病的新生也是涨红了脸，不敢说话了。好了，答疑结束，学期考核
现在开始。那名老师抬起右手，打了个响指。霎时间，南广场的地面上浮现出了一道巨大的阵法，上面复杂的符文开始散发出绚丽的光芒，强大的异能气息将所有新生笼罩。画面一转，苏木出现在了一座岩浆洞窟之中，在前方的石台之上有一只巨大的蜥蜴形妖兽，它身躯庞大，全身覆盖着赤红色的坚硬鳞甲，每一片鳞甲都仿佛运跳动的火焰。一人一兽之间有一道光幕隔开，这是给予每一名学生3秒的准备时间。在神之瞳的注视之下，蜥蜴妖兽的资料也是出现在了苏木的眼前。炎域龙蜥，先锋4星，火属性的亚龙系妖兽。虽然只有先锋4星境界，但作为亚龙系妖兽的它，在强大的血脉之下，有着超强的体魄，远胜于普通的先锋4星妖兽。3秒时间一眨而过，苏木站立未动，一道寒芒已经闪过。月龙门寂灭，以瞬间将炎域龙蜥秒杀。一道提示音从洞窟之中响起：龙之秘境第1层已通关，用时 0.1秒，3秒后将传送至第2层。考场之外，几位观战的考核老师已面露震惊之色。先锋4星的妖兽只是开胃菜，被秒杀都在预料之中。只不过 0.1秒，这是人能够做到的。排名第2的是顾莹莹，一道蓝光闪烁，炎域龙蜥便被靠近的顾莹莹一刀两断，用时 0.5秒。苏木御剑的速度竟比空间跳跃还快。在几人震惊之时，苏木已进入龙之秘境第2层。龙之秘境第2层已通关，用时 0.1秒，3秒后将传送至第3层。拥有超强防御力的先锋5星岩甲龙兽，在苏木的飞剑之下，一样没能撑过 0.1秒。第3、第4层分别为卫士1星、卫士2星的亚龙系魔兽，均被苏木以 0.1秒的时间迅速击杀。如果不算上每一层等待传送以及战前准备的6秒钟，苏木通关前4层一共只用了 0.4秒。这个成绩，哪怕是无心于工作，只想回家喝酒的木青也不由得被光幕之中的那道背影所吸引。作为龙国的顶尖院校，以前并不是没有培养过控物系的异能者，但可惜的是，哪怕再强的控物系异能者，在同阶之中战斗力永远是最弱的那几个。而苏木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几名老师的认知。雾草比他妈空间跳跃还要快，这御剑的速度太离谱了吧！再看向其他光幕之中的新生，几十秒过去了，80%的新生还在与第1层的炎域龙蜥缠斗。龙之秘境第7层已通关，用时 0.1秒，3秒后将传送至第8层。请注意，第8层开始，妖兽的实力将会提升至统帅境。看着眼前被秒杀后倒在地上的卫士5星暴风龙鹰，苏木面无表情。这关的暴风龙鹰估计会是一道分水岭，具有高空作战能力的他将会是这些仅有卫士境界学生的噩梦。画面一转，苏木出现在了一片大草原上，与先前相同，跟前还是有着一道光幕。玄土龙象，统帅1星，土属性的亚龙系妖兽。一头身高4米的庞大亚龙系妖兽出现在了前方，全身被深褐色的厚重皮肤所覆盖，皮肤上布满了复杂的纹路，宛如古老的图腾。作为在妖域战场外围厮杀了1个半月的苏木，一眼就看出了眼前妖兽的不凡之处。亚龙系妖兽果然名不虚传，看起来就肉的一批。随即，苏木默默地又掏出了一把剑。一把剑不能秒杀你，那我就再加一把剑了。龙之秘境第8层已通关，用时 0.1秒，3秒后将传送至第9层。连玄土龙象都被秒了，老师们无语凝噎，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光幕之中的苏木。天才还是变态？一把月龙门寂灭，一把青光影，被苏木完成了无双割草游戏。这才过去了不到1分钟啊！反观其他新生，顾莹莹、林小璐等几名新生也基本上是一路砍瓜切菜，但没有一个人会像苏木这般轻松写意。从第8层开始，龙之秘境中妖兽的等阶就不再是每一层提升1小个境界了，否则再过机关，不得连传奇境的妖兽都出来了。这群新生拿头去打呀！别说传奇境妖兽了，就连第8关开始统帅境妖兽都要刷掉一大批的新生。时间流逝得很快，但在老师们的眼中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光幕之中的那道帅气的背影压根没有动过，这龙之秘境就一直自动进入下一层。龙之秘境第14层已通关，用时 0.1秒，3秒后将传送至第15层。此时已经有3把飞剑悬浮在了苏木的身旁，周身散发着凌厉而冰冷的寒芒，仿佛能切割开周围的空气。赤火龙狮，统帅5星，火属性亚龙系妖兽。高昂的头颅，锐利威严的双目，一身火红色的鬃毛宛如披着一层炽热的火焰披风，高大魁梧，肌肉线条流畅且充满力量，透露出无与伦比的野性和爆发力。不愧为龙之秘境最后一层的首关 BOSS。 苏木短暂的点评了一下，但是比起那头传奇2星的母狮子来说，你还差得太远了。惊雷！
3把长剑包裹着紫色的雷霆，瞬间撕裂空间。龙之秘境第15层已通关，用时 0.1 秒。恭喜考生成功通关龙之秘境。第66章，你怎么可能在10分钟之内就通关了龙之秘境？苏木从试炼塔中被传送出来，此时硕大的整个南广场上只有他一名学生。当看到苏木的成绩之时，监考老师们开始怀疑人生了。苏木通关层数15层，用时 1.5 秒。这成绩我没看错吧？我们那么多人看着呢，不可能出错吧？不是150秒，也不是15秒，而是 1.5 秒。如果这个成绩不是他们亲眼所见，说出去谁会信啊？这还是头一次遇见通关比淘汰还要快出来的情况。先禀告一下校长吧，这个成绩过于荒唐了，等下其他学生估计不会信服。几位老师凑在一起讨论着，最终还是决定先将这个事情禀报给领导。足足15层的龙之秘境，好像对他一点难度都没有。一名老师苦笑着说道。不对，众人同时摇了摇头。哼，难度还是上了的，只不过是从最开始的1把剑到最后的3把剑。原来控物系异能这么强。恭喜苏木同学以 1.5 秒的成绩通关试炼塔，还请稍作休息，等待所有考生完成学期考核。苏木点了点头，走到一旁的树荫下小憩，开始观战起了光幕中的考核。木青看了一眼坐在树荫下的男生，不知道在想什么，便开始眯起了双眼打盹。此时距离学期考核开始才刚刚过去不到2分钟，进度最落后的学生还在第2层中奋战。此时坐在树荫下看着光幕，有种上一世坐在电脑面前看直播的感觉。因为没有禁止使用道具的缘故，许多学生会边拉着边嗑药，给苏木一种正在打怪猎的感觉。特别是李璐，估计是在异能统考中占到了便宜，不知道在背包里带了多少的异能恢复药剂。大地之环，大地之环，就看他一路被妖兽追着跑，然后一路放风筝反击。我陆哥还是我陆哥。再看第2名，估计会在顾莹莹和林小璐之中产生。与顾莹莹神出鬼没的空间跳跃不同，林小璐的枪法十分精湛，大开大合的强攻之下，妖兽被打得节节败退。那漫天的枪影也并不是虚招，每一道枪影竟然都能够继承主体一定的攻击伤害。而顾莹莹的异能更适合与人交战，能快速秒杀妖兽，全靠一手的高阶技能。一直到10分钟之后，终于有第1名淘汰者出现了。陆胜通关层数5层，用时610秒。陆胜被传送出来后，先四处张望了一下，看到了正坐在树荫下的苏木，随即松了口气，拍了拍胸口，喃喃自语道：呼，还好，我不是第1个被淘汰出来的，差点丢死人了。他没注意到的是，主台上监考老师们正以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他。你高兴得太早了，你就是第1个被淘汰出来的人。没过多久，一名接着一名的新生陆续被传送出来了。大部分的新生实力都特别接近，越到这个阶段，他们成绩的差距就越小。我操，那只龙鹰也太他妈难搞了吧！对啊，我也是那一关打不过去了，打又打不到，跑又跑不了，烦死了。随着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发现了正坐在树荫下的苏木。他不是全国状元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呵，那还用问？当然是有水分呗。哎，你说他会不会已经通关了？不可能，你看试炼塔里最快的也才到第10层，可是他不是连传奇2星的黄级赤焰师都打过了吗？你傻呀，不是有人科普了，那头黄级赤焰师刚生完崽，还在虚弱状态，我上我也行。哦，李璐在这个时候也被淘汰出来了。无敌的大地之环使用者最终还是折戟在了暴风龙鹰之下。没办法，大地之环打不到天上的妖兽啊。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选择认输了，早点出来，成绩上消耗的时间也少一点。义父，他张望了一下，发现了苏木的位置，连忙跑了过来。好啦，别叫我义父了，我没有你这种连小雀雀都打不过的义子。苏木打趣道，拍了拍一旁的位置，让李璐坐下。李璐嘿嘿一笑，既然苏木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再这么叫下去。木哥，你这就通关了？在他的眼中，苏木这么早的出现在了外面，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已经通关了。苏木点了点头回应。牛逼！李璐发出一声感慨。随着时间流逝，试炼塔中已剩下2人。光幕之中，顾莹莹和林小璐都一样卡在了第12层。第12层的首关 BOSS 是统帅3星的隐刃龙蛇，颇为难缠，能够麻痹人的神经毒素，独有的隐身异能，捉摸不定的行踪，再加上亚龙系妖兽独特的龙系血脉带来的高防御，最终林小璐选择以命换命，硬扛下了隐刃龙蛇的破影一击，从而确定位置，一枪将其捅穿。众人钦佩地看着被传送出来的林小璐，太牛逼了！林小璐不愧是全国第2。对啊，这跟隐刃龙蛇的战斗打得太刺激了，看得我热血沸腾。
啧，反观某个全国状元。全国状元。林小璐耳朵一动，听到了人群之中的讨论，便开始扫视起了广场。最后在树荫底下看到了那个男人。在众人戏谑的眼神中，林小璐向着苏木走了过去。来了，林小璐肯定要去嘲讽苏木了。在他们眼中，毕业于京城第一高中的林小璐才是最配得上全国状元名号的人。你通关了？他眉毛一挑，冷声问道。黑色碎发，死鱼眼，林小璐还是和昨天一模一样。苏木嘴角一勾，回答道：对啊，我通关了。林小璐还想说点什么，身后的人群中就传出了陆胜的大叫声：这不可能，我是第2个出来的，你怎么可能在10分钟之内就通关了龙之秘境？第67章公布成绩，令人震撼的 1.5 秒，10分钟内通关龙之秘境。新生们皱了皱眉，大家同样都是京大的新生，是这一届艺能统考中的佼佼者。凭什么你会比我们强那么多？这不可能！有人大声说道。每一层妖兽的实力都在上涨，如果你通关了，最后挑战的岂不是传说境的妖兽？对于这些还处于未试境的天骄们来说，越阶挑战是常态。统帅1星、统帅2星的亚龙系不是那些普通的同阶妖兽，强如林小璐也只能在第12层跟统帅3星的隐刃龙蛇同归于尽。你们信不信关我吊事？苏木无所吊位的耸了耸肩。第15层的妖兽也没多难，也就统帅5星罢了。看见苏木这么说，林小璐点了点头，便找了个空位休息。他可是在昨天好好领教了一下苏木那深不可测的实力的。众人还想反驳，就听现场响起了呼喊声。光幕之中，顾莹莹已经击败隐刃龙蛇，进入了第13关。一道倩影如同鬼魅般穿梭在草原之上，每一次挥动手中的匕首击中双洞亚龙时，都会闪起一道蓝光。黑色的长发在激烈的战斗中随风飘扬，眼神坚定而凌厉，如同破晓时刻的曙光，刺穿黑暗的帷幕。只见他红唇微起，异能虚空，双洞亚龙仰天长啸，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一道强横的蓝色波动从他的体内向外爆炸。顾莹莹成功通关了龙之秘境的第13层。看着顾莹莹如同女武神般的身姿，这些新生们感觉自己恋爱了。画面一转，异能已经消耗殆尽的顾莹莹选择了放弃，被自动传送出来了。此时她饱满的胸怀微微起伏，轻轻喘气，开始寻找着苏木的身影。当看到坐在树荫下的苏木时，她美目一亮，一路小跑过来，扑进了苏木的怀里。刚感觉自己恋爱了的新生们又在一瞬间失恋了。心碎南广场，凭什么？就凭他长得帅，凭他是全国状元吗？有人在人群之中愤懑地说道。旁人用着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兄弟，这还不够吗？骚动只持续了1小会，主台上的监考老师们便开始发话了。请各位考生保持肃静，本次学期考核已全部考核完毕，接下来将公布此次学期考核的最终成绩，请看大屏幕。众人抬头看向光幕，当他们看见第1名的成绩之时，都瞪大了双眼。不可能吧？是系统出问题了吗？试炼塔龙之秘境排行榜，第1名苏木，通关层数15层，用时 1.5 秒。第2名顾莹莹，通关层数13层，用时1404秒。第3名林小璐，通关层数12层，用时1185秒。第425名李璐，通关层数6层，用时725秒。第588名陆胜，通关层数5层，用时610秒。整个南广场上的新生已经没有人去在意自己是第几名了，哪怕是毫无意外勇夺最后1名的陆胜也没有感到伤心难过，此时心中只有震惊，震惊还是震惊。多少 1.5 秒，不是坚持了 1.5 秒，是 1.5 秒通关了15层的龙之秘境。系统不会出 bug 了吧？整个广场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不断传出新生们咽口水的声音，在告示着大家时间还在流逝。就连林小璐的死鱼眼都在一瞬间活了过来。主台上的老师们苦笑着面面相觑，这是他们早已预见的场景。嗨，这个成绩经过考核组核实无误，为最终成绩，不存在系统出错、舞弊等非正常因素。监考老师说道，将众人从怀疑人生中拉回了现实。可就算是监考老师这么说，他们还是难以接受。1.5 秒通关15层，岂不是每一次都只用了 0.1 秒？有数学不错的学生已经算出来了，不仅要快，还要一击毙命，哪怕是统帅境都不可能做得到吧？他们在小声地议论着。苏木的境界他们看不穿，应该是比他们要高的，但又能高到哪里去呢？这种成绩是100%不可能完成的。他们看向苏木，后者还在一脸无所谓地打着哈欠，十分欠揍的样子。我们要求查看考核录像。对，要看考核录像。
片刻之后，还是有新生忍不住发出了质疑。好在这次他们学乖了，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要看 VCR。哎呀，你们烦死了！本长老在这里看着的，不可能出错。嘈杂声中，穆青也是终于忍不住出声了：“烦不烦啊？我还要赶回去喝酒呢。”但哪怕万古镜的学校长老这么说了，底下的学生还是不服气，颇有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之势。主持的监考老师还在纠结之时，突然有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看去，吓得他一个机灵。校长！不知在何时，一名白发老者已经突然出现在了主台之上，他的脸庞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像是历史的沟壑，深陷的眼眸却如同夜空中的星辰，明亮而深邃，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校长！学生们大惊。京都艺能大学的校长，超凡境一星的强者宋隐山，他上前一步，俯瞰众人。嗨呀，大家好，我是宋隐山。他那深邃的眼眸扫视着台下的588名新生，最终停留在了苏木身上一会，然后收回。此次学期考核成绩经我核定，属实。台下一片哗然，连超凡境的校长都这么说了，这苏木竟然真强得如此离谱。当然，在学期考核结束后，录像也会公布，接受大家检查。只不过，他深陷的眼眸眯成了一条直线，散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气势。既然你们已经进入了京都艺能大学，质疑学校这种事，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身为京大的学生，你们要懂得跳出固步自封的圈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超乎你们的想象。第68章京大训练馆约战。校长宋隐山的话让那些只会质疑的杠精新生脸色不断变化，仿佛被无声的抽了一记耳光，个个感觉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校长说完这段话后也并未久留，瞬间就不见了身影。而原本负责监考的长老穆青也不知道在何时已经偷偷溜走，估计是赶着喝酒去了。只剩下那几名监考老师在继续主持学期考核。苏木作为本次学期考核第1名，获得了每个月200学分的奖励。此时内院内的空中也开始陆续出现了异能者踏空而行的身影，看来其他年级的学期考核也已经结束了。啧，200学分啊，木哥，顶我半年了。李璐在一旁感慨道，只有400多名的他，每个月只能拿到30点学分的保底奖励，这差距太大了。但实话说，能考上京大他已经十分满足了。对此，家里还大摆了3天的席。学分都是小事，做任务都能赚回来。顾莹莹轻声说道，第1名的头衔才是最宝贵的，接下来一定会有许多顶尖的老师想要收苏木为学生，拜一个好的老师才是最重要的。顾莹莹早在入学之初就已经想好了老师的人选。校长宋隐山觉醒的异能是 S 级的空间系异能空间禁令，凭借他 S 级异能的天赋以及学期考核第2的成绩，成为校长宋隐山的弟子应该是稳了。苏木摩挲了一下下巴，昨天翻看了一下学校所有老师的简历，穆青的资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觉醒的异能反差感极强，是 S 级的力量型异能10倍增幅。谁能想到身材娇小童颜巨那啥的穆青一拳下去，可能脑浆都被打晕乎了。而在介绍中，穆青似乎掌握着一项技能印记3倍增幅，虽然比起他本身的异能差了许多，但3倍增幅这个技能苏木势必拿下。与此同时，西广场大2的学生们刚刚结束学期考核，林不凡凝视着光幕之上的排行榜，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第3名，经过一个暑假的疗伤和修炼，他不仅巩固了统帅1星的境界，还成功突破至统帅2星的境界。原本准备在学期考核大展拳脚的他，学期考核的成绩竟然比去年还低了1名，这让心高气傲的林家大少有些难以接受。心烦意乱之时，一阵讨论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脑海中。你们听说了吗？今年大一新生出了一名变态。雾草，听说了，刚结束就有人发在校园网上了。通关15层龙之秘境就用了1.5秒，这还是人吗？对啊，听说叫什么苏木，还是个全国状元。苏木，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回忆了一下，林不凡眉毛一皱，似乎是想起了这个名字，转过身快步向着南广场走去。在这个信息时代，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会传播的飞快，比如什么生化 XT 啊、魔都15页 PPT 啊什么的，懂得都懂。而此时的校园网已经炸了。右晴，你快点看，这个新生长得好帅啊！刚刚完成学期考核，正和舍友走在回宿舍路上的乐右晴被舍友一把拉住，他一脸的花痴样，将一个手机递到了乐右晴的面前。什么？让我看看有多帅？听到有帅哥，红牙也凑了过来。此时，校园网论坛之中有一篇帖子的热度十分之高，标题是京大史上最强新生，下面放着2张照片。
第一张是新生试炼塔龙之秘境成绩排行榜的照片，第二张照片中是一名少年的完美侧颜。斑驳的树荫之下，阳光投下了淡淡的阴影，为少年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深邃与神秘。这不是苏木师弟吗？洪雅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男子，开口道：“啊，你们竟然认识这么帅的师弟？”舍友一脸惊讶：“对啊，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单杀了黄级赤焰师的那位师弟，是他。”这么一说，他也有印象了。当初那段网上疯传的视频，还是洪雅拍摄上传的呢。可惜当天下午就被下架了。当然，洪雅也是理解组织保护苏木的用意。紧接着，他又放大了第一张照片。三人定睛一看，第一名苏木通关层数15层，用时 1.5 秒。看见这个成绩，三人同时停下了脚步，面面相觑，一脸震惊。这成绩真的没有开玩笑吗？ 1.5 秒速通15层龙之秘境，尊都假都。学期考核结束后，顾莹莹前去拜访校长宋颖山了，李璐也先跟着舍友去培养一下感情，只剩下苏木一人在学校中溜达。那人好像就是苏木啊，长那么帅，姐姐我好喜欢啊！一路上，不少学生都对着苏木指指点点。校园网论坛上的热帖经过发酵和传播，基本上所有京大的学生都知道了苏木这个变态新生的存在。苏木无视了他们灼热的目光，径直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京大第一训练馆。训练馆的大厅之中，一名名学生脚步匆忙走到一间间的训练室前。随着学生卡在上面一刷，训练室的门被打开了。瞅了一眼，那些训练室被一层淡蓝色的薄雾轻轻笼罩，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能量气息。重力训练室 0.1 点学分小时，异能修炼室 0.5 点学分小时，技能训练室 0.2 点学分小时。苏木还在纠结着先去哪个训练室看看。就在这时，一道响亮而又充满着不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在整个训练馆中回荡。苏木，你敢不敢跟我打上一场？第69章1000点学分的赌注。突如其来的声音吸引了训练馆所有人的目光。苏木转过身去，看见一名精壮男子正一脸愤懑地看着自己，身上散发的异能波动证明着他已经踏入了统帅2星的境界。苏木，你还真敢来京大呀！他负手而立，用眼角余光藐视着苏木，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仿佛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等这一天，他已经等很久了。上一次在绅士的异能建构中心堵了一波苏木，可是因为自身受伤的原因，并没有能够好好教育一下他。呵，这次可终于等到你了。苏木挠了挠头，你谁啊？眼前这人有点印象，但不多。我苏木一向待人友善，喜欢扶老奶奶过马路。什么时候有仇人在京大了？听闻苏木竟然不认识自己，林不凡的眼神一下子狰狞了起来。那不是大二的林不凡吗？对啊，这个新生是怎么惹上他的？大二约战大一新生，要不要脸啊？林不凡作为大二的顶尖战力，外加有着不错的2代背景，自然在学生群体之中有着一定的名气，认识他并不奇怪。听到一旁的学生们小声的议论，苏木也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毕竟林不凡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凡。所以你是来准备随份子的？苏木咧嘴一笑，刚进学校，账户里躺着1200的学分，还不知道够不够用呢。这不就有人上门来随份子了，只是不知道已经大二的林大少来欺负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还要不要脸了？林不凡似乎是想到了那一天的画面，周身的空间在他异能的影响下开始波动起来。哼，你不接受也没事。听说你有个废物同学也一起考进了京大，我会让人没事情做的时候好好去关照关照他的。他的脸上闪烁着阴冷的光芒，嘴角扬起一丝狠厉的笑意。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揍苏木一顿。你威胁我？苏木眼神一眯，恐怖的剑意瞬间将林不凡笼罩。欺负谁都没事，欺负到我儿子头上，那我这个义父可不能干看着。仅仅是这一眼，让林不凡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这是他在妖域战场之上都从未有过的感觉。不过他还是嘴硬道：我也不欺负你，如果你输了，你离开莹莹身边就可以了。那你输了呢？呵呵，我输了。我输了的话，我给你500点学分。吃瓜群众们一听，顿时哗然。不然我给你也揍一顿吧。500点学分呢？在这个做什么都需要学分的内院之中，500点学分能换到的资源可太多了。不愧是2代啊，一出手就是那么阔绰。林不凡不屑地看着苏木，仿佛在说：乡下来的穷小子，没见过500点学分吧？看着眼前春风得意的林不凡，苏木扑哧地笑出了声。500学分？就这？苏木拿出自己的学生卡，轻轻点亮。
学生卡屏幕上的1200学分顿时闪瞎了众人的狗眼。不好意思啊，你这500学分还没我一半多。卧槽！1、2、3、4位数，1200点学分。刚才还在看热闹的学生们顿时傻眼了。有些学生到毕业之前都不一定能攒出那么多的学分，结果他一名刚刚进入学校的新生就有1200点。嗨，我也不知道这学分有什么用，就知道招生考试给我开出了每年1000点学分的条件。苏木凡尔赛的拿着学生卡扇了扇。学期考核第一也什么用啊，才给200学分。他继续补刀着，周围传来了羡慕的口水声。不然你多加点，多加点我就同意你的约战了。被那么多人看着，林不凡也已经下不来台了，一咬牙狠声说道：1000点，我拿出1000点学分作为赌注。上钩了。苏木嘴角一勾，真是个蠢货呀，随便一击就多了500学分。那好，后天上午吧，给你点时间去凑学分。苏木说完就离开了，留下林不凡一人。看着苏木转身走向训练室的背影，林不凡也露出了狠毒的笑容。按照计划，约战顺利完成。至于1000点学分，那完全为了钓苏木上钩罢了。自己早已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能够轻松压制苏木的空悟系异能。这波优势在我，不可能会输。到时候自己要在莹莹面前完胜苏木，让他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可靠的。3倍重力、5倍重力、10倍重力，最高40倍。看着重力训练室中的调节器，苏木摸了摸下巴。重力训练室是以锻炼体魄为主的训练室，而体魄正是苏木的弱项。虽然有着天上的气息、无光之盾等等强大的保命道具和防御技能，但自身的体魄还是比较薄弱的。或许接下来应该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断体类的功法了。苏木思考了一下，先来个10倍重力试试。怎么说，自己也已经踏入统帅境了，10倍重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只不过当苏木开启10倍重力的那一瞬间，毫无准备的苏木啪一下子就趴在了地上。卧槽！大二第3的林不凡约战大一第1苏木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学院。什么仇什么怨啊，大二去欺负一个大一新生。嗨，英雄难过美人关，听说是林不凡看上了大一的顾莹莹。顾莹莹就是宋校长新收的那名弟子吗？对，长得可好看了，跟沈校花不相上下。这么说的话，我也想看看了。随着消息的发酵，一出充满着爱恨情仇的感情纠葛戏码已经在吃瓜群众的脑海中浮现。连上2次校园热搜的苏木一下子成为了聚焦人物。异能统考全国状元，反杀传奇境妖族，单挑传奇2星黄级赤焰师， 1.5秒速通龙之秘境，一则又一则的重磅战绩不断刷新着他们的认知。林不凡糊涂啊！而主角苏木此时已经走进了帝都的异能建构中心。气运掌控系统升至 LV3 的第1次抽奖要来了，第70章 S 级断体功法肉身成圣。因为气运掌控系统已经升级至 LV3， 增加了气运转移距离的缘故，同在帝都内，苏木已经可以无视距离隔空界顾莹莹的气运值了。气运值100、1222，算上从顾莹莹那借来的50万点气运值，现在面板上的气运值直接突破100万点。幸运转盘也有了巨大的提升，保底也有2倍的加成，最高能获得5倍的气运值。妈妈再也不用怕我转出谢谢惠顾了。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幸运转盘启动，指针开始疯狂地转动。在苏木充满希冀的眼神注视之下，指针最终停留在了4的格子内。芜湖建构池 S 级奖励 40.0%， A 级奖励 59.99%， B 级奖励 0.01%。吸溜，苏木用手背擦了擦滴下来的口水。高达400万的气运值实在是太香了，足足有 40% 的概率抽出 S 级奖励。这还等什么？墨迹出垃圾！原石启动，五彩斑斓的原石放进了建构池之中。很快，建构池就开始活跃起来，金色的光芒从建构池中涌出，汇聚成了一张金色的卡片。S 级奖励，好耶！小心地将建构池中的金色卡片取下。看完金色卡片介绍的苏木呼吸不由得开始急促。肉身成圣 S 级技能卡，至高无上的断体功法，以人之肉身为基础，通过汲取天地精华，锤炼筋骨皮膜，最终实现肉身与灵魂的双重升华。卧槽 ！S 级的断体功法，要什么来什么。苏木不禁看了看建构室的四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着这一切。管他呢！苏木美滋滋地捏了捏金色卡片，卡片随之碎裂，一股磅礴的金色能量进入了苏木的体内。恭喜宿主学习 S 级功法技能肉身成圣，获得固定气运值1万点。咚咚，苏木闭目感受，心跳开始加速，一股暖流开始在体内四处游荡。
肉身成圣第一阶段断体，第二阶段纳灵，吸纳天地间的灵气，以灵气滋养肉身，逐渐强化肌肉、骨骼和脏腑。而苏木作为修炼了 SS 级东皇诀的异能者，体内早就储存了大量最为精粹的异能，淬过的就是最好的，懂得都懂。那些化妆品加个萃取都能贵上好几倍。在大量异能的滋养下，苏木体内的气血开始沸腾，全身的肌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力，仿佛钢铁般坚不可摧。片刻后，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的体内喷薄而出，瞬间充满了整个建构室。刚刚学会的肉身成圣功法，竟然一举就突破到了第3阶段炼骨。接下来就是要不断的锤炼骨骼，以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苏木嘴角一勾，露出了歪嘴龙王的笑容。重力训练试试吧，我就不信现在10倍重力还能把我按趴。从帝都的异能建构中心出来后，苏木跟顾莹莹来到了帝都的繁华中心。顾莹莹穿了一件仙气飘飘的碎花长裙，仿佛将春日的花园穿在了身上，裙摆轻轻摇曳，露出了一小截带着蕾丝花边的薄袜。俊男靓女的搭配引得他人频频回头。既然来到了龙国的首府，那必须得好好出来逛一逛才行。比起绅士，苏木更喜欢帝都胡同里浓浓的古城气息。古老的屋檐，青石的地砖，静静伫立的四合院，仿佛在低语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与韵味。苏木，快看！顾莹莹指了指胡同里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小店的门口摆着2台摇摇车，一台外形是皮肤黝黑的公羊，一看就很甜；另一台是头顶2个蝴蝶结的母羊，一看就很茶。他双眼放光，是摇摇车哎！以前苏木家小区门口的杂货铺前也有摇摇车，苏木和顾莹莹还去坐过，只是自从顾莹莹搬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坐过了。此时一见，两眼发光，颇为心动。苏木，大小姐，你不会想玩这个吧？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喂，你已经不用穿开裆裤了。苏木试图将顾莹莹拉走，就像父亲打算捂着孩子的眼睛闪现过玩具区一样。2分钟后，杂货铺门口响起了一阵美妙的歌声。爸爸的爸爸叫什么？顾莹莹坐在美羊羊上，笑得花枝乱颤，平易近人的胸口波澜起伏。苏木，你也来玩呀？好好玩。顾莹莹指了指旁边的舔羊羊。我？苏木指了指自己。开玩笑，我堂堂异能，统考全国状元，经大学期考核第1名，18岁踏入统帅一星绝世猛男，让我做这个不如去死。1分钟后，杂货店门口又响起了另一个 BGM， 喜羊羊，美羊羊。我操，这玩意是真他妈好玩啊！苏木和顾莹莹2人笑得跟二傻子一样。2个月来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的修炼模式，精神已经开始有些疲劳了。随着2人上下一摇一晃的，苏木得到了释放。2分钟后，苏木和顾莹莹边跑边笑的逃出了胡同，身后传来杂货店老板的叫骂声：“你们2个小崽子，多重了还来坐摇摇车啊！”2人一直逛到了晚上，才回到金大。期间，苏木还去了一趟至宝斋，买了5坛 A 级的好酒幽兰蜜酿。这款酒价值珍贵，建构池出品，高达1000万龙国币1坛，不仅能够温养灵魂，幽兰般的醉酒状态还能够涤除内心的杂念。这是苏木专门为了找木青拜师而准备的。虽然听说木青近几年已不再收徒了，但3倍增幅这个神技必拿下。第71章约战，一击秒杀。注意看，这个帅气的男子叫小木，他正趴在重力训练室的地板上。卧槽，肉身成圣3阶的效果是挺好的，10倍重力模式下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开到40倍的时候，明显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苏木像一条咸鱼一般躺在地上，默默承受着40倍重力的重压，骨骼在不断发出咯吱各种的呻吟声，肉身成圣在不断运转。这酸爽的感觉，还叫什么肉身成圣啊？改名叫抖 M 功法好了。第3阶段开始，只要肉体受到的伤害越大，修炼的速度也会越快。肉身在重压之下，仿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体内的细胞在狂欢。血小板表示忙得要死，不过躺着就能修炼，苏木表示很赞。很快，预设的2个小时便已经结束。苏木站起身来，长舒了一口气，轻轻一动，骨骼间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苏木在训练室里打了一套闪电5连鞭。看了眼手机，此时距离与林不凡的约战还剩5分钟。因为对决场地就在训练馆3楼，苏木也是将时间掐得准准的。对决台，林不凡正在台上等待着对手的到来，周围的观众席上也坐满了密密麻麻的吃瓜群众们，不仅有大一的新生，还有很多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对于枯燥的修炼生活来说，看别人约战是为数不多缓解压力的娱乐项目了。
所以只要有人约战，观众席一般都是座无虚席的。大一就敢接受大二学长的约战，胆子挺肥啊。呵呵，毕竟年轻气盛啊。但苏木身为全国状元，学期考核第一，统帅一星的实力也是有一战之力的，好吧？论天资，苏木肯定要比林不凡强上不少。但你要知道，林不凡可是比苏木多修炼了1年，现在已经是统帅2星境界了。可不，再加上林不凡有个作为玄妖司副总执政长的老爹，高阶技能不要太多。周围的学生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各有说法。看好苏木的也不少，占了有40%左右的学生。毕竟苏木可是有着反杀传奇妖族、单挑传奇妖兽的辉煌战绩。但约战可不一样，林不凡有什么底牌，苏木并不清楚，反而苏木拥有的强大剑技，林不凡已经曝光的一清二楚。观众席的角落之中，洪雅略带担心地说道：“右晴，苏木师弟他不会输吧？”“输？不可能的。”乐右晴摇了摇头。“你可是在现场观看苏木斩杀黄级赤焰师的，他简直强得离谱。”“也对。”两人的舍友在一旁插嘴道：“这个说不定啊，林不凡可不好对付。听说林不凡有一个强大的 S 级技能，叫做炎之领域。苏木是地级异能控物吧？据说在林不凡的炎之领域内，能够元素化，一般的物理伤害是打不动他的。顽克控物系异能。”洪雅瞪大双眼：“元素化？这也太变态了吧！这可是一般传奇境的元素系异能者才能够掌握的技巧啊！毕竟 S 级技能啊，你也不想想林不凡身后站的是谁，有那么几个 S 级技能不是很正常吗？”所以三人还在讨论着，观众席上已经开始骚动起来。苏木来了，众人向门口望去，一位身姿挺拔黑发男子缓缓走上对决台，他穿着一件简约的白色短袖和黑色的运动长裤，眼神随意而散漫，仿佛对这场约战毫不在意。其爆表的颜值更是引得女学生们频频尖叫。所以我支持苏木。乐右晴的舍友话锋一转，一脸正色道：“从见到苏木师弟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金灵岂是池中物，苏木肯定能完爆林不凡。”乐右晴：“洪雅，懂，饥渴了3年的师姐是这样的。你来了。”林不凡背着苏木负手而立，颇有种高手风范。爱装逼是他一贯的个性。此时要是再来一句“天不生我林不凡，龙国万古如长夜”，那感觉可能会更好。苏木没有接话，挠了挠头，看向一旁的老师。对决台旁正站着一名传奇境的学校老师，是负责约战公平和安全的。已收到林不凡同学的1000点学分，约战可以开始了。他对着苏木说道，显然也早就已经了解了约战的具体赌注了。韩刚老师话音一落，观众席又响起了惊叹的声音。1000点学分啊，竟然真的赌1000点学分。不过当他们看向坐在前排如同仙女下凡般顾莹莹时，顿时觉得这1000点学分太便宜了。请2位同学上台。韩刚说道，看见2人都已经站上台后，轻轻按下一个按钮，一个球形结界瞬间将对决台笼罩，保护观众席上的学生。2位同学准备好了吗？韩刚知道苏木是控物系异能，但此时苏木却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皱了皱眉问道：“准备好了？”2人同时点头，估计是想要打林不凡一个出其不意吧。韩刚默默猜测，然后开始倒计时：3、2、1，开始！霎时间，整个对决台上变成了火焰的地狱。炎之领域！林不凡大声喊道，随后他的身影便如同火焰一般消散，融入到了火焰场地之中。张狂的声音从四周传来：“苏木，虽然你拿出武器也没有用，但你却如此骄傲自大，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磅礴的火系能量从四周汇聚，形成了一条狰狞的火焰巨龙。恐怖的异能波动让结界外的学生们都为之一颤。完美的组合技 A 级技能火焰咆哮的威力，在 S 级的炎之领域造成的伤害将会翻上数倍。再加上元素化的林不凡，压根没有人能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苏木完了！有高年级的学生一下子就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大家紧张地看着场地中的苏木，此时他竟然还没有动作，武器还是没有掏出来。他是吓傻了吗？火龙张开巨口，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他口中迸发出来，然后向着苏木席卷而去。场地某处已经元素化的林不凡仿佛已经看见了苏木被火焰吞噬的画面。在众人的视野中，苏木突然化作一道残影不见了。在神之瞳的作用下，元素化的林不凡简直一览无余。奔腾开启，5秒内速度翻倍。下一刻，苏木出现在了台上的某处，腰马合力，肩膀用力侧顶，林不凡瞬间被打出了元素化，身影倒飞而去。不怕物理攻击，但强大的异能波动早已覆盖全身。B 级神技铁山靠，让你感受一下来自背带库之神的坤坤之力。第72章掌御万物，瞬间湮灭。
秒杀！被打出了元素化的凌不凡重重地撞在了结界之上，咔嚓！能够硬扛下传奇境一击的结界竟然出现了裂痕。吃瓜群众们一脸吃惊，这可是统帅2星的凌不凡啊！凌不凡弱吗？不弱，相反，有许多大3甚至大4的师兄师姐们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在 S 级颜值领域和 A 级火龙咆哮这2个完美组合技的加持之下，使得凌不凡掌握了跨境挑战的资本。而就是这么强的凌不凡，竟然就在一瞬间被苏木击败了，用的还是市面上比较常见到的 B 级技能铁山靠。他是怎么找到元素化的凌不凡？不少抱着娱乐心态来观战的强大师兄师姐们都不由得皱紧了眉头。换他们上，战胜凌不凡没有难度，但要在一瞬间就找到元素化的凌不凡，绝无可能。相比起其他人的震惊不已，观众席上顾莹莹和乐又晴嘴角微微一勾。约战的发展情况，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他们可是见识过苏木深不可测的实力。主持对决的韩刚老师站在原地，望着埋头坐在地上的凌不凡开口道：凌不凡失去战斗能力，本场对决的胜利者是……话音未落，凌不凡响起了几声咳嗽声，还带出了几口鲜血。还没完，真正的对决才刚刚开始。凌不凡扶着结界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这种被碾压的结局，他凌不凡不可能接受。啊！凌不凡发出了一声不甘的怒吼。炎之领域，原本已经消散的火焰场地再次被点燃，燃烧的火焰甚至比刚才还要旺盛。这是凌不凡觉醒的 A 级异能狂怒之火所带来的特性，越愤怒越危险，他的异能将会越强大。在妖域战场无数个危机的时刻，都是靠着狂怒之火力挽狂澜。如果元素化对付不了你，那我将会正面击败你。一把火焰巨剑出现在了凌不凡的手中，他缓步向前，走向苏木，就像从火焰地狱中爬回来的火焰使者。此时他就像被点着了一般，全身附着着熊熊燃烧的火焰。A 级技能火焰铠甲，当初在绅士异能建构室的时候，凌不凡曾经使用过这一招，最后被灵府的传奇境管家给阻止了。苏木完了！观众席上，几个平日里素与凌不凡交好的学生大笑着站了起来。激发了狂怒之火的凡，才是他最强大的杀手锏。再加上手中的 A 级圣火长刀，凡哥甚至能击败统帅4星的对手。观众席上的其他吃瓜群众听闻，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能看到战斗力的话，此时凌不凡的战斗力至少增加了 50%， 恐怖如斯。这个时候，在凌不凡眼中的苏木竟然笑了。你笑什么？凌不凡咬牙切齿地问道。我……苏木咧嘴微笑，轻轻摇头。我在笑你很天真。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错觉，正面就能够击败我呢？紧接着，凌不凡眼中的苏木缓缓抬起了右手，张开了大手。第一次向你介绍，我的异能是御物，你的火焰也在我掌域的范围之内。说罢，他用力一握，场地上的炎之领域，凌不凡身上的火焰铠甲以及不断燃烧的圣火长刀，在一瞬间全部湮灭。凌不凡的世界就像突然安静下来一般，寂静无声。他低下了头，难以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以及圣火长刀，接着又抬起头，扭头看了一圈观众席。透过每个人瞪大双眼的反射，他看不到哪怕一星火苗。这竟然是真的！凌不凡双脚顷刻间失去了支撑的力气，跪了下去。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火焰，竟然只是他人随手操弄的玩物。自以为才刚刚要开始的真正的对决，没想到在顷刻间就结束了。传奇境的韩刚老师在一旁也呆愣住了。这是传奇境的异能压制，但又不像这种布满整个场地的熊熊大火，哪怕是他，最多也只能压制其2-3成的威力。苏木是怎么做到的？他看向苏木，苏木也正歪着头看向他。韩刚老师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在主持比赛，连忙说道：凌不凡同学失去战斗意志，本场对决的胜利者是苏木。没有想象中的全场欢呼，反之，所有吃瓜群众还沉浸在苏木带来的巨大认知冲击之下，这已经颠覆了他们对控物系异能的了解。被认为是最垃圾异能的控物系，竟然瞬间就熄灭了强大的火系元素。苏木所说的御物又是什么等级的异能呢？接收完韩刚老师那边保管的1000点学分，苏木无视了一直跪在地上失魂落魄的凌不凡，转身向着对决场的出入口走去。控制元素这一项能力，在他当初踏入卫视境之时就已经发现了，当时还只能操控细小的火苗，而在踏入统帅境之后，对于元素的掌控已至真境，强大到能够操控别人所释放的元素异能。可以说，面对同阶的元素系异能者，苏木就是无敌的。他留下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给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顾莹莹也快步跟随了上去。苏同学留步！就在这时，数道声音从虚空中响起，下一秒，5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了苏木的身旁。卧槽，是元素系的韩主任，还有赵长老，连辅助系的林主任都来了。出现在苏木身旁的5人，正是京大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师，清一色的万古境强者。苏木，我是元素系的韩玉成。一名身材瘦弱的老者缓缓自我介绍道：“不知道苏同学是否愿意拜我为师呢？”去，别听那韩老头乱说。一旁的精壮男子连忙打断韩玉成的话：“苏木同学，以你见到的天赋，一定要加入我的门下。NMD 欠揍是不是？来啊，有种他妈来打一架，打一架就打一架，老子看你不爽很久了。”几位万古境的老师开始骂在了一堆，纷纷指责他人不配为苏木的师傅。观众席上的吃瓜群众都看呆了，什么情况？这些平日里收徒门槛极高的万古境强者，竟然开始抢人大战了。第73章，你相信我吗？老师抢人的戏码以前不是没有上演过，只是这还是头一次来了足足5位的万古境老师。放在往日，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嗨，苏木咳嗽2声，吸引了打在一团的老师们的注意力。实在抱歉啊，各位老师，我已经有想要拜师的人选了。苏木的表情很诚恳，虽然被当场拒绝了，但几位万古境老师也没有感觉落了面子。哎，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们几位老家伙也不好强求。韩玉成抚须说道：“你驾驭火元素的手段，老夫还是第一次见，我对你的异能非常感兴趣。你如果在控制元素方面遇到了问题，也尽管来问我。”苏木颔首表示感谢。一名万古境的元素系异能者，对于元素的见解肯定有他的独到之处。对的，你对剑意的理解也十分强大，如果你有兴趣，随时来我们剑道系交流。陆子墨也开口道，其他3位老师也纷纷附和。对于没能收下眼前的这枚璞玉，几人也是可惜的很，真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幸能指导他。几位老师带着遗憾离开了，苏木也是和顾莹莹携手离去，留下一群吃瓜群众坐在观众席上，一脸呆滞。教师别墅区，一座别墅如同荒岛一般矗立在别墅群中，墙壁上爬满了枯藤和野草，它们肆意蔓延，无人修剪。推开院子的大门，里面也是杂草丛生，阵阵酒味从窗户缝隙飘出。穆老师在吗？苏木敲了敲门问道。等待了一会，无人回应。见门没上锁，苏木想了想，还是推门而入。一开门，地面上到处都是酒的空瓶子，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大厅的沙发后面正露出了一双白皙的小脚丫，跟学期考核那天看见的玉。嗨，反正小脚丫的主人应该是木青没错了。苏木无奈地叹了口气，轻轻一挥，满地的啤酒空瓶瞬间规整在了一堆。要说控物系异能在什么场合下最好用，那肯定就是扫垃圾的时候了。玉物。很快，在苏木弹指之间，别墅里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庭院中的杂草等等都被一扫而空，常年没人打理的别墅瞬间变得干净整洁。在木青对面的沙发坐了下来，苏木端详起了眼前这个合法萝莉的睡姿。斜躺在沙发上的木青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露出了大半的雪白，下身一件超短裤，大腿如同玉藕般晶莹白皙。就是打湿了沙发的口水以及毫无形象的鼾声，打破了她睡美人的滤镜。或许是感受到了有人正在一旁看着他，木青挠了挠脸，睁开了迷迷糊糊的双眼。哟，少年。他动作不变，轻声打了声招呼，似乎对自己春光外泄的姿势并不在意。木青老师你好，我是来拜师的。苏木正视着木青的双眼说道。不正视不行啊，往哪里看都是大片的雪白，你倒是给我明白点男女之别啊喂。拜师啊，没兴趣，太烦了。木青听闻来意，又闭上了他睡眼惺忪的双眼。苏木没有说话，只是将早已准备好的5坛 A 级幽兰蜜酿从乾坤锦囊中取了出来，放在了桌上。就见木青精致的小鼻子动了动，嗅了2下，随即睁大了双眼，猛地坐了起来。Do on， 啧，弹性真好。苏木默默点评了一下，不由得吟诗一首：小荷才露尖尖角，不对，这算大荷了。嘿，幽兰蜜酿好久没喝到了呢，这味道真怀念。木青发出了糯糯的声音，双眼死死地盯着桌上的5瓶酒。这都是学生孝敬给老师的，老师尽管喝就是了。苏木的声音就像充满了魔力的话语。木青面露挣扎之色，到底要不要为了5坛幽兰蜜酿就把苏木收下呢？一般来说，长老的补贴与学生的成绩绩效挂钩，穆老师在学院里的长老补贴是最少的吧？学生不才，帮老师赚绩效什么没什么大问题，补贴多了，这买酒钱不就来了？苏木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木青的心坎上，听着听着，一根呆毛在木青的脑门上立了起来。
可是我没有什么可教你的。木青似乎想起了什么，开始有些失落，脑瓜上的呆毛也耷拉下来了。木青，37岁，异能10倍增幅 S 级异能，境界万古镜一星，状态诅咒状态中。这是苏木第一次看见木青时通过神之瞳看到的情况。后来苏木去了解了一下有关木青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木青天赋极高，不仅觉醒了 S 级异能，还在32岁之时就已经突破到了万古镜。但由于太过耀眼，在妖域战场遭遇到了妖族的埋伏。那场战斗中，强大的木青凭借着10倍增幅的强大异能，一拳又一拳将一名又一名埋伏的妖族强者打成肉酱。可惜的是，最后的那名妖族强者献祭了自己的性命，给木青下了诅咒。中了诅咒的木青开始停滞不前，虽然还保留着万古镜一星的实力，但无法前进，对于一名天骄来说或许更加残忍。龙国方面想尽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开木青身上的诅咒。从那时起，木青开始嗜酒，在别人的眼中，这是他自暴自弃的行为。老师，你天天喝酒，是为了麻痹诅咒带来的疼痛吧？苏木说道，语气有心疼。木青娇小的身躯微微一震，似乎验证了苏木的说法。学生不仅长得帅，实力强，运气也很好，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能够解开老师的诅咒也说不定。你相信我吗？第74章，大学生活真好啊！在拿下学期考核第一，薄纱林不凡后，原本还跃跃欲试，想要去试一试苏木有几斤几两的其他省份状元纷纷歇菜了。这他妈谁敢上啊？谁上不是吃一个大逼兜？在路上碰见苏木，谁不是尊敬的喊一声木哥？对此，苏木表示无聊的一批，没有人上门来求打脸了。悠闲自在的感觉让苏木不禁感慨一句：大学生活真好啊！不过，悠闲归悠闲，努力提升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自从龙吟剑重见天日之后，苏木开始有了一种危机感，那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呼呼，乐又晴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香汗淌过乐又晴那雪白的天鹅颈，直直滑落到了深谷幽兰之中。反观苏木，轻轻抹去额头的细汗，似乎还游刃有余。苏木，你越来越强了，乐又晴说道，呼吸还有些急促。绷紧的纯白色运动背心勾勒出了他完美的肌肉曲线与高耸的弧线，让人一看就想到了派等于 3.1415926， 还是师姐教的好。刚刚看完汗水的翻山越岭大冒险，还不小心瞥见了运动短裤下因为绷紧而露出的一线天。苏木心虚地收回了目光，稍稍改变了姿势，遮掩了一下因为练习受伤不断肿胀的伤口。你这学习领悟的速度，我觉得不出半个月我就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乐又晴轻轻叹了口气，没有注意到苏木的眼神。通过几天的训练，他再次感受到了苏木的恐怖。学习了那么多年的鼓舞技巧，似乎对眼前这一名少年没有一丁点的难度。看上一眼就能照猫画虎，看上两眼就能领悟精髓。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师姐。入门简单，精通难，越到后面越需要你的指点。苏木也是微笑的说道。乐又晴听闻，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时间一直停留在这个时候，该多好。话说苏木师弟的身材真好，他心里默默想着，偷偷瞄了一眼苏木光着的上半身，俏脸情不自禁的红润了起来。有点热啊，哈哈哈哈。两人相视一笑。其实苏木的话多少有安慰的成分在里头。在神之瞳的作用下，乐又晴的那些动作就像放慢了无数倍一般，一帧一帧放映。肉身成圣功法的不断锤炼肉身，极大程度加强了苏木对于肌肉的掌控。再加上前2天刚从建构池里抽出来的 SS 级被动技能神之悟性，一个字，无敌。苏木在抽取了 S 级功法肉身成圣后，又连续抽出了2发的 A 级道具匠人的气息，紧接着抽出了一把 S 级的武器湖中日月。在建构池第5次抽奖的时候，触发了保底的特殊召唤，而这保底的特殊召唤竟然不用完成特定的玄学姿势。神之悟性 SS 级技能，满级悟性懂的都懂。被动型技能，在这3大顶级技能的加持下，苏木对于乐又晴教导的鼓舞技巧一下就上手了，甚至还能举一反三，推演出其他更加强大的技巧。但没办法呀，谁让师姐那么润？呸！主要还是不想让师姐伤心。闲聊了几句，肿胀的伤口逐渐消炎后，苏木起身与乐又晴一起离开了普通训练室。那我先去重力训练室了，明天见。苏木跟师姐摆了摆手道别。去吧，注意劳逸结合，你已经很强了，不要那么拼命。进入重力训练室后，40倍的重力开启，苏木躺在地上继续享受着重压的折磨。就这样，课余时间中看看师姐的汗水大冒险，感受一下莹莹的平易近人。
然后重力训练室躺躺尸，顺带运转一下东皇诀。大学生活真好啊！苏木再次感慨道。1个月后，漫天的星斗在苏木的身旁浮现，周天星斗大阵不知道已经运转了多少遍，一股奇特的强横气息从苏木体内爆发而出。苏木睁开双眼，眼若星辰，那些原本较为暗淡的光点在逐渐变亮。统帅3星了，苏木喃喃自语。开学至今不足2月，自己已经连破2境，踏入了统帅3星，达到了京大大3学生的平均水平。打开系统面板，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统帅3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肉身成圣 S 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50%， 王之财宝 SS 级，湖中日月 S 级，冰魄 S 级，少阳剑 S 级，天上的气息 S 级，青光影 A 级，月龙门寂灭 A 级，银鳞软甲 A 级，乾坤锦囊 A 级，空间戒指 A 级，微光披风 A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神之悟性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无光之盾 A 级技，奔腾 A 级。气运值552222。这1个月中，苏木将剩下的4次建构次数全部抽完了，又抽出了2个 A 级的匠人的气息，以及2把 S 级武器冰魄少阳剑。或许是气运值越来越高的原因，现在建构池抽出来的道具和技能基本都是苏木目前的刚需。因为龙吟剑需要修复，所以 A 级道具都出了匠人的气息，只差最后一个就能够完全修复龙吟剑了。因为王之财宝需要收集大量武器的原因， S 级奖励也连着出了3把的长剑。其实苏木还是更想要技能的。望了望窗外，11月已入秋，京大内院得益于身处临境之中，四季如春，没有一丝秋天的味道。距离特殊召唤宝底还差1次建构机会，苏木决定接趟任务，再进一趟妖域战场。在那之前，先去把3倍增幅给学了。第75章，这被不拔个罐可惜了。来到木青的别墅，苏木顺手推门而进。自从拜师之后，苏木来木青家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沙发后依旧是露出了一小截玉藕般的小腿，随手一挥，满地的酒瓶被打扫一空。是，苏木走到沙发旁，才发现沙发上的腿只剩半截。今天又是不一样的展开啊！嘻嘻，这次被吓到了吧？木青突然从身旁探出头来，一脸坏笑地看着苏木，看是不是一模一样？他伸出自己白皙的小脚丫，放在那半截脚丫旁对比了一下，圆润洁白的脚趾头在那边调皮地动着。经过1个多月的相处，苏木发现木青似乎光长年龄了，不太聪明的样子。哦，发育的倒是挺好的。苏木一把抓住了木青的后脖子，提溜起来。喂喂喂，我可是你的老师啊，有你这样子像拎着小鸡一样拎着师傅的吗？逆徒！脚丫在隔空乱踹，逗弄了木青一会，苏木将他放在了沙发上。木青盘坐在沙发上，2手撑着脚丫，脸颊像仓鼠一般气鼓鼓的。好啦，师傅乖。苏木揉了揉木青的头，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1瓶酒来。看到酒后，木青瞬间喜笑颜开，两眼发光。徒弟真好。木青拿起酒瓶咕噜咕噜，然后哈的一声，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木青喝的是肥宅快乐水呢。在接连几次建构池抽奖都没有抽出有关解除诅咒的道具后，苏木苦思良久，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将自身的异能渗透进木青的体内作为引子，引导木青在体内按照东皇诀的运转模式复刻了一个周天星斗大阵。而随着周天星斗大阵的运转，强大的星辰之力竟然能够压制住他体内的诅咒。虽然无法彻底根除诅咒，但是诅咒所带来的煎熬疼痛感却减轻了许多。可惜的是，这必须得由苏木引导注入星辰之力才能够达到调理效果，并且每次最多持续1周。自从发现这种效果后，两人一阵欣喜。然后苏木就把木青的酒给停了，想喝可以，但必须限量。苏木给了木青一记手刀，如是说道。对此，木青只是嘟着嘴凄了一声：“师傅，我今天是来学习3倍增幅的。”苏木说出了今天的来意。哦，你肉体强度达标了吗？木青从沙发上跳了下来，纤细的右手向着苏木挥出随意的一拳。砰！巨大的拳风将窗帘吹得哗哗乱晃。承受了如同火车般撞击的拳头，苏木冷哼一声，向后倒退3步。确实抗打了不少呢。呵呵，是啊。苏木捂着肚子说道。余光看了眼左后方，
那墙上还有苏木第一次求学3倍增幅10倍木青一拳揍飞挂到墙上去的模子。经过1个多月的修炼，肉身成圣也终于踏入了第4层铁血，内外兼修，硬的一批。但哪怕如此，万古镜一心，恐怖如斯。不对，是眼前这名合法萝莉的攻击力强得离谱。给你，这是3倍增幅的技能印记。木青从空间道具中取出了一小块结晶，扔给了苏木。肉体强度只是最基础的要求，至于学不学得会，全靠你的悟性了。呵呵，弟子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悟性。苏木露出了龙王下山式的笑容，当场操控着异能渗入结晶之内，随即结晶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大量的信息涌入了苏木的脑海之中。木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如果这时候再配点瓜子就好了，他喃喃自语。不过时息，金色的光芒渐渐消散，结晶化为了粉末，随风飘散。恭喜宿主学习 A 级技能3倍增幅，获得固定气运值3000点。成了，3倍增幅 A 级技能造成的伤害将获得3倍加成。虽然早就知道技能的效果，但当苏木亲眼见证之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太他妈强了！再想想木青的10倍增幅异能，如果不是那名妖族烈士英勇的牺牲了自己，限制了木青的脚步，不然现在妖族估计已经被木青一拳打穿了。不错呀，竟然学会了！咔嚓，木青嗑着瓜子说道。就这时息，木青已经来回了一趟超市。之前没人学会吗？没有。木青摇了摇头。这个技能对于肉身要求和悟性过于苛刻，别说学生了，哪怕是那些超凡境的老家伙都没人学会过。你还是第一个。每个技能印记只能学习5次，不管有没有成功，5次后都会变成粉末。而技能结晶这道具属于稀有的 A 级道具，效果是能够刻印弱化版的技能。比如木青的10倍增幅异能，木青凭借其强大的天赋，硬生生的将异能刻录成了技能3倍增幅。这也是为什么苏木一定要拜他为师的原因。这次专门来学习3倍增幅，是还有其他打算吧？对，苏木点了点头。如果不是为了3倍增幅这个技能，他很早就出去做任务了。与他同期的新生，有不少人都接了任务，开始奔赴妖域战场外围进行磨练。这次打算去一趟妖域战场纷争流域或者幻影峡谷，那已经是战场范围了，很危险。木青皱了皱眉，在那里面活动的都是镇妖军的人，你如果想要进入纷争流域的话，得先加入镇妖军。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倒可以向镇妖军推荐一下你。谢谢老师。苏木眼前一亮，抱大腿的感觉就是好。只是苏木突然想起了个事情，眼眉突然低垂了下来。诅咒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都那么多年了，又不差这么一会，死不了。木青这时候倒是聪明了许多，感知到了苏木的想法。倒是你此行千万小心，我还等着你帮我解除诅咒呢。他笑了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那临走前我给师傅再做最后一次调理吧。听闻，木青脸上浮起羞涩的表情，缓缓转过身去，白色短袖被放到了一边。这被不拔个罐可惜了。第76章出发前的准备。接取任务。从老师木青那离开之后，苏木径直来到了金大的装备部，一把把精致锋利的各式武器都陈列在展柜之中。但不管长什么样，苏木看什么都感觉挺白的。操控异能在他人体内游走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要不是苏木觉醒的是御物异能，对于异能的掌控十分精细，甚至都不敢有这种大胆的行为。所以帮助木青调理的时候，木青是十分节省布料的。甩了甩脑袋，将脑海中合法萝莉娜娇羞的表情，还有不小心瞅到的一抹殷红给暂且搁置在脑海深处。苏木开始逛了起来，在学期考核中拿了第一，每个月获得了200学分的奖励，再加上感谢林不凡大哥送来的1000学分超级火箭。此时苏木的学生卡账户中还躺着2500多点的学分，除了每日一点点的重力训练室使用消耗，基本没有使用过。一把 A 级武器的价格在300学分起，附带特殊属性的 A 级武器还要更贵，400学分起。真不愧是金大的装备部啊！苏木心里感慨着，单单陈列在展柜之中的武器，在外面轻轻松松都是1-2个省市1年的税收入了。苏木了解了一下，金大有专门的临近开荒团，每当临近开启之后，都会由学院各个工会组织相对应等级的临近开荒团，再加上每年学生都需要前往妖域战场进行历练的缘故，许多高等阶的装备武器自然就开始在学校里流通起来了。最后苏木也是一共选了5把 A 级的常见武器，没办法，毕竟有着一个 A 级的御剑术专精技能，肯定是以常见为主了。这一波一共消费1900点的学分，又是15000点的气运值入账。星辰幻剑 A 级道具，
由天外陨石铸造而成的幻之长剑。星辰系异能者使用攻击力提升 50%。魔剑破魂 A 级道具，被黑暗的灵魂力量滋养而成的剑，使用时可侵蚀敌人的精神，造成恐惧效果。星辰幻剑花了400点学分，而魔剑破魂则足足花了500点学分。但不得不说，魔剑破魂的效果太过于强大了，将5把长剑全部收集到王之财宝当中。此时王之财宝中已经躺着11把的长剑了，其中 SS 级长剑1把， S 级长剑3把， A 级长剑7把。卧槽，1900学分全买武器了，买这么多把武器，这是要做什么？不理解，但我大受震撼。看见苏木的行为，有许多学生大为不解。对于他们来说，一把高等阶的武器就足够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A 级武器更是数十年都不用换。你们不认识他吗？他就是那个苏木啊。有人出来解答，他觉醒的异能叫御物，控物系的异能。啊，你的意思是他要一次性操控那么多把高等阶的武器？看来以前那些控物系异能者那么弱是因为武器太差的原因。走出金大装备部之后，苏木坐下电梯，又来到了金大技能部。因为能够长育元素，苏木打算购买元素系的技能，看看自己是否能够直接通过技能卡学会元素系技能。如果可以的话，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出其不意的使用元素系技能，或许能有奇效。最终经过一番挑选，苏木选择了一张 A 级的火元素技能卡。日冕爆炎 A 级技能，聚集太阳之力，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和炽热的火焰，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在太阳光下使用造成双倍伤害。这个技能又花了苏木500点学分，但这个技能绝对值这个价。作为出其不意的一击，太阳光下的双倍伤害最合适不过了。离开大楼后，苏木的账户里就只剩100多点学分了。来到任务大厅，顾莹莹和乐佑晴早已在这边等待了。两位美少女并肩而立，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吸引着周围每一个人的目光。顾莹莹的金色长发如瀑般披在肩头，闪烁着耀眼的光泽，仿佛流淌着液态的阳光。她的脸庞精致如画，肌肤白皙胜雪，微微上扬的眼角透露出大小姐的气质。乐佑晴黑色的单马尾随之摇晃，充满青春的气息。高举的右手挥动着，她的笑容如同春日的暖阳，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活力。苏木这边之前已经跟两人透露过自己想要去妖域战场的想法，两人则表示自己也想一起去，毕竟学分还是得赚，做什么任务不是做呀。苏木快步向前，跟两位美少女站在了一起，这让周围的学生们羡慕坏了。谁让他是新人王苏木呢？跟妖域战场纷争流域、幻影峡谷有关的任务我们都收集好了。顾莹莹轻声说道，随即在任务平板上操作着。任务1，在妖域战场纷争流域的镇妖军服役3个月，奖励1000学分。S 级任务，备注：要求境界至少统帅1星。任务2，斩杀统帅境妖兽，奖励50学分。D 级任务，备注：可多次完成。任务3，斩杀传奇境妖兽，奖励300学分。A 级任务，备注：可多次完成。任务4，斩杀统帅境妖族，奖励100学分。B 级任务，备注：可多次完成。任务5，斩杀传奇境妖族，奖励500学分。S 级任务，备注：可多次完成。挑选的任务都是以在镇妖军为基础，而延伸出能够同时完成的各种任务。苏木一想，将所有的任务全部都接了下来。接任务是需要学分进行担保的，未完成任务，担保消耗的学分不予以返还。但是区区传奇境妖族，这个学分还有气运值，我苏木刷定了。第77章镇妖军考核。石佛陈虎，乐有情，异能至高之权，统帅5星，境界跟异能都很不错呀，你就分到主战部队里去吧。顾莹莹，异能空间跳跃，统帅1星，境界低了点，但是异能很强啊，你去机动部队吧。帝都镇妖军军区中，徐晨义中校坐在办公椅上，手里拿着3人的简要信息查看，随即他看向了站在中间的男生。至于你苏木，异能御物，统帅3星，18岁的统帅3星，实力不错，但是异能一般，你去后勤部队吧。早上刚接到劳领导的电话，电话里劳领导说他有个老战友的学生叫做苏木，打算去纷争流域锻炼一下。劳领导是这么交代，徐晨义自然而然就理解了。懂，不就是去镀金的吗？那就去最安全的后勤部队吧。不过哪怕领导没交代，在他的心目中，控物系异能最适合的就是搬运物资了。听闻，苏木眉毛微皱，去后勤部队的话，那就与自己一开始的预期差太多了。徐中校，
我能不能申请调整至主战部队？苏木说道。话音刚落，就见徐晨义的脸上露出了些许不耐烦的神色。如果不是领导特别交代，徐晨义此时已经一拍桌子，大声怒骂：懂不懂得什么叫做服从安排？罢了罢了。徐晨义边起身边说道：我看你简历中还有全国状元、学期考核第1等头衔，想必对自己的实力颇为自信。跟我来，给你安排场考核。如果你通过了，就安排你进主战部队。帝都镇妖军军区训练场，20名异能者军人正在训练场上进行着体能训练。颇有气势的报数声不断传出。听说今天来了2个小美女，你们看见没有？看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女生。哼，能多好看？军营待久了，母猪你都觉得可以吧？那几个说什么悄悄话呢？俯卧撑再加1000个。陈虎指着角落里几名身体下去就不再上来，拼命摸鱼的人大喊道。听到少校陈虎的声音，几人的身躯瞬间抖了个机灵，仿佛听到了魔鬼的呼唤。完了，本来都已经做了3000个俯卧撑了，此时再加1000个，今晚记了。在绝望中，几道人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越走越近。他们辛苦地撑起头看了过去。陈虎，这3名京大的学生要去纷争流域历练，来我们军队服役3个月。你过来帮我个忙，给这位苏同学进行一下考核。陈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看了苏木一眼。收到，长官。他身材魁梧，肩膀宽阔厚实，站在那边的身影就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岳，矗立在那里。接着他转过身说道：你们别偷懒。空旷的训练场上，20名异能者正在疯狂快速的上下运动，口中发出铿锵有力的报数声，汗水已经打湿了一地，到处都充满了男性求偶的味道。从未见过这些蠢货精力如此旺盛。这2个小妹妹再好看，你们也不要当场开屏啊。陈虎少校，境界传奇1星，异能石佛。你的考核就是在他的手下坚持超过3分钟。徐晨义向着苏木介绍道。A 级异能石佛拥有着强大的防御力，也有着恐怖的攻击力，配合他传奇1星的境界，在镇妖军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手。紧接着他继续说道：主战部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主战部队负责的敌人十分强大，谁都不想带着1名猪队友去战斗，所以想要进入主战部队，最低的要求便是统帅5星境界以及 A 级异能。这不仅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你的队友负责。徐晨义说了那么多，其实心里还是想让苏木知难而退的。安排1名统帅3星的控物系异能者进主战部队，哪怕是他也没那么容易，万一出事了，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要不说这些关系户难伺候呢。徐晨义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给苏木面子了。苏木也是向他表示了感谢。谢谢徐中校，不过我还是打算进行考核。见苏木这么说，徐晨义也是点了点头，站到了一边去，同时还给了陈虎一个眼神，示意他不要留手。跟陈少校打，这小子活腻了，有好戏看了。我赌这小子坚持不到10秒。几名做着俯卧撑的异能者偷偷讨论，看着乐又晴的眼神好像扫了过来，又开始疯狂地开屏。只不过没有人看好苏木，别说他了，哪怕让1名统帅5星的异能者来，也撑不了5分钟。这不是欺负人家吗？操场中央，2人对立而战，相距不过20米。陈虎，异能石佛，传奇1星；苏木，异能御物，统帅3星。苏木抱拳示意，一把通体黝黑的长剑正悬浮在身旁。对于石佛这种强大的异能，能够直接攻击灵魂的魔剑破魂显然是占了巨大的优势。这还是苏木第一次正式跟传奇境异能者进行交战，苏木不可能大意。战斗还没打响，2人的战意就已然升温，异能在无形中开始较量碰撞。操场上掀起了一阵风浪，沙土吹的20只孔雀在那呸呸呸。3、2、1，考核开始。徐晨义话音刚落，苏木就如同一颗炮弹脱膛而出，在顷刻间已到达了陈虎的身前，黝黑的长剑横扫而出。剑一，剑荡八荒。充满大开大合之势的一剑，在扫向陈虎之时，竟如同撞上了一座钢铁铸就的大山。陈虎不知道在何时已经变身为一尊巨大的石佛，古铜色的皮肤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张开的6根粗壮手臂有着遮天蔽日之势，手腕上挂着金色的轮环和手中的金杵散发着神秘庄重的气息。铿锵，长剑所过之处发出了激荡的剑鸣声，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第78章11把剑齐飞，出发纷争流域。苏木强势的快攻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石佛异能变身后的防御力竟如此强大。在转念之间，陈虎已经抬起了巨大的坐腿，狠狠向下踏去，但他似乎受到了魔剑破魂灵魂攻击的影响，动作慢了一拍。苏木迅速拉开了身位，有点麻烦。苏木皱了皱眉，蓄势待发。
作为少校的陈虎明显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战斗一开始直接开出了变身形态，显然想要快速解决战斗。还未等苏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陈虎动了，粗壮的右手臂向前用力一探，金色的手掌虚影在瞬间来到了苏木的身前，竟然还有远程攻击的招式。4000雷动开启后的苏木在操场之上如同迅捷的闪电，轻松躲过了陈虎铺天盖地的左键平 A， 防御力极强，再加上攻守兼备的招式，石佛陈虎似乎已经无敌了。苏木眼角的余光扫过周围的士兵们得意的表情，在他们心中这一场战斗毫无悬念。但是抱歉，在我神之瞳的注视之下，没有无敌的存在。你的罩门已经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天底下就没有无敌的盾。此时陈虎的左腿腹处亮出了一道金色的符文，那边就是你的弱点。奔腾开启，苏木的速度瞬间窜出了2倍之快，众人只觉得一阵风刮过，苏木已经出现在了陈虎的身后，黑色的长剑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直击陈虎的弱点。但下一刻，高达5米的巨大石佛竟然用力一跃，跳出数十米之远。我操，能扛能打，动作还那么灵活。看到大佛跳了那么远，苏木傻了。不过还好，他面对速度快的对手似乎没什么办法。苏木心想着，下一秒，在远处平稳落地的陈虎中间的2条手臂双手合十，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泛音声响，向着苏木席卷而去。声音传播的速度太快了，苏木只来得及开启无光之盾。可惜这是一记直冲灵魂的精神冲击，无光之盾并没有起到效果。苏木大脑陷入一片空白，顷刻间苏木就醒了过来，在原地出现了0.几秒的空白期。此时苏木背后已经一身冷汗，要放在战场之上，这0.几秒已经够要了他的命。而就是这么一瞬的间隙，陈虎手腕中的金色轮环已经来到了苏木的身前。枪！枪枪枪！足足6个轮环，苏木在原地快速出剑，格挡下了轮环的强烈攻势。只不过这些被击飞的轮环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落到地上，他们在空中转了一圈，继续向着苏木袭来。再加上大佛铺天盖地的金色手掌虚影，苏木的失败似乎就在下一个瞬间。当众人还以为苏木已经被逼入绝境中，下一个画面令他们终生难忘。只见苏木只身站在原地，比起漫天的攻击略显单薄。他喃喃自语道：哎，看来一把剑还是不太够用啊，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空无戏呢。右手一挥，背后闪出片片圆形光圈，10把各式各样的长剑从金色光圈中飞出。画面过于华丽，特效过于酷炫，场面过于震撼。金色的轮环瞬间就被淹没在剑雨之中，数道寒芒闪过，直指大佛的弱点。停！关键时刻，在一旁的徐晨毅开口了。10把长剑瞬间齐齐一个急停，随后转弯回到了苏木的身旁。陈虎也在第一时间变回了原来的模样。是我输了，他说道，脸色已由一开始的面无表情到现在的一脸凝重。他知道，如果徐晨毅没有开口的话，那些无比锋利的长剑已经刺入了他的弱点中，哪怕再次跳起，那些飞剑一样会追上他的身影。到了空中之后，将避无可避，此战必败无疑。顾莹莹和乐佑晴相看了一眼，两人的眼中都是充满着喜悦和自豪的情绪，哪怕他们并不觉得苏木会输。有点意思。徐晨毅从一旁走了过来，拍了拍苏木的肩膀，心中思绪万千。哪怕是我上，也不一定能赢过他吧。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怕。苏木的表现折服了这位传奇3星的镇妖军中校。传奇境的异能压制似乎对你的异能不起作用，估计是吧？毕竟我的异能只是控物，不涉及到其他层面的强弱。我对你道歉，一开始是我小瞧你了。你的实力完全能够进入主战部队。苏木耸了耸肩，表示毫不在意。看来没有废物的异能，只有废物的异能者。徐晨毅郑重地伸出了右手，跟苏木握手。哥们，这句话可不兴说啊。军中都是性情中人，强者为尊。而苏木的表现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一旁的士兵们也是齐刷刷地鼓起了掌来。谁让你们起来了？继续再来1000个啊！下午，一架尼采的军装直升飞机从帝都镇妖军军区飞出，上面坐着苏木3人以及陈虎。此行他的目的地是纷争流域的前哨站落日堡。落日堡是镇妖军位于妖域战场外围的补给基地，供后勤连接使用。我们一般是5天有一批后勤补给物资会送到纷争流域的军事基地中，刚好今天就有一批物资要送，你们到了后可以直接跟上后勤部队。陈虎边开着直升机边说着。行踪这么固定的话，不会被妖族偷袭吗？苏木也是问出了他的疑问。以前遇到过，但都是小打小闹，
被我们杀退了。每次送的补给也不会太多，主要是值守人员交流，没有什么偷袭的意义。不过从6月开始，妖域战场就不太平静了，双方的小规模冲突次数比以前多了，此行你们务必小心。第79章，我这个人比较谨慎，喜欢补刀。嗡嗡嗡，直升机降落在了落日堡的机坪上。从上面看，与云深处相同的是，落日堡同样由巨型的铁马围了一圈又一圈，但占地面积小了很多。各式装甲车在不断进出，数十名士兵在各司其职，巡逻和放哨。陈虎少校，几人围了上来，对着从直升机上走下来的陈虎行了个军礼。丁上尉，林正少校呢？出任务去了。陈虎点了点头，指了指身后的3人。这3位是京大的学生，来服役3个月，之前已经在电话里跟林正少校联系过了。丁上尉接过陈虎递过来的资料，扫了2眼，没问题，少校已经交代过了。紧接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了几个名牌，递给3人。2个名牌上写着主战部队，一个写着机动部队。今天的补给车队16点出发，几位可以先休息一下。好的，谢谢上尉。苏木看了一眼名牌，分给了顾莹莹和乐有情。在来之前，苏木问过顾莹莹要不要一起进主战部队的，凭借她的实力肯定没有问题。但顾莹莹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笑着说：“跟你一起的话，那就太没有挑战性了。”3人将名牌别在了胸前。镇妖郡倒是没有要求统一穿军装的这个规定，毕竟防御型的装备长相各不相同。丁老弟，来。陈虎将丁上尉拉到了一旁，小声说道：“我再多嘴嘱咐一句，不要让你们那些没长眼的傻货去招惹苏木。别看他只是个大一的新生，实力非常强劲，连我都折在了他的手上。”丁上尉听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连传奇一星的陈虎都输了。本来他看了资料，还以为是一名靠着关系进主战部队混资历的家伙。苏木这个名字前几个月倒是挺火的，是他？对，我也是刚才了解到的。将苏木3人都安排妥当后，陈虎也是上了直升机回去了。下午16点，几辆军绿色的越野车准时从落日堡出发。此次前往纷争流域轮换的共50名士兵，分5辆车，全程3小时。请各位保持警戒，进入纷争流域后将会面临妖兽和妖族的骚扰。此时10人正对坐皮卡的后斗之中。由于有新人加入，丁上尉也是特地嘱咐了几句，其他几人则是进入纷争流域多次的老油条了。苏木扫视了一眼，这些人实力都比较一般，均为统帅境，包括丁上尉也不过统帅5星，也是一个大城市里才几个传奇境啊，哪能满地跑啊？镇妖军中的主力人群就是统帅境的异能者。你是第几次进纷争流域？我这已经是第5次了。这么厉害？我是第2次。旁边几名异能者在闲聊着，时不时用眼角余光往顾莹莹和乐又晴身上瞄。很明显，又来开屏了。呵呵，5次也没什么的。我主战部队的，之前还跟队友围杀了一名传奇1星的妖兽。或细说，也还行，传奇境也没什么厉害的。紧接着，他便开始吹嘘起了自己英勇的战斗姿态。风不断拂过众人的脸颊。苏木一只胳膊放在车框上，看着四周的风景在不断变换。乐又晴和顾莹莹在交头接耳，时不时传出莺莺燕燕的笑声。除了那3、4名一直在聊天的士兵，其他人倒是安静许多。还不知道2位小美女叫什么？第1次去纷争流域吧？吹嘘了半天，贾亮发现2名美女并没有按照他所想的那样向他投来崇拜的目光，于是选择了主动出击。2人的聊天被打断，乐又晴皱了皱眉，瞥了他一眼，便不再管他。哟呵，还是匹小烈马。贾亮心想着，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小美女，看你的名牌也是主战部队的吧？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叫贾亮，在主战部队也是资历比较老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帮忙，我最喜欢提携新人了。他还想继续说点什么，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丁上尉开口了：贾亮，闭嘴吧，这几个新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贾亮一听，也丝毫没有给丁上尉面子，同样都是统帅5星，我贾亮不要面子的，惹不起。关系户在纷争流域可行不通，拳头不硬，妖兽可不管你有什么关系。2个小妹妹，不如来投靠哥哥，还比较实在。哈哈哈！贾亮哈哈大笑起来，他身旁的2名异能者也跟着大笑了起来。丁上尉一脸恼怒，镇妖军太缺人手了，除了王牌部队，普通部队的许多士兵背调都不会做得过于详细，只要有实力就能进，这就导致小部队中出现了不少刺头。刚想继续说点什么，只见一点寒芒闪过，一把长剑已从贾亮的脑袋旁飞过，落下了几根发丝。贾亮的身后传来了一声妖兽的嗷叫声，众人回头望去，一把长剑正插在那头妖兽身上。不好意思，歪了点。苏木左手托腮，右手手指在空中比划着。你
贾亮一拍大腿，刚冒了一个字，又一把飞剑闪过，掀起了风浪。贾亮另一侧的脑袋又落下了几根发丝。众人再次转头看去，那头妖兽身上又多插了一把剑。他第3把飞剑闪过，贾亮感觉自己的脑壳有点凉，秃了。妈！刷刷刷刷，又有连续的4把剑从贾亮的脑壳旁飞过。众人望向离他们越来越远的妖兽尸体，上面已经插满了7把剑了。贾亮恐惧地吞了口水，我他妈一共才说了3个字，你怎么就用了7把剑了？这些剑怎么出来的？怎么飞过去的？自己一点都没有看到。角落中传来了苏木恶魔般的低语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比较谨慎，喜欢补刀。万一这只妖兽没死透呢？你说对吧？等下，你别动，我歪了就不太好了。”紧接着又有3把剑闪过，在贾亮的脖颈上划出了一条细细的血痕。好了，这下他应该死的不能再死了吧？第80章受袭，妖族部队连石佛陈虎都打不过苏木。我说你在那装什么逼呢？丁上尉阴阳怪气地说道。看见贾亮吃瘪，他心情大好。其他人本来就在惊讶于苏木的手段，此时听丁上尉这么一说，都惊掉了下巴。石佛陈虎是谁？帝都镇妖军军区少校，传奇一星的强者，其实力甚至能够跨阶挑战高他好几个小境界的异能者，也打不过眼前的苏木。车斗上的瞬间陷入了寂静。2个小时后，周围的废墟愈加残破，到处都有战斗的痕迹。焦黄的土地上有部分地方变成了黑褐色，似乎是被血给浸透了。从这里开始就进入纷争流域了，不管是谁，都给我提高警惕来。丁上尉说道，脸色也凝重了许多。距离镇妖军在纷争领域内的基地已不足1个小时的车程，但紧张点肯定是没错的。命只有一条，不可能将自己的命寄托于运气。他瞥了一眼角落里的苏木，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家伙觉醒的时候学校被妖族袭击了，异能统考上也被妖族袭击了，这时候跑来纷争流域，不会也要出事吧？车队平稳有序地行驶在纷争流域上，车队的上空云层中似乎有2只白色的鸟在盘旋。丁上尉，云层中有2只鸟，那2只鸟是？顾莹莹指了指云层中的方向，发出了他的疑问。身为空间系异能者，感知力十分强大，苏木也早就发现了，但通过神之瞳观察后，那2只鸟是通过异能幻化的。顾小姐感知力不错呀。丁上尉微微张嘴惊叹道，那2只是笔墨鸟，负责侦查。此次随行车队中有人是幻笔异能者，他能够进行作画，召唤出特殊生物。他跟你一样都是机动部队的，后面你们估计还要一起行动。如果发现了异常，那2只鸟会叫的。叫！刚说完，天空就传来一声奇怪的叫声。苏木歪了歪头，叫！那是鸟叫声吗？叫！他刚问出话来，又传来了第2声奇特的叫声。就见丁上尉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脸色凝重。不是，谁家的鸟这么叫啊？行驶的车队随之停下，司机的车技很好，没有让车上的异能者们感到颠簸。50多名异能者纷纷跳下车队，严阵以待。2声鸟叫，来者数量不少。丁上尉轻声说道：“是妖族还是受潮？他们疯了吗？我们可是有足足50名以上的统帅境异能者。”乐又晴皱眉说道：“50名异能者，一个主战部队的小队都没有那么多人，想要吃下这50名统帅境的异能者，来的数量起码要2倍吧。而且这个地方还靠近妖域战场外围呢，妖族能够无声无息潜入大批量的部队来，要么就是有多名传奇境以上的强者。最近前线小规模的冲突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上个我们基地甚至有2支主战小队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埋伏，一点信息都没有传回来。当然妖族一样遭受了我们的重创。”丁上尉说着，手上的动作不停，拿着信号器开始操作。不一会儿，他脸色一变，这片区域信号全失，对面有领域型的异能者。还未等众人反应，就见天空之上传来2声巨响，那2只只会 JOJL 叫的笔墨鸟被打散了。众人心里一沉，这下确定是妖族无疑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偷袭。列阵！丁上尉高喊。在场人员之中，只有他的军衔最高了，自然而然承担起了指挥的重任。而这些异能者士兵显然也不是吃素的，经过严格的训练，各司其职，按照自己的异能开始联动，形成个面向3个方向的铁三角。在高耸的钢铁废墟之中，左井位置。下一秒，5只白黑相间的水墨蜂鸟往这5个方向飞去。吱！蜂鸟发出鸣叫声，一道无形的雷达波动覆盖了周围的钢铁废墟。11点钟方向800米，数量大概40。7点钟方向1500米，数量30。接收到了蜂鸟传回来的消息，左井立刻说道。丁上尉心中一沉，
来的数量并不多，这也就代表着这些妖族队伍中有着1到2名以上的传奇境存在，甚至是万古境。对比军事统帅境的镇妖郡部队，这将是一场恶战。A 队、B 队，7点钟方向突围 ，C 队迂回包抄，先远处查看，确认是妖族，立刻动手，尽快解决，以防被双面包夹。那些车队中的物资被留在了原地，值钱的都在空间道具中，一点粮食罢了，不重要。50多人瞬间冲了出去，在钢铁森林中跳跃。苏木也在心中盘算着，这是冲我来的，还是早就计划好的伏击？最大的概率是后者，毕竟自己早上刚加入的镇妖郡，哪怕内部被渗透，妖族的动作也不可能那么快。5把长剑已经从各个方向飞了出去，两队相对冲锋，很快数十道各式各样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视野之中，地上、天上都有。你们两个小心点，我在远处帮你们掩护。苏木向着身旁的2位女生说道。顾莹莹她倒不是很担心，毕竟强大的空间跳跃便是战场上最为神出鬼没的存在，而乐又晴的至高之拳注定着她必须近身作战，在团战中极为容易陷入危险。进入了射程范围内，许多拥有着远程攻击的异能者已经先行开火了，各式各样的技能在空中飞舞，但都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距离太远，全被防御系的异能者盯准守了下来。就在这时，几道破空的声音响起，从妖族部队的后方，几把长剑已然而至，寒芒闪过，数道身影化作2半。第81章秒杀，129000点气运值入账。钢铁废墟之上，秋风有些凌冽，但妖族尸体喷洒出来的鲜血却十分炽热，他们狰狞的面孔上闪过一丝错愕，似乎没有预想过这个画面。偷袭得手，苏木的心态却没有感到高兴。对方的阵营中有1名传奇3星的存在，对面有传奇境的妖族，大家小心！丁上尉一声大喝，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巨锤，神圣护盾。霎时间，50多道金色的圣洁光辉从天而降，笼罩了所有人族的异能者，在他们的表面形成了一道薄薄的保护膜。200余米的距离转瞬而过，数十名人妖异能者已战为一团。作为 A 级异能神圣光辉的觉醒者，丁上尉在第一时间就找上了对方的传奇境妖族。神圣系的异能对于妖族有着天然的克制，再加上他各种防御力极强的技能，在场的人中或许只有他有那个能力可以短时间牵制住对方的传奇强者，只能寄托于队友能够迅速清理完其他妖族异能者，然后再来围攻这名传奇境异能者。要知道后面可是还有数十名的追兵，此战凶险，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不过丁上尉最终还是高估了自己，那名传奇境的妖族强者发出了一声冲天的虎啸，在传奇境的异能压制下，所有人身上的神圣护盾已然暗淡，有种摇摇欲坠、若隐若现之感。裹在黄黑相间皮毛的巨大铁拳留下一道残影，带着骇人的压迫感瞬间而至。丁上尉匆忙抵挡，一把黄金巨盾在身前浮现，给我挡下呀！丁上尉的内心发出了嘶吼声，只要能挡下几分钟，这场战斗就有胜算。咔嚓！然而在下一刻，原以为能够抵挡1-2的圣盾术在顷刻间碎裂，虎妖高举的第2拳直接穿透了暗淡的神圣护盾，丁上尉的胸腔随之塌陷，他僵直的身躯就像断线的风筝倒飞而去。这才仅仅一个照面，统帅5星和传奇3星的差距如同天堑鸿沟，连我都挡不下这虎妖第3拳，他们可怎么办啊？咦，为什么天空是血红色的？倒飞出去的丁上尉看着血红色的天空，像着有些疑惑。哦，天空是蓝色的，只不过是血从我的眼角中流出了。求救的信号弹刚才已经发出了，只是距离那么远，有没有其他人能看见？还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丁上尉从没感觉过时间过得那么慢，在倒飞而出的这2-3秒钟，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好多的念头。刚才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来着。丁上尉，你争取的时间够多了。在倒飞出去的同时，他眼角的余光中似乎看到了紫色闪电。就在那一个时刻，一道划破长空的紫色雷霆如同闪电链般在妖群中跳跃，那是名为希望的颜色。剑3，惊雷，枪！随着一声激昂的剑鸣声，人族异能者们发现眼前的统帅境妖族眼神已经失去了生机。下一秒，一道挺拔的身姿已经出现在了妖群之后。噗嗤，20多头的统帅境妖族竟在瞬间被一分为2。这一场面让所有异能者目瞪口呆，就连虎妖都呆愣在了原地。此情此景，所有人的 CPU 都被干烧了，还愣着干嘛？治疗快点，去救丁上尉！哦，众人还在懵逼之时，一道迅猛强势的虎跃已经高高跳起，目标直指最后方的苏木。
只是他眼中的画面突然开始迅速的闪烁，一股强大无比、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落在了他的肩头。砰！咦，那名渺小的人类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高了？他毛茸茸的虎爪双手合十，夹着苏木指向他的长剑，看着苏木如同看向死人的冷漠双眼。虎妖歪了歪头，喵！众人没有想到，原来以为是赌上性命的背水一战，结果受伤的只有丁上尉一个人。对此，丁上尉生无可恋的躺在担架上。他娘的，上早了！早知道苏木这么猛，还有我什么事？在击杀完眼前的30头妖族部队后，没过多久，另外一批有着40名妖族部队也赶了过来。看到一地尸体满目疮痍的时候，领头的蛇妖脸色大变，然后在顷刻间就被苏木剑斩所掀起的紫色雷电所吞噬。士兵们默默地打扫着战场，一声都不敢吭。这个新人简直强得离谱，一瞬间秒杀数十头的统帅境妖族就算了，就连传奇境的妖族强者在他手上都走不出一个回合。贾亮指了指自己的地中海，偷偷向别人炫耀：看到我的发型没？木哥刚才帮我剃的。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100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100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苏木在原地刷着系统日志，79头的统帅境妖族，外加1头传奇境的虎妖，这一波入账12万9千点气运值。血赚，果然来纷争流域是最正确的选择。师弟，你也太猛了！乐又晴来到苏木身旁感慨道。苏木每一次的战斗都在刷新他的认知，顾莹莹则是闪烁着美目，抓着苏木的身体，这看看那看看，担心他身上有哪里受了伤。大家没事就好。苏木微笑地说道。其实他大可不必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展露自己的强大，毕竟妖族之中比他强大的人比比皆是，万一对面不送经验宝宝过来，而是直接万古境、超凡境的强者下场狙击他，那么他将毫无抵抗的余地。但是要放任那么多同伴死在他的面前，他做不到。这些士兵都是赌上性命在战斗，他没有理由去藏着掖着。至于妖族是否会针对他发起行动，如果他们敢，那就尽管来吧。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道身影也从基地的方向破空而来。第82章帝都镇妖军军区的任职邀请。来者的速度十分之快，不断有破空的音爆声响起，前几秒还远在天边，几息后已经落在了人群之中。动势之大，掀起了滚滚尘烟。来人是一名白发老者，静静地站在那边。他的身材略显瘦削，但每一寸肌肤都仿佛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手指细长而有力，像是经过无数次的磨砺和锻炼。身着一袭朴素的长袍，却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敬畏之情。苏木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不属于传奇境的气息，还要更加强大，是万古境的强者。黄少将，您来了。丁上尉躺在担架上，虚弱地问候道。镇妖军纷争流域区域总指挥官黄志远，刚好有附近的异能者看到了救援的信号，当他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只是好像来晚了。黄志远点了点头，扫视了一眼士兵们的状况，有些惊讶。除了丁上尉，好像状态都挺好的，但这满地的妖族尸体证明了此地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上前仔细感知了一下丁上尉的情况，黄志远说道：还行，伤势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吧。说罢，他闭上眼睛，一股玄妙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没错，就是玄妙。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此地的空间竟然开始回溯，周围的空间就像变成了沙盘一般，数十道的妖族虚影重新出现。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异能者再次握紧了武器，严阵以待。别紧张，是黄指挥官的记忆沙盘。苏木脑海中也浮现出了关于黄志远的一些信息。S 级异能精神强控的觉醒者，万古3星的强者，是老师木青在多年前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此次苏木进入镇妖军，木青就是联系的黄志远。黄指挥官的技能记忆沙盘可以通过查看他人的记忆，重现刚才发生的事情。有人继续解释道。刚说完，就有不少人摸了摸脑袋，看的是谁的记忆？嘶！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沙盘回溯的记忆，好像是他的视角。昨晚找小姐姐嗨皮一晚上的记忆，不会也被看光光了吧？很快，沙盘上的虚影就动了起来。不过更快的是，战斗在几十秒间就结束了。睁开双眼的黄志远的双眸之中闪过了一丝震惊，这里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眼前的这名年轻人竟如此强大。他走上前来看了苏木几秒。你是木青的学生苏木吧？作为精神系的异能者，他的记忆力十分强大，先前只是扫过一眼木青发来的简历，就已经记住了苏木的模样。
黄少将你好，我是苏木。苏木不卑不亢地回复道：好小子，老师是个变态，学生也是个变态。如果不是你，今天我们后方估计要损失惨重了。黄志远拍了拍苏木的肩膀，眼神却有些凝重。80名妖族，其中还有1名传奇境的强者，竟然无声无息就潜入到了纷争流域的后方。不过这也正常，妖域战场广阔无垠，想要掌握每一处的动向太难了。他们镇妖军的机动部队也时常潜入对方的地盘去伏击妖族。话不多说，赶紧回基地吧，他下令道。众人又回到了车队的位置，继续启程。妖域战场纷争流域，过来更换的50名异能者已经全部到齐，替换下的50名休整士兵也踏上了回家的旅途。这一批50名异能者将在这里服役至少3个月，作为此场战斗中唯一负伤的人。还好丁上尉也就是来送人而已，此时已经坐上了回程的车。镇妖军军区指挥官办公室，苏木、顾莹莹、岳又晴3人正坐在沙发上。苏木，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帝都镇妖军军区任职的打算？黄志远给几人倒上茶水，双眼注视着苏木问道。当他从记忆沙盘上看见所有过程后，觉得这种人才不加入他们帝都镇妖军军区可惜了，当即发出了邀请。我现在还不算加入镇妖军吗？苏木挠了挠头问道。算也不算。黄志远缓缓道来。简单的说，就是镇妖军各个军区也是有绩效考核的，绩效考核成绩排名靠前，整个军区能够获得的资源就更多。而凭借你的实力，在帝都镇妖军战区任职后，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当然了，这都是互惠互利的事情。你在帝都战区任职后，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一定的指挥权。紧接着，他又细细介绍道：龙国的镇妖军一共有6大军区：帝都军区、东海军区、南疆军区、西山军区、北境军区以及中原军区。就比如之前去过的云深处补给基地，那边是隶属于南疆镇妖军军区。各大军区每年都会通过战绩、军区竞赛等等方式来计算绩效，从而划分第2年的分配资源。其实我们帝都军区是最安逸的，负责的区域只有纷争流域这一块，但同时也就代表着我们每年的成绩排名靠后，只能尽可能的从军事竞赛上争取成绩。如果苏木你能在我们帝都军区任职的话，我想下个月的军事竞赛应该是稳了。毕竟当初穆青也是在帝都军区任职的嘛。黄志远说得很明白，还拉了拉穆青的关系。如果你身边的2位同学有意向的话，也可以一同任职，甚至连苏木身旁的2位美女都安排上了。但苏木也不可能当即就给他回复，先拉扯一下准没错。再说了，穆青当初中埋伏的事情还不清楚，在这里面有没有利害关系。好的，我了解了黄叔，容我跟我老师商量一下。苏木说道。行，反正还有1个月的时间，不急于一时。走吧，我先带你们去基地里逛逛。第83章，万古镜的异能改造天赋。纷争流域妖族部落，妖族统领办公室内，一道1.8米左右的人形生物正坐在沙发上泡茶，茶香四溢。不同的是，眼前的这名人形生物皮肤通红，瞳孔内的眼球呈黑色竖条状。作为一头已经化为人形的万古镜岩玉赤蛟大妖，他开始习惯人类的生活。泡茶就是他最热衷的事情之一，比起其他5大3粗的妖族，会泡茶的他显得格外优雅，并且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符合当代潮流的名字——打胶。网上的人族年轻人天天就喜欢发什么打个胶先，一看就很火。砰砰砰，进来！房门被打开，一头人身蛇尾的女蛇妖扭着风情万种的蛇屁屁走了进来。思思老板，给您汇报一下近半个月的业绩。思思，听说这比较戳当代年轻人的 XP。老板有个美女蛇秘书，很正常吧？妖啊，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半个月来，我司在与镇妖军的博弈中占据下风，共损失。所以，我建议各部门之间要及时进行复盘，对其颗粒度加快找到突破的抓手，形成一套完美的组合拳。说妖话，最近死的妖比较多，下面没食妖办法，我的建议是瞎说的。这个问题，老板你怎么看？打胶沉吟了一会，回复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还要看具体的情况。美女蛇，老板，听底下的人说，镇妖军最近来了个新人，见到他的基本都死了。那你是听谁说的？变色龙妖，他躲躲远远的，跟一坨粪便融为了一体，成功逃过了一劫。说完，美女蛇从小包包里拿出了一张纸。苏木通缉令等级 SSS。早说嘛，只要杀人能解决的事，还叫事吗？打胶漆黑的树瞳发出了恐怖的斜光。卧槽！你们是没有跟苏木一起出过任务？你什么都不用做，躺好就行，苏木就已经把妖族全部解决掉了。真那么快？
对啊，苏木是我见过最快的男人了。最近镇妖军纷争流域基地内到处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自从苏木加入了主战部队后，业绩蹭的在往上涨。苏木所分配的主攻小队基本上都能做到全员无伤，结束小规模的冲突。哪怕是遇到了传奇境的妖族强者，在苏木的剑下也走不出3个回合。对于风平被害，苏木也没有任何表示，毕竟到手的气运值才是最实在的。算上刚来那一天刷的12万9千点气运值，这半个月内又陆续刷了9万3千点。此时苏木面板上的气运值已经暴涨到了77万4222之多，恐怖如斯。指挥官办公室内，黄志远特地将苏木和乐又晴叫了过来。你看看，这是纷争流域妖族部队的具体情况。他将一份资料递给了苏木，苏木翻看了起来。对方的统领是一头万古2星境界的炎域赤蛟，觉醒的异能是 S 级的焚噬炎域。蛟类妖族是妖族中比较强大的一个分支了。如果你在战场上见到了他，快跑，不要恋战，迅速脱离战场。万古2星，苏木在心中沉吟，做了一个纸面上的实力对比。最近自己还停滞在统帅3星的境界，但估计距离统帅4星不远了。炎域赤蛟的境界刚好卡在自己100%被空手接白刃得2个大境界内，能够有效触发。再加上王之财宝中的天之锁，哪怕对上炎域赤蛟，应该都有一战之力。只不过还从来没有跟万古境的敌人交过手，具体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似乎看出了苏木的想法，黄志远继续说道：你也知道了，传奇境的天赋是异能压制，能够压制传奇境以下异能者的异能威力，而万古境的天赋则是异能改造，可对自身异能进行改造。苏木点了点头，这些理论知识在金大老师授课的时候曾经说到，但一般的万古境强者都不会轻易暴露自身的异能改造情况。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炎域赤蛟的异能改造情况。黄志远接着问向乐又晴：乐又晴，你爷爷是学院派的乐领袖吧？我想对于万古境的异能改造，乐领袖应该跟你介绍过不少。乐又晴的爷爷苏木之前曾听他说过，是龙国学院派的话事人，帝都乐家家主，超凡境3星的乐飞鸿。乐又晴点了点头，红唇微张。我爷爷说过，把异能改造理解为一棵树，在原本的基础上长出新的枝芽，这些枝芽将会附带其他的效果，来增强原本的异能。听完，苏木脑海中闪现过一个词：天赋树，应该大体就是这个效果了。比如我的异能精神强控，能控制精神力薄弱之人的意志和思维，直接对精神力进行攻击。而记忆沙盘就是我通过异能改造获得的其中一个技能，赋予了精神强控关于读取记忆的能力。听起来比较神奇，但如果你在纷争流域遇到了炎域赤蛟，我的建议只有一个：跑。3人相视一笑，这倒是一个很务实的建议，但想在一名万古境的妖族手下逃生，哪有那么容易呢？就在这时，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黄指挥官，第3机动队遇到了妖族埋伏，需要支援。苏木和乐又晴对视一眼。第3机动队，那不是顾莹莹所在的队伍吗？第84章，妖族的计中计。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斑驳地洒在废墟丛林间，依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但岁月和战争的摧残已将它的昔日辉煌化为断壁残垣。废墟丛林中不断传出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各种碰撞和爆炸声。雾草，怎么那么多妖族？干他妈的妖族！以及各种会被和谐的字符。一道亮丽的身影也穿梭于林间，每一次的跳跃伴随着蓝色的光芒，身影瞬间就出现在了数十米开外。其实对于顾莹莹来说，遇到妖族的埋伏，自己一点也不怕，毕竟只要跑得比队友快就可以了。笑！但顾莹莹的骄傲并不允许她自己抛下队友。小心！一声娇喝伴随着蓝光的闪烁，顾莹莹出现在了一名队友的身边。此时，一双利爪正向着她的后背抓去，2把破法战刃瞬间割裂了鸡妖的身躯，伴随着一声长达2.5秒的惨叫声，统帅境的鸡妖化作一滩血肉。谢谢。齐飞颤颤巍巍地道谢着。今天他们机动3队正在进行日常巡逻，结果在偷袭一支妖族的5人小队时反遭埋伏，陷入了劣势之中。佐井此时也已经退到了顾莹莹的身边，至少有一名传奇境的妖族隐藏了其他妖族的气息，否则凭借我们的侦查手段，没有理由发现不了其他妖族。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手中的画笔在不断作画，各种模样的白色笔墨妖兽跃然而出，冲入了丛林，扑向了妖族。我们快走吧，坚持不了多久，能跑几个是几个。这就是机动3队的宗旨，当遇到打不过的敌人之时，就各凭本事逃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对，不太对劲。顾莹莹看向四周，丛林中还在不断响起的惨叫声。以埋伏的妖族数量以及战力来说，
仅有10人的他们不可能坚持那么久。那些妖族异能者在不断狞笑，没有迅速解决战斗的意思，就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瞬间，顾莹莹好像明白了什么。咻！就在这时，树柄长剑破空而来，在顷刻间就将数名正在靠近的统帅境妖族撕碎。莹莹，没事吧？苏木的叫喊声响起，御剑乘风而来，落在了顾莹莹身边。数十道身影也紧紧跟随在他身后，随即冲入了丛林之中，与妖族站在了一块。我没事。顾莹莹迅速回应道，紧接着就将她心中的猜测说了出来。苏木，快走！我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你的埋伏，妖族袭击我们只是为了把你勾引出来而已。苏木也是一脸严肃的点了点头。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面对埋伏的准备，连皇叔都跟过来了。听到万古境的黄志远也跟了过来，顾莹莹松了口气。如果苏木因为来救他而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这会让他无比愧疚。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过去帮助兄弟们，至于在暗处的埋伏，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吧。剑三，惊雷。化作紫色闪电的苏木开始收割战场，数十名统帅境的妖族异能者在霎时间便已归西。苏木看着安静的有些异常的现场，小心翼翼地盯着附近的情况。只可惜到处都是丛林废墟，神之瞳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保守起见，苏木将无光之盾套在了身上。其他异能者正在开心地打扫战场，庆祝又拿下一场胜利。下一刻，似乎有火焰腾空而出的声音。噗！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方圆2000米竟在一瞬间就化成了火海。快撤到空旷的地方！苏木大喊。有人躲避不及，深红色的火焰点燃了皮肤，还没来得及使用技能和道具，那名异能者便化作了灰烬。我操！众人大惊，脚步生风，各种保命技能和道具齐出，聚集在了一片空地之上。焚尸岩狱，苏木蹙眉说道：妖族的那名万古境强者果真来了。不过黄志远作为老牌万古境强者，也不是吃素的。一阵清风拂过，在他强大的异能威压之下，火海瞬间熄灭。呵呵呵，黄老头，你果真来了。天空之上，一名红色皮肤的人形生物负手而立，发出了狰狞的笑声。周围的丛林陆陆续续出现了数十道的身影。苏木环视一周，面色有些凝重。这数十道身影之中，竟然还有接近7名的传奇境强者。哼，小虫什么时候这么怂了？这是倾巢而出了。黄志远瘦削的身躯出现在了人群之中，他抬头看向空中，只不过此时他的脸色同样也不太好看。1名万古境，7名的传奇境 ，MMP 人还是太少了，保命要紧，抓紧一切机会逃跑。苏木的脑海中响起了黄志远的声音。苏木看了他一眼，跑？对不起，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穷途末路泪沾襟，天涯何处是归心。这是你们人类的诗句吧？此时是不是特别应景啊？哈哈哈哈！打交语气中充满着戾气，开始享受人群之中开始弥漫的绝望气息。只不过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漆黑的树瞳对上了一双冷漠的双眼。奇怪，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他的内心发出了疑惑。这个视角，难道是我跪在地上吗？100%被空手接白刃。在下一个瞬间，一道强横的精神强念已经钻入了他的脑海。黄志远的精神攻击已随之到来。可惜的是，作为万古境的打蛟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死亡。他的身上爆发出了一道猛烈的红光，身影随之闪烁，出现在了数百米之外。A 级道具红牌下场，受到生命威胁时进行随机传送。此时的他正在不断喘着粗气，冷汗从脸颊两侧流下。没想到自己最强大的保命道具就这么被打出来了。战场之中，数十名包围着人群的妖族强者正一脸懵逼。咋回事？妖呢？打蛟老大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第85章，狐妖绮罗，又是万古境妖族强者。另一边，人群中央，刚对着打蛟使用完100%被空手接白刃的苏木已经汗流浃背。哪怕这个法则神技无比强大，但跨越足足2个大境界，对于异能和精神力的消耗过于巨大。打蛟已经不是原来情报中的万古境2星了，不知在何时已经踏入了万古境3星的境界。皇叔，喝下2瓶恢复药剂，苏木刚想叫黄志远趁现在痛打落水狗，就见周围的空间仿佛已经凝固，所有妖族士兵就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哪怕是传奇境的妖族强者，似乎都在努力突破着莫名的限制。下一秒，黄志远已伸出他那有些皮包骨的瘦弱手掌，在虚空中轻轻一握，伴随着双眼绚烂的金光闪烁，
周围的数十头统帅境的妖族士兵在顷刻间被那无形的压力瞬间挤爆，化作一团又一团的血雾。7头传奇境妖族强者中，有4头刚刚踏入传奇境不久的妖族强者也在挤压下重伤昏迷。雾草！苏木情不自禁爆粗口来。难道黄志远的真实身份是大号的可达鸭？敌方万古境强者消失的这几秒，作战经验丰富的黄志远也是抓住了机会，给予了对方一记重创。数百米外，打交也是感知到了战场中的状况，迅速向着战场靠近。好在有红牌下场道具及时的中断，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仅仅只是几秒，凭借着万古境强者的超强体魄，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随即，他从树林中探出了颗头来，在暗中窥探了一眼苏木。还好。苏木看起来消耗也很大的样子，见到后者脸色并不是很好看，打交也是松了口气。这种技能已经属于法则范围了吧？他心中暗自后怕，但想必如此强大的技能都有极为严重的后遗症。苏木这种仅有统帅3星境界的弱者也不可能连续使用吧？想到这里，他强横的气息也是再次放出，抵消了黄志远带来的精神威压。再不出来，那几个传奇境妖族都活不下去了。小虫，你还真敢回来啊！黄志远冷哼一声，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双方已在纷争流域驻扎多年，交手也已经不下10数次，但这一次明显是镇妖军胜过了许多，不仅击杀了近100名的统帅境妖族士兵，还重创了那些传奇境的强者。此次战役结束后，或许可以直接出兵，拿下妖族在纷争流域的据点。打交刚想说点什么，突然眼前的风景一转，我干林娘！打交发出了一声咆哮，他漆黑的树瞳又对上了那双同样冷酷无情的眼眸。不是，你商标符号的开挂啊，这么 bug 的技能还能连着用吗？念头闪过，打交的精神力世界已承受了数道来自黄志远的精神冲击，鲜血从七窍流出，精神逐渐萎靡。再这样下去不行！他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加剑姿势，仰天破口大骂：臭狐狸，你再不出手，老子就要死了！叮铃，从林中响起了铃铛的晃动声。苏木突然一阵恍惚，陷入了迷茫。随着体内的周天星斗大阵激发出了冲天的白光，他才惊醒过来。打交已经出现在了数十米外，半蹲在地。哪怕逃出了苏木的剑，他的状态也不算太好。呵呵，一阵轻柔妖媚的笑声在空中回荡，笑声中仿佛带着丝丝吸引人的魔力，能够轻易勾起了人心底的欲望。一道身影从空中缓缓飘下，身姿曼妙，一袭紧身的金红相间长裙勾勒出了完美的曲线，点缀着朵朵红梅的反重力裙摆在风中轻轻摇曳，让人想要钻入底下一探深浅。白皙的脚丫在太阳光下闪烁如珍珠般耀眼的光华，一颗金色的铃铛被红绳系在完美的脚踝处。她的面容妖娆而诱人，一双狐媚的眼眸仿佛能勾魂摄魄，眼角处隐约可见一抹淡红色的弧纹，更添几分神秘与妩媚。最后再看向那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目光的5条毛绒尾巴，福瑞控狂喜。小虫虫，你可真狼狈啊！一把折扇轻轻晃开，扇面之上的美目注视着人群之中的苏木。轻罗小扇白兰花扮演弹唇竹君马，她的出场很华丽，很震撼，犹如仙女下凡一般。但苏木等人的表情却有些阴沉。5条尾巴，没想到打交竟然还叫上了一名妖狐族的万古境强者，这一下又陷入到了绝对的劣势之中。哪怕打交此时已身受重伤，但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万古境3星。绮罗，废话少说，你帮我牵制住黄志远，我来杀了苏木！打交在后面大喊道，连续在苏木的手下吃瘪2回，他疯狂地想要将苏木撕碎。刚刚说完的他，却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冷意。绮罗轻轻侧过身，扇面之上的双眼泛起一凝杀意。你最好给我轻点，这小家伙很有趣，我要了。说罢，他手中的折扇轻轻一挥，数十道粉色的流苏朝着黄志远袭去。黄志远一脸凝重，小声说道：苏木，你快跑！这妖狐绮罗的魅惑异能跟我相差不大，且境界高达万古4星，我一时间没有办法腾出手来保护你。随即一道透明的光盾在身前展开，数十道粉色的流苏在光墙上掀起了阵阵涟漪。皇叔小心！苏木说完，与顾莹莹对视一眼，握住了他的手。离开前，苏木狠狠地瞪了绮罗一眼：烧狐狸，以后有的是让你跪下喊爸爸的机会。一道蓝光闪烁，两人已出现在了数百米之外，并在不断跳跃。其余数十名统帅境的异能者们作鸟兽散，四处逃跑。这种等级的战斗，只有统帅境的他们只是炮灰而已，帮不上任何一点忙。活着跑回基地，就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打交发出一声狞笑，空间异能跑的是很快，但在万古境的强者面前，啥也不是。
第86章赫格尼之剑。身后的战场发出了剧烈无比的爆炸声，两位万古境强者全力以赴的对决，给数公里的土地带去了毁灭的打击。引擎全开的异能威压之下，钢铁废墟纷纷化为齑粉。苏木，还记得你之前送我的水滴项链吗？逃跑的路上，顾莹莹将一条水滴形的项链塞入了苏木的手中。现在他已经充能完毕了，能够进行连续3次的3000米空间跳跃，足足9000米的距离，配合上你御剑的速度，在那条交妖的手下跑掉应该不成问题。连续的带人进行空间跳跃，汗水已经打湿了顾莹莹的发丝。我跑了，那你呢？哼，不带你一起，我跑得老快了。再说了，我往其他方向跑，他肯定只会追你。苏木轻声笑道，一记毫无力道的手刀敲在了顾莹莹脑壳上。顾莹莹嘟起脸颊，可爱万分。你当我傻呀？如果他追不上我，说不定会找你麻烦的。放心吧，我从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跑。穿过钢铁废墟和丛林，眼前的视野逐渐开阔，进入了一道平原之中。打蛟幻化出了原形，一条红褐色的赤蛟在空中腾飞。作为觉醒了 S 级异能焚噬炎域的万古境强者，打蛟对于温度的气息十分敏感。他早已记住了苏木二人的温度，在后面飞速的追赶着。呵呵，年轻人还是年轻人，竟然跑到空旷的平原自投罗网。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尖笑声，一条覆盖着坚硬鳞片的赤蛟出现在了苏木二人的身前。凸起的两粒蛟眸涌上一丝嗜血的味道，数百米长的蛟身透露着它不同于凡兽的威严。打蛟盘旋在空中，看向停下脚步的蝼蚁。人类看见我的本体，你要感到荣幸。妖族的尊严不是二等蝼蚁能够轻易挑衅的，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苏木神之瞳的注视下，打蛟的气息其实已无巅峰的3-4成，这也是苏木胆敢猎杀他的勇气。傻缺，你以为我为什么跑来空旷的平原？苏木的表情没有如打蛟所想一般陷入恐惧，反而嘴角扬起的笑容似乎在压着 AK47。王之财宝，富丽堂皇的宫殿虚影在苏木身后展开，金色的光幕开始荡起片片涟漪。打蛟巨大的蛟身开始微微颤抖，这是他从未感受过的气息。他可能到死也不会知道，这是属于神的气息。那是因为怕你跑掉啊，小傻瓜。苏木张开双臂，迎接着王之财宝的降临。天之锁 Inkiju， 数十道锁链从涟漪中鱼贯而出，直冲天上盘旋的赤蛟。打蛟发出一声怒吼，无尽的黑色炼狱从他的身旁燃烧而起。炼狱星火，漫天的黑色火焰从天而降，就像是一场别样的流星雨。它们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拖着长长的尾迹，想要将大地上的一切燃烧殆尽。纷争流域每个角落中的人都抬起了头，仰望远处的天空，目睹着这场由万古三星炎域赤蛟的全力一击。可惜蛟终究是蛟，苏木摇了摇头。如果他是龙的话，龙族最强的龙星群或许还能对天之锁造成一定损伤。黑色的火焰粘在无数的锁链之上，试图点燃锁链，但最终却如同星星火苗一般散去。抱歉了哦，天之锁的熔点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得多。这招曾经摧毁了一座城市的炼狱星火，竟然对这些锁链起不到一点效果，这怎么可能？吼！打蛟发出了不甘的怒吼。我可是蛟族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辛苦修炼数十年，好不容易才踏入了如今的万古三星境界，凭什么会输给你这么一名统帅3星的弱者？他开始不断腾空，随后突然一个180度大转弯，各种技能道具开始全部加持在自己的身上，直直的向下俯冲，直指苏木。他灵活的穿梭在天之锁交叉的缝隙之中，很多次就差那么一点点天之锁就要将他贯穿，但都被他躲了过去。这是天之锁的弱点之一，强大坚硬，但速度还有提升的空间。看着离苏木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树瞳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怎么突然停了一下？雾草！天空之中，打蛟为了不断躲避天之锁，数百米的身躯在空中不停打圈。打劫了！苏木笑出了声，这是不是打蛟气运值被自己转移空的原因？而就是这么一下的停顿，打蛟的身躯被天之锁洞穿，第一根，第二根，最后数十道天之锁全部将打蛟贯穿，数百米长的蛟身坠入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地面发出了震天的响声。黑色的蛟血滴落在地面上，响起一顿滋啦的腐蚀声。可，败局已定，但打蛟的还试图进行最后的反抗。黑色的火焰能量在蛟口中凝聚，还未完成之时，一道锁链便已贯穿他的喉咙。苏木，没用的，就凭你那些剑是杀不死我的。妖族的体魄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苏木俯空看着打蛟，眉眼低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逞口舌之快，等你死了，全身上下最硬的应该是这一张嘴巴。打蛟趴在地上，不断喘着粗气。下一刻，原本有些低迷的双瞳猛然睁大，一把墨黑色的长剑从苏木身后的涟漪中缓缓飞出，剑身通体呈现出一种不祥的黑色，仿佛是被黑暗力量所浸染，上面刻满了诡异而复杂的符文。这些符文在黑色剑身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深邃而神秘。它发出一种低沉而诡异的剑鸣声，仿佛是在欢呼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和毁灭。你很荣幸，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苏木缓缓说道，这是他踏入统帅境后王之财宝所解锁的宝具——赫格尼之剑 Dainsleif。第87章，击杀万古境强敌，乘胜追击。使用宝具赫格尼之剑，消耗气运值5万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万古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20万点。随着赫格尼之剑插入了赤蛟的心脏，在纷争流域嚣张多年的万古境强者打蛟生机逐渐消失，他的伤口处流淌着黑色的鲜血，散发着邪恶的诅咒气息。苏木收回赫格尼之剑，长舒了一口气，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呀。顾莹莹过来搀扶住乏力的苏木，高耸的山峰包裹住了苏木的手臂。宝具赫格尼之剑上附有绝对杀害敌人的诅咒，但它所附带的诅咒连使用者都无法避免。好在苏木可以通过消耗气运值来免疫掉他的诅咒，就是一次5万气运值也太贵了。后方钢铁丛林中的战斗声响也已经平息，看样子那里的2名万古境的强者感知到了打蛟的气息已经消失。几息过后，黄志远的身影出现在了苏木身旁，看着高大的赤蛟尸首，黄志远咂舌道：啧，好家伙，你竟然把他给宰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打蛟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作为镇守纷争流域多年的指挥官，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蛟族天生拥有超强的体魄，以及他觉醒的 S 级异能焚噬炎域，绝对是对手的噩梦。哪怕是他面对重伤的打蛟都不一定能留下他。可眼前只有统帅3星境界的苏木竟然把他宰了。哦，统帅4星了，在战斗中还突破了1星。苏木没有直接回应黄志远的好奇心，反而是见黄志远气息有些紊乱，脸色也有些苍白，便调侃道：黄叔，看来你吃了点亏啊，是不是那只烧狐狸太好看了，你不忍心下手啊？同为精神系异能者，或许外表看起来并无大碍，可精神力方面或许遭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嗨，黄志远咳嗽2声，以掩尴尬。胡说，那只狐狸可比我惨多了，呵呵。3人相视一笑，随即他正色道：打蛟已死，我不想错过这一次机会。妖族在纷争流域的基地易守难攻，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是夺回地盘的最好时机。苏木2人点了点头，杀人不推塔，这不闹呢，会被队友喷的。只是这具焦尸，我的空间道具放不下那么大的东西。苏木挠了挠头，看来这次回去得多弄点空间道具了。如果整不到 S 级的空间道具，那就多整几个。下次遇到打蛟这种数百米长的尸体，分尸装起来很合理吧？先放我这吧，我有一个 S 级的空间戒指。顾莹莹说道，小手一挥，数百米的蛟尸便已不见。差点忘了，身旁还有1名气运之女呢。赶追2名气运之人，打蛟可真有你的呀！纷争流域，镇妖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200名的统帅境异能者，6名传奇境异能者，以及黄志远这1名万古境异能者，可以说倾巢而出。绮罗是妖族在隐歌山丘的统领，他离开领地的消息已经被我们镇妖军驻扎在隐歌山丘的部队知悉，想必此时他正在往回赶，不敢在此地逗留。没有万古境镇守的基地就是一座空城，哪怕妖族迅速派遣1名万古境强者来防守，我们此行也不亏。先屠他的满门。至于我们自己的基地，有兄弟基地帮衬，并无大碍。奔袭的路上，黄志远说道，毕竟是1名经验丰富的老少将，早就将一切计划想好。但是我们也要提高警惕，万一妖族派遣2名以上的万古境强者来防守，那么我们只有撤退的选择了。战场上瞬息万变，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苏木深知这个道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就不怕妖族不讲武德，直接派出超凡境的强者吗？踏足超凡境，哪怕不是空间系的异能者，也拥有一定跨越空间的能力吧？他还记得当初夏文轩直接手撕空间裂缝的事情，随便来1名超凡境，他们可能就全留在这里了。听到苏木的提问，黄志远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眼里满是欣赏。这小伙子有勇有谋，哪怕单杀了万古境的妖族强者，也不会因此骄傲自满，觉得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他甚至十分谨慎，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超凡境在如今的战争中，就像是热兵器时期的核武，震慑的作用更大。他们如果敢派出超凡境，我们镇守边境的超凡境强者自然会出手。所以
超凡境一般都不会轻易出手。黄志远细细道来，苏木也是在慢慢消化。黄志远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双方没有撕破脸皮、遵守游戏规则的份上。如果人族或者妖族出了一名能够改变未来格局、威胁到对方的天才，那么游戏规则将会被打破。而苏木不要脸的认为自己就是那一名天才，所以妖族直接派出超凡境来击杀自己，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那个时候，哪怕人族的超凡境强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估计也只能为自己收尸。自己在人族高层中算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呢？苏木不禁思考着这个问题。目前自己接触过的最强者就是玄妖司的夏文轩了，可在那之后，从来都没有人来接触过自己。会不会像上一世看过的那些小说一样，有高人在背后时刻保护着自己？胡思乱想一会后，苏木将这些想法甩至脑后。不管是什么，自己肯定要做最坏的打算。自己的命运只有自己能够掌控。在思考中，周围的地形逐渐变得狭窄。不远处的隘口之上，有着成片的建筑物。妖族在纷争流域的基地到了。第88章，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啊？苍茫的群山之间，隐藏着一处险峻的隘口。它如同巨龙蜿蜒的脊梁，将两侧高耸入云的山峰连接在一起，颇有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放在平时，统帅境的异能者想要杀入隘口之中，遇空而行慢一点的，在半路就嘎了。黄志远身旁的空间开始波动，强大的精神力在一瞬间覆盖了整座妖族基地。人不对，妖来的还挺快。他皱了皱眉，万古境一星气息不是很稳定，估计刚刚突破不久。其他驻守的兵力也所剩无几，2名传奇境，还有不到100名的统帅境。直接冲？苏木问道。一路的休整以及东皇诀、周天星斗大阵高速的运转之下，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哪怕和那只娇媚的狐妖绮罗干上一场，也绰绰有余。对方绝大多数的兵力早已在埋伏苏木的战斗中阵亡。此时对方兵力所剩无几，2名传奇境掀不起什么浪花，剩下的那名万古一星的妖族强者则可以由黄志远解决。如果想要更快的话，一记100%被空手接白刃教对方做人，就可以结束战斗。干他丫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让你看看什么才是万古境3星真正的实力。说完，他消瘦的身形猛然一跳，如同一颗炮弹向着隘口冲去。如此大的动作竟然没有掀起一点沙尘，只在地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仔细一看，会发现那些本该扬起的沙尘上面，竟然颗颗附着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是黄志远的精神系异能。万古境3星的实力，对于精神力的控制恐怖如斯。苏木啧啧咂舌，看来黄叔是被自己刚才的调侃逼急眼了，迫不及待想要在自己面前露一手。毕竟作为老前辈，较量多年的老对手竟然被一名晚辈所击杀，这老脸往哪搁呀？黄志远的腾飞身躯爆发出了阵阵破空声，直冲隘口。妖族也早已严阵以待，漫天飞舞的各种技能向着他席卷而去，想要阻挡他的步伐。然而这些技能却在空中一个急停，像是被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下一秒，那些技能却突然一个折返，往着来时的方向倒飞而去，威力更大，速度更快。砰轰，两侧的峡谷发出了剧烈的震颤，这逼装的展现出了他万古境碾压般的实力。隘口之中也飞出了一道气势强横的身影，眨眼之间已和黄志远站在一起，互相的碰撞掀起了阵阵撼人的波动。看着打得正嗨的黄志远，苏木也跳上了长剑，身后数把长剑在不断盘旋。该上了，再不上我的气运值就要溜走了。要论抢人头，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垃圾，没有人抢得过我苏傲天。10把长剑齐飞，在四处收割着统帅境妖族士兵的生命。对方仅剩的2名传奇境强者，在镇妖军传奇境强者的正义围殴之下，也是仓皇逃窜。当他们被打得半死之后，苏木一发100%被空手接白刃，人头自然就来到了苏木的面前，一剑砍下最后一名半人半蛇传奇境妖族强者的头颅。苏木迫不及待打开了系统面板，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100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气运值一波暴涨，瞬间来到了113.0222点，固定气运值成功突破100万。可惜的是，并没有传来气运掌控系统再次升级的提示声。是气运值不够，还是童子哥也编不出来什么新的功能了呢？片刻之后，空中2名万古境强者的对决也出了结果。万古境妖族强者以牺牲一条手臂的代价，从黄志远的手下逃脱，离开了这片战场。纷争流域持续了多年的人妖之争，在今天终于是落下了帷幕。镇妖军集体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属于我们人族的。山崖之上，苏木看着底下欢欣雀跃的场面，不由得心生感动。这或许就是加入镇妖军的意义吧。收工，回家。然而下一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冷冽的气息从苏木的身旁穿过，一道足以撕裂空间的寒芒划过苏木的脖颈。苍穹之上，两道身影急速掠过，向着纷争流域飞速赶去。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气息，哪怕是万古境强者，在他们面前也自愧不如。竟然是2名超凡境强者，怎么想的？明明已经把墨童派往纷争流域了，还要我们2个一起过来对付一个统帅境的杂修，难不成还要派出3名超凡境吗？打扰我好好品尝刚送到我府中的人族美女。其中一道绿色皮肤长得像那美克星人的人影在不断抱怨，另一道身影皱了皱眉，没有搭话。过了片刻，他在空中骤停，警惕地看向周围，绿色身影也随之停下，表情凝重，已不像刚才那般轻松。不对劲，以我们的速度，应该早就到了。说罢，一股淡紫色的强横异能从体内爆发，向外扩散而去，最后在数千米外融入一片涟漪之中。他猛然睁大双眼，作为此间异能者塔间最为强大的超凡境之一，竟然有人能够无声无息将他们2个拉入莫名的空间。人族什么时候还存在这么强大的空间系异能者？是谁？他发出了一声怒吼，气势之强大，足以震碎天地。过了几息，他们忽然闻到了一股酒味，随后一道慵懒的声音响起：“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啊？”循声看去，2妖才发现，不知何时，一朵云彩之上竟葛优摊着一个人影。他抬起了头，胡子拉碴，睡眼惺忪，六目相对，2妖从对方漆黑的眼眸中看见了一道万丈深渊，在万丈深渊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第89章，小珍珠掉不了一点。众人的脸色充满着慌张和惊恐，想要出言提醒，想要释放技能阻止，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哒哒哒，黑色的身影好像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缓慢地走过苏木的身旁，轻轻的脚步声却响彻了这片寂静的天地。紧接着，他缓缓抬起了左手，手中正握着一把精致的匕首，轻轻划过苏木的脖颈。咔嚓！下一刻，空间碎裂的声音响起，世界恢复了正常。苏木师弟，顾莹莹等人终于能喊出声来，只是好像已经无济于事了。万古境的黄志远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大手一挥，在强大精神力的控制下，苏木的尸体瞬间飞到了他的身边。顾莹莹也是连着释放空间跳跃，来到了苏木身边。看着双眼紧闭的苏木，顾莹莹开始掉小珍珠了。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妖。山崖之上，墨童负手而立，吟诗一首：不用看了，没救了，我掌管着时间，没有人能在我墨童的匕首下存活。他背对着众人，用后脑勺说话道：墨童。黄志远闻言瞳孔微缩，大惊失色道：影族的最强者墨童，你们竟然敢打破规矩，就不怕我们人族拼个鱼死网破吗？现场的镇妖军士兵们也陷入了恐慌之中。墨童，那可是觉醒了 S 级异能，时间停止得超凡境最强刺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伴随着顾莹莹和鄂又晴2位女生的哭泣声，一时间恐惧的氛围弥漫在整座山谷之间。你们人族有那个鱼死网破的实力，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墨童呵呵一笑，言语中充满着不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统帅境就有着击杀万古境实力的人类天才，竟无人保护。果然，傲慢与偏见才是人类最真实的本性。他微微侧过头来，看向黄志远。至于你们，就一起下去陪葬吧。就在这时，天上的烈日竟然开始轮转，一顶圆月开始爬上星空，月亮的光辉洒满了大地。腐草之荧光，怎敢与星月争辉？一道冷酷的声音响起，墨童漆黑的脸瞬间大变。枪！一把长剑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到了墨童身旁。墨童勉强地举起手中的匕首进行格挡。下一刻，煌煌星月之力爆炸开来，墨童倒飞而出，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星影遁！墨童的身影融于黑暗之中，无愧于最强刺客之称。此时他的气息已然全无，似乎从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云坠星流，无剑一成。柳星文手中的长剑划出一个圆，轻声吐出一个字：坠。几息过后，众人大惊，天上的那轮圆月好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对，是那轮圆月正在坠落。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已无墨童的逃生之所。眼见圆月越来越大，墨童也是停下了逃跑的步伐。时停！一股诡异的异能波动从他的体内扩散而出，原本被狂风吹得疯狂摇头的树木和草丛，
在霎时间停止，所过之处，时间静止。然而，那轮圆月竟然没有如同他想象的一般停在空中。怎么可能？我的时间之力明明已经开始触及法则。他的瞳孔开始地震，紧接着目光一聚，满是狠厉之色。同为超凡境，你柳星文又能比我强上多少？跑不了，那就不跑了。紧紧反握手中的匕首，看着越来越近的圆月，微微屈膝，蓄势待发。砰！下一刻，他高高跃起，施展出了毕生最快的速度。时间割裂，我这一击可以切碎时间。他发出一声怒吼，手中的匕首开始撕裂空间，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向着圆月砍去。黄志远在这股气势之下已经汗流浃背，如果是他遇上这一击，必死无疑。下一刻，匕首与圆月交叉而过，莫童的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什么情况？圆月竟然只是一道幻影，可是这道幻影的威胁感为何会如此强大？念头闪过之时，噩梦般的声音已在身后响起：以汝3尺微命，诚无无上剑道。死！一轮圆月斩击划过他的腰间，将他一刀两半。超凡境强者的上半身高高飞起，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掀起了尘土。嗨呀！鲜血从斩击处喷涌而出，莫童的瞳孔开始扩大松弛，原本强横的生机在慢慢消失。怎么可能？竟然是镜花水月！柳星文身着一袭长袍，一髻长发如瀑在轻轻晃动，俊朗的面容上是一双没有感情的双眸。他冷漠地看着地上的莫童，是什么让你们这群蠢妖产生了我人族无人可用的错觉？玩脑子？你们玩得过我们吗？柳星文用脚踩住了莫童的头颅，将他踩入沙土之中。可，不过用我一条命换你们一名人族的天才，倒也不亏。哈哈哈哈哈！他艰难地转过头，看向远处被人群围住的苏木尸体，结果出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一幕。本来已经想象中已经死透的苏木，竟然坐了起来，还捧着一名美女的脸，轻轻说道：“我没事，小珍珠掉不了一点，别掉了。”莫童，难道白灵薇从一开始就在了吗？原来这是一场2名超凡境对我的狩猎吗？一名娇媚女子从阴影处走出，笑呵呵地看着他。想到这里，莫童气急攻心，又喷出了几口老血。而他口中的白灵薇，正是龙国觉醒了异能镜花水月最强大的幻术系异能者。此时，苏木也已经推开了人群，来到了他的身边，俯视着他。这倒不是你那一击实打实的砍在了我的脖颈上。苏木露出了脖颈，上面有着一道血痕。可惜堂堂超凡境强者，竟然连一名统帅境都杀不死。苏木一直保持着随时随地都开启天上的气息的习惯。此时天上的气息已经进入了冷却时间，在苏木的无情嘲讽中，一把长剑插入了莫童的脖颈，彻底断绝了的他气息。第90章，所有对你有威胁的人，我都会提前把他们全部杀掉。恭喜宿主成功击杀超凡境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50万点，成功收下莫童的人头，50万点气运值入账。苏木松了口气，今天一天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黄志远此时也来到了一旁，眼神复杂地问向柳星文：“总司令，这到底是？”柳星文，龙国镇妖军总司令，超凡境5星强者，离入圣境只有一步之遥。此时柳星文会出现在纷争流域，明显就是早有准备。而白灵薇则是近期轮值驻守在镇妖军帝都军区的超凡境强者，纷争流域出现的妖族超凡境强者，自然也是由他来对付。柳星文刚想回答，就见顾莹莹快步走来。此时的他还是双眼通红，脸上的泪痕十分明显。柳司令，不管你们想怎么钓鱼伏击妖族的超凡境，那都是你们的事情，但拿苏木的命来作为诱饵，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如果苏木没有自保的手段，那今天死的就是苏木。他双拳紧握，言语之中充满着怒意，狠狠地瞪着柳星文和白灵薇。乐又晴在一旁也是一样的神情。黄志远则是一脸苦笑，很显然他刚才也是这个想法。白灵薇走了过来，轻轻将哭泣的顾莹莹抱入怀中。对弈，小妹妹，你放心，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决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苏木自己设计的埋伏。他通过他的老师木青联系到我们，要把自己当作诱饵，扛下超凡境强者的一击，来设法伏杀妖族的超凡者。他白皙的手掌轻轻拍打着顾莹莹的背，小声安慰。苏木走上前去，轻轻拉住了顾莹莹的小手，轻声解释：“抱歉了，莹儿师姐，这是我临时做出的决定，来不及告知你们。自从我斩戮锋芒起，我就知道妖族不可能放任我一直成长下去。如果他们不来，那么我们就开开心心收下这个基地；如果他们想来，那么我就大门敞开，迎接他们。”
只有这样，所有的主动权才能够掌握在我们的手上。顾莹莹的心情这才开始平缓下来。那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了。你倒下的那一刻，我的世界都塌了。他眉眼低垂，小声说道。镇妖军迅速派人接管了妖族在纷争流域的基地，并加强了人手。毕竟妖族刚刚吃下了那么大的亏，不可能没有报复的行动。柳星文跟黄志远交代了一点事情后，便离开了。身为龙国镇妖军总司令的他，还有许多繁忙的事务要处理。白灵薇倒是对苏木十分感兴趣，留了下来。众人齐聚于黄志远的办公室内。苏木，这是你最近的战勋奖励。他拿出了一个袋子，里面发出了珠子的碰撞声。是原石。之前我跟你说过，击杀统帅境以上的妖族，军区每年最多只能奖励30颗的原石。此次你立下大功，镇妖军决定额外奖励你20颗的原石，一共50颗。至于所有的战勋，你都可以到装备部跟技能部里去兑换道具和技能。苏木接了过来，心情大好。之前刚加入镇妖军时，他问过黄志远关于战勋兑换原石的问题。当得知一年最多30颗的时候，苏木颇为失望。黄志远的解释是说，原石这东西是神所赐予的，究竟是怎么产出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任何方式去兑换原石都是有限制的。加入镇妖军后，击杀一名统帅境妖族，除了应得的战勋外，还可以额外获得2颗原石。击杀传奇境奖励5颗，击杀万古境奖励10颗。但对于苏木来说，这50颗原石对于自己的提升可太多了。5次建构触发1次特殊召唤，50颗足足能触发10次的特殊召唤，牛逼大发了。几人又坐着聊了会天，主要是苏木在打听了一些镇妖军的信息。好了，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回去休息吧。苏木说道。今天一天确实是干了太多的事情。先是营救受埋伏的机动3队，遇上了2名万古境妖族强者的袭击，成功击杀打交。然后是乘胜追击，拿下营地后，设计埋伏妖族前来偷袭的超凡境强者。妖族在1天内接连损失了1名超凡境强者和1名万古境强者，损失惨重。而镇妖军此时则是要提高警惕，小心妖族的报复。走在回房间的路上，3人有些沉默。苏木，我打算退出镇妖军了。顾莹莹低头看着地板，轻声说道。莹儿，这……顾莹莹的话让苏木一下子脑袋就宕机了，是不是今天把自己当作诱饵太过了？我也是，跟在师弟身边太有安全感了，反而进步的速度慢下来了呢。乐又晴勉强一笑。是啊。顾莹莹轻叹一口气。之前我父亲跟我说过，在苏省那有个空间灵境，是空间系异能者的福地。我想陪在你的身边一起成长，所以从没想过去那里修炼异能。只是……他顿了顿，美目看向苏木。通过最近的战斗，我发现我开始跟不上你的步伐了。这么下去的话，我不仅不能帮上你，还只会成为你的负担。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倒在我的身前，所有对你有威胁的人，我都会提前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们2个的双眸中充满着坚定的神色。苏木怔怔地看着他们2个，或许这才是他们走向命定道路的开始。好，第91章 SS 级技能万解之力。昏暗的大厅之中，墙壁上的灵火跳动着幽蓝的光芒，为这肃穆的会议场所带来一抹诡异而凝重的氛围。空气中弥漫着沉重与压抑，每一缕气息都仿佛凝固着无穷的愤怒。大厅的中央，一张巨大的石桌横亘其中，桌面上刻满了复杂的妖纹。石桌周围坐着妖族的高层们，他们的长相奇特，狰狞可怖，妖娆妩媚，大多都保持着人形，但还具有许多他们自身种族的独特特征。告诉大家一件事，一名老者沉声说道。他身披龙鳞，眼眸深邃，目光中的沧桑似乎经历了万年的时光更替。墨童大王、紫云大王、比克大王3人的魂灯已经熄灭。随着老者的发言，大厅中的气氛愈发凝重。在来此之前，几人或多或少都已经听说了此次严峻的战况。苍冥大王，难道是人族那边给的情报出了问题？情报没有问题，只有柳星文和白灵薇出现在了纷争流域，联手击杀了墨童大王。那您不是还派了紫云大王和比克大王奔赴战场？这是……众妖的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寒光。3名超凡境强者，哪怕遇到了4名乃至是5名的超凡，也不可能全军覆没，总有能够跑出来的。更何况里面还有1名妖族的最强刺客墨童。紫云大王和比克大王没能活着走到纷争流域。大厅中的空气瞬间一滞，走都没走到纷争流域，那个人还活着。龙苍明说道。半个月后，军绿色的武装直升机降临在帝都军区。苏木独自一人从帝都镇妖军军区中走出。在结束完纷争流域大战后，苏木又在纷争流域待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倒是十分平静，没有等到妖族的强势反攻。
去的时候携双美相伴，回来的时候只剩孤身一人。哦，这个说法有点奇异。顾莹莹、乐又晴二人已经开始为了自己的未来开始前进。经过这次大战后，苏木清晰地感知到了自己战斗力的恐怖。拥有着王之财宝、100%空手背接白刃、天上的气息等技能和道具的自己，已经可以做到万古镜之下无敌，面对万古镜之上全胜的强敌有一战之力。但劣势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自己的境界太低了。现在人妖大战的形势愈发严峻，仍然停留在统帅境的自己，在未来超凡境之间的战斗中根本插不进手。虽然学习了东皇诀、周天星斗大阵，在任何时刻都疯狂修炼着异能，但那还是太慢了。这一问题，希望建构池能给自己答案。苏木直奔帝都异能建构中心。建构室中，苏木看着自己的面板，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统帅4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肉身成圣 S 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破损已修复 50%， 王之财宝 SS 级，湖中日月 S 级，冰魄 S 级，少阳剑 S 级，天上的气息 S 级，青光影 A 级，月龙门寂灭 A 级，银鳞软甲 A 级，乾坤锦囊 A 级，空间戒指 A 级，微光披风 A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神之悟性 SS 级，剑意无我之境 S 级，神之瞳 S 级，3倍增幅 A 级，御剑术专精 A 级，4000雷动 A 级，无光之盾 A 级技，奔腾 A 级。气运值1630222，补刀杀死了墨童，获得了50万点的气运值，一波暴涨到了163万。可惜的是，气运之女顾莹莹已不在帝都之中，苏木没有办法暂时借用顾莹莹的气运了。感知了一下附近的人，随机挑选了5名幸运选手，艰难的凑了22万点的气运值。气运值1850222，建构池 S 级奖励 18.5%， A 级奖励 81.39%， B 级奖励 0.1%， C 级奖励 0.01%。特殊召唤保底，此次建构必定触发特殊召唤。还未使用幸运转盘抽出 S 级奖励的概率已经高达 18.5%， 恐怖如斯。不过因为这一次已经触发了保底的特殊召唤，苏木并没有直接使用幸运转盘，将原石投入建构池中，建构池发出了七彩的光芒，汇聚成了一张七彩的卡片。万解之力 SS 级技能，被动技能能够赋予10解后的 S 级及以上的武器获得万解的能力。雾草万解！苏木双眼放光，看过死神的中二少年，哪一个没有万解的梦想？这是要在成为武器大师的路上越走越远啊！等 S 级武器多了，同时驾驭数十把万解的武器秒杀敌人的画面，不要太酷了。那样的话，特效的经费很贵吧？只是介绍中的10解令苏木有些不解，目前还没有接触到相关的道具，估计能从建构池中抽出来。继续抽，学习了 SS 级的万解之力后，又获得了3万点的气运值。气运值1880222，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指针再次在4的区域内停下，气运值暴涨到了7516888点。建构池的 S 级奖励概率也随之提升到了 75%。再次将原石投入建构池中，金色的光芒开始闪烁，汇聚成了金色的卡片。苏木松了口气，还好没有出现另外 25% 的概率，有时候概率越大更出不了货。技能强化必成卷 S 级道具可以强化 S 级及以下等阶的技能，必定提升一段等阶。使用后，技能强化必成卷将会消失。继东皇诀从 S 级强化到 SS 级后，第2章技能强化必成卷终于是出来了。第92章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了。在使用完今天的幸运转盘次数后，苏木想了想，还是决定再抽5发。毕竟如果要攒着每天来抽一次的话，自己手头还有49颗的原石，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凭借着自己目前高达180多万的气运值，再加上5次就触发1次的保底特殊召唤，先抽5发不过分吧？才不是我抽上头了哦！苏木摩挲着七彩光芒的原石，将它投入建构池中。紫色的光芒很快就凝聚成一张紫色的卡片。看到是 A 级的奖励，苏木平静地将卡片从建构池中取下。怎么说，自己也是能够单杀万古境强敌的人了，又怎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影响到心？匠人的气息 A 级道具能够修复受损道具。果然，苏木悄悄握了握拳。当气运值高后，不仅能够提升获得奖励的等阶概率，获取的奖励也会更接近于目前所需要的东西。
龙吟剑只差最后一个匠人的气息就能完全修复，到时候完全体的龙吟剑将是自己第一把 SS 级的武器。当然，天之锁跟赫格尼之剑这种逆天的宝具可不算。将匠人的气息收入空间戒指中，第二颗原石紧随其后，再次投入。令人惋惜的是，紫色的光芒再次闪起。擦！对 A， 刚才是我说的太大声了，别再来了。寒光成影 A 级道具，无极帝国的王之佩剑之一，藏匿于阴影之中，却闪烁于世人身前。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随意将它收入王之财宝当中。没有时间悼念刚刚消失的原石，接下来奔赴战场的是下一颗原石。又连着2发 A 级奖励后，苏木终于是认命了。看着第5颗原石投入建构池，触发了特殊召唤的保底，苏木屏住了呼吸，眼中充满了惊喜。从帝都的异能建构中心出来后，夜幕已经降临。平复了一下迫不及待的心情，苏木先去买了几坛酒，然后回到了京大，直奔老师木青的别墅。2个多月没见，不出意外，小院子已经长出了不少的杂草。对于这些杂草来说，京大内院所处的临近异能充沛，长势也愈发迅速。苏木无奈一笑，这些草长得就像一个个杀马特的发型似的。老师真的是懒得一批。轻轻抬手，一道剑气划过，杂草们好不容易攒的长发纷纷又变成了齐刘海。舒服了。苏木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手，推门而入。那股熟悉的酒味瞬间就涌入了鼻腔之中，地上也早已堆满了空酒瓶。但比起第一次来到老师的别墅，这环境已经算好多了。走到客厅，老师木青果然就在这儿。夜色如墨，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静谧的屋内，斑驳的光影在墙上轻轻摇曳。一双小脚丫正从沙发的扶手旁露出，耷拉在那，偶有晃动。与第一次见时不同，此时的小脚丫正有着一层细腻的白丝包裹。再往上看去，白丝将木青丰腴的大腿勒出了一道痕。没有记错的话，上次自己好像不小心说漏了嘴，提了一句老师你这腿不穿白丝可惜了。看来木青将自己说的话都记在了心里。苏木心中一暖，白丝 YYDS。 只是此时躺在沙发上醉酒的木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他的面容有些苍白，眉头紧锁，偶尔还发出若有若无的轻哼声，承受着诅咒带给他的痛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默默承受着。过了几分钟后，木青终于是缓缓睁开了双眼。哎，我是不是喝醉了？怎么有2个苏木？哥。他摇摇晃晃地坐起身来，摸了摸头发，一脸疑惑。老师，我回来了。苏木呵呵笑道，站在沙发前微微俯身，轻轻抚摸着木青的头发。木青本来就因为酗酒而泛红的脸颊更红了。你做什么？我可是你老师。老师的头怎么可以随便乱摸呢？他恶狠狠地说道。以前又不是没摸过。看见木青抗拒，苏木更加来劲了，双手其中疯狂地揉搓着木青的头发，直到炸毛为止。砰！苏木的身体倒飞而出，又砸进了第一次飞出在墙上留下的坑洞里。嗨，老师还是那么有活力，我就放心了。苏木从坑洞中爬出，揉了揉肚子，嘴角勾起一丝笑容。木青也露出了一张绝美的笑容。你平安回来就好。2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洒下的月光，对酌着苏木刚刚买回来的美酒。之前在学校的时间里，2人经常这么做。或许是木青全心投入于修炼一途，苏木觉得他就像是还没完全长大的孩子，年龄是上去了，但在一些小事上还有着小女孩的天真。苏木开始跟他讲述在纷争流域经历的战斗，后来又感谢他帮忙联系人族超凡境，设局伏杀墨童之事。木青从沙发上站起，给了他一记手刀。下不为例，我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可不能死在我之前。苏木呵呵一笑，小酌一口回复道，你都37了，马上过完年38了，要死也是你先死啊。啪！木青高高跃起，往苏木的头上来了一下，然后2人对视一笑。好了，不早了。苏木起身说道。木青脸色红润，悄悄背过身去，白色衬衫轻轻解开，白皙的肩膀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以往苏木说时间不早了，就会使用异能帮他缓解一下诅咒带来的疼痛，然后离开。2个月没做这事了，还怪不好意思呢。只不过却听苏木轻声说道，老师，我想我找到了解除你诅咒的方法了。木青猛然转过身来，瞪大了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在苏木的视角中，2团点缀着红色樱桃的大麻薯在跳动。第93章，吃大麻薯吃撑了。你说真的？没有在骗我？木青声音有些颤抖，眼眶里已有雾珠。啊，对，是。此情此景把苏木整不会了，赶紧举起双手遮挡双眼，手指间还偷偷留了条缝出来。
拿这个考验干部？那我只能说你看人真准。而穆青看见苏木异样的表现，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低头一看，两个雪白浑圆的大麻薯吹弹可破，隐隐散发出淡淡果香，毕竟是樱桃味的。穆青娇嫩的脸瞬间红温，砰！苏木瞬间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墙坑里。老师，还好你学生身体硬，不然谁受得了你？老师，学生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老师，真白，滚！穆青没好气的给了苏木一个白眼。这学生什么都好，就是容易蹬鼻子上脸。说正事。他紧了紧身上的白衬衫。刚才那一幕后，虽然衬衫的扣子已经系紧了，但穆青总感觉在苏木的注视下跟没穿一样。苏木嘻嘻一笑，随后收了收表情，正色道：老师你看。两人一同坐在床沿，苏木伸出了右手，掌心向上，随后一朵漂亮的乳白色火焰从手心燃烧而起，形成了一朵漂亮的莲花。感受着火焰的温度，穆青身体一个机灵，瞬间感觉体内诅咒带来的痛苦少了许多。这是？他眨了眨美眸，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白色火莲在苏木的掌心不断旋转盛放，甚是好看。这是我刚从建构池中抽出来的 S 级技能净莲异火，是能够净化万物的神秘火焰。相传所有接触到该异火的事物都会被净化。净莲异火 S 级技能将自身掌控的火元素转化成净莲异火。你没有想错，就差一个字，就是那个男人的异火。这火焰真厉害啊！穆青说着，又向着苏木的方向靠近了一点。这火好温暖。苏木的身上也好温暖，情不自禁地侧躺在苏木的大腿上，软香入怀。苏木轻轻摸了摸老师穆青的如瀑般的长发。老师，你相信我吗？苏木再次问道。上一次问这话，还是再上一次？这火焰危险无比，虽然我对我自己掌控异火的能力十分有信心，但稍有不慎，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苏木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只是我自己遭到异火的反噬，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不希望因为我操控失误，反而对老师造成了伤害，那是我不愿意见到的。苏木就像是一个需要鼓励的孩子一般，缺乏自信。没事的。穆青坐了起来，反而将苏木拥入了怀中。苏木蹭了蹭大麻薯，嘴角扬起坏笑。我蠢萌的老师哟，骗你的，我可是掌育万物的觉醒者，这点异火还不是手到擒来。感觉便宜占的也差不多了，苏木主动推开了穆青。那我们就开始吧。静谧的房间中只剩下洒落满地的月光，以及两名男女有些急促的呼吸声。净莲异火开始动了吗？开始了，别分心，仔细感受异火的流动。净莲异火好烫。穆青倒吸了一口气，灼热感让他的经脉有些不适。此时苏木温暖的双手正贴在他娇嫩光滑的后背上，一股灼热的异火气息从掌心导出，乳白色的暖流进入了穆青的经脉中。净莲异火所过之处，穆青体内遭受诅咒多年影响，四处积郁的古怪能量瞬间被吞噬殆尽。穆青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白色的异火在体内吞噬能量的感觉，就像有蚂蚁在啃噬一般。灼热感不痛，但是因为在经脉游荡的关系，只感觉酥酥麻麻的，很痒。随着净莲异火不断净化着诅咒，穆青那原本有些病态的苍白脸色开始逐渐红润。他清晰地感知到，在苏木的滋润下，体内折磨他多年的诅咒逐渐被驱除。穆青爽了。苏木倒是挺累的，豆大的汗水从脸颊两侧滑落而下。操控净莲异火在穆青的体内游荡，这可是个精细的手艺活，对于异能和体力的消耗十分巨大。要不是苏木拥有着东皇诀以及肉身成圣的加持，再加上苏木平时没有少锻炼传统手艺，才能完成对穆青体内诅咒的驱除。呼，最后一丝诅咒被吞噬殆尽，苏木将净莲异火收回，深深吐出了一口气。老师，好了，你体内的诅咒已经全部都被吞噬了。苏木将额头的汗水抹去，在神之瞳的注视下，穆青的面板已再无诅咒的标志。苏木说话的气息轻抚过穆青白皙的背，在他的心里掀起了阵阵涟漪。刚才净莲异火在体内游荡带来的灼热感还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多年来诅咒对老师体内经脉的吞噬还挺严重的，短期内老师还是不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还需要养一养。等我临近现世，我想再来一次行不行？翌日，苏木扶着腰来到了异能建构中心。站在异能建构中心的大门前，苏木捏紧了拳头。可恶啊！昨晚失去的尊严，我苏木一定要讨回来！一定！愤然走进异能建构大厅，身上散发出来的凛冽剑意吓得身旁的路人一阵颤抖。天呐，如此强大的剑意，此人一定是有着血海深仇想要报。呵呵，苏木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这你倒是说对了，血海深仇，此仇我苏木非报不可。昨晚因为被老师木青训练得太晚了的缘故，导致昨天获得的技能强化必成卷还未使用。苏木想了想，还是先进行今天的建构，如果在建构出了什么好东西，到时候再一起使用了。经过了今天的5轮建构，苏木又抽出了不少的好东西。首先是一个 A 级的丹药道具活络丹。活络丹 A 级道具，具有超强的疏通和滋养人体经脉的功效，以及 S 级的草药道具零落花。零落花 S 级道具，一种传说中绽放时伴有淡淡灵光的奇特花卉，它的花瓣轻薄如纱，蕴含着巨量的灵气，能滋养经脉，也能够提升大量异能。这个 S 级的道具就有意思了，如果是苏木自己使用，估计境界也能有不小的提升，离传奇境就更进一步了。不过苏木还是决定将这2件道具都给予老师服用，毕竟自己身为一名冲师逆徒，照顾好自己的老师很正常吧。想到之后的日子，苏木浑身颤抖了一下。虚弱的他就如此强悍，等经脉滋养好了，那还得了，腰子还要不要了？至于剩下的3发建构，除了其中一个是保底特殊召唤，剩下的2发都出了同样的东西，还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新东西。神奇糖果 A 级道具，能够少量提升异能的糖果。撕开神奇糖果的蓝色包装，苏木直接扔进了嘴里，咔哧咔哧，随着糖果碎碎被吞进肚子，一股强横的异能气息瞬间从体内迸发而出。原本距离统帅5星只有几步之遥的苏木，竟然原地突破了。苏木双眼瞪大，神奇糖果的功能那么强大，再看苏木18岁的统帅5星，估计已经是绝无仅有的天才了。好吃，爱吃。至于最后的特殊召唤，时间结界 SS 级技能，在时空中创造一个炮状遮罩，将所有位于其中的单位时间静止，使用者和处于遮罩外的人不受影响。特殊召唤的技能一如既往的强大，涉及到了时间的应用。但对于苏木来说，目前掌御万物的异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执掌时间。在自己能够执掌时间之前，这张技能卡暂时是用不了了。咕噜，刚刚将时间结界的技能卡收好，肚子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哀鸣。好久没有体验过肚子被掏空的感觉了。苏木拿出手机，在宝了妈上面翻了翻。哦，卫视境妖兽深海狂豪宴有点意思，那就去吃点生蚝补补吧。哥，不愧是卫视境的深海狂豪啊，大补，感觉还能再战300回合。品尝完男人的加油战后，苏木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子，望向窗外。就在这时，一道蓝色光柱从不知道多远的地方冲天起，似乎将这片天地连接在一起。苏木双眼瞪大，这是灵境出现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数年前自己还在上初3的时候，也见过这么一回场景。裤兜中的手机也随之开始震动。喂，老师，来电的是木青。苏木说道。苏木，你在哪里呢？自从经过昨晚的深入交流后，木青跟苏木说话似乎都带了点娇嗔的味道。哦，我这刚吃完生蚝宴呢。手机那头陷入了一阵沉默，然后悠悠说道。那你多吃点啊。苏木感觉自己身为男人的尊严再一次受到了挑战。可恶啊！嘻嘻，木青笑出了声。你看到了吧？几年没有出现的灵境终于出现了。等你忙完了回来一趟，镇妖君有事要跟你商讨一下。不急啊，你多吃点再回来，反正离灵境正式开启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嘟嘟嘟，苏木直接挂断了电话，眼神变得冷漠无情，接而再而三的受到了老师的挑衅。今晚的巅峰对决中，自己一定不能输。老板，再来一盆。回到别墅后，空气中还是弥漫着淡淡的酒味。虽然诅咒已经驱除了，但多年养成的喝酒习惯一时间还难以戒掉。你回来了。穿戴着白丝的小脚丫在沙发边上一晃一晃的。木青脸色红润，双眸不敢直视苏木，哪怕在手机中再如何调戏苏木，此时线下 solo 他还是怂了。网络上的巨人，现实中的矮子，说的就是他。不知是不是诅咒驱除的原因，今天的木青面色红润有光泽，还带有一丝丝娇媚的气息。苏木看着扎起了双马尾的木青说道。灵境的事情很急吗？灵境开启还有好几天了，也不是很急吧。说完，木青好像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你想干嘛？苏木快步上前，公主抱起了木青，径直走向训练室。干！毕竟一方是万古境强者，另一方是年仅18岁就已经到达了统帅5星的天才。双方的大战你来我往，各有胜负。最终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后，苏木扳回了一局。白丝加双马尾，这攻速加成不要太高，再加上好几盆的深海狂豪，没有输的可能性。木青一脸刚刚高强度训练后的潮红，轻声说道。听前线反馈，
此次的灵境出现在川省的妖域战场范围内，主题好像是火进入条件是万古境以下。镇妖军想邀请你加入此次的灵境攻坚团，他们认为没有万古境以上的参与，你有极大的可能性拿下此次灵境的传承。你有什么想法？苏木看着木青的双眼说道。我想再训练一次行不行？第95章神之瞳，强化。年轻人还是好，一场接着一场的训练，就像有使不完的体力。不，我不行了，不打了。咿呀，虽然诅咒已经驱除，但白色的净莲异火还是再次涌了进去，细细滋养着他的经脉。从此君王不早朝。现在的苏木深有体会，银色的月光透过半掩的窗帘，如同精灵般轻盈的跃入，斑驳地洒在白墙上，形成了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房间内的一切仿佛都被这柔和的月光轻轻覆盖，散发出一种朦胧而神秘的美感。高强度的训练后，两人的汗水交织在了一起，两人相拥，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有力的心跳。一天的时间马上就过去了，但苏木明明感觉啥都没做呢，咋那么累呢？老师，这是我今天刚抽出来的活络丹、零落花，都是能速度酝养你经脉的好东西。你明天有空的时候把这两个东西给吸收了吧。苏木将今天刚抽出来的金子2张卡片放在了桌上说道。木青自己的积蓄在过去10年中为了抵抗诅咒的伤害早都花得差不多了，甚至有许多珍惜的药草和丹药都是木青的战友赠予的。但如今在自己的帮助下，老师木青的经脉想必能够很快的恢复，自己还有大量的功勋未兑换，学院的任务也还未提交，大量的功勋和学分能够兑换不少的 A 级奖励，甚至是 S 级奖励。有那么多资源在，哪怕后面没有在建构池中抽出滋养经脉的道具也不用怕。谢谢。木青因训练的缘故还有些面色潮红和乏力，此时慵懒地窝在怀中，轻轻呢喃道。苏木的指尖划过他的发丝，夜色平静祥和，没有一点烦恼和喧嚣。小小的休息过后，木青终于是想起了正事。他翻起身，左手撑起自己，托着腮说道：关于灵境，你知道多少？仅停留在课本里所讲述的知识吧。课本中介绍，灵境出现后有7天的准备时间，每一次出现的灵境都会出现不同的限制，最常见的限制就是境界限制，除此之外就是能获得大量珍贵道具之类的空话了。别闹。木青拍开苏木伸向樱桃味大麻薯的手，正色道：大致的你都清楚了，跟你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不管你之前听没听说过，每一个灵境一开始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规矩，从你进入灵境的那一刻起就得遵守灵境里的规矩，否则将会受到灵境降下来的惩罚。当然了，这个惩罚并不会说恐怖到直接将强者湮灭，但威力同样不俗，再强的人多了也吃不消。再强的人多了也吃不消。苏木皱眉认真听讲，深有所感。比如之前有个灵境，规则就是不能说话。听说有一名异能者进去，一路大喊卧槽，一路被雷追着劈。苏木有画面感了。当你解析了灵境的规则后，就可以往灵境深处出发了。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灵境。灵境内存在各种各样的机关，也存活着许多强大甚至从未见过的妖兽。届时你必须要面临多方面的发难，一个是妖族，一个是规则，一个是机关和妖兽，甚至是背后的队友。他的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着苏木，仿佛在用自己严肃的眼神来传递话题的重要性。啪！认真听，说正事呢。木青的脸上闪过一丝羞红。当进入灵境深处后，每个灵境的考核又各不相同，有需要齐心协力才能攻破的护盾，也有将个人拉入考核的做法。灵境的传承是强，但不管哪一种都要以安全为主。苏木郑重地点了点头，再次伸出探向樱桃味大麻薯的手。木青，放心吧，传承我会得到的。苏木嘴角勾起一丝微笑，双眼闪烁着光芒。别的不说，万古镜下我无敌，万古镜上我1换1，挂都开成这样了，还打不过别人，那不是笑死个人？你多小心为好。这次的灵境是限制万古镜以下才能进入没错，但没有说灵境内没有超过传奇境的存在啊。好啦，知道了。你怎么又那么还训练啊？你说灵境有超越传奇境的存在啊，不训练做什么？是不是你把水打翻在瑜伽垫上了？趁着换之前赶紧多用用。足足3盆的深海狂嚎太猛了啦！第二天清晨，阳光从半掩的窗帘渗入，散发出丝丝暖意。一旁的位置已经空了，老师木青应该是带上2张昨天苏木给的道具卡，去修炼室里滋养经脉了。有些食髓之味的苏木两放空，看着地上的阳光。哎，你说明明在灵境之内，这阳光跟月光是怎么出现的呢？短暂的迷茫后，苏木起身，
从空间戒指中掏出了技能强化必成卷。现在自己的 S 级技能一共有神之瞳、肉身成圣、剑意、无我之境，每一个都是强的离谱的技能，提升到 SS 级都会有巨大的提升。至于还有个神技3倍增幅，虽然强化后更强，但它还只是 A 级技能 ，S 级道具用在他身上些许有些浪费。细细斟酌一番后，苏木觉得将这张技能强化必成卷用到 S 级的神之瞳上去。平时在战斗中，神之瞳的作用已经十分强大了，能够看见对方的弱点，还能放慢对方动作的速度，对于实战能有不少的提升。但苏木有一种感觉，提升神之瞳后，搭配上自己的异能御物，将会有更加强大效果，也说不定。就决定是你了。神之瞳强化第96章 MV 开启，通透世界。金色的卡牌被捏碎，化作耀眼的流光涌进了苏木的双眼。一时间，苏木眼前的世界开始剧烈变化。简单的描述就像是数码宝贝进化一样，所看之处都变成了一堆数据乱码，然后逐渐清晰。恭喜宿主 S 级技能神之瞳强化至 SS 级，获得固定气运值2万点。没什么感觉啊。苏木挠了挠头，难道选错技能了？应该先提升别的。简单洗漱后，苏木推开别墅的大门，走到了院子之外。此时已有不少学生和老师正行走在道路上，对苏木从木青的别墅中出来似乎并不奇怪，没有别的意思。学生到老师家接受教学指点，临场突破，在老师家过夜很正常吧？苏木伸了个懒腰，阳光洒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人有些暖洋洋的。就拿你们试试我 SS 级的神之瞳吧。下一刻，苏木的双眸发出了充满神性的光辉。MV 开启，通透世界。一道无形的光芒从自身开始扩散而出，覆盖了方圆2000米中的事物，就像是有一双能够看穿一切的神之眼，正在天空之上俯瞰着这一切。苏木的感官和认知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每一名路过的人，他的动作、气息，甚至是心跳，都被苏木清晰的感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通过皮肤、骨骼、肌肉的微细节被苏木提前预知。苏木默默转过身，看向不远处一名漂亮的女学生。2秒后，一阵风儿吹过，掀起了女学生灰色的百褶裙，露出了充满青春气息的小熊图案内。操，这种感觉，果然就是像在刺客辣条里面按飞，还是狂按的那种。草丛之中，屎壳郎先生正推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屎蛋，奋力地朝着家里爬去。蓝天之上，一声叫一叫，白色的鸟屎落入了一杯咖啡之中，变成了拉完花的卡布奇诺。等下，第3排第3栋的别墅里，那个男学生，你在做什么？你怎么把手伸进了你老师的裙子里？啊，没记错的话，那个老师不是结婚了吗？冲尸逆徒，不是，你这女老师的表情不太对劲啊。就这么一会，苏木把方圆500米之内的所有瓜都吃透了。而神之瞳的强大远远不仅如此，在苏木动用异能御物之后，那些原本与苏木相连在一起的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神之瞳的注视下，那些像涂鸦般纵横交错的线上出现了一个圆点，死点代表着生命终结的点，当你将它击碎，代表着所连接事物的终结。啊，这止死之魔眼！苏木惊呆了，这不是上一世在某一部动漫中看过的特殊能力吗？苏木轻抬右手，一道强横的剑气从空中划过，一条线上的圆点在苏木的视野中被斩碎。刚才还推着屎球的屎壳郎先生停下了他这一生的步伐，最终他还是没能将屎球带回家去。家中嗷嗷待哺的小屎壳郎们等不到他们的父亲回家了。抱歉了，屎壳郎先生。苏木轻叹一声，这一下该想起无敌是多么寂寞的 BGM 了。只是技能虽强，但限制还是有的。苏木发现还有许多其他颜色不一的圆点，只有红色的圆点才代表着生命的终结，黄色圆点代表着无法直接终结生命，但可造成重创，绿色圆点则代表着无法造成重创，但能造成一定伤害。这些是苏木通过对连线之人的实力做出的预估。如果苏木想要的话，他甚至可以瞬间杀死数十名传奇1星、传奇2星实力的敌人。站在原地思索了一番 SS 级的神之瞳后，裤兜里的手机开始震动。喂，苏木，你来下我的办公室。手机那头传出木青的声音。看了眼时间，9点整。哦，昨晚老师在训练床上好像说过，今天9点镇妖郡的人要来。好，只是苏木发出了疑问。老师，你什么时候有的办公室？在哪里呢？嘿嘿，睡过头了，来迟了。苏木呵呵一笑，走进了木青的办公室内。毕竟是临近空间，地方大的一批，竟然每一位老师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苏木摩挲着下巴，
看着眼前大大的办公桌。这张桌子好像不错，够大，够结实，晚点用来当训练床试试。似乎是读出了苏木眼中的意思，穆青没好气地说道：“知道来迟了，还不快点滚过来这边坐。”旁边的沙发上正坐着一名白发消瘦老者，是苏木的老熟人黄志远。苏木也没有感到意外，之前在纷争流域的时候就听黄志远讲过之前的故事。当时他与穆青同为万古镜一星，一同镇守纷争流域。在纷争流域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那刚刚打下来的妖族基地，10年前穆青一个人就杀进去过了。几天不见，气色怎么有些虚弱啊？黄志远一脸异样的看着苏木，明明境界又提升了，但感觉虚了不少。这是提升境界后境界不稳造成的吗？对此，苏木哈哈的敷衍了2声，倒是穆青，你这气色越来越好了啊。黄志远看着面色红润的穆青说道。作为白发老头的他，并不理解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花啊。对，运气好，之前的诅咒已经被解除了，苏木帮忙的。穆青解释道。黄志远双眼瞪大，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雾草，真的？看见穆青点头确认，他的眼角竟然闪过一丝丝泪花。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是当初我判断失误，你也不可能一个人被埋伏。当初的故事似乎还有些内幕在里头，导致黄志远一直都有些内疚。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我过于膨胀，没有把妖族放在眼里罢了。他叹了口气，歪了歪头看向苏木。不过也好，荒废了10年，但等来了一名值得等待的人。第97章，这张桌子挺结实的。临近开启的时间是12月23号下午的13点56分，届时入口将会持续5分钟，14点01分后，临近的入口会关闭，直到被攻略后才会再次打开。黄志远将几张照片放在桌上，并指着第1张、第2张图片说道。苏木拿起照片仔细查看，照片中一颗巨大的红色半球体罩子覆盖了大片的区域。我们镇妖郡的前线人员经过探测，此次临近主要以火元素为主，进入条件为万古镜以下。这些穆青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吧？苏木点了点头回应。紧接着，黄志远又从空间道具中拿出了另几张不同于之前的照片。刚拿出来的这些照片是以往所遇见的各种灵镜，这次川省附近的求照灵镜只是其中一种。以往的灵镜中，一根柱子、一扇门都有可能成为灵镜的入口。入口单一的灵镜，在为了争夺灵镜归属权之前，难免就会爆发一场激烈的战争。而此次的求照灵镜并没有固定的入口，它生成的地方交界于人妖两地，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入。他拿起茶杯，轻轻品了一口，看着苏木慢慢消化刚才对灵镜的介绍。穆青白皙的小手轻轻帮苏木面前的茶杯满上，然后端起来轻轻吹了几口气，再递给苏木。黄志远，什么时候统帅镜还会怕烫了？苏木接过茶杯抿了一口，然后开口道：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还会进入许多的散人？对，黄志远打了个响指。一般来说，靠近人族地盘的固定入口灵镜都会由镇妖军出兵镇守，除了镇妖军以外，还有一些官方认可的组织才可以进入。那样子，极少数会出现杀人夺宝的行为，毕竟出来后还要混的嘛。但是，他顿了顿，想要给苏木留点悬念。不过看苏木一脸人精的样子，应该也已经想到了。于是他继续说道：这种没有固定入口的灵镜，是一些异能者罪犯的天堂。你遇见的人族异能者，不一定就是盟友。就像某些小说总喜欢挂上杀戮果断的名头，但其实更多的是滥杀无辜。人有了绝对的实力后，极容易膨胀，开始放纵自我。给你自由过了火。黄志远等了几秒钟，似乎在等苏木提问。苏木就是在那边享受着穆青的吹吹，并不想当翘嘴。嗨嗨，黄志远咳嗽一声，吸引苏木的注意力。那么你可能就会问了，为什么不派兵将灵镜围起来？准备好的台词总不能不说吧？以前镇妖军不是没有做过，但是吃力不讨好，范围太大，不易拦截，还可能会遭受妖族的偷袭，所以此类灵镜都是敞开了让人进。哦，原来是这样啊！苏木夸张地回应道：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你讲清楚灵镜的一些注意事项，毕竟像你这种顶尖天才，肯定对灵镜有着巨大的兴趣。还有，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尽管跟我们提，毕竟你服役的3个月时间还没到，怎么也算是我们镇妖郡自己人。苏木轻轻点了点头，表示了解，略微思索后问道：这次龙国打算派多少名异能者进去？还没确定，但应该不会低于50名的传奇境异能者。这么少？你以为传奇境是什么大白菜吗？这50名还是从各省市、各部门抽调的。除了传奇境外，还会有一些统帅4、5星的异能者，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灵境内搜集材料，至于攻略灵境，也指望不上他们。哦，你不算，你是个变态。也是，别看在纷争流域，苏木宰了快7、8个的传奇境，但那可是在边疆。除了边境，
内陆城市传奇境可稀有了，绅士明面上也只有顾天一位传奇境。对了，你那个小女友的执政官父亲是叫顾天吧？好像也要参加这次的临近。小女友？穆青的耳朵动了动，斜眼看向苏木。他是知道苏木有个女朋友的，之前还经常一起来别墅，只不过一时间被解除诅咒的喜悦和上天的快感给整忘了。我成小三了。悄悄靠近苏木，伸出小手就在苏木的腰上拧了一下，附带10倍增幅效果的攻击让苏木差点跳了起来。顾叔也去是吧？我知道了，谢谢皇叔。两人的小动作自然是没有瞒过黄志远，但他也没有在意。他怎么可能会想到眼前坐着一名冲尸逆徒，还有一名吃嫩草的老牛啊？在闲聊了几句后，黄志远拍了拍大腿，站起了身。好了，想说的都说完了，我先回去了。苏木，你有什么需求及时跟我说就是了。好，快走吧。腰上的肉还在隐隐作痛，苏木急死了。您我反了天不成？必须大干300回合。办公室只剩下师徒2人，苏木小手一挥，窗帘已经被拉上了。为了避免激烈的打斗声影响到其他人，异能也已经覆盖了整间战场。呀！穆青被苏木抱起，扔进了由办公桌化成的训练场。统帅境跨境挑战万古境强者的大战一触即发。在苏木猛烈的进攻下，穆青身上的装备竟然被逐渐击碎，只留下双腿的白色护甲仍在提供着一定的防御力。大破！穆青轻咬嘴唇，有种战败的屈辱感。就第一天占了点优势，但他没想到的是，苏木拥有的肉身成圣对这方面竟然也有作用。老师，这张桌子还挺结实的，高度也正好合适，以后我们多来这里训练吧。好。12月23日13点40分，川省妖域战场烈焰之地。当苏木来到此地时，邻近的周围已经站满了人。放眼望去，强大的异能波动从他们的身上散发而出。临近马上就要开启了。第98章再见顾天。临近开启，拥有着通透世界强大感知力，苏木一瞬间就发现了熟悉的气息。一位是顾天，还有另一位是师姐乐又晴。师姐乐又晴此时还停留在统帅5星的境界，但应该马上就要突破到传奇境了。顾叔，快步上前，苏木向顾天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毕竟顾天作为岳父大人，可不能怠慢了。咱不是那种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的花心之人。苏木对每一名他所喜欢的女人都十分专一。听到声音，正在跟其他友人交谈的顾天转过身来。苏木，他看见了熟悉的身影，露出微笑，随即突然瞪大了双眼，从天灵盖开始向下发麻。他竟然从苏木的身上感受到了传奇境的气息。不是，当初觉醒一事后，第一次在病房中看见苏木的时候，他才仙风3星。此时半年过去，竟然已经踏足传奇境了，这怎么可能？前阵子我才听银儿说你已经统帅4星了，结果才近1个月没见，你竟然突破传奇境了。一时间，顾天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苏木微微歪头一笑，侥幸，早2天刚刚突破。顾天一旁的友人们听见了他们的交谈，也是来了兴趣。1个月从统帅4星突破到传奇境，你小子有点东西啊。话说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你在哪个部门任职啊？他们饶有兴趣地问道。哦，目前在镇妖军任职。这样啊。他们哦的一声，镇妖军出怪物，他们是能理解的。在神之瞳的注视下，他们的境界苏木看得一清二楚。半年过去了，顾叔也已经从传奇3星晋升到了传奇4星，隐隐有突破之势，估计有望在3个月内突破到传奇5星。看来顾叔今年也有着不小的机遇啊。苏木暗自点头。其他3名男子，1名传奇2星，2名传奇3星，估计都是各地的玄妖司执政官。你们知道苏木多大吗？顾天在一旁悠悠出声。看起来挺年轻的，我猜在23左右。顾天都这么问了，我猜22。其实他们已经在大胆猜测了。近200年来，最年轻的传奇境异能者叫做穆青，在22岁的时候突破到了传奇境，并且以每年一个小境界的速度，在27岁时成功突破到了万古境。同样也是近200年来龙国最年轻的万古境异能者。我18。苏木咧嘴一笑，几人对视一眼，一脸问号，随即露出男人都懂的笑容。小兄弟，你真幽默。啧，18确实是还不错了。顾天一脸无语，这几个人。苏木今年18岁，再过几天应该19了吧？他今年刚参加的绅士异能统考。顾天一字一句介绍道，不知为何，他颇有种自豪感。我这就把他认作女婿了。旁边几人倒吸一口凉气。18岁的传奇境，我操！怎么可能？什么时候出的妖孽？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嗨，苏木小兄弟，我女儿身高1.68米，
身材姣好，面容漂亮，跟你年纪也差不多，你们要不要试着接触一下？滚吧！你平时把你女儿护得多严，不是不允许她那么早结婚吗？苏木小兄弟，你介不介意女生比你大几岁啊？谢谢几位叔叔抬爱，只是我岳父大人还在旁边呢。苏木指了指一旁的顾天，顾天看见几位兄弟看过来，略带惊讶的羡慕目光，不由得挺了挺胸。奇了怪了，明明宝贝女儿被黄毛拐跑了，怎么还有种自豪的感觉？就在这时，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从红色的球罩中迸发而出，灵境开启了。有人大声喊道。苏木和顾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凝重的神色。苏木，进去后一切小心。顾天拍了拍苏木的肩膀说道。进去灵境之后，位置将会在灵境外围进行随机传送，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遇到队友一起行动，但也有运气不好的人，可能一进去就掉进了强大的妖兽群中，甚至是遇上几名妖族。苏木默默随机挑选了几位气运值较高，在灵境外镇守不参与灵境攻略的士兵们转移了点气运，分别给了顾天及他的3名好友，以及在某处的乐幼琴师姐。祝大家好运，苏木轻声说道。我只能做到这里了。很快100多道身影便走进了红色的球罩灵境中，在踏入灵境的那一刹那，周围的世界瞬间被赤红与橙黄所吞噬，脚下的大地仿佛煮沸了一般，滚滚的岩浆在裂缝中咆哮，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热浪。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焦灼的气息，每一次呼吸都仿佛是在吸入火焰，灼热感直逼肺腑。远处的火山群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它们像是沉睡的巨兽，时不时爆发出怒吼，喷射出冲天的火柱和浓烟。在火山群中，苏木看到了一座山堡，那里应该就是灵境中心了吧？苏木心中暗想。通透世界开启，霎时间，神的视线覆盖了方圆2000米，所有的情况都被苏木知悉得一清二楚。通透世界所覆盖之处共有15名异能者，其中7名妖族异能者，8名人族异能者。苏木眯起双眼，抬手一挥，3道强横的剑气斩向虚空的红色圆点。殷破天感受着周围的火气，灼热的火元素让他感到不适，再烫一点，自己的鸟毛都要着了。进入灵境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不要轻易尝试飞行。所以，哪怕进来的异能者都有御空而行的能力，却没有人飞上天空。问题不大，难不倒鹰爷爷我。殷破天发出了一声冷笑，随即将异能注入双眼。鹰眼启动。下一秒，他已经看见了1000米之外的景色。扫视了一圈，殷破天看到了一个熟妖。灵境第2条生存法则，请尽快结伴行。好。他的鹰爪微微握紧，心中一阵大喜。虽然只是一头仅有传奇1星实力的猪妖，但那也是熟妖啊。他脚下生风，向前冲去。1000米对于传奇境强者来说不过一会的事，只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殷破天下属了。视野中的猪妖好像突然遭受到了某种袭击，双眼瞪大，猪腿一蹬，原地去世。雾草！殷破天闹鬼了。第99章，岳父，我来助。一切的情况都被苏木看在眼里，包括殷破天的那些动作。当随手挥出的3道剑气击碎了3个红色的圆点时，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那一时刻，3名身处各地、气息强大的传奇境的妖族强者就像被按了关机键一般，失去了生机。年轻就是好啊，倒头就睡。看见这种场景，苏木瞳孔微张。被苏木取名为只死之魔眼的这一招，果然跟预期的一般强大。这个名字采用于空之境界，相似的因果律武器，能够看到万物终结之时。虽然在这之前已经拿屎壳郎先生试验过了，但这一次活生生的3名传奇境妖族强者竟然就这么凉了，恐怖如斯。紧接着，苏木细细感受了一下自身的情况，精神力、异能没有任何的消耗，气运值也没有变化。那使用这招到底有什么限制呢？苏木皱眉思考，这么强大的因果律武器不可能没有限制啊。几息后，苏木突然恍然大悟，对啊，气运值没有变化。赶紧打开系统日志，扫视起来。果然，并没有在系统日志上看见击杀妖族获得固定气运值的提醒。这一招只是让他们的死亡终结提前到来，就像按了快进键一般，快进到死亡的那一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我亲自击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能自己的动手击杀的，还是得自己动手。苏木暗自心想，脚下开始迈开了步伐，向着远处的山脉靠近。此时，硕大的灵境空间之中，到处在爆发着激烈的战斗。某处，砰！乐幼琴左脚向前一踏，右手挂于腰间，顺着腰转动的势能向前冲拳而去。制裁之拳，拳风掀起巨浪，还有蕴藏在其中的金色光芒。
一头向下俯冲而来的统帅五星风鸽龙在这一拳下瞬间暴毙，化为肉泥。甩开手上的血水，乐又晴轻轻舒了口气，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一进来就碰上妖族。区区几头风鸽龙罢了，本小姐我一拳一个。向四周看了看，除了岩浆不断在翻滚外，格外安静。这里面那么大，不知道苏木传送到了哪里，但只要一直向着山脉的最高处行走的话，一定能碰上它吧。与其他进来的统帅境不同，他并不想在外围搜集材料，而是想要朝着中心前进，看看能否得到灵境的传承。乐又晴轻叹一口气，微微低头，看了看自己不同于一般女生历经了磨练的2个拳头。或许在一般人的眼中 ，A 级异能至高之拳已经十分强大了吧？但我是乐家的传人 ，A 级异能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在绝境中突破，那就在绝境中死亡。悲叹山脉区域不可御空而行。山路边边，一座石碑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几个字。苏木轻声自语，这是他一路走来看到的第2个石碑。第1个石碑上刻着的是：当听到钟声之时，请双手合十，诚心祷告。只不过过去了10多分钟，还未曾听过什么所谓的钟声。在通透世界的注视下，苏木尽可能避开了其他人。灵境之中不比外头，限制颇多。在没有搞清楚所有灵境的限制之前，尽可能的不要动手。就比如苏木已经发现的不可御空而行以及钟声。可惜的是，这种灵境并不像游戏副本，没有相关的副本提醒以及通关条件。目前能做的就是在深入悲叹山脉的同时，尽可能的收集各种规则。脚步微微一滞，在通透世界的注视下，他发现不远处正有激战的状况。是顾天，他手中的长枪轮转，灼热的火焰在枪尖燃烧。凭借着火属性灵境带来的优势，觉醒了 A 级异能焚天之息的顾天以1敌2，面对2名妖族强者的围攻却不落下风。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体力以及异能的消耗，如果继续酣战下去，顾天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战败，必须尽快支援。苏木调转方向，朝着战斗的地方奔去。火之呼吸，一之行，不知火。顾天手中的长枪瞬间化成数道幻影，晃动的枪尖带起滔天的烈火，向着身前的敌人戳去。巨大的龟甲盾牌在龟兽的身前展开，硬扛着顾天的猛烈攻势。飒！身旁传来破空的声音，一道迅猛的利爪向着顾天袭来。顾天怒哼一声，气劲在顷刻间迸发出来，地上的碎石被拳术震裂，掀起漫天尘土。手中的长枪转刺为扫，形成一道恐怖的火焰卷环，将2妖瞬间逼退。啧，原来是固执正官。抱劲舔了舔利爪，好像有点熟了，还挺香的。能够镇守一方城市的传奇境强者，在传奇境内都属于战斗力较为强横的那一类。顾天早年间通过建构池抽的 S 级技能火之呼吸，搭配上他的焚天之息异能，曾在妖域战场上打出了不小的名气。顾天没有回话，保持着蓄势待发的姿势盯着2妖，一只龟妖，一只豹妖。虽然境界不高，均为传奇2星，但一攻一守处理起来确实比较麻烦。这么缠斗下去的话，势必会吸引来附近的人。来的是人族异能者还好，万一是妖族异能者，以1敌3，那必无胜算。想到这里，他枪尖指地，火龙在枪柄上旋转上，火之呼吸4之行，圣炎之涡卷。巨大的火焰漩涡以自身为中心向外扩散而出，向着2妖席卷而去。霎时间，周围的场地化为一片火海，将双方隔绝开来。顾天双膝微屈，灼热的鼻息从鼻腔中喷出，随着不断起伏的火之呼吸，下一刻在强大的爆发力下，顾天向后急退而去。这种情况不快跑还等什么？岳父，我来助。刚刚抵达战场的苏木跟顾天交错而过，四目相对。苏木看出了顾天脸上的尴尬。第100章灰烬之灵。顾天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那么想挖个坑钻进去，但苏木情商高的一批，怎么可能会让岳父大人尴尬呢？岳父大人，你跑路的身姿一样是那么的英俊潇洒。顾天火光宝在众人异样的眼神注视下，来自钟声的神秘力量瞬间爆发，以雷霆万钧之势袭向不远处的妖族部队。随着一阵阵惨叫声此起彼伏，统帅境的妖族异能者们纷纷倒地不起，痛苦地哀嚎着。目睹这一幕，人族异能者们无不面面相觑，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泼天的富贵到我们头上了！我操，大佬牛逼啊！这都行，冲啊！把他们全都嘎了！10分钟，钟声的间隔是10分钟。钟声过后，顾天好像想起了什么，向苏木问道：“苏木，如果没看错的话，你刚才好像有几张白纸写的不一样。”苏木点了点头。
对，那几张是我送给妖族的礼物。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都抬着屁股迎接无影拳的伺候了吧？啧，顾天不由得感慨，这小子是真损啊！路上的危险并不多，只有三两的统帅境传奇一星妖兽，对苏木、顾天两名传奇境强者来说构不成威胁。两人继续前行了几分钟，突然左手方向不远处传来了石头被踩碎的声音。有人！顾天立刻停下脚步，警惕地示意苏木注意。没事，是熟人。苏木淡定地笑了笑说道。几息后，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了二人的跟前。漂亮的鹅蛋脸，修长却不失力量感的长腿，高耸的馒头以及纤细的腰肢，再搭配上那颇有标志性意味的马尾辫，是乐又晴。师姐，这里！苏木出声叫道。他早就通透世界，发现了师姐乐又晴的存在，并一直向他的方向靠近。乐又晴听到声音一愣，然后转过身来，姣好的面容展露出惊喜的笑容。苏木，此时他一脸风尘仆仆的模样，身上的衣服到处沾满了，看似有些狼狈，但身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先前钟声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但他在继续往悲叹山脉深处前进的道路上，遇见了一头传奇一星境界的妖兽荣甲龟。乐又晴不是打不过他，经过几个月来的训练，他的战斗力已经提升了一大截。只是对于荣甲龟这类妖兽，并无法迅速解决，只能尽快撤离。好在荣甲龟的速度并不快，乐又晴很快就在荣甲龟的追击下逃了出来。统帅五星，顾天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里面很危险，你还是应该尽快远离才对。越往里走，哪怕是他们这些传奇境的异能者，也要面临巨大的危险。”显然，乐又晴一名统帅五星的异能者出现在此地并不合适。乐又晴面露尴尬的神色，他并不想成为拖累他人的人。放心吧，顾叔，乐又晴师姐的个人战力并不弱于一名传奇一星的异能者，在战斗中能起到不小的作用。说着，苏木向两人介绍起来：“师姐，这是申氏的执政官顾天，也是莹儿的父亲，乐家的千金，那就不奇怪了。”顾天点了点头说道。乐又晴甜甜地说了一句顾叔好，便赶忙跟苏木说起了刚刚听到钟声后发生的怪事。你说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他说他的名叫做信。对，师姐一脸紧张，原来苏木和顾天并没有遇到这种奇怪的事。那第二道钟声响起后呢？第二道钟声响起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感觉冥冥中一直有人在催着我往悲叹山脉中前行。苏木思索了一下，沉吟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师姐你可能被挑选为传承人之一，甚至是唯一的传承人。”传承？乐又晴和顾天异口同声惊呼道，都有些震惊。传承在灵境中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很清楚，那意味着无尽的机遇和强大的力量。一开始大家都以为火元素的灵境传承应该跟火属性有关系，但钟声敲响之后，袭击众人的是无形的拳头，那么传承跟拳法有关系也不奇怪。所以不难猜想，这个灵境中的传承极大可能就是火系传承或是拳法的传承。两者点了点头，认可了这个猜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次进来的异能者大半都是火系异能者。至于如何获得传承，得进入到火光堡后才知道了。紧接着，苏木将从石碑上得到的信息简要的介绍给了二人。听到苏木的猜测，乐又晴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随即又化为担心，自己只有统帅五星的实力，能不能获得传承的认可？放心吧，有我在，别想那么多了。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赶紧前往火光堡，我们赶紧走吧，已经耽搁很多时间了。苏木看出了乐又晴的担心，拍了拍他的肩膀。乐又晴嗯了一声，脸色稍微好了一点。顾天扫视了一眼两人，心中暗自嘀咕，这个女婿看起来好像桃花运不少啊。当苏木三人赶到火光堡前，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十道身影了，一群是人族异能者，还有另一群是妖族的异能者，全是传奇境强者，竟然没有打起来。三人有些疑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人群之中。顾天，有人向着顾天打着招呼，循声看去，是刚才在外头跟顾天聊天的几个朋友。你们也到了，这是怎么了？这门一直没开，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任俊杰说道，他指了指前方，那是一座外墙由被岁月侵蚀的焦黑石块砌成的城堡，这些石块仿佛曾被熊熊烈火长时间灼烧，留下了永恒的烙印。紧闭大门的正上方正挂着一个焦黑牌匾，上面写着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火光堡。还不知道灵境的考核是什么，没人敢轻举妄动，万一在这里跟妖族干个半死，等下遇到打不过的 BOSS， 那不是惨了。他们小声说道。就在这时，第三声钟声敲响了，当，众人一脸紧张，赶紧双手合十。只是这次并没有出现恐怖的拳风声，咯吱，破旧的门声响起，木质大门被缓缓推开，两名由火元素凝聚而成的火人走了出来。欢迎各位求道者在三声钟响前来到火光堡。
第103章传承考核，烈火心智。在3声钟响之前到达火光堡。原来时间限制是第一关的考验。苏木略微思索着，然后通透世界，第一时间对双方的数量进行了一个分析。人族这边到达此地的人数有33人，其中还包括几名散修。妖族那边数量多一点，稍占优势，有38妖。其余尚未到达的应该都被视为弃权了。可能有人会觉得，为什么苏木一路上游山玩水，也没遇到什么威胁和挑战，还会有多达数十人没有到达火光堡？那是因为苏木有着通透世界，避开了许多栖息在悲叹山脉的强大妖兽和其他妖族。同时，一路上都有不少稀有的火元素材料，比如火龙果等等可采摘。苏木3人都没有停下脚步。若是路上因采摘材料与妖兽、妖族对战过久，都可能会影响他们在3声钟声前到达火光堡。火人已经走了进去，门口孤零零的，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门就只有一个，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都想要率先进去。谁先进？这个问题谁都不服，除非双方都成一列，一起通过。但是咱们啥关系啊？都好到当同道中人了吗？那样的做法过于危险了。人群中，一名异能者走了出来，与对方妖族代表进行谈判。几句话后，谢承嗣也是走了回来，按照计划排成一列一起通过。他是领头的几位传奇5星强者中的一位，实力强劲，即将突破万古境，也是此次官方攻略团指定的团长。紧接着他又轻声说道：注意安全，妖族不一定会那么老实，我们也不要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毕竟火光堡中什么规矩我们还不清楚。各个传奇境强者都没意见，乖乖排成一列，就像是放学在老师接送下准备回家的小土豆。不过作为能够镇守一方的传奇境强者，大家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个都对自己释放了防御型的技能，精神也时刻紧绷着。妖族那边也是如此。好，走吧。苏木3人跟随在队伍的末尾段缓慢前行着。木门很小，双方中间就间隔着1人的距离。苏木甚至能闻到部分妖族身上散发出来的腥骚味。双方走的都很平静，越平静就越像暴风雨即将来临。苏木的双眼一眯，果然，神之瞳放慢数十倍的注视下，他已经发现了2名传奇境妖族开始有了异动。他们位于中段的位置，两妖对视一眼，手腕开始抬起，空气中的元素已经慢慢开始汇聚。很显然，他们想要先发制人。在这之前，妖族已经领先了5个传奇境的人数优势，要是趁这个机会成功削弱人族2至3名的战力的话，他们的优势将继续扩大，拿下临近传承的机会将大大增加。苏木念头一动，在空中盘旋的长剑调转方向，蓄势待发。只要那2名妖族出手，自己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拦下。他的动作逐渐变大，在他们身旁时刻警惕的人族异能者们也是迅速反应过来，脸色一变，抬手准备释放技能进行格挡。就在这时，走进庭院的2名火人冷哼一声：火光堡内不允许私自斗殴。声音不大，却如同惊雷一般炸响在众人的耳旁。2名传奇境的妖族强者手中的技能已经凝聚完成，正准备动手，却发出了一声惨叫声。叫！恐怖的红色火焰在他们身上升腾而起，炽热的温度让旁人不由得心生惧意，向后一退。快救妖！妖族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可是并没有任何卵用。在众人妖的注视下，那2头妖已经化为灰烬，微风轻轻拂过，骨灰都被扬了。雾草！大家这回才发现，2名火人竟然是万古境以上的实力，连看门的都有万古境。本来想着报复的人族异能者们也只能忍住想要动手的心。操！看老子等会不干死你们！小插曲后，所有人都安稳地进入到了火光堡的内部。妖族部队躁动不安，突如其来的阵亡让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火光堡的庭院中到处都是被火焰烧焦的痕迹，正对方的塔楼门前矗立着2尊被烈火烧焦的石像，他们空洞的眼神凝视着远方，仿佛在守护着城堡的秘密。在庭院的正中央，一座花纹奇特、雕刻着复杂图腾的铜炉正在燃烧。2名火人一左一右站在铜炉身旁。欢迎各位求道者！火光堡宗门传承源远流长，此番招贤纳士，为的是挑选火光堡武道的继承人。来了！众人眼神一凝，挑选继承人，但这个继承人的人数又有没有限制呢？没人敢问，就怕一问，骨灰马上就被扬了。事后2个火人还要悠悠嘲讽道：不允许喧哗。传承考核第1关，烈火心智。火人异口同声道。下一刻，众人的突然脑海一黑，不知为何，苏木好像看见了那2名没有眼脸的火人，竟然勾起了一丝邪笑。画面转过，苏木已经身处于异样的空间之中，
双眸中的金色光芒闪过，神之瞳已经开启，不是精神力世界，竟然是连本体都一同被传送了。苏木瞳孔微缩，这种手段可不简单啊！周围是燃烧着火焰的石墙，面前是一道右转的道路，不难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迷宫。巧了，这不是专业对口了。开启了通透世界的苏木已经掌握了正确的路线。苏木将手靠近火焰，一股灼热的感觉扑了过来，温度还行。这火焰比起刚才瞬间秒杀2名传奇境妖族的火焰可差得多了。不过他们的温度似乎一直在增加，所以说烈火心智这一关的难点是在温度不断升高的火焰中成功找到迷宫的出口吗？第104章，看强不爽，那就给他一拳。妖域战场，烈焰之地，临近关闭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了。镇妖军以及龙国各部门所安排的工作人员正认真值守着。一道空间裂缝打开，从中走出一名男子，他的眼眸中灿若星辰，有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星辰之力。文轩，你来了。一旁一名眉眼低垂的男子缓缓开口：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突然间把我叫过来。夏文轩一脸淡定地问向柳星文。本来他还在帝都的办公室中处理着其他的业务，突然感受到了柳星文的召唤。此时柳星文找他，那必定事关临近，不得不重视。他当即停下手中的事情，踏过空间裂缝而来。跟我来。柳星文抬起头，脸上却闪过一丝凝重，转过身去，领着夏文轩穿过重兵把守的区域，走到了临近的球罩旁。你看，他指向了一个角落。夏文轩顺着方向看了过去。刚才我们的人手正在进行巡逻的时候，发现这个灵境竟然有一道缺口，我们怀疑有人提前进入了灵境。他皱着眉说完了自己的猜测。夏文轩听完，双眸微张，表情也变成了从未有的严肃。这怎么可能？灵境的开启和关闭是固定的，不可能有人能够破开灵境的防御，提前进入。夏文轩说完，两人对视，陷入了一阵沉默。虽然说他们并未得知有什么道具或者技能能够提前进入灵境，但此时灵境的球罩上确实有一道缺口，这是不争的事实。哪怕是夏文轩亲自出手 S 级异能星辰之力，超凡境的异能者都难以在灵境的球罩上留下一模一样的缺口。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刚刚。柳星文马上回复道，这几天每天都有安排人员对这附近进行巡逻和观察，都未有过相关报告，所以这道缺口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昨天晚上。是散修？夏文轩不确定地问了一句。除了这个，应该没有其他可能性了。柳星文喃喃道。突然他灵光一闪，好像想起了什么。文轩，你还记得20年前的组织天灾之门吗？记得。夏文轩点了点头。想要让天灾再次降临，重新洗牌这个世界的邪恶组织，只是他们不是在20年前就已经被歼灭了吗？20年前他还只是个传奇境的异能者，而柳星文当时应该已经万古境。说是这么说，但这也是当我当上了镇妖郡总司令后才知道的。当初天灾之门并没有全部被歼灭，而是有一小部分核心成员成功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天灾之门的镇教神器真神对剑中的其中一把剑。烈火心智考核所生成的迷宫很简单，至少对于苏木来说是这样的。整条线路都已经被苏木摸透了，此时他正慢悠悠地观察着整座迷宫。要知道自己可是拥有着神之瞳的男人，像灵境传承考核这种突然将他传送到异度空间的手段，哪怕是超凡境都不一定能做到，至少也要比超凡境更加强大。难道是如圣经，亦或是石碑上所述的神？苏木，你好狠的心啊！一个长得像马童的生物从旁边探出头来，对着苏木说道：滚！苏木没理他，随手一挥，那个生物就滚得远远的了。这一关并不只有烈火和迷宫的考验，还有来自迷宫之中的幻想。这些东西，神之瞳的视角里就只是一团奇形怪状的火焰罢了。周围的火焰越来越热，火势愈加凶猛，但苏木还是一如既往闲庭信步。不知为何，刚刚两个火人邪笑的表情还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中，总感觉有些不对劲的样子，让他不想出去的太早。不过迷宫并不长，很快他便走出了迷宫。迷宫的出口处正伫立着一个半人高的石台，石台之上有着一枚钱币，石台的旁边是一个闪烁着蓝光的法阵。将钱币拿起来瞅了瞅，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符神钱币，没有什么用的钱币，或者能够作为某种象征。看着闪烁着蓝光的法阵，苏木驻足思考，眉眼低垂。下一刻，少阳剑被苏木握在了手上。枪！剑鸣声响起，随着一记划破时空的剑斩，空间的碎裂声随之响起，就像玻璃碎了满地。恭喜你，成为第一通关烈火心智的人。两名火人站在铜炉旁，发出闷闷的声音，向着苏木说道。
画面流转，苏木的视野已经回到了火光堡的庭院之中，身旁还静静地站立着刚刚进入此地的所有人和妖。果然，刚才并不是将他们所有人都传送到异度空间中去，而是将他们拉入了幻境之中。苏木也就是随手一试罢了，没想到真把幻境给切碎了。几息过去，有人的身上突然发出蓝色的光芒，然后失去了踪影。这是进了蓝色的法阵，被传送走了。苏木心里猜测，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妖族队伍之中。可惜，如果这时候把他们全都杀了，都不带反抗的，就是火光堡的主人估计不会允许我这么做。几分钟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被蓝光传送走，少有异能者苏醒过来。顾叔，你也通过考核了。苏木发现了身旁顾天微微的动静，看向顾天，顾天也顺利的从幻境中出来了。果然是幻境。顾天沉声道：“你怎么知道的？”苏木饶有兴趣的问道：“通过火之呼吸的感知，本来我都已经走到出口了，但我感觉里面的火焰并不正常。于是我在进入传送阵前，尝试着击碎空间，没想到真出来了。不愧是顾叔，对于火焰十分敏感。”苏木暗自点头。几秒过去，乐又晴也恢复了神情，只不过他看起来有些懵逼。哎，这就出来了？我还没进蓝色法阵呢。他一脸呆萌地说道。看着乐又晴一脸通关的莫名其妙的样子，苏木也是好奇地问了问。我先是跑了半天，但是一直遇到死路。无奈之下，我尝试着击碎墙壁，没想到那些墙壁不堪一击，全被我打碎了。我就这么一路打到了出口，临走前，我看传送阵旁边的墙不顺眼，又给了他一拳，然后我就出来了。苏木，顾天，第105章，你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真不愧是你啊，师姐。苏木啧啧咂舌道。一堵墙一堵墙直接砸碎，硬生生把迷宫完成了直线。不过你是怎么砸碎那些墙的？顾天蹙眉，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刚进迷宫的时候，我也尝试着攻击那些墙，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点痕迹都留不下。相信顾天和乐又晴并不是唯二对着墙壁发起过攻击的人。如果墙那么简单就被击破，那迷宫还有什么意义呢？苏木沉思一会，只能提出一个猜想，只能将师姐身上的异样当作是先前钟声所造成的吧。毕竟师姐说不定已经是内定的传承人，开个后门也正常吧。乐又晴歪了歪脑袋，有弹性的大馒头跟着跳了跳。苏木用余光悄悄瞄了一眼，果然一开始的感觉没错，一阵子不见，乐又晴师姐又大了一点。在等待其他人完成的期间，苏木再次开启神之瞳，看了眼2名火人。很可惜，作为2个元素体，苏木并没有他们身上感知到什么，甚至连一点异能波动都没有。这让苏木联想到了某样东西——傀儡。又过了不到10分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员苏醒以及被蓝光传送走，参加第一关考核的所有人都已经结束了考核。苏木瞅了一眼人族以及妖族的几名传奇5星异能者，果然对于异能较为敏锐，都成功通关了第一关的考核。至于数量的差距，已经从原本33比36的格局缩减到了16比17，看起来差距基本没有了。但还是有个隐患，16名人族异能者中有5名的散修，他们竟然全部都通过了第一关。恭喜各位求道者进入下一关考核。就在苏木观察之时，声音响起，2名火人依旧异口同声，语言中没有掺杂着任何的感情。紧接着他们继续说着，一枚古朴的钱币漂浮在了他们的身前。大家是否都从第一关考核中拿到了符神钱币？听到火人的提问，众人都拿出了一枚一模一样的钱币。这是刚才考核中放在最后石台上的东西，基本上通关出来的人都会拿，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什么重要的任务道具。只不过苏木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另一个疑问，为什么火人要问这个问题？身为考核官的他们，如果任务道具是他们发放的，又怎么会不知道众人是否拿到符神钱币？而且那2名火人竟然也有着一枚符神钱币，不对劲，很不对劲。这些异样的事情就像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线索，中间总差了点什么。接下来将进行第2个考核，炎阳束缚。画面一转，苏木睁开双眼，看见的是一脸惊恐的顾莹莹和乐又晴，还有黄志远以及一帮镇妖郡兄弟们震惊的神情。我怎么回到这里了？苏木刚想开口询问，却发现自己怎么样都没办法说出声。一道黑影从自己的面前走过，手中的匕首轻轻划过自己的脖颈。好痛！苏木心中一颤，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力开始流逝。苏木，苏木！下一秒，静止的时间开始转动，他的尸体被黄志远拉到了一旁。顾莹莹和乐又擒扑了上来，小珍珠一粒粒开始往下掉，将苏木的衣服打湿。奇怪，我不是开了天上的气息吗？为什么还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害？我是不是要死了？眨了眨眼睛，苏木艰难地抬起了双手，
抚摸着2名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的脸颊。别哭了，因为喉咙被割破，苏木说的有些艰难，声音有些沙哑。师姐，我有话想跟你说。喉咙充满着血腥味，有点令人作恶。你当时在纷争流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当时的你只有 C， 可是现在的你有 D 那么大。乐又晴哭丧的表情一致，紧接着苏木的双眼爆发出强烈的金色光芒，笼罩了整片区域。咔咔嚓，幻境破碎的声音再次响起，一枚古币已经落入了苏木的手中。我叫乐又晴，我出生于龙国帝都，在乐家第65代中，我的辈分最低。从小我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爷爷奶奶很疼爱我，大伯二伯也很喜欢我，爸爸妈妈更是将我奉为掌上明珠。随着我逐渐长大，我才开始知道，原来我们乐家是龙国最后的一个古武世家。从小就开始泡的那些奇怪药材，原来是铸炼身体、打下基础用的。4、5岁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在操场中看着哥哥姐姐们锻炼，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很快，我6岁了，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终于可以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学习鼓舞了。但当我开始学习时，我才发现，学习鼓舞好累啊！我喜欢穿漂亮的裙子，我喜欢可爱的毛绒布偶。可是从我6岁的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只有体能训练、扎马步、练冲拳、打套路，甚至与堂哥堂姐们对战。后来我听说，乐家每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人会继承我们乐家的异能 A 级的至高之拳。至高之拳在几百年前还是 S 级的异能，不知为何随着传承，它变成了 A 级。不过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有3个堂哥，1个堂姐，他们的锻炼都很努力，在鼓舞上的天赋比我强大，意志也比我更加坚定。他们都以传承乐家为己任，至高之拳一定会选择他们的。而我看着我双手的老茧以及大腿的肌肉，不断烦恼，这样还怎么穿漂亮的裙子呢？后来我们长大了，堂哥堂姐一个接着一个在异能觉醒仪式中觉醒了其他的异能，我开始害怕了。第106章，师姐，顾叔还在旁边呢。哥哥姐姐们一个个没有继承至高之拳时示弱的表情，我都看在眼里。作为乐家的子孙，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至高之拳而存在的，而我越害怕什么，命运越要捉弄我。我在异能觉醒仪式上觉醒了至高之拳，身后同学们的欢呼声以及父母的肯定声在那一刻都变得无比嘈杂。我怕累，不努力，天赋也没有哥哥姐姐们好，为什么要让我继承至高之拳呢？我无声地走下台，那一刻我陷入了恍惚和迷茫。家族中也开始出现了非议声，觉得我配不上至高之拳这个异能，觉得乐家将会毁在我的手中。他们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可是至高之拳选择了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爷爷把我叫到了卧室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晴儿，你觉得至高之拳是你的负担吗？”我眨了眨眼，有些不敢说实话，我怕疼爱我的爷爷伤心难过。哈哈哈，你这表情我都懂了。爷爷摸了摸我的头，慈祥地笑道。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变成了褶皱，上面还有许多在与妖族战斗中留下的疤痕。家族的兴盛从来都不是通过一个人，通过一个异能决定的。我相信，哪怕继承至高之拳的不是你，最后带领家族走向兴盛的也一定会是你。爷爷继续说道，他脸上的褶皱与疤痕挤在一起，很难看。为什么？我不理解。就像家族中某些人说的那样，我是个废物，也没有任何志向。因为你最有人情味。只有能将家族所有人都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人，才能带领家族继续走下去。听完，我呆呆地点了点头。不用怕，你以后会理解的，爷爷还能活很久，能看到你带领家族走向兴盛的那一天。后来我进入了京大学习，到了京大，我按部就班的修炼，一直保持在年级的中上游水平。但我知道这不够，远远不够。我开始待在妖域战场，想要通过血与火的锻炼来激励自己。只是尝试去努力过后，我越发现我是个废物，我不敢去挑战比我强大的妖兽，他比我强，我还去送死，那我不是傻的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的能力就这点，那我就清理清理杂鱼就好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在京大混了3年，如无意外，我会在大4毕业前到达统帅4星的境界，等到毕业几年后，顺利踏入传奇境。爷爷是学院派的领袖，管理着龙国几所最高学府，到时候我就去爷爷那上班，然后安稳地度过这一生。至于带领乐家走向兴盛，交给下一辈觉醒至高之拳的侄子侄女吧，嘻嘻。就这样，当我在妖域战场混着学分的时候，一名学弟走进了我的视野中。他长得很好看，是我见过的男生中最好看的了。他笑起来的样子充满着自信，说话也幽默。当我听说他是今年的全国状元时，我还挺惊讶的，只不过也仅此而已。
全国状元年年都有，他们的实力大多也相差不大，有的人甚至被他人反超。但他不一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打破我的认知。只有卫视境的他，竟然能随手肃清几个中资源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一个人狩猎了传奇境的黄级赤焰师。这怎么可能？我离黄级赤焰师还那么远，我都已经被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吓到腿软。结果竟然劫后余生的喜悦以及挫败感开始交织在了一起。为什么他不惧死亡，敢跨越2个大境界，挑战比他强那么多的妖兽？我不理解。但那一战后，师弟的背影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散不去。偷偷看过几本青春恋爱小说的我知道，这叫崇拜，这叫好感，这叫贪图他的身子。嘻嘻，他长得那么帅，哪个女生能忍得住呢？所以我开始借着传授他鼓舞技巧的理由，穿着我的必胜运动背心，大胆地展示着我的美好。大成功！他的眼睛老是往我的胸前偷瞄，看来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魅力的嘛。虽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但现在这个世道，哪个强者没有几个红颜知己呢？乐又清，你真不要脸！嘻嘻，在交谈中，我得知了他想要去纷争流域锻炼，我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决定要跟着他一起去。在战斗中不断升温的感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后来又在纷争流域发生了很多，比我过去的那么多年都还要精彩。他就像天神下凡一般无敌，纵横在战场中，收割着一名又一名妖族的生命。他这种人应该会带领龙国击败妖族，收复回人类所有失去的土地吧？我是这么坚信的。直到那一把匕首划过他的脖颈，他倒在了我的眼前。那一刻，我的世界黑暗了。看见他尸体躺在地上的时候，我思绪万千，内心后悔不已，信仰开始崩塌。我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过去。累一点又会怎么样呢？就不能努力一点吗？如果我再强一点，是不是就能保护好他了呢？我开始无能狂怒，至高之拳的能量开始在右拳积蓄，但面对着墨瞳超凡境的威压，始终挥不出那一拳。如果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哪怕赌上我的性命，我也要挥出那一拳。下一刻，一记闪烁着耀眼金光的拳击击碎了那个幻境。哎，师姐，你怎么哭了？苏木看着已经脱离了幻境的乐又晴，松了口气。看来师姐还是很给力的，竟然连破2关，拿下传承指日可待。只不过好像是在幻境中看见了什么伤心事啊，哭得那么惨。哎，师姐，你干嘛？在苏木震惊的注视下，乐又晴扑了上来，双手搂住了他的脖颈，轻轻点起了脚尖。师姐，顾叔还在旁边呢。苏木搂着乐又晴的细肢，感受着胸前的硕果。第107章，给老子滚出来！柔软、湿润，有些火热，但明显毫无经验，显得十分笨拙。一小会后，苏木推开了乐又晴的脑袋，此时他还一脸的痴迷。周围的人在逐渐苏醒，再亲下去，顾叔都醒了。可惜了，这里不是个好地方，不然早就已经翻身上马，让师姐感受一下圣剑的恐怖。师姐，我一直都在呢。将乐又晴搂在怀中，苏木一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一手抚摸着乐又晴的脑袋。虽然不知道师姐在幻境中看到了什么，但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她的脆弱。有些人平时看起来乐观开朗，或许深夜总在 emo。 我又看到了那一天，你被墨瞳划过脖颈的那一刻。巧了，我的幻境也是那一天。感受着胸前的柔软，大馒头确实发酵的还不错，越来越蓬松柔软了。我一定会拿下灵境的传承，我要变强。我不想看到你再倒在我的面前了。乐又晴的头埋在苏木的怀里，喃喃道：我相信你。苏木轻声说道，嘴角勾起一丝温柔的微笑。又过了几息，苏木将乐又晴推开。乐又晴的小手依依不舍地拉着苏木。苏木环顾一周，发现除了零星几个异能者，其他还身处幻境中。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2枚符神钱币，这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说它珍贵吧，通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似乎对最后的传承意义也不大。苏木开启通透世界，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座火光堡。火光堡中大殿有好几处，但都十分破败，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点。正前方的大殿之中，有着一股十分强大的异能波动，就像一团迷雾一般。或许这就是灵境的传承？不对。苏木双眸一凝，仔细一看，那团迷雾竟然有若隐若现的黄色圆点。顾叔。看着走出幻境的顾天，苏木打了个招呼。只是顾天此时的状态明显并不好，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幻境会尽可能的寻找一个人内心的薄弱点进行攻击，能够坚守内心直面过往的人并不多。呵呵，丢脸了。顾天轻叹了口气，没想到我竟然连第2关都过不去。苏木沉默，未经他人苦，有些事情并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看你们2个的样子，应该都通过了第2关的考核吧？
顾天问道。两人点了点头。看来未来还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呀，哈哈哈。他自嘲一笑，还好考核中失败并不会危及到生命，不然我就先挂了。说完，他陷入了沉思，似乎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苏木和乐又晴对视一眼，没有说话。这一关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现场的所有异能者才苏醒，每个人的表情不一，很明显，大多数人都没能通过第二关。恭喜各位通过第二关炎阳束缚的考验。在开启第三关考核之前，还请各位求道者上交所获得的符神钱币。两名火人嗡声道。苏木从他们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丝的急迫感，符神钱币似乎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30多名人，妖两族的异能者面面相觑，一时间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通过考核才拿到的符神钱币，为什么要上交？上交就算了，你倒是把原因解释清楚。但心中有着万分疑惑，他们却不敢开口询问。就在这时，一名人族异能者走出了人群，来到了火人身前。这是2枚符神钱币，他将2枚古朴的钱币交给了火人，随即回到队列中去。接着又有一名人族异能者跟上，把自己的符神钱币交给了火人。苏木皱眉观察，这2个异能者并不是官方安排的，而是属于那几名散修中的其中2人。有人带头后，一些本来踌躇不前的异能者也开始动摇，跟随上去。顾天也是，本来精神状态就不太好的他，似乎也无心纠结于符神钱币，脚步微动就要前进。顾叔等下，苏木制止住了他，轻声说道。而苏木的这一举动惹怒了2名火人。你找死！2人异口同声大喊，一股强大的异能波动从他们的元素体迸出，一股恐怖的火焰瞬间将苏木笼罩。周围的人瞪大了双眼，不交钱币就会死。只见被火焰笼罩的苏木慢慢抬起右手，打响响指。原以为能瞬间融化传奇一星弱者的火焰，竟然在顷刻间全部消散。众人大惊，这么强大的火焰对他竟然一点伤害都难以造成。他是谁？火焰而已，谁不会玩啊？苏木轻声说道，摆了摆手。就见2名火人脸上的火焰被拉开，摆出了各种造型，被肆意玩弄。不过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控制了2名火人的垃圾罢了，还敢在这装神弄鬼，给老子滚出来！一道凌厉的剑气往虚空一斩，大殿内传出一声闷哼声。在场的都是传奇境的异能者，哪怕这声闷哼声很小，也被所有人捕捉到了。有人在大殿内，他们大喊。苏木则是可惜地摇了摇头，黄色的圆点自己只能给予重创，并无法直接斩杀。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苏木身前有万道剑气盘旋而起，在大殿之上汇聚成一把冲天巨剑。剑破乾坤，巨剑一斩而下，有异能者释放出了猛烈狂风，将大殿倒塌掀起的滚滚尘烟吹散。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是一个人，嘴角流淌的鲜血代表着刚刚的闷哼声由他而起，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异能波动让众人眼神凝重。万古境的气息，眼前的这名人族异能者竟然是万古境，这怎么可能？万古境的强者绝对不可能进入具有境界限制的灵境啊！2名火人一左一右站在他的身旁，左边这名火人的造型已经被苏木扯成了 S， 右边的火人被扯成了 B。S 人 B， 噗嗤，乐又晴没忍住笑出了声。第108章 SS 级道具真神九剑。这一声轻笑打破了原本紧张的气氛。看了看自己左右两边的火人，那万古境的强者刚想放出的话瞬间哽咽在喉。我成 SB 了。看着一脸凝重的数十人，他才缓缓开口道：妖族强者们，我不是你们敌人，我的目标只有这一群人族异能者以及他们手中的符神钱币。那名妖族领袖闻言，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原本他还以为这名万古境的人族强者是人族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安排进来的，结果竟然是跟他们一伙的，我怎么能信任你？他沉思几秒，开口问道。理了理目前的情况，看来人族一方是真不知道这一名万古境异能者的存在，而且那2名火人看起来是被他操控的，如果是站在人族那一方的，没理由这么做。那名万古境强者听闻，眯起了双眼，哼，如果不是我被不知名的力量所重创，我还需要跟你们联合？这一回跟你们打嘴炮，还不是为了多休息一会？等你们清理完人族异能者，看我不杀光你们这群傻妖！他们一人一妖就站在那边大声密谋。人族的异能者们听闻脸色大变，稍微往后退了几步，站在了一起。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妖族异能者在数量上就占了优势，此时再加上一名万古境的强者以及2名深不可测的火人，这还打个毛啊！谢承嗣经过了几秒钟的头脑风暴后，也迅速下达指令。看刚才那名小兄弟的手段，似乎能有效克制火人，那2名火人就交给你了。
那名万古境强者气息不稳，疑似受伤严重，就交给我来牵制。至于其他人，不过区区妖族罢了，我们人也不少。众人听闻，都严肃地点了点头，一把又一把气息不俗的武器已经紧紧握在手上，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浓烈的战意。啪！不可能的，传奇境强者没有谁不是从妖域战场中杀出来的，他们的双眼之中已经开始燃烧着熊熊烈火，火光中倒映着对胜利的渴望。这不仅仅是关生死，还是关人族未来的走向。一个灵境的传承，以及他们10几名传奇境强者的生命，将会影响到未来的战局。此时对面似乎已经谈妥，将目光转了过来，他们的眼中凛冽的杀意也已经止不住了。在通透世界的注视下，苏木发现了几个人的动作不太老实，他们对准的方向似乎有点歪。你们小心点，跟那几个散修不要离得太近。苏木皱了皱眉，向着几名异能者轻声提醒道。其中一人发出了轻笑，放心吧，这人我认识。是。他话还未说完，站在他一旁的散修异能者已经率先发难，一股猛烈的异能气息从他的手中迸发而出，直指要害。咔嚓，那人的身影倒退几步，发出一声闷哼，一个紫色的护盾碎裂开来，而紫色护盾爆裂开造成的冲击力，同样也狠狠地击伤了那名突然出手的散修。在这么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苏木及时给他套上了无光之盾，这一击完全足够要了他的命。陶居，你……费翔脸色苍白，捂住伤口。这一名他见过几面的朋友，竟然在此时临阵倒戈，众人自然也不可能看着他们两个演对手戏。妖族猛烈的攻势已经杀到了面前，这几个散修估计都跟那名万古境是一块的，大家小心。谢承嗣作为人族的临时队长，此时他的脑子才转过弯来，急忙大喊。他手中的长戟猛地一挥，与妖族头领手中的大剑碰撞在一起，激起一阵火花。谢承嗣，今天你就要死在这里了！妖族头领发出了一声嘲笑。26打11，今天优势在我。谢承嗣此时心中万分着急，作为人族异能者中的最强者，他想要牵制住的人是那名万古境强者。此时的他却被妖族的统领直接盯上了。原本在妖域战场上，两人就交手多次，实力不相上下。万古境强者无人牵制的话，将会是这个战场上最恐怖的存在。在他焦急的目光中，那名万古境强者动了。受重伤的万古境，那也是万古境，又岂是你们这群传奇境的蝼蚁能蔑视的？云飞心中燃起怒火，手中的真神九剑发出丝丝金光。两名火人似乎被未知的力量压制着，无法操控。造成这种奇怪情况的，肯定就是眼前的这只蝼蚁。身影瞬间闪过，一把金色的长剑划过，从极为刁钻的角度袭向苏木。枪！一声激荡全场的剑鸣声响起，苏木手持龙吟剑挡下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真神九剑 SS 级道具真神对剑其2，与真神岩剑一同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的能力。苏木蹙眉，竟然是 SS 级道具，这还是他除了龙吟剑之外第一次见到别人拿着 SS 级的道具。很好，谢谢你，接下来他是我的了。苏木双手一挥，王之财宝辉煌的宫殿已经在身后显现，巨大的压迫感让站在一团的异能者们微微一顿。原本还想玩一会，看看还能从对面身上套出点什么关于灵境的情报，为了乐幼琴师姐和岳父大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以及 SS 级道具强大的诱惑力，苏木直接火力全开。天之锁，数十条疯狂的锁链已经从光圈中涌出，如同数十只腾飞的巨龙，向着所有敌人袭去。同时伴随着还有30多把 A 级以上的长剑。经过一番抽奖以及学分功勋的兑换，苏木储藏在王之财宝中的长剑已经多达32把。噗嗤，所有人族的异能者都瞪大了自己的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一名万古境的强者，5名传奇境的人族散修，以及17名的传奇境妖族强者，他们在一瞬间被锁链贯穿，掉在了天空中。数十把长剑在顷刻间将他们淹没。这就是火力压制吗？第109章天灾之门的余孽。就这，苏木缓步上前，被3条锁链洞穿的万古境强者在苏木的控制下被调到了苏木的面前。此时他进的气已经没有出的多了，奄奄一息，再无刚才那嚣张跋扈的样子。你这把剑不错，我就收下了。马上死了，死前要不要说一言？苏木弯下腰，捡起已经掉落在地上的真神九剑，微笑说道。这种当面 NTR 的感觉也太爽了吧！不管是人族异能者还是妖族异能者，谁都没有想到，原本以为是碾压的一场战斗，竟然在瞬间就结束了。这还玩个毛？点了吧。谢承嗣站在顾天身旁不敢说话，四肢在那边比划着，就怕出声打扰苏木装逼。顾天皱了皱眉，盯着谢承嗣看了几秒，
默默问道：“几个字？”谢承嗣，干林娘，神他妈的几个字！这时，那名将死的万古境强者也是咳嗽了几声，强撑着最后一口气说道：“天灾将至，你跳不了多久。”真是符合小说中的反派设定啊！死前还要装个逼，暴露一下自己的身份。苏木耸了耸肩，右手握着真神九剑，一击平砍，纵横的剑气斩过，万古境强者被分为二。有人帮我解读一下，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苏木转过身，人畜无害的憨笑道：“所以他的身份应该是天灾之门的余孽。”听完谢承嗣对天灾之门的讲解，苏木蹙眉道，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真神九剑。是的，听说天灾之门的镇教神器是一把金黄色的长剑，想必就是你手中的这一把。传说中那把长剑有着划破空间的能力，比 S 级的武器还要强大万分。苏木点了点头，心中也对这件事多少清楚了。天灾之门的余孽通过真神九剑的威能划破了灵境，偷偷安排了一名万古一心境的强者进入。在进入灵境后，他先是提前到达了火光堡，通过了第一关及第二关的灵境考核，但不知何等原因没有直接进行第三关，而是埋伏在了这里。至于他是如何控制2名火人的，苏木从他的身上又搜出了一件不得了的道具——倾国倾城 SS 级道具，强大的精神控制型道具，能够强行控制万古境及以下境界的元素体，破损状态 30%。又是一件 SS 级的道具，跟当初的龙吟剑一样，都处于破损状态。不愧是天灾之门，有点底蕴在的。虽然已经被灭了，但作为曾经能够跟一整个官方抗衡的组织，好东西确实不少。只是这一次，天灾之门精心策划的计划被半路杀出来的苏木给破坏了，简直亏到姥姥家了。那为何不安排更强力的异能者进入？苏木猜测，天灾之门一定是忌惮着灵境中的境界压制，万一偷偷进来的异能者境界太高，被灵境发现的话，可能会引得灵境亲自下场镇杀。如此看来，天灾之门的目的一定不仅仅只是灵境的传承。如果只是为了灵境的传承，之前的灵境并没有听说他们进来搞事啊。经过简单的思考后，苏木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值得让天灾之门下了血本都要进来的理由。苏木在那边思考着，其他异能者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平时在各个城市都高高在上的传奇境强者们，此时在苏木这一名传奇境一星的年轻人面前，温顺的像小狗，还乖乖的打扫起了战场。这一波赚妈了，这10多名妖族的异能者身上都带着不少的好东西。当苏木拿起倾国倾城解除对2名火人的控制后，一直在挣扎的2名火人也终于是消停下来了。他们走回到铜炉面前，嗡声道：“恭喜通过第2关考核的求道者，在开始第3关考核之前，各位求道者们将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消耗2枚符神钱币将可开启第3关的考核，考核通过者将有可能获得灵境传承。如不选择继续挑战第3关的考核，可消耗符神钱币进入火光堡藏宝阁换取奖励。”说完，他们就像设定好的程序一般站着不动了。听完火人的讲述，苏木感觉这个灵境还挺良心的呀。据说以前的灵境还出现过养蛊的规则，只有最后活着的那一个人才能够获得传承。此时在场的一共还有11名的人族异能者，通过第2关考核的一共只有5人，其余6人手中仅有1枚的符神钱币，只能选择兑换奖励。你们2个怎么说，还继续挑战第3关吗？谢承嗣看向一旁的2名异能者问道。他们3人是除了苏木和乐佑琴外，也通过了第2关的异能者。不了吧，有那个年轻人在，谁敢说抢得过他？与其白白浪费2枚钱币，我还是拿去兑换奖励吧。其中一人苦笑道，另一人也是点头附和。确实，等一下2枚符神钱币打水漂了，那岂不是得不偿失？谢承嗣听闻也是点了点头。苏木的实力已经折服了他，并且经过顾天提醒，他也是想起了数月之前曾经看过有关苏木的相关报道。如果苏木能拿下灵境的传承，那最好不过。现在的人族急需要一名能够扛起大旗的人。木哥，那些人的符神钱币我帮你收集好了。就在众人已经做好决定的时候，一名异能者也是快步向苏木走来，递上了足足26枚的符神钱币。算上从万古境强者身上拿到的2枚钱币，以及自己的2枚钱币，此时一共30枚的符神钱币。而当苏木拿到这30枚符神钱币之时，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自铜炉中涌出。苏木一愣，难道这就是天灾之门要搜集他们符神钱币的原因？苏木走上前去，将30枚钱币一齐投入铜炉之中。下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息伴随着耀眼的金光直冲天际。第110章 SS 级真神对剑，乐佑琴获得传承。这是……众人惊讶地看着这道冲天的光柱，强横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在整个空间中，一股令人心生臣服的威压感让所有人心悸。感受着这股跟右手上真神九剑差不多的气息，苏木才发现
原来天灾之门的目的是寻找灵境中的神器。很快，金色的光柱开始消散，一把金色的长剑悬浮在铜炉之上。真神岩剑 SS 级道具，真神对剑其一，与真神九剑一同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的能力。苏木念头一动，这把金色长剑便在控制下飞到了苏木的面前。当苏木伸出左手握住真神岩剑的那一刻，两把金色长剑的剑身上竟然开始燃烧了，而且是从未见过的金色火焰。随后，剑柄处的蓝色宝石流转着异样的神采，就像是睁开了眼眸一般。真神对剑在这一刻集齐了。真神对剑 SS 级道具，拥有克敌击先的功能，攻击不会被闪避，不会落空。圣人的遗物长期在火光榜内封存，世人见到它之时将会为之臣服。苏木难掩心中的激动，将这对 SS 级的神器收入了王之财宝中。虽然消耗了足足30枚的符神钱币，手中已无钱币可以继续进行第3关的灵境考核，但这一对 SS 级的真神对剑绝对不会比灵境传承差。攻击不会被闪避，不会落空的克敌击先效果，将会是许多特殊异能者的噩梦。其余异能者看向苏木的身影，眼中充满着羡慕的神色。哪怕他们并不清楚这把对剑的具体效果，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强大气息就知道，这是一把远超于 S 级道具的装备。苏小兄弟，这把武器难道比 S 级还要强？光是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强大到令人害怕。谢承嗣还是没有忍住心中的疑惑，开口问道。对于他们这些传奇境的异能者来说，多少都听闻过 S 级之上还有更强大的存在，但他们还未曾接触过。是的，这对长剑的确比任何 S 级武器都还要强，我称之为 SS 级。苏木点了点头，一脸正色地回答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武器就是 S 级了，在此之前还未曾有人提出过 SS 级的概念。从老师穆青那，苏木曾得知关于神器的概念。如此说来，神器指的应该就是 SS 级了。SS 级，众人咂舌，对于苏木提出的这个概念颇为震惊。好了，你们想要参加第3关考核的，尽快开始吧，被我耽误了太多时间了。进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尽快结束灵境的攻略吧，以免夜长梦多。苏木对着众人说道。看着乐佑琴向火人提交了2枚符神钱币，苏木从自己身上借了50万点的气运值给他，希望师姐一切顺利。妖域战场，烈焰之地，柳星文与夏文轩2名超凡境的强者还守在灵境之外。对3，要不起。此时，柳星文、夏文轩以及黄志远3人正席地而坐，打着牌。老黄，对3你都要不起，还王个毛？你可不要因为柳星文是你直属上司就放水啊，小心我告你职场行贿啊！夏文轩说道。当柳星文提出这件事情可能涉及到天灾之门的阴谋时，夏文轩和柳星文2人一点担忧都没有。惹谁不好，偏偏去惹苏木。天灾之门也派出史克狼先生了。不玩了不玩了，17张牌都能秒我。夏文轩将牌一摊，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假装四处看风景。苏木他们也进去2个小时了，应该要出来了吧？差不多了。柳星文淡淡说道。一般来说，灵境的攻略并不用花太长的时间，每个灵境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则，会推动着攻略者一直往下走。再说了，地方就那么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几个小时也差不多了。也如同他们所想，几分钟后，红色的灵境球罩开始瓦解，露出了里面原本的样子。100多名人族异能者也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苏木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乐佑琴的位置，快步上前，并开启神之瞳观察。上下仔细看了看后，乐佑琴身上的气息比以前更加强大了。他已经顺利进入了传奇境，直接突破到了传奇2星，成功将苏木反超，并且在灵境传承的增幅下，师姐的异能至高之拳也顺利进化成 S 级。师姐，恭喜你获得灵境的传承。苏木看着眼眶微红的乐佑琴轻声说道。谢谢你，苏木。乐佑琴抽了抽那精致的鼻子，眼神如水。谢我做什么？我长得又不像传承，师姐你可是凭借你自己的本事获得的传承。在苏木消耗完30枚符神钱币后，有2名同样拥有着2枚钱币的异能者也选择了参加考核，只是最后获得传承的是乐佑琴，他们浪费了2枚钱币。乐佑琴红着脸蛋，眉眼低垂，轻声道：你的存在是我变强的意义啊。这是什么土味情话？苏木感受到了顾天从一旁投来的异样目光，哈哈几声敷衍过去。2人交谈之时，柳星文、夏文轩跟黄志远3人也走了过来。他们没有先去谢承嗣，而是直奔苏木的方向。夏叔、柳叔、黄叔。苏木挨个问候道。看来此次灵境攻略收获不小啊。夏文轩啧啧说道，眼神在苏木跟乐佑琴身上扫来扫去，明显就是话里有话。
嗨，说正是，我们这一趟在灵境内遇见了一名万古境强者，从他的遗言中，我们推断他是天灾之门的人。柳星文三人对视一眼，果然与他们猜想的一致。苏木也是迅速的将整个灵境所发生的事情都讲述了一遍，当然也包括了关于真神对剑的事情。天灾之门余孽重新出现，或许正代表着他们即将卷土重来。夏文轩一脸凝重，或许……轰隆！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天空之中传来一声巨响，众人震惊的循声望去，东南方向，天空之中似乎有一层膜开始消散，那层膜好像是结界。第111章，这人族得混得多闹啊！当结界开始瓦解时，柳星文和夏文轩两名龙国的超凡境强者已经撕开空间，瞬间离开了现场。那是结界吗？乐又晴捂住小嘴，震惊地问道。是的，那确实是结界。黄志远一脸严肃地回答，他的眼神中一样充满着难以置信的意味。结界护佑龙国数十年，最大的作用就是能防止妖族直接撕裂空间，传送到龙国的地盘之上。还有就是境界压制，在龙国境内，如果异族的异能者踏入这片土地，境界越高，受到的压制越大。如果结界失效了，龙国各地将会开始受到妖族的袭击。好在随着柳星文和夏文轩离开不到1分钟，又一道光束冲天起，原本被瓦解的结界开始重新修复起来。看见结界失而复得，黄志远长舒一口气，看来柳司令他们搞定了。这么大的事情，估计去的不止他们2名超凡境了。不过结界能顺利重新开启，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苏木则没有黄志远那么乐观，脸色难看的一批。这人族得混得多闹啊！结界失守突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人族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纰漏。结界这么重要的存在，先不说防守的兵力肯定十分强大，其存在的位置更是秘密中的秘密，岂是普通人能得知的？哪怕是超凡境强者，不在龙国境内有一定的地位，也不可能知道吧？如果说龙国境内连超凡境强者都可能是内奸的话，那以后在前线跟妖族大战，还要想着屁股会不会被捅，这还打个毛？在结界被关闭的不到2分钟内，应该足够做很多事了吧？苏木喃喃自语道。究竟是妖族，还是今天刚重出江湖的天灾之门搞的鬼？苏木扫视了一眼四周，此时身处此地的异能者们也无人在讨论关于灵境内的事情了，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担忧的神色。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可太大了，因为结界的事情，众人也已经没有心情在原地闲聊了。在场的异能者们基本上都在各个部门有着一官半职。此时现场疯狂响起手机的提示音和电话声，很明显他们都接到了临时的紧急通知，开始向着来时的方向狂奔，各回个家，各找个妈。顾天耀急着回绅士镇守，而黄志远也匆忙赶回纷争流域，以防妖族趁机搞事。一瞬间，现场剩下的2个人就是苏木和乐又晴了。回帝都吧，苏木看着乐又晴说道。原本还想跟师姐在附近的城市逛一逛，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的，现在也没有兴致了。乐又晴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轻咬了一下嘴唇，心中似乎在做着什么努力。下一秒，他的小手拉住了苏木的手。苏木一愣，不由得想起了在灵境之中乐又晴的湿润。师姐牵手不是这么牵的。说完，苏木的右手稍微挣脱了乐又晴的小手，然后顺势撑开他的手掌，将手指滑入乐又晴的手掌之中。这样才是牵手。苏木抬起了2人十指紧握的手，笑道：岳父大人不在旁边，我苏木还怕谁？感受着苏木手掌传来的温度，乐又晴的脸瞬间通红。我的手都是茧，握起来不舒服的。看着也有蒸汽机钳制的乐又晴，苏木一下子就起了玩心。师姐的手锻炼痕迹确实是比较明显啊。苏木眨了眨眼睛，看着乐又晴的表情，似乎因为苏木这句话显得有些失落，但是有些地方应该挺软的吧。苏木将乐又晴拥入怀中，低头 A 了上去。在这里不太好吧？师姐，我就捏2下。回到金大后，乐又晴捂着通红的脸狂奔回了宿舍。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说好的就捏2下，这前面的大馒头，后面的缓冲垫，哪个没被又捏又摸的？羞死人了。对此，苏木只能表示自己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回到老师穆青的别墅后，此时穆青并不在家，估计是因为结界的事情开会去了。苏木也好不容易有时间闲下来，看了看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苏木，年龄18，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传奇一星，功法东皇诀 SS 级，肉身成圣 SS 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王之财宝 SS 级，真神对剑 SS 级，倾国倾城 SS 级，破损 30%， 湖中日月 S 级，冰魄 S 级，少阳剑
S 级，天上的气息 S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神之悟性 SS 级，神之瞳 SS 级，万解之力 SS 级，时间结界 SS 级，技能剑意无我之境 S 级，时解之力 S 级 SS 级，技能道具征集处，气运值3310222。此行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2件 SS 级的道具，还击杀了23名的传奇境异能者以及1名万古境异能者。这些异能者给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固定气运值，再加上前往灵境之前从建构池中抽出来的时解之力等等技能，自己的气运值已经踏入了300万大关。可惜的是，气运掌控系统还没有升级到 LV3。对了，自己和师姐都已经成功踏入了传奇境，不知道银儿此时已经修炼到了什么境界了呢？作为拥有着100万气运值的真气运之女，估计能在空间灵境遇到不小的机缘吧。苏木想着，别墅大门被推开了。苏木，你回来了。木青晃悠着白皙的脚丫子走了进来，脚踝处的铃铛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脸上充满着惊喜。老师，我想死你了。第112章，我帮你好好保养一下圣剑。你干嘛？现在时间还太早了。木青的声音带着些许的颤抖和羞涩，仔细听还能感受到里面一丝欲拒还迎的味道。事后，别墅中的大战逐渐平息。苏木抬手轻轻一挥，激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客厅瞬间恢复了原样。看好了，异能御物是这么用的。木青满脸羞红，轻咬着自己的嘴唇。这徒弟的精力越来越旺盛了。两人相互依偎地窝在沙发上，享受着两人的独处时光。天灾之门的事情，刚才会议上我也听说了。你没什么事情吧？木青开口问道。我有没有事？你刚才没有感觉吗？苏木呵呵一笑。这走一趟灵境，收获颇丰。灵境中的奖励，还有那些妖族、天灾之门送上门来的道具可不少。老师，你有空的话，帮我问问皇叔，我空间戒指里还躺着不少的 A、B 级战利品，看镇妖君有没有兴趣。木青的手指正在苏木健硕的胸口上画着圈，轻声说了声好。没事就好。对了，灵境的传承是被乐家的那个小女孩拿到了是吧？突然想到了什么，木青撑起了身子，如瀑般的发丝流淌在了苏木的胸口。密密麻麻的发丝里面是2个若隐若现、被地心引力重重吸引的大麻薯。听说你们2个人的关系有点亲密啊？他眨了眨美眸，听起来就像醋坛子打翻了。还好啦。紧张个啥？我又不会把你吃了。被木青调戏的苏木恼羞成怒，就伸出手想要抓住大麻薯，狠狠蹂躏。木青眼疾手快，微微一躲，把大麻薯从苏木的面前端走。说正事，别老想着动手。木青一脸严肃，眼神隐隐有些担忧。你最近要小心，在结界消失的那短短2分钟内，足够许多妖族潜伏进龙国境内。你现在名声在外，上面推测妖族有可能会对你动手。对此，苏木哼哼2声，很是不屑。来就来呗，又不是第一次了。再说了，这个结界实话说就是个摆设。觉醒仪式，异能同口，包括身世的陈家事件，哪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妖族的身影？妖族的势力早就渗透到了人族的内部。细数一路走来的几个月，苏木遇到的危险就有好几次，好在凭借自己逆天的气运，一路有惊无险的秒过来了。这么说的话，称之为经验宝宝应该更合适一点。来得越强，自己能拿到手的气运值就更多了。木青也觉得苏木说的不无道理，人性一直如此，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国家。但是高层们也一直在努力。苏木沉默，没有回答。这一点不可否认，夏叔、柳叔还有黄叔、顾叔等等，从上到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龙国而奋斗着。只是有些人践踏了他们的付出，让这一切看起来就像笑话。察觉到苏木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木青俯下身躯，在苏木的脸上拨了一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苏木思索了几秒，回答道：最近确实好像是没什么事了。之前皇叔还想让我代表帝都镇妖军区去参加镇妖军内的大比，赚点祭典呢。后来好像因为成功攻下纷争流域妖族领地的关系，帝都镇妖郡军区上了波大分，他就没提过这事了。其实我现在的身份也很简单，就是个学生而已，还是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境界吧。在真正的大战中，传奇境还是太弱了。像100%被空手接白刃、只死之魔眼这种超魔到离谱的技能，被境界限制狠狠的削弱了。只要自己能尽快到达万古境，那么只要视入圣境之下的所有异能者，都能吃到我100%被空手接白刃的效果。这么一来，自己就可以说暂时无敌了。毕竟好像没听说现在有入圣境的存在。你这境界提升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木青白了一眼苏木，18岁的传奇一星，这么恐怖的速度，还想要多快啊？
而且要知道，苏木半年前还是先锋一星，超凡境强者之间的对决，主要还是交给他们去吧，不然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嘛。不过，你想潜心修炼也好，至少在结界刚刚出现问题的近2个月，低调点并不是什么坏事，在学校内一般也不会遇到危险。苏木回复道：“不留在学校，具体修炼的地方我已经想好了。我想去体验下空间异能的气息，打算去苏省的空间灵境修炼几个月。刚好莹儿也在那，好有个照应。”自从踏入传奇境后，他发现自己的御物异能又有了新的功能。先锋境时期，御物异能就只有基础的控物效果。当他踏入卫士境后，开始发现自己能够操控元素，这一能力在统帅境时期更加明显，也是他当初一击熄灭凌不凡火系异能的资本。而踏入传奇境后，苏木发现自己似乎开始能够掌御空间了。于是，当初特殊召唤抽出来的 SS 级技能时间结界也成功用上了。苏木推测，在空间系异能浓郁的地方，或许能加快自己修炼的速度。好，什么时候走？木青知道苏木有自己的想法，自己作为他的老师，甚至说作为他的女人，无条件在他的身后支持他，帮助他就可以了。嘻嘻，不急，我先帮老师检查一下，自从诅咒被解除后恢复的怎么样了。苏木露出一脸的坏笑。叮铃，铃铛轻响，木青抬起纤细的左手，将垂下的发丝勾至耳后，然后俯下身子，红唇微起。你去灵境后，我在网上学了点圣剑的保养技巧，在你去空间灵境之前，我帮你好好保养一下圣剑。第113章，竟然直接晋升到了传奇2星。在前往苏省空间灵境之前，苏木也是花了几天将一些事务处理了一下。那些在灵境中从天灾之门余孽妖族那边搜集到的战利品，只要是用不上的 A 级以及 A 级以下的道具，全都被苏木打包处理给了镇妖军。战利品不用充公，是镇妖军的规定之一，这样有利于异能者通过不断的循环交换到自己适用的道具和技能，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本来乐有情师姐听说苏木要外出几个月的时候，还想跟着一起去的，不过在听说此行的目的地是苏省的空间灵境后，她便反悔了。怎么说，苏木的正牌女友还在那里呢？但是在临行前，乐有情也是来到了苏木的别墅内，将外衣脱下后，里面露出的是他新买来的必胜内衣。与乐有情活泼开朗外向的性格具有反差感的是，他的必胜内衣竟然是纯洁的白色。那一晚，苏木狠狠地体会到了充满肌肉美感的剪刀腿。苏木啊苏木，美色误人啊！苏木坐在飞艇上，喃喃自语道。本来昨天就要出发了，结果推开门后，映入眼帘的是木青和乐有情这2名美得各不相同的大美女。她们面露羞涩，手无处安放，白花花的大麻薯看得苏木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口水。整整一天，苏木无法自拔。动词意义上的无法自拔。叮咚，凝视已到达，凝视已到达。飞艇逐渐平稳，苏木左手拿起了泡满枸杞的保温杯，右手扶腰，步履轻缓，颤颤巍巍地向外走去。看来 SS 级肉身成圣体的修炼任重而道远啊！走在凝视的路上，苏木明显地感觉到安排的保卫力量比之前强了许多。不止凝视，自从前几天结界出现问题后，龙国全国各地每个省市的安保力量都强大了许多。随处可见3-5成队的统帅境异能者在路上巡逻，警惕着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一般来说，在龙国的结界压制下，传奇以上的妖族异能者会遭受到1至3个小境界的压制。来的妖族异能者越强，被压制的越大，届时被人族的强者围剿，妖族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所以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太强的妖族异能者入侵到龙国境内。而最近不断增加的守备力量，更多的是针对开始行动的天灾之门。那是一群追求着天灾力量的疯子，妄想再次打开空间通道，让天灾再次降临。作为先遣部队的妖族，就已经让蓝星上所有的人族陷入了如此危机之中。如果天灾再次降临，那将再无人类的生存空间。不过，即便形势严峻，一路上还是洋溢着欢声笑语。人们都相信着镇妖军，相信着所有龙国的异能者会保护好他们。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击败妖族，甚至是击败天灾。很快，苏木走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纪念馆中，凝视纪念馆。这里埋葬着数百年前抵御妖族入侵而阵亡的阴魂们。在门口轻轻敲了敲钟，钟声抚慰着此处的阴魂。苏木径直来到内院，走到内院中伫立的一座石碑面前，上面记录着那些阴魂的名字。好巧不巧的是，这座石碑是空间灵境的入口，请出示身份证件以及推荐信。石碑两侧，2名守卫此地的统帅5星境异能者严肃地说道：“空间灵境并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必须开具官方的推荐信。”苏木将自己的身份证件、学生证以及京大开具的推荐信递了过去。2名守卫严格地核对了证件的真实性后，
微微侧身让出了位置。请进。谢谢。苏木轻声致谢后向前踏出，进入到了空间灵境之中。哒哒哒，脚步声响起，苏木穿梭过了一道黑暗的空间隧道，往着前方巨大的光点走去。越过光点之后，一股神秘而深邃的气息弥漫开来，这是浓郁的空间异能气息，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仿佛将整个灵境都浸润在了一种玄妙的氛围之中。苏木仔细感受了一下，这股气息时而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时而如细流般缠绵悱恻，仿佛在诉说着空间的奥秘和力量。咔嚓，苏木感觉到体内有瓶颈破碎的声音，恐怖的异能气息从体内迸发而出，只是刚刚踏入空间灵境，自己竟然就晋升到了传奇2星。苏木瞪大双眼，一脸惊喜，看来这次真的来对地方了，在御物异能最需要的地方进行修炼，境界的修炼速度能快上好多倍。将目光放到空间灵境之内，作为一个被开发多年成熟的灵境，天空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虚空，星光点点，犹如夜空中的繁星，闪烁着微弱而坚定的光芒。苏木从那些星光中感知到了磅礴的空间异能，那些是空间异能的结晶体。四周到处都是一些奇特的空间构造体，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都是一些近来此地修炼的空间异能者所构建的修炼空间。苏木开启通透世界，继续前进了数公里，但一路上没有见到几个异能者，毕竟空间系的异能十分稀缺，每年觉醒空间系异能的异能者十分之少，还是先找到银儿，然后在银儿的附近开始修炼吧。空间灵境内的某处，数十名异能者正齐聚于此。怎么样，真身对剑有下落了吗？最上方有一名戴着羊头面具的男子沉声道：禀告末日使者大人，最近镇妖军内部正在开展严格的自查行动，力丸大人他们还在等待机会。羊头面具的男子听闻没有答复，他的手指在一旁的木桌上击打着，发出的咚咚声如同生命的倒计时。凭借于神器真神九剑撕裂空间的能力，天灾之门从某处打通了进入空间灵境的通道，并在此建立据点。可是现在他丢了。第114章，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在进入空间灵境之前，苏木就已经先去官方网站查询过空间灵境中的规则了。空间灵境中一样有着不可飞行的规则，哪怕它已经被攻略，也无法改变规则。位于苏省的空间灵境很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地貌和生态系统，山川、河流、森林、草原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想要在这里面找人可不容易，但苏木拥有通透世界。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穿梭在灵境之中。很快，苏木停下了脚步。一座精致的小房子伫立在清澈的湖泊边，那样是专门制作出来的可移动式胶囊房屋，便携且功能齐全，适合异能者在外使用。苏木已经从里面感受到了顾莹莹的气息，没有隐藏自己的脚步声，苏木向着房屋走去，感受到了有外人靠近，房屋内的人警惕地靠在了窗户边，透过缝隙查看着外面的情况。很快，里面的人由警惕变成了兴奋，哒哒哒的脚步声传出，房门被用力推开。苏木，顾莹莹娇柔的身躯扑进了苏木的怀中，上演了一大波带球撞人。你怎么来了？他窝在怀里使劲蹭了蹭，细嗅着苏木的味道。明明才分别不到1个月，但顾莹莹却感觉好像过去了很久。紧接着，顾莹莹抬起头，耸了耸精致的小鼻子。苏木，你身上怎么感觉有不一样的香味？雾草，这都能闻出来？大脑 CPU 瞬间被干爆。啊，有吗？可能是刚才飞艇上坐在隔壁的阿姨，香水味太浓了。苏木赶紧打岔，推开了顾莹莹。你这阵子进步不少啊，都已经统帅4星了。没记错的话，当初顾莹莹从纷争流域离开的时候，仅有统帅1星的实力。不愧是气运之女，看来她在这里遇到了不小的机缘。顾莹莹嘻嘻一笑，也没有追究那个味道的来源，只是觉得这味道有点熟悉。一直站在门外聊天也不是个事。顾莹莹拉着苏木进了胶囊房屋，这还是苏木第一次进胶囊房屋。空间不大，但比上一世的房车还大上不少，估摸着有2、3倍左右的大小。床铺、洗漱间等等设施应有尽有。本来我也觉得我进步的挺快的。两人坐在沙发上，顾莹莹搂着苏木，两团柔软把苏木的胳膊包裹起来，脑袋顺势靠在了苏木的肩上。这是他们以前两人独处时最常见的姿势。但是看到你后，我又有些自卑了。你是不是已经踏入了传奇境了？顾莹莹闭着双眼，轻声说道。自卑做什么？我比你强才是应该的。如果不强的话，还怎么保护好你们？你们？还有师姐，还有老师，我爸爸、顾叔等等等等，都是我想要保护的人。寒暄过后，苏木也是问起了顾莹莹来到空间灵境后的遭遇。当时我刚进入灵境，这里充沛的空间异能直接把我冲上了统帅2星，然后我就在空间灵境里探索了起来。你进来的时候
看见那些天上的星辰了吗？苏木点了点头。那些都是浓郁的空间异能所凝聚而成的吧？答对了。顾莹莹小手一挥，一块晶莹剔透的不规则石块就出现在了桌面之上。我刚进来探索不久，就在某地捡到了3块刚刚落下的空间晶核。得益于这3块晶核中浓郁的空间异能，我的修炼速度才能如此之快。苏木的眼睛微微睁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奇怪了。本来还想说，凭借着顾莹莹气运之女的运势，或许能找到一些灵境传承之类的东西。但苏省的空间灵境作为已经攻略多年的老灵境了，每一寸土地基本上都被探索了好几遍，传承也早已被继承。想要在这里发现点其他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可惜的是，这已经是最后一块了。顾莹莹说到这，有些沮丧地嘟了嘟红润的小嘴。苏木摸了摸她的头，然后说道：“你跟我来。”两人又来到房屋之外，抬头看去，天空中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晶核，有种迷幻的美。你不会要帮我把星星摘下来吧？清风吹拂过顾莹莹金色的头发，面容精致如画，皮肤白皙如玉，透出一种清透的光泽。一双蓝眸宛如深邃的湖水，清澈而明亮，映照出天空中的闪耀星辰。当他对着苏木微微一笑时，整个世界仿佛都为之倾倒，星辰似乎也黯然失色。既然是你想要的，我都会满足你。苏木淡淡说道。一股异能波动如波纹般向外扩散，他伸出右手对着天空一握，落。天空上的晶核似乎感受到召唤，闪烁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回应。下一刻，它们动了。咻！砰！3颗晶核如同陨石一般坠落在地面之上，掀起点点尘烟。别忘了，我的异能可是玉物，尽管用，用完我继续帮你摘。苏木挑了挑眉，咧嘴一笑，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顾莹莹被这一幕惊讶的有些说不出话来，左手手掌轻轻捂着小嘴，眼里充满着惊喜和崇拜。这些晶核中的空间异能都十分纯粹，直接吸收的话，并不会对自身的实力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能够拥有大量的空间晶核，境界一定能够飞快的增长。苏木，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第115章，再下点东西。寄宿日记已经看到最新了。凭借着空间晶核的帮助，苏木和顾莹莹两人全身心投入到了修炼中去，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吸收更多的空间晶核。此时距离过年还有2个月，来空间灵境之前，木青曾嘱咐过苏木，让苏木在学院大比前回去一趟。每年的学院大比盛典在除夕的前半个月举行，由龙国4大学院参加，旨在互相激励、互相竞争。苏木对这种小打小闹并没有兴趣。不是，这种级别的比赛，难不成还要哥们参加吗？那不是欺负小朋友？木青则是嘻嘻笑了2声，表示这都是校长嘱托，可以不上，但不可以不去。校长那老头子说，你去就是兜底，哪怕没有出手，都奖励你5000学分。对此，苏木则一脸正气地说道：“事关学校荣誉，身为学院的一员，责无旁贷。”1个月后，帝都玄妖司总部总执政长办公室，夏文轩正皱着眉头听下属汇报自查的工作进展。自从结界出事之后，龙国内部便开启了严格的排查，对妖族由玄妖司牵头成立多个监察队，进入各个大小城市以及当地的各大小家族中排查妖族入侵情况。对天灾之门，则由刑罚庭派出多个侦查队伍，到处扫荡天灾之门余孽。当然，为了避免出现灯下黑的情况，每个队伍里都要包含镇妖军、学院派、内阁的人手，可谓是龙国多年以来规格最高、最为严厉的一次自查行动。咚咚咚，夏文轩左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右手则放在办公桌上，食指指尖不断轻点桌面。全国上下已经初步摸排完毕，没有在各个家族中发现关于妖族的踪迹，倒是在一些小巷、城中村中发现了不少妖族的踪迹，并且成功抓获统帅境妖族3名，击毙统帅境妖族9名。逃跑呢？逃跑5名，其中3个传奇境，2个统帅境。下属说完，脸上有些尴尬的神色，他立马补充道：“因为发现第一班人员众人，为了避免引起。”我知道。夏文轩打断了他：“我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大家都在担心什么。传奇境就传奇境吧，倒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夏文轩说着，心里却想着这些估计只是妖族放出来的钩子，毕竟人手不多，都是由万古境强者负责一座城市，再由传奇境负责一片区域，底下巡查的人手基本都是统帅境的异能者，这还要加上妖族异能者可能会到处流窜，哪有那么好查？家人哪有那么好加？强者都在镇守边境，以防妖族突然发难。所有家族都查完了吗？除了帝都之外的所有家族都查完了。这样，夏文轩眯起了双眼，思考了一下，几息过后，长舒了一口气。当这个玄妖司的总执政长，
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但夏文轩更多的压力则是来自于自身。如果身为总执政长，身为超凡境的强者，没办法好好保护龙国的民众，又有何用？让之前的监察队交换一下之前检查的区域，然后进行交叉检查。至于帝都的家族，我亲自带队。夏文轩站了起来，衣摆轻轻甩起。窗外，广阔的蓝天白云之上，似有星辰在隐隐作动。空间宁静中，烛火在房间里微微发亮。头戴羊头面具的男子坐在椅子上，侧着头，左手托举着下巴，右手拿着手机看着。厉婉，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吗？随着沉闷的声音从羊头面具后传出，座椅右前方的空地上凭空出现了一名男子。末日使者大人，此次前来是为了汇报近期玄妖司和刑罚庭的排查进展，以及真神对剑下落的情况。你说吧。被称为末日使者的男子淡淡说道，手中的动作没有停止，仍然刷着手机。厉婉有些疑惑，空间灵境里并没有信号，末日使者大人这是在刷着什么东西？但他没敢问。玄妖司对各城市的排查已经初步完成，只调出来一些小鱼小虾。下一步，夏文轩将亲自带队前往五大家族进行排查。哦，羊头面具男子似乎提起了一点兴趣，声调轻微上扬。夏文轩不错，挺有魄力，看来有好戏看了。刑罚庭那边都是些没什么本事的家伙，查不到我们头上来。呵呵，他能查出什么鬼？我看跟妖族私通的就是他陈令。羊头面具啧啧说道。身为天灾之门的余孽，他们跟妖族的来往可不少。同样也就知道了一些消息，帝都五大家族之一，有一个家族一直保持着与妖族联系。夏文轩啊，夏文轩，就看你能不能兜得住了。他喃喃自语道。厉婉保持低头的姿势没有变化。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再探再报。出去的时候帮我叫黑鸟进来一趟。厉婉听完，俯下身子跪拜，随后淡去了身影，房间又陷入了寂静之中。片刻后，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使者大人，您找我有事？对，帝都接下来估计不会太平，你带点人去烧把火。是。黑鸟刚准备转身，又被叫住。你走前帮我在手机里再下点东西，之前下的那个寄宿日记我已经看到最新更新了。好的大人。第116章，神雷已经堕落。龙国帝都一共有五大家族：陈家、何家、林家、乐家以及严家。陈家家主陈令，超凡境3星，任职龙国刑罚庭总长。陈家掌管龙国各大小城市的刑罚庭。何家家主何文书，超凡境3星，任职龙国镇妖军副总司令。林家家主林元良，超凡境1星，任职龙国玄妖司副总执政长。乐家家主乐飞鸿，超凡境2星，主要管理龙国的4大高校，是学院派的话事人。严家家主严墨，超凡境2星，无官方任职，主要方向从商。夏文轩带领着队伍，脑海中关于五大家族的信息一一闪过。他虽然身为龙国玄妖司总执政长，但处境并不太好。白手起家的他身后并没有庞然大物的家族底蕴，相比起这些家族，一个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夏文轩并不是没有在发展属于自己的力量，可惜的是当今龙国许多的异能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之上，谈何容易？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卖几大家族一个面子，毕竟大家都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他们总不能跳出来大喊一句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只要草草走个过场，皆大欢喜，他夏文轩也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交换。但是百姓的生命不是儿戏，人类的未来也不是儿戏，所以不仅要查，还要严查。妖族为何能在龙国境内做那么多事？没有人间暗中帮忙，这可能吗？元良，先去乐家。心中思绪万千，夏文轩跟着一旁的副总执政长林元良说道。后者点了点头，谢谢飞鸿家主配合。乐家庄园门前已经结束了检查的夏文轩拱手向着乐飞鸿致谢。乐飞鸿体格不高，就像个小老头，白色发髻随意地束在了脑后，偶尔几缕银丝会从耳畔滑落，映衬着他那透着智慧光芒的沧桑双眸。哈哈，夏总执政长客气啥，都是应该的。他哈哈大笑，声如洪钟。接着他随手一挥，释放了隔音结界，靠近夏文轩问道：苏木那小子啥时候回来？我孙女最近总闷闷不乐的，都怪那臭小子。夏文轩听闻，双眼微微睁大。还有瓜吃呢？苏木什么时候把乐家的大白菜也拱了？不瞒飞鸿家主，那小子正在队伍里。夏文轩回应道。苏木本事可不小，此次五大家族排查，还得仰仗他。乐飞鸿眯起他沧桑的眼眸，呵呵说道。总执政长还挺鸡贼啊，知道扯个大旗在身后。仰仗他？乐飞鸿知道苏木有本事，修炼的速度快得惊人，已经传奇境了，还有些稀奇古怪的技能和道具。
但进入五大家族排查这种事情，他一个传奇境能做什么？还是得靠夏文轩才行。带着苏木，还不是为了他身后那位已经入圣的父亲。不过这样也好，有苏木在，五大家族想不配合，也要掂量掂量他背后的人。哼，我哪有那个本事使唤武圣大人啊？夏文轩嘴角一勾，露出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微笑。只是如果今天遇到点麻烦，到时候还请飞鸿家主卖下某个面子，帮忙撑下场面。撑场面没问题，只是都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你确定还能查出什么？乐飞鸿的意思，夏文轩也明白。凭借他们家族的本事，想转移早就转移了，难不成还傻乎乎的等着查上门来？我在赌，他们同样也在赌。夏文轩眉眼低垂，长腿的东西转移容易，但如果他们真在谋划着什么，那些东西可不好转移了。道别后，夏文轩带领着队伍继续前往其他家族。何家、林家检查地都十分顺利，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毕竟一个家主是镇妖军的副总司令，一个家主就在身旁，往日多有来往，关系还算不错。严家家主严墨倒是个暴脾气的人，觉得上门检查就是不相信他们，让严家丢了面子。不过他也不是不识大体、不知大是大非之人，嘴上多有抱怨，心中也坦荡，配合完成了检查。这一下只剩下陈家这座龙国中最大的庞然大物了。长舒一口气，几个小时高强度、精神紧绷的检查让所有成员都有些疲惫。弟兄们，只剩最后的陈家了，还请大家提起精神，做好警戒。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但如果发现了问题……夏文轩眯起了双眼，超凡境强大的威压瞬间冲醒了所有人。格杀勿论！帝都之上，似有阴云缭绕，隐隐有雷霆滚动。雷霆翻滚之上，似有星辰在闪烁。夏文轩抬头凝视，细细感受着穹顶之上的星辰之力。他知道，此次前往陈家必有一战。陈家一脉已掌管刑罚庭多年，出过强大的异能者无数，这都归功于第一任陈家家主觉醒的 S 级异能紫霄神雷。紫霄神雷的强大不言而喻，但不知从何开始，紫霄神雷的等阶就跌落至了 A 级。众人惋惜，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传承类异能的通病。毕竟乐家的至高之拳也是一样，从 S 级跌落至了 A 级。夏文轩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星辰告诉他，神雷已经堕落。第117章帝都陈家。数十道流光划过帝都上空，底下的群众们纷纷抬头观看。今天是什么情况？听说是玄妖司去五大家族检查，就剩下陈家了。什么？只剩下陈家了？传下去，陈家是内奸。陈家大殿之中，陈令悠悠然地端起了一盏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啧啧，这来自510母树的茶叶真是香啊，喝一口少一口。热气萦绕而起，将他的面容映得模糊。下方正坐着几名老者，都是陈家的各大长老。家主，夏文轩他们已经快到了，在其他几个家族里的内应都向我们反映，监察队的检查基本要将整座家族翻个底朝天。陈氏有些慌张，陈家的领地之中，哪怕被随意翻出的一点点东西，都足够将他们钉在龙国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呵呵，陈家主，看来你们陈家的面子已经不够看了呀。角落中的红木柱旁，正倚着一个人，发出了嗤笑声。不，准确的说是一个妖。他身形高大挺拔，全身皮肤覆盖着黝黑的鳞甲，似有异能在里面流动，头顶还长着2根墨色的龙角，折射出幽深的光芒。说完，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大殿中。慌什么？不都准备好了吗？可是，陈令吹了吹茶，然后一饮而尽。他们来了。大殿的木门被汹涌的异能冲开，席卷起狂风，众人的衣襟被吹得铃铃作响。最前方，身姿挺拔、面色严肃的夏文轩正一步一步踏入大殿之内，数十名异能者紧随其后，阵容浩浩荡荡，压迫感十足。不好意思了，陈总长，在你们庄园外等了一会，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夏文轩淡淡说道。怎么会不欢迎你们呢？文轩。陈令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笑容。只不过来的确实不太凑巧啊。上好的母树茶叶我们刚刚品完，无妨，我们检查完就走。夏文轩说完，挥了挥手，身后的监察队队员们就准备四散开去。霎时间，磅礴的超凡境异能笼罩了大殿，伴随着滋啦的紫色雷霆穿梭声。文轩。大殿上的主座传出陈令的声音：你玄妖司和我刑罚庭配合多年，这点信任都没有吗？声音之中似乎隐藏着怒火，紫霄神雷随时都可能爆发。监察队的所有队员们严阵以待，凝视着主位上的那个人。配合检查是你我身为龙国人民的义务，至于信任……夏文轩冷哼一声，星辰之力如狂澜般涌动。咔嚓，雷霆领域在霎时间被击碎了。我只信任我自己。查！
数十人的队伍分成了数个小队，迅速地向四周扩散开去。夏文轩深深地看了一眼主位上的陈令，然后转身走出大殿。好自为之，陈令。大殿中传出雷霆的轰鸣声。报告总值正常，西边区域暂未发现任何特殊情况。报告总值正常，北边区域暂未发现任何特殊情况。夏文轩站在庭院之中，接受着下属的汇报。星辰之力也早就洒落在了陈家的庄园之中，也确实没有发现过任何情况。有没有地宫存在的可能性？他问向一旁负责勘探地宫的大帝万古镜异能者。庄园范围包括附近区域已经全部勘探完毕，没有地宫存在。夏文轩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向一旁的老者：宋校长，有没有空间存在？宋颖山，金大校长，是学院派安排进监察队协助玄妖司的超凡境异星强者，也是顾莹莹在学校的老师。S 级的空间异能，空间禁令。宋颖山沉吟了一会，才开口道：夏总值正常，我并没有发现空间的存在。听到各方面的汇报，夏文轩皱起了眉头。难不成还是来晚了？还是说陈令的手段太过于高明了？监察队的队员们陆续回到了队伍，并没有带来什么消息。陈令悠悠地从大殿中走出，负手而立。夏总执政长，我陈家先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守护龙国数百年，不是你这等毫无底蕴的后起之辈能够侮辱的。今日的屈辱，我陈家必将百倍奉还。陈令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之中，庭院陷入一阵沉默。噗！就在这时，一道笑声打破了沉默。苏木先前使用微光披风隐身的身躯逐渐显形，正站在夏文轩旁边笑着。他的穿着与监察队众人的制式制服并不相同，明显就不是监察队内的人员，此时正努力的捂嘴憋笑。主要还是刚才陈令的话，让他想起了上一世经典流传的一句话，套在陈令身上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中年穷。陈令看着发笑的人，怒目一瞪，数目粗壮的紫色雷霆便鱼贯而出，直击苏木。夏文轩抬手一挥，玄妙的星辰之力喷发而出，两者碰撞在了一起，轰，掀起了滚滚尘烟。苏木，你这是发现了什么？夏文轩问向苏木。先前夏文轩曾因为调查武大家族的事情找到了武圣大人，寻求帮助，而武圣大人则说：你找我那傻儿子就是了。于是他前往空间灵境，找到了苏木。夏说：有点小发现。苏木点了点头，随即转头看向了陈家大殿之上的钟楼。一座古铜色的铜钟正在等待着敲钟之人。经过1个月在空间灵境的修炼，苏木对于空间细异能的掌握已经炉火纯青，并且在玉物的加持下，对空间的感知力强大无比。最主要的是，苏木感受到了磅礴的气运。就在那，青色长剑发出一声滔天的龙吟声，在众目睽睽下直击铜钟，并未有想象中的钟响声传出。龙吟剑已经击开空间，一道如水般的波澜在铜钟前显现。宋颖山惊声大呼：怎么可能？竟然还有空间的存在！第118章，好久不见的陈宇。监察队开始骚动起来。夏文轩双眸凝视着陈令，想从他的表情上发现点什么。只不过陈令的脸上没有因为空间被发现而掀起一丝波澜。这种对手太可怕了。夏文轩暗自心想，如果陈令真的堕落了，究竟是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他呢？陈家主，这空间通往何处？夏文轩抬手微微示意监察队安静下来，淡淡的问向陈令。陈令呵呵一笑，一脸无所屌味的回复道：夏总执政长有兴趣的话，亲自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夏文轩的心沉了下来。从陈令身后那几名陈家长老的表情上可知，有99%的把握，空间内肯定有埋伏。进肯定是要进的，怎么进才能保证己方最大程度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他看了一眼宋颖山，后者正在皱眉思考。宋校长，可否有什么方法？夏文轩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中。万一队伍在进入空间之时，陈家从里外都发动袭击，监察队将会陷入两面包夹之势的被动处境中。又或者空间只是个鱼饵，当监察队所有人进入空间后，陈家借此击碎空间，到时监察队将在空间中全军覆没。我有办法进行将在场所有人集体传送至空间之中，但进入空间后，我不保证能将所有人安全的传送出来。苏木在一旁听着两人的交谈，如果能将在场所有人包括陈家的人一起传送进空间，倒是少去了被包夹的危险。届时如果爆发战斗，那就是比拼哪一方更加强大了。监察队目前有3名超凡境强者，万古境强者10名，其余传奇境强者20多名。夏叔估计已经踏入了超凡境3星了。宋校长是超凡境1星，林元良副总执政长也是超凡境1星。再看对面，陈令据说多年前就已经踏入了超凡境3星，
很多年没有人见过他出手了，如今只强不弱。在他身后的长老队伍中，也有一名老者的气息不俗，估计也已经踏入了超凡境。单看超凡境的数量，监察队稍微占点优势，但要知道这是在人家家里头啊。等下进入空间后，又蹦出几个超凡境妖族，那拿头打。得到宋颖珊的答复，夏文轩点了点头，然后从兜里掏出了手机，拨打了几个电话。苏木挠了挠头，超凡境的摇人方式也这么朴实无华吗？很快，一道人影踏空而来，一名白发老者来到了队伍之中，是乐家家主乐飞鸿。乐家主，麻烦你了。夏文轩微微鞠躬，拱了拱手。哎呀，我糟老头子都一把年纪了，还要出来干活，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乐飞鸿捶了捶自己的腰，但视线再却看向苏木。苏木扯了扯嘴角，弱弱地说了一句：乐爷爷你好。顾天是岳父大人，那岳飞鸿我要怎么称呼来着？看着苏木，乐飞鸿倒是露出了欣赏的眼光，点了点头示意。寒暄之时，陈家之外又有不少玄妖司的异能者就位了。既然姚的人已经就位，那么也该干正事了。夏文轩凝重的眼神从监察队的每一名队员身上一一扫过，然后转身看向陈令。陈家主，我们一同进入空间，不知您意下如何？陈令负手而立，沉声道：可以。监察队的队员随我进入空间，其余玄妖司的兄弟们在陈家外等候。是。众人的声音响彻云霄。下一刻，宋颖珊双手向两边一推，雄浑的空间异能气息向外扩张，陈家的地上出现了一道金黄色的圆形阵法。空间凝，4堵透明的墙壁从四周升起，最后变成了一个密封的正方形空间，将众人全都包裹住。我说，此处空间应在内方。宋颖珊的双眸闪烁出金色的光芒。空间禁令，身处于宋颖珊的空间之中，他的话语就是绝对的禁令。霎时间，正方形空间合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像是过了很久，又好像才刚刚过了不到1秒钟。苏木耸了耸鼻子，这好像是血的味道。众人睁开双眼，面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这是一座宽敞的地牢，一股压抑到极点的阴冷气息不断侵蚀着所有人的感官，空气中弥漫着铁锈般的血腥味，浓烈到令人窒息。四周地面上斑驳的人骨，如同不幸灵魂的残骸，被随意丢弃，空洞的眼眶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他们生前的恐惧与不甘。地牢中央地台上的血海显得尤为骇人，它是一片无边无际、沸腾着的深红色湖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哪怕是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异能者们，面对这种情况也弓下了身子，不断干呕。夏文轩与苏木对视一眼，眼前地台边的阵法似乎是当初申氏陈家地宫中的完整版。宋颖珊皱着眉头，心中暗想，好在留了一手，将陈家人传送到比较远的距离外。四周阴暗的角落中，已经有多双闪着嗜血红光眼眸的生物已经盯上了他们。苏木仔细地观察着地台阵法的流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夏叔，这座阵法似乎正在吸取着龙国的国运。听到苏木的话，夏文轩、宋颖珊以及乐飞鸿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国运？这个阵法竟然能吸取龙国国运？就在这时，数十道身影从阴暗中走出。哎，你们要是不进来，那该有多好啊！陈令走在前方，啧啧道，语气却没有说辞中的惋惜，反而有些疯狂。哈哈哈哈！他仰天大笑，地面上挡路的头颅随意踢开，咕噜咕噜，头颅滚到了监察队队伍前方。苏木本是随意一瞥，双眸却在下一刻突然瞪大，那颗不算完整，但多少还能看清形状的头。陈宇，第119章给他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小的震撼。上一次跟陈宇接触是在异能统考后，陈宇揭发了他父亲陈乐山与妖族合谋后，听说因为申氏陈家被连根拔起，帝都陈家收留了他，而他也凭借着申氏异能统考前几名的成绩，成功进入了魔都异能大学。交情不深，只是没想到再见竟然是这种场合。这是什么地狱笑话？夏文轩也认出了他，那个许多人口中的大孝子。根据他的腐败情况来看，似乎刚刚死去不久，没有几天的样子。还挺巧，差点忘记你们认识了。陈令嘴角微微扬起，发出了一声嘲笑。苏木攥紧了拳头，心中的怒气在不断翻滚。宋校长，能送个人出去传递消息吗？夏文轩没有理会陈令，而是给宋颖珊传音道。他想送苏木出去，一是苏木传奇境的实力在超凡境的大战中处境十分危险，二是虽然目前己方的战力略微占优，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人当然越多越好，得有人尽快去求援，不然就只能等到外面的人发现时间太久，不太对劲了。宋颖珊目光一凝，严肃道：暂时不能，我进来后就已经试过了，此方空间有固有结界，破解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就只有大战了。陈令，你这么做难道不怕武圣大人吗？
一把刻满玄妙符文的长剑已经出现在了夏文轩的手中，实质化的星辰之力已经在长剑上萦绕。他已经感受到了地牢中浓郁的妖族气息，有不少的妖族正潜藏于此。啪！陈令呵呵一笑，嘴角勾起一丝邪笑。我陈令一生就不懂得“怕”字怎么写，武圣大人估计也没有闲工夫管你们了，你们还是想想怎么死比较痛快吧。他没有耐心再继续打嘴炮了，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筹划良久，避免夜长梦多，要迅速将夏文轩等人全部埋葬于此，他的计划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杀光他们，一个不留！陈令一声怒吼，眼神掀起嗜血的光芒，一杆全身滋啦闪烁着紫色雷霆的长枪被他握在手中，强横的气势汹涌澎湃，如狂澜般席卷而来。数十名异能者从四面八方袭来，监察队的队员们围成一个圈，严阵以待，眼神坚定。杀！苏木，保护好自己！夏文轩的声音传入了苏木的脑海中。保护好自己？不，我要将他们全部埋葬于此。手中的200块感受到了主人滔天的怒火，发出了低沉威严的龙吟声。金色的光芒从眼底流转而过，在已经踏入传奇5星境界的苏木眼中，数十颗绿色的死点以及10多颗黄色的死点正在闪烁着。都给老子死！苏木一声大喝，在虚空中瞬间展出数十道剑气，剑气纵横。数十名传奇境、万古境1星、2星的陈家妖族异能者在顷刻间瞪大双眼，从半空中落下，掀起阵阵尘烟。10数名超凡境以下、万古境3星之上的异能者也齐刷刷地吐出鲜血，受到重创。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苏木仅仅几秒便带走了数十条的生命，给他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小的震撼。陈令的脸上写着5个大字：这怎么可能？帝都上空，苏哲正凌空于云层中，跨越着数千米观战着空间中的战斗。从苏木小时候起，他便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药材锤炼苏木的体质，拓宽苏木的经脉。如果苏木资质平平，那么身为武圣的他也能够庇佑苏木短短的数十载人生。但如果苏木天赋异禀，他将放开双手，任由苏木去凭借着自己的手开拓出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空。他的眼中充满着杀气，注视着空间中的陈令。有许多人真的越来越过分了，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个人。正当他准备出手干预时，帝都的某个角落中传出一声巨响，异样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整座帝都。轰！这一刻，帝都的每一寸土地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轰！一道数千米宽的黑色光柱在数百万帝都人民的注视下冲天而起，直入云霄，似乎就要将帝都的上空捅穿。片刻后，黑色的光柱逐渐消散，那片土地之上，所有的生灵和建筑已经灰飞烟灭。苏哲低垂的眉眼瞬间睁大，露出了多年从未有过的严肃。他向远方看去，原本蔚蓝的天空已经被捅出一个大洞，散发着恐怖阴暗气息的能量在大洞之中翻滚。咦？低沉的戏谑声从黑洞中传出，似乎有什么生物发现了有趣的一幕。下一刻，硕大的黑洞角落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眼珠，在下一刻，眼珠开始移动，又一颗巨大的眼珠出现了。仔细一看，黑洞之中似乎出现了一张脸，从天空之上注视着龙国的万物生灵。云层中苏哲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这是一股令他十分熟悉气息，不同于妖气，这是天灾中的魔气。数百万人张大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天空中的人脸。下一秒，他咧嘴一笑。陈家地牢中激烈的交战还在继续，一瞬间击碎太多的死点，苏木的精神力有些透支，正躲在后方休息。不过在苏木一击击杀数十名强者后，此时场面上的局势已经一边倒了。数十名万古境、传奇境的异能者正逐渐消灭着对方已经重创的万古境异能者。乐飞鸿带领着数名万古境的异能者一同迎战一头数十米大的超凡3星黑色巨龙。宋颖山与陈家超凡1星的长老正打得焦灼，夏文轩和林元良副总执政长政与陈令交手。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陈令竟然已经踏入了超凡境5星。而随着成功击杀数十名传奇境、万古境的异能者，苏木的气运值一举突破了500万大关。脑海中响起了气运掌控系统升级至 LV4 的提示音。正当苏木惊喜之时，一道闷哼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众人望去，在夏文轩身后，林元良手中的长剑已经刺穿了他的胸口。雾草有25载，第120章。抱歉了，气运归我管。林元良突如其来的反水打了夏文轩一个措手不及。但身为超凡境3星强者的他，还是在被长剑刺入前感受到了危机，尽可能的避开了心脏等重要的位置。虽然精神力方面有些枯竭，但体内异能还十分充盈的苏木赶紧给夏文轩挂上一个无光之盾，
和奔腾。夏文轩一记星遁，化成了一道流星，迅速后撤。然而这并不是回合制游戏，趁他病要他命。轰隆，一道粗壮的紫色雷霆从空间之上落下，劈在了陈令的身上。S 级技能天雷变，狂暴的紫色雷霆在陈令身上席卷，他的身形膨胀了数倍，浑身被雷霆包裹，速度和攻击力瞬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手持着雷枪的他化身为紫色雷霆，在不断的雷爆声中朝着夏文轩袭去。林元良紧随其后。雷矛！陈令大喝一声，手臂在顷刻间爬满青筋，手中的雷枪闪烁着气息恐怖的雷霆。雷枪在短短的0.几秒钟变大数倍。砰！全力甩出的雷矛速度快到突破音速，不断发出恐怖的音爆声，想要洞穿那颗星辰。哗啦！紧要关头，从角落中传出了金属锁链疯狂涌动的声音。天之锁，数十条锁链形成一张巨大的盾牌，牢牢地守护在了有些暗淡的星辰之前。雷矛与天之锁碰撞在一起，从中央向外爆发出了令人为之一颤的惊天大波。陈令不耐烦地咂舌，能够重创甚至是要了夏文轩性命的全力一击竟然被挡下来了，这就是神器的力量吗？他看向苏木以及苏木背后的黄金宫殿，这锁链当初开会时他可是心动了许久，只不过后来被那该死的苏哲搅局了。林元良，把苏木杀了。他向着林元良沉声道，被搅局了又如何？现在还不是亲自送上门来了。林元良点了点头，方向一折，带着冲天火势就向着角落中的苏木冲去。还未靠近，超凡境强者散发出火焰，已让人感受到骇人的炽热。他儿子林不凡的火焰跟他比起来就像微不足道的小火苗，只是我也不是当初那个只有统帅境的苏木了。区超凡境一星，给爷跪下！苏木向前猛然踏出，手持200块愤然挥下，100%被空手接白刃。话音落下，林元良的身影已经跪在了苏木的跟前，双手紧紧夹着200块，往上是一脸的震撼。这怎么可能？传奇5星竟然能够跨越一整个大境界，对我造成影响，这究竟是什么技能？远处陈令的眉毛也不安地跳动了几下，这个技能他曾在陈乐山给他的报告中看过，此时一看恐怖如斯。如果是他，会不会也被这个技能所影响？刚才抵挡下雷矛的天之锁也已经折返回去，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将林元良贯穿。林元良使劲挣扎，却发现被锁链贯穿的自己体内的异能在迅速的流失。枪！剑与长枪的碰撞震耳欲聋，充满着磅礴雷霆异能的雷枪已经横扫到了苏木的前方，扬起的气劲刮得苏木脸颊生疼。陈令或许是前来营救，又或许是感受到了苏木的威胁，转头突然间对苏木展开了迅猛攻势，好在被夏文轩一剑挡住。噗！原本就受伤的他在陈令恐怖的力道之下艰难抵挡，口中喷出鲜血，持剑的双手微微颤抖，得尽快把林元良解决了。汗水从苏木的耳鬓流下，苏木低吟道：赫格尼之剑 Dainsleif。 一把通体墨黑刻满了诡异而复杂的符文的长剑从苏木身后的涟漪中缓缓飞出，这种诡异不祥的黑暗力量让前方的3名超凡境强者寒毛直竖，特别是被盯上的林元良，他似乎听见了剑戏谑的笑声在觊觎着他的鲜血。陈令皱了皱眉，黑色长剑带来的不适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恐惧的滋味。略微思索一番，苏木这家伙的各种手段实在是太过诡异了，在还没搞清楚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他身影跳动，后退至数十米开外，感受着赫格尼之剑气息的夏文轩此刻也已经汗流浃背，鲜血和汗水打湿了衣服，但是他走不开，死死地守护在苏木的身前。反水仔，死吧！林元良瞪大了双眼，赫格尼之剑在下一秒捅进了他的身躯。使用宝具赫格尼之剑，消耗气运值5万点。超凡境强者磅礴的生命力在迅速的流逝，最终被吸收殆尽。这是诅咒的力量。陈令一脸严肃，他扫了一眼地牢中的其他战况，然后怒骂道：废物！超凡境、万古境的陈家异能者和潜伏进来的妖族已经全部战死。陈家的长老在宋隐山和众多监察队队员的围攻下已经9死1生。超凡境3星的妖族黑龙处境稍微好点，但马上会随着陈家长老的阵亡而被围攻。不管了，他心一横，朝着血池中央冲去。一颗已经被染成血红色的球体正漂浮在血池上空，阵法在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着汲取来的国运。命脉灵球虽然还未完全蓄满，但助自己晋升入圣境不是问题。届时，有着5圣境实力的我将是最强的。陈令大脑 CPU 在飞快地运转，下一刻，他的视角突然发生变化，四目相对，他已经被100%被空手接白刃影响，跪在苏木的身前。
夏文轩充满星辰之力的一剑迅速斩下，不过陈令早已做好了吃下苏木诡异技能的准备，身体在霎时间便化作为数道紫色雷霆，向着血池中央席卷而去。这是陈令紫霄神雷的本源，太快了，来不及了。夏文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紫色雷霆包裹住圆球，虽然不知道哪个圆球有什么用，但看陈令这拼命的样子，绝对是后手无疑了。轰隆，命脉灵球被雷霆吞噬，爆裂开来，气浪从中间向外扩散，如大厦倾倒之势压向了众人。瞪大双眼看着血池中央的众人，没有发现角落中的苏木嘴角微微上扬。抱歉了，气运归我管。第121章，里面是天灾。龙国之中，一道道气息强横的身影冲天而起，不管处在龙国的哪一座城市，他们都同样望向了一个地方——帝都。黑色大洞活生生撕裂了天空，不断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骇人气息。5位超凡境强者的身影凌空而立，他们聚在一起，面色严肃。黄老，这是什么情况？严家家主严墨瞳孔微微放大，嚣张如他，面对着眼前黑色大洞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有股心悸的感觉。自从踏入超凡境后，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超凡境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黑色大洞特别危险。那个老黄老摇了摇头，浑浊的双眼看不清在想些什么，转头看向一旁的妩媚女子，沉声问道：白灵薇、柳星文人呢？此刻的白灵薇俏脸上也没有往日娇媚的神态，好看的细眉微蹙。5分钟前，妖族在边境3个区域同时入侵，报告中称妖族部队中有超凡境参战，刘总司令带着2位副司令都奔赴前线了。怎么不是你去？呵呵，老娘休假呢。白灵薇嗤笑一声，边境也被进攻了，这要巧，所以这是妖族搞出来的动静。严墨猜测道。对了，夏文轩和陈令呢？他们2个领导今天睡过头了？白灵薇看了看几人，开口问道。今天是监察队对5大家族进行内查的日子，我们几个家族都已经查完了，就剩陈家了。不过据说陈家隐藏了一处空间，监察队进去有快10分钟了，还没出来。严墨和何文书对视一眼，2人的眼神都一致的严肃。为何偏偏是在内查的日子，妖族大举进攻边境，且搞出了这么大一个大洞出来？他们2个心里已经有一个猜测，陈家绝对有问题。其他3个超凡境强者也是驰骋战场多年的人精，一下子就听出了话外之音。那我先去陈家看看，你们继续守着这个黑洞。白灵薇迅速说道，其他人点了点头。就在他正准备前往陈家时，一只宽厚的手掌突然拍在了他的肩头，有些熟悉的声音和酒味在一旁响起。不用去了，陈家那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众人循声看去，都瞪大了双眼，纷纷躬身拱手，面露尴尬。上一次见面还是被揍的那一次。武圣大人，苏哲颔首示意，而被苏哲拍了拍肩膀的白灵薇脸色却不知为何有些红润。紧接着苏哲说出的话让他们惊掉了下巴，这个黑洞里面是天灾。陈家空间，陈令化身的紫色雷霆正包裹住命脉灵球的碎片，贪婪地汲取着它破碎后散发出来的国运。奇怪，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紫色雷霆歪了歪头，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是因为国运这东西过于虚无缥缈了吗？怎么跟上次不一样？除了还在被围攻苦苦支撑的黑龙，其余众人紧盯着血池中央，小心翼翼地等待着陈令的变化，不敢轻举妄动。等什么呢？瞎说！等他变身的过场动画，赶紧干他丫的！苏木在后方嗷嗷大叫起来：什么变身？什么动画？夏文轩和几名万古境强者一愣，然后也是在苏木的大叫下，向着紫色雷霆挥剑袭去。趁此间隙，苏木赶紧品了品自己的系统日志，气运值获得已累计500万点，气运掌控系统成功升级至 LV4。这次是隔了59章的时间，气运掌控系统终于升级到了 LV4， 提升幸运转盘上限，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人数上限至20人，增加气运值同时转移上限至200万，增加气运值转移距离，增加气运值转移时间。开放新功能，建构池许愿，许愿的物品在抽出相应等阶的物品时，将提升 50% 的获取概率。开放新功能，掌控国运，可以转移概念级气运，可为位面气运、国家气运、种族气运等等，上限与个人气运值挂钩。苏木刚才在战斗中着急，没来得及看全系统日志，但恰好看见了最后一行。而从气运掌控系统晋升 LV4 后，他看向命脉灵球的视野中也出现了跟国运值相关的数字。命脉灵球已储存国运值4396777点。于是在命脉灵球爆裂前的那一瞬间，苏木直接将里面储存的所有国运值转移了。至于转去哪里，当然是还给龙国啊，个人可不能私吞这东西。地上的这个阵法还在不断汲取着龙国的国运，
同时还能感知到有从其他地方汲取来的国运都汇集在了这里。估计在全国各个陈家分支中都存在着这种阵法，只不过在苏木的操控下，目前已经完成了闭环，所有汲取的国运全数归还。等目前的麻烦解决后，自然就可以到各个陈家中去毁掉阵法。砰！轰隆！各种强大的技能将空间中的地牢毁得面目全非。紫色雷霆在空间中不断游荡，躲避着夏文轩等人的追击。抱着命脉灵球碎片啃了半天的陈令愈发觉得不对劲，有点硌牙。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感觉了。当初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他已经吸取过少量的国运，测试过可行性了。那种力量，境界暴涨的感觉就像打了个尿颤一样舒爽。但这次完全不同。我的国运呢？他发出了一声怒吼，筹划多年，只为了吞噬国运，突破置入圣境。结果就这，命脉灵球的碎片被他愤怒地摔在地上，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随着一声恶龙咆哮，远处的黑龙嗷呜一声倒在了地上。苏木跑过去补了个刀，蹭到了气运值。陈令，你已经被包围了。第122章，这每一件都是替因你而死的人还给你的。被包围的紫色雷霆似乎无声地叹了口气，在数十名异能者的包围下脱离了本源形态。只是他右手紧握的雷矛还在雷光大作，闪烁着令人感到胆颤的雷光，并没有束手就擒的打算。也是，都走到这一步了，学法国又有什么用呢？陈令开始做着最后的殊死搏斗。狂暴的紫色雷霆在他周身涌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紫色的雷霆中有些泛黑。天雷变三重，陈令的身躯在顷刻间变得4米之高，化身为雷之巨人，犹如天神下凡。手中的巨大雷矛所向披靡，如狂澜之倾倒。无数的紫霄神雷从空间的上方落下，划出了一道雷之领域。嗨嗨，万古镜都远离点，在远处支援。夏文轩轻咳2声，与天雷变3重形态的陈令交手后，刚才被林元良贯穿的伤口又开始渗血了。这还多亏与超凡境强大的体魄，还保留着大部分的战斗力。不过超凡境5星的陈令虽然很强，但面对着3名超凡境强者以及数十名万古境、传奇境强者的围攻，他双拳难敌40多双手。再加上还有一个拥有着各种奇怪又强大技能的苏木，陈令的气息在不断衰弱。最后陈令被打出了天雷变的形态，雷矛被插在了地上，陈令拄着雷矛，身上已经伤痕累累，鲜血不断流出。这时一道挺拔的身影走出人群，直面着陈令。你为什么杀了陈宇？苏木似乎是问了个废话，等来的估计就是一句杀了就杀了，还有什么为什么？但他必须得问，必须让所有人知道陈宇是为什么而死。如果所有人都忘记他了，那时候他才是真的死了。英雄必须有人铭记。哼，谁让他还是管不住自己，总想调查点什么。刚好在清理的时候，连他一块清理了。陈令刚笑2声就被咳嗽给打断了，随意的语气就像是才死了一只蚂蚁。呼！苏木低垂眉眼，长舒了口气，压着心中的怒火与烦躁。这就是龙国人们先前尊敬的刑法庭总长，龙国的超凡境强者之一呀。那你为何要背叛人族？这个问题困扰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着龙国，为着人民而战。而陈令，不管是力量还是权势，明明都已经是站在龙国最顶尖的几人之一了，为何还要背叛？我为人族，为龙国征战了那么多年，吸收点国运怎么了？难不成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还配不上那点回报吗？陈令的话说的冠冕堂皇，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不，你只是为自己的胆小找借口。苏木继续向前踏出一步，黄金宫殿在身后显现，再踏出一步，数十把的长剑从波澜中飞出，停顿在苏木的身后。你的天赋已经满足不了你的欲望，超凡境已经满足不了你，多年来的修炼却始终突破不了凡人的桎梏。说到底，你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追求不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堕落罢了。他一步一步靠近陈令，似乎一点都不担心遭受到陈令的临死反扑。皇帝不急太监急，即便陈令的状态已经油尽灯枯，但一击下去，苏木的骨灰估计都被扬了。但无所谓，我会出手。夏文轩一脸慎重地盯着，怕苏木装逼装过头被嘎了，吸收点国运罢了。搞笑！苏木愤怒的一声大喝，你以为这就是往池子里取点水那么简单的问题吗？人族的族运，龙国的国运，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当你作为一名人族的超凡境强者倒戈之时，你每取一瓢水，漏出来的水比你取到的多多了。国运在不断衰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族的人才越来越凋零的原因。不说话了，你不攻击我，我可攻击你了。苏木停下脚步，与陈令间隔不到30米，这个距离超凡境眼睛都不用眨，瞬间就到了。下一刻，
苏木低垂的眉眼猛地睁开，闪耀着璀璨金光。他双手向前一挥，身后数十把散发着凛冽气息的长剑犹如漫天星辰般倾泻而下，同时每一把长剑都蕴含着他目前最为强大的剑意。陈令看着眼前倾泻而下的长剑，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喃喃自语：“说的简单，19岁的传奇五星，如果我有你这种天赋，我何愁走上歪路？”霎时间，他用尽全部力气，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拔出插在地上的雷矛，右手臂瞬间膨胀数倍，想要将雷矛用力投射出去。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深蓝，自己竟然动都动不了了。时间结界，苏木轻声说道。蓝色的圆形球罩已将陈令包裹，此方空间内一切冻结。如果是全盛时期的陈令，或许还只能被影响上那么1-2秒，但现在数十把长剑一一将陈令贯穿，这每一剑都是替因你而死的人还给你的。还有，你让我恶心，我连灰都不准备给你留。苏木身后的金色宫殿内，一把象征着荣耀与灭亡的长剑飞出。格拉莫 Graham， 陈令，湮灭在能让一切化为灰烬的光之洪流中吧。在杀死陈令之后，众人破坏了残存在这里的阵法。宋颖山也刚好破解了此地的空间结界，大家可以出去了。呼，苏木轻轻松了口气，麻烦事终于结束了。下一秒，画面一转，众人的瞪大了双眼，所见之处已经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凄惨的哭喊声萦绕在帝都上空。第123章，那是属于他们的战场。40多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了宋颖山。见过大场面的宋校长被盯得汗水从脸颊两侧流下。这是什么情况？难不成我还觉醒了跟时间有关的异能，把空间和时间一同传送了？是天灾，赶紧救人！苏木已经在第一时间开启了通透世界，通过一些异能者的沟通，已经了解清楚了情况。大概在15分钟前，苏木他们刚刚进入陈家空间不久，天上就被开了一个洞，而在黑色大洞打开没多久后，一群接着一群奇形怪状、气息各异的天灾生物便大举入侵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乌泱乌泱的天灾，是那个天灾吗？众人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对于他们来说，活了几十年都是在跟妖族做斗争，天灾仅仅是存在于历史书上的生物。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妖族完全不同，更加诡异，令人寒毛直竖。不过，此时拯救百姓为最主要的任务，他们四散开去击杀一些附近的天灾生物，但又没有离太远，在等待夏文轩的指示。叮铃！突然，脑海中响起了一阵耳熟的摇铃声。苏木循声望去，砰！一头长相类似于蝙蝠，张开着一对大肉翅，通体漆黑的皮肤表面像是大理石般材质的怪物，被一个白皙细腻的拳头一拳打爆。通过神之瞳所提供的信息反馈，印证了苏木心中的猜测：石像鬼，种族不死族恶魔，境界传奇境3星，来自深渊的恶魔，能够免疫 80% 来自元素异能的伤害，攻击方式是利爪和声呐波动。老师，苏木大声喊道。木青听见了心心念念的学生的声音，顿时喜出望外，一张俏脸迅速四周张望起来。很快，他也发现了苏木的身影，一名帅气的憨憨正向他招手。苏木，木青凌空而行，几息就来到了苏木的身边。1个多月没见，木青的有些婴儿肥的下脸淡嫩的能掐出水来，一双娇嫩的小脚丫看得让人想上去揉一揉。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情况紧急，没有空叙旧。苏木一脸严肃地问道。旁边的夏文轩也走了过来，向着木青点头示意。木少将。木青秀眉微蹙，将这短短几分钟发生的事情讲述给大家听。20分钟前，妖族开始大举进攻边境，有超凡境参与，刘总司令跟2位副司令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妖族进攻过了5分钟后，从帝都郊区突然有一道黑色光柱冲天而起，在天空上打开了一个未知的空间。镇妖郡和内阁还驻守在帝都的超凡境第一时间介入，武圣大人也亲自到场，并告知大家这是与天灾相连接的传送通道。武圣大人也在。夏文轩侧头看了眼苏木，后者的注意力还全部在木青的身上。洞口开启2-3分钟后，开始有源源不断的天灾生物涌出，帝都已经拉响了红色警报，所有异能者保护百姓前往各个区域的避难所紧急避险。不过有个好消息是，那个传送通道在不断缩小，预计20分钟后应该就会关闭。20分钟吗？苏木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张，不是一直开着就行。看见苏木的表情，木青接着说道：不要放松警惕，我跟几头天灾生物交过手了，他们普遍智商不高，但战斗力不俗，生命力极强。他们最低都是统帅境，传奇境数量不少，万古境不多，超凡境甚少。不过在大基数下，每个境界的天灾生物依然不少。大家快去疏散群众吧，各位小心。木青语速极快，尽可能的将事情讲得又快又清晰，
还贴心的将这些话都传入了附近已经进入战斗的监察队队员们脑海中。40多名异能者极为默契的四散而去，并且以2、3人为一个小队，开始投入救援。苏木和木青也往着同一个方向凌空飞去。跟我走，高阶的天灾生物主要集中在2环附近。一路上，苏木看见了不少穿着金大校服的异能者，他们作为疏散群众的主力，逆流的穿梭在人群之中，十分显眼。苏木还看见了一个熟人，高中时期的好哥们李璐。在进入金大后，李璐与他的接触少了很多，哪怕是在食堂碰到，也只是匆匆交流几句，李璐便道别，跟上了舍友们的身影。从那时起，苏木就察觉到了李璐的想法，那是一种名为自卑的情绪。高中的好兄弟成为了全国状元，拿下了学期考核第1，并且境界在不断突破，而自己进步缓慢，两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可谓云泥之别。经过在金大半年修炼的李璐，如今的实力也有统帅境1星的境界了。虽然是学校中天赋最为普通的那一批学生，但在整个社会中也算是中坚力量了。不过，面对着数量如此巨大、境界如此之高的天灾恶魔，以他的实力，说难听点，他作为炮灰都没有资格。苏木能感受到李璐心中的紧张和恐惧，但苏木发现他的目光不曾胆怯，步伐不曾停滞。周围不断有大楼被高阶异能者间的战斗波及，开始坍塌。统帅境以下的异能者们凭借着他们自身的能力，穿梭于人群和大楼之间，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被落石砸到，还有人因为互相推搡而摔倒，尖叫跟责骂声此起彼伏。哈哈，快来救我，我好痛！我是学生，先救我！你们这些废物异能者，我们平时交了那么多纳税的钱，干什么用去了？死亡面前，众生百态。怎么了？发现苏木在空中愣了一会，木青转头问道：“没事，看见了个朋友。”苏木勉强一笑，耸了耸肩。木青往下看了一眼，是金大的学生们，要去帮忙吗？苏木思考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用了，那是属于他的战场。”是啊，那是属于他的战场，也是属于下面那千百个逆流在人群中异能者的战场。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苏木借给了李璐100万点气运值，又随机挑选了19位幸运学生，一起瓜分100万气运值，这是他目前能转移的最大上限。一定要赢啊，李璐！第124章，秘密教学也看完了。末日使者大人，黑鸟敲了敲门。自从帮末日使者大人的手机下了新的漫画后，他整天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了。进来！里面传出了末日使者略显慌张的声音。黑鸟推门而入，耸了耸了鼻子，是一股石楠花的味道。末日使者大人正戴着羊头面具，坐在床沿边，床头柜上放着一盒抽纸，下面的垃圾桶里堆满了使用过的纸巾。嗨，黑鸟，你怎么来了？不过正好，秘密教学我也看完了，你再帮我多下几本，一次1本不够看啊。黑鸟，末日使者大人，今天是打开天灾通道的日子。力丸大人已经成功在帝都打开了通道，此时帝都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末日使者递过手机的动作一愣，然后放下了手机。操，沉迷打交，怎么把这事给忘了？黑鸟都能想象出羊头面具后尴尬的神情了。通道还多久关闭？不到15分钟。末日使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打开天灾通道，恭迎天灾的再一次降临，一直是他们天灾之门的夙愿。他们之前在某个灵境中获得了有着开辟通道、架设桥梁、窥探未知的神器先哲之石的碎片，依靠着先哲之石碎片，他们一直在谋划着一次可行性的尝试。而人族自己内乱之时，正是最好的尝试时机。天灾都来了些什么生物？骷髅怪、石像鬼、憎恶、穴居恶魔等等低阶恶魔，这些都在统帅境和传奇境之间。再往上，万古境、超凡境的恶魔生物有巫妖、亡灵法师、冰霜巨龙。羊头面具微微颔首，就没了。再往上，力丸大人说他也不确定。他看见了一名骑着骷髅战马的骑士，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哪怕间隔数千米也会感到心惊胆战。羊头面具后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寒芒。好的，我知道了，告诉力丸他做得很好，他的一小步将是我们天灾之门的一大步。说完，他将刚刚放下的手机继续递给了黑鸟，记得多下点。黑鸟沉默了一下，然后接过手机。怎么还不走？还有啥事啊？末日使者歪了歪头问道。末日使者大人，小鹿怡情，大鹿伤身，交打多了记忆力会下降的。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统帅境恶魔，获得固定气运值1000点，国运值2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传奇境恶魔，获得固定气运值5万点，国运值50点。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万古境恶魔，获得固定气运值20万点，
国运值200点。数十把长剑盘旋在帝都上空，就像是毫无感情的收割机器，每一次迅猛的穿梭都能带走天灾生物的生命。虽然那些万古镜之下的恶魔身上显示的都是绿色的死点，如果不是因为使用止死之魔眼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苏木甚至可以在一瞬间清空整个帝都的低阶恶魔。只可惜恶魔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形容吧，比好多人那点 JPG 还要多。苏木只能放弃斩碎死点的想法，通过数十把飞剑来清空恶魔。不过比起其他异能者，苏木清怪的效率快多了。周身的区域内很快就被清出了一块空地。憎恶、石像鬼、穴居恶魔，怎么那么像在打魔兽呢？苏木嘟囔了一句，转身看向不远处的木青。木青作为觉醒了异能10倍增幅的异能者，战斗方式十分简单粗暴。轰隆，哐当，砰，一拳下去不行，那就2拳。地上的石块，一旁粗壮的树木，在他白皙细嫩的小手下都变得十分恐怖。再搭配上他的身高，就像是一颗可爱的小土豆在到处乱窜，跳起来打对方膝盖的感觉。苏木看了看上空的黑洞，已经越来越小了，从里面出来的恶魔也越来越少。天灾之门选择在帝都开启天灾通道，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作为龙国首都，帝都的守备力量肯定是比其他城市要高出数倍的，更别提还有着龙国的第一大异能高校在。这对于普通民众的伤亡来说少了很多。低空的战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能够轻松解决，而天空的上方是属于超凡境的战场。巨龙的双翼展开时，宛如一片遮天蔽日的冰雪风暴，那透明的冰雨在阳光下折射出万千寒光，令人不敢直视。他的巨大身形如同山峰般巍峨，绵延100多米，全身覆盖着厚厚的冰凌。一道接着一道凛冽至极的龙息从口中喷薄而出，这龙息并非寻常的火焰或毒气，而是一股凝聚到极致的冰霜之气，仿佛连时间都能在这股寒气面前冻结。在冰霜巨龙的对面，银发老者勒飞鸿纹丝不动，至高之拳的力量开始汇聚，猛然挥出一拳，淡金色的光晕瞬间爆发，化作一道璀璨的光束，将冰霜龙息击碎。这一拳的威力仿佛能撕裂天际，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一震。碰撞产生的余波向四周扩散，震出了数百米之外，将团团云层推开。见此场景，苏木呵呵一笑，乐爷爷真是辛苦了。刚在空间里跟那头黑龙打了场超凡局的巅峰赛，这刚出来又碰上了一头龙。相同的对战在帝都上空四处进行着，留守在帝都的8名超凡境强者都找到了自己的对手，陷入了焦灼的对战中。就在这时，一股强横的气息从黑洞中穿出，苏木和木青看了过去，又是一只超凡境的天灾生物——黑曜石毁灭者，种族不死族恶魔，境界超凡境3星。黑曜石所构造的生物身体异常坚硬，几乎无法被武器所伤，拥有极强的元素攻击手段。第125章大战黑曜石毁灭者。巍峨的身影缓缓从黑洞中浮出，宛如一座由黑暗凝聚而成的小山。庞大无比的身躯，全身覆盖着坚硬无比的黑曜石甲壳，呈现出深邃的黑色，宛如夜空中最浓重的黑暗凝聚而成，散发着冰冷而神秘的光泽。两只深嵌在巨大宝石头部的深红眼睛，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双眼透射出冷酷而无情的光芒，仿佛能洞察一切虚妄，直视人心的最深处。很强，这是苏木看到黑曜石毁灭者第一眼的感觉。他所透露出的毁灭气息，比其他超凡境的天灾生物还要强大许多。即使他面板上写的是超凡境3星，但他给人的感觉比超凡境5星的陈令还要恐怖。这已经涉及到种类的高低差异了。比如同是超凡境1星的空窝龙，跟超凡境1星的导弹猫一相比，都会觉得空窝龙比导弹猫的战斗力会强得多。老师，这可是个大麻烦啊！苏木抬着头喃喃说道。还有5分钟，5分钟后通道才会关闭。木青的俏脸上也难得显露出严肃的表情。目前只有万古境2星的他，哪怕距离1000米，紧握的双手竟在黑曜石毁灭者气息的影响下微微颤抖。这么一头战争机器，要是加入战场，后果将不堪设想。苏木一一看过那几处正在酣战的超凡境战场，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腾出手。对了，你不是说武圣大人也在吗？他人去哪里了？这种时刻，苏木突然想起了刚才木青说的话，武圣大人也到场了。木青将有些落下的发丝勾至耳后，轻声说道：刚才有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从黑洞中传出，比上面那头宝石怪兽还要恐怖许多，但气息没出现多久就消失了。我猜测是武圣大人把他引走了。还有如圣境的天灾生物。苏木嘴巴微微张大。一般来说，想要通过跨越次元、跨越位面的空间通道难度十分之强，想传送高等阶的生物到蓝星的位面，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否则
蓝星早在第一次天灾入侵时就被毁灭了，仅仅只是持续30分钟的通道，就有入圣境的天灾生物入侵了。30分钟后，通道一关闭，入圣境的天灾生物将永远停留在这个位面。黑洞的那一头入圣境都是白菜了吗？就不怕入圣境也折在这里了？既然如此，那目前最大的威胁还是上方的黑曜石毁灭者了。迅速思索一番，便侧头跟木青说道：“老师，你继续去清理传奇境跟万古境的天灾生物们，等大部门的万古境天灾生物都处理干净了，立刻去支援他们。”苏木指了指那些人族超凡境战斗的方向，应该快了，周围城市的异能者也都已经赶到了战场了。那你呢？木青秀眉微蹙，我自然是去拖住上面那头宝石怪兽了。苏木又指了指上方逐渐逼近的黑曜石毁灭者，微微笑道。木青听闻，红唇微起，却欲言又止。那你小心。他伸出2只白皙的小手，抓住了苏木的手，说道：“相信他便是了。他一直是一名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苏木俯下身子，轻轻在木青的额头上啄了一下。背景是纷飞的战火和房屋的废墟，还有正在忙碌瞅见后破空大骂的异能者。滚啊！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情在那里调情？砰！不断的音爆声响起，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冲天而起，拉出了一道虚影。剑3，惊雷。数十把长剑渐渐朝外环绕成圈，在苏木的后方疯狂旋转，紫色的雷电附着在每一把长剑之上，发出滋啦的响声。下一刻，苏木向前一指，去！旋转的数十把长剑在同一时刻朝着黑曜石毁灭者倾泻而下，声势之浩荡，气势之磅礴，引得底下的人群频频抬头。卧槽！剑仙，好商标符号帅啊！这种恢宏的场景，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黑曜石毁灭者也早已发现了那名渺小的人类，虽然渺小，但他身上不知为何有一股令恶魔感到恐惧的气息。叫，抽象的叫声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抽象的叫声统一就用叫了。他发出一声尖叫，一道道绿色的光盾出现在他的身前，形成了黑曜石毁灭者数十把剑的画面。如果是一般的异能者，光打破一层护盾都十分困难，再强大的攻击也会被多层护盾逐渐抵消。但苏木是谁？ SS 级的功法， S 级的剑意， SS 级的200块， SS 级的真神对剑，还有数把 S 级的长剑以及数十把的 A 级长剑。咔嚓咔嚓，数道绿色光盾在接触的一瞬间就冲破了一层层的防御，直指黑曜石毁灭者而去。但是正如神之瞳反馈的身体异常坚硬，几乎无法被武器所伤信息移植。数十把长剑虽然击碎了他身前的防御光盾，但落在他由黑曜石构成的身躯之上，却只能划出数十道几厘米深的伤口，并且由于不死族的特性，还在不断恢复着，能造成伤害，但造成的不多。他再次发出一声尖啸，如同小山般的身躯后双翅一扇，掀起一阵巨大的风浪，朝着苏木的方向席卷而来。速度之快，在一瞬间就拉近了数百米的距离，如同大鸟的聚会，开始凝聚出一道恐怖的绿色光束，附带着浓烈的死亡气息，朝着苏木喷射而去。奔腾，苏木在空中快速移动着，巨大的绿色光束紧随在苏木的屁股后。卧槽，这也太恐怖了！苏木心中暗想，哪怕被绿色光束擦碰到一下，上面附着的死亡气息估计都能要了自己的命，哪怕有天上的气息带来一次保命的机会都不够用。200块！苏木一声大喝，龙吟剑已经握在了手中。下一刻，苏木消失在了原地，出现之时，他已经出现在了黑曜石毁灭者的脑后。传奇5星的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控制短距离的空间移动了。剑2，雷龙天翔。低沉的龙吟声响起，2条苍龙的虚影朝着黑曜石毁灭者的脑后咆哮而去。第126章，万劫残火太刀，天地灰烬。这是苏木第一次独自对战超凡境，跟妖族超凡境强者莫童交手的那一次，他是诱饵躺赢，在陈家空间对战陈令是围殴，没什么压力。而独自面对超凡境3星的黑曜石毁灭者，苏木头一次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压力。全力一击的雷龙天翔给黑曜石毁灭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黑曜石构成的头颅碑被咆哮而过的龙影一剑切成了2半。但是他是不死族，哪怕头颅已经剩下一半，黑曜石里面的血肉还在不断翻滚重生。甘霖娘，这是什么怪物？苏木亲切地问候了一声，身影迅速向后暴退，前脚跟刚刚离开，一股强大的黑暗波动已经从黑曜石毁灭者的身上迸发出来。轰！如果不是跑得快，估计已经被融化了。苏木眉毛微皱，大脑 CPU 疯狂运转。
再强大的物理攻击，估计难以对黑曜石毁灭者这种高阶不死族恶魔造成致死伤害。那么自己目前所掌握的手段，到底什么技能才能对他造成大量伤害呢？按照多年当韭菜的经验，面对不死族最好的属性肯定就是圣光技了。可自己并没有相关方面的技能啊。退而其次，试试火属性的技能。做好决定，苏木右手向上高举，吸收着太阳之力，一颗火球快速汇聚，并且越来越大。日冕爆炎。在晴天下，日冕爆炎这个技能拥有着双倍的能量聚集速度以及双倍的伤害。下一秒，炽热的火球已经化作一道猛烈的光束冲击波，径直击在了黑曜石毁灭者血肉不断翻滚的伤口处，掀起了阵阵尘烟。苏木的鼻子抽了抽，火系的技能估计是有效的，因为他闻到了一股焦香味。如果撒上点孜然，应该更好。饿了。一道绿色的冲击波击散了尘烟，朝着苏木喷涌而来，进行了一段短距离的空间跳跃，毫无压力地躲掉了从黑曜石毁灭者的攻击，趁着间隙瞅了一眼被日冕爆炎击伤的地方。血肉蠕动的速度变慢了，也就是说他再生的速度也变慢了。火焰系技能有效。同时通过与黑曜石毁灭者这种非人形的天灾生物进行交手后，苏木对他们也有了新的认知。非人形的恶魔就像妖兽一样，有点智商，但不多。虽然战斗力十分强大，但攻击手段比较单一，更像是通过量产化出来的战争机器。跟妖族比起来，少了许多的技能。又连续躲过了几发绿色冲击波，苏木已经逐渐熟悉了黑曜石毁灭者的攻击方式了。拖住他已经不成问题。苏木抽空观察了一下其他战场。砰！刚好在这一刻，一道人影重重被强大的力量重重的击飞，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空中划出一道直线，坠入了地面，发出一声巨响。是严家的家主，超凡境2星的强者。他的身体狠狠地砸在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周围的尘土和碎石被这股力量掀起，形成一片尘埃弥漫的场景。透过尘烟，依稀能看到研墨躺在坑底，衣衫破碎，身上布满了伤痕。他的脸色苍白，嘴角溢出大量的鲜血，显然已经受到了重创。雾草，平时装的那么吊，怎么是第一个被打飞的啊？苏木看了一下他的对手，高大而扭曲的身形，皮肤呈现出一种深深的暗红色，像是被鲜血浸染过一般，散发的味道哪怕隔着数百米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腥臭。身体上布满了凹凸不平的瘤块和疤痕，头颅硕大而畸形，两只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闪烁着邪恶而狡猾的光芒，堆满着腐肉的肚子看起来十分恶心。屠夫，种族不死族恶魔，境界超凡境3星。肚子上的腐肉由手下败将的尸体堆积而成，具有强大的近身作战能力，拥有着强大的元素抗性。难怪研墨输得那么快。元素异能抗性高，安克火属性异能的研墨，再加上研墨这种一看就不懂得放风筝的暴脾气，互相欧拉，他怎么可能会是这种恶魔的对手？被完克呀！必须尽快把黑曜石毁灭者解决了。苏木双眸变得冷厉起来，通体红色的 S 级少阳剑瞬间回到了手上，体内东皇诀的周天星斗大阵在疯狂地运转，发出了超脱频率的爆鸣声。万劫残火太刀！在那一个瞬间，世间像是变成了黑白色，所有交战的超凡境强者们突然感觉到了异常。周围数千米的范围内，所有空气中的水分都被蒸发了。在这之前，成功抽到了10解之力的苏木，先是赋予了少阳剑流刃若火的能力，再通过万解之力赋予了少阳剑残火太刀的力量。这一刻，少阳剑化作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残火太刀，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燃烧殆尽。残火太刀北，苏木瞬间跃迁到了黑曜石毁灭者的身前，将全身的力量灌注到了残火太刀之中，猛然挥刀，一道巨大的火焰刀芒从刀身上迸发出来，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敌人席卷而去。天地灰烬，冲天的火焰仿佛划破了天地，将整个世界都一分为二。轰！黑曜石毁灭者庞大的身躯已经从中间被一分为二，身上燃烧着似乎永不会熄灭的火焰，直到他失去了生机。不断有蒸汽冒起，少阳剑开始褪去已经烧焦的残火太刀外壳。苏木右手一挥，一些漆黑的石块飞到了身前，然后被收进了空间之中。这些都是黑曜石毁灭者的血肉全部烧焦后遗留下的黑曜石，还能另作他用。恭喜宿主成功击杀超凡境恶魔，获得固定气运值50万点，国运值500点。地上躺在坑里喘息的研墨看着苏木释放出来的火焰，瞪大了双眼。雾草，这火焰怎么比我的还猛？而空中的苏木此时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感觉后背发凉，一股腥臭味已经涌进了鼻腔。被屠夫盯上了？不是，刚才还在笑乐飞鸿打巅峰赛呢，怎么轮到我自己了？第127章突破万古境。宝具赫帕尔。某处玄妙的小世界中，
两双幽蓝的眼眸一上一下，散发着凌冽的寒光，一股肃杀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令人窒息。你就是人族的最强者吗？黑暗中的长发男子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冰冷。他的全身仿佛被黑暗吞噬，身披一副狰狞的铠甲，散发着冰冷而神秘的气息。铠甲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道划痕都仿佛在诉说着曾经历过的大战。手中的长剑散发着森然的寒意，剑身上的符文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叫，在他胯下，浑身散发着幽蓝火焰的骷髅战马发出一声抽象的嘶叫声。如果苏木在此，也会瞪大双眼。超凡境3星的骷髅战马竟然只是此人的坐骑，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在他对面，苏哲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眼神中透露出不屑与轻蔑。这群狗娘养的天灾之门，打扰人睡觉不是？天灾之门即将打开，臣服于我伟大的死亡骑士亚奇顿的胯下吧，成为我的附属品，献上你们的鲜血，我将放过你们人族一条活路。亚奇顿张开双手，振臂高呼，他胯下的骷髅战马也适时摘了一声，仿佛已经经历过了成千上万次的配合。你们身上的味道还是那么令人作呕啊！苏哲长吐一口气，右手的小拇指在耳朵中掏着，左手手掌在鼻子前扇了扇。死亡骑士亚奇顿见状，放下他高举的双手，眼眸中的幽蓝火焰瞬间高涨。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他提高音量，大声呼喊，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将他灰色的长发掀起。什么霸总发言？苏哲看了一眼粘在小拇指上的耳屎，用力一吹，轰隆！死亡骑士亚奇顿的死亡气浪在一瞬间被击散，掀起了巨大的烟浪。烟浪之后，两双燃烧着幽蓝火焰的双眸已经来到了苏哲的身前，手中散发着冰冷气息的长剑已经挥下，这一剑将空间切碎。砰！但下一刻，亚奇顿双眸的火焰变成了2个。随着骷髅战马再次 J 叫一声，亚奇顿已经连人带马趴在了苏哲跟前的地上，一人一马的头颅狠狠地贴在了地上。我叫苏哲，苏哲淡淡的说道，右手小拇指继续在黑暗且幽深的洞穴中蠕动着。丢！又一块耳屎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砸在了亚奇顿的头颅上。而这一块看起来十分渺小的耳屎，却如同一座大山，将死亡骑士的头颅压为齑粉。之前你们天灾都叫我重力主宰，入圣境1星的死亡骑士足。随着屠夫那庞大的身躯渐渐逼近，苏木深刻地感受到了他所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这是一种源自深渊的邪恶与强大。腐肉堆积成的肉体在源源不断散发着一股毒气，侵蚀着靠近他的生物。不过这点毒气对于小叮当苏木来说并构不成威胁，他的体内可是蕴藏着强大的净莲异火，能够烧尽一切的诅咒和剧毒。屠夫的双眸紧盯着苏木，肥硕的大脸盘子上勾起了一丝邪性的笑容。肉，新鲜的肉。苏木经过肉身成圣锤炼过的体魄，在他的眼中变成了最为美味的补品。少阳剑退出万解状态后，已经回归了剑阵的队伍在苏木身后环绕，轻轻抬头看了眼天空中的黑色大洞，通道马上就要关闭了，已经没有多少天灾生物通过通道来到此界。下方的万古境以下天灾生物基本上都要被清理的差不多了，等万古境的异能者们腾出手来，远程支援超凡境的战场，清光这些超凡境恶魔已经用不了多久了。看来对于天灾来说，他们的目的也仅仅只是通过意外开启的通道来进行一场游戏而已。先交手看看，能直接解决掉屠夫最好，实在不行的话拖住一会也可以。苏木暗想，用对付黑曜石毁灭者同样的方法估计行不通，研墨已经给他树立了榜样，想用火系异能解决屠夫，估计只能陪他一起躺在坑底。面对着屠夫的肉弹战车式横冲直撞的攻击，苏木的身影在天空中划着圈，数十把长剑化作万道剑芒，在屠夫肉山般大小的身躯上留下恐怖的洞口。然而不知道他的体内究竟储藏了多少的腐肉，那些洞口都在一瞬间就被腐肉给填补，无数次到嘴的美味跑掉，屠夫发出了散发着腥臭的怒吼声。苏木眉毛微蹙，体内的东皇诀开始不断吸收着周围的异能。因为高达10多位超凡境正在激烈交手的缘故，周遭的异能十分活跃。在周天星斗大阵高强度的运作下，本就有突破之势的苏木隐隐已经接触到了万古境的门槛，或许突破至万古境就有解决屠夫的方法了。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个想法。下一刻，周天星斗大阵激发出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在他的经脉中肆意奔腾，仿佛要将他的身体撑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油然而生，这是已经突破到万古境了。苏木双眸的眼底流转着金光，传奇境的御物给他带来了掌御空间的力量，而万古境的御物，我看到了。苏木愣在原地，对着横冲而来一脸狞笑的屠夫喃喃自语：
你的命运即将降临。身后的黄金宫殿闪耀出刺眼的金光，一柄形状酷似镰刀，内侧带刃，长相奇特的剑从波澜空间中缓缓飞出。这是拥有着被称为歪曲延命的能力，令不死系的特殊能力无效化的神剑。赫帕尔 Harp。霎时间，屠夫肉山般的身躯被斩裂成无数个腐烂的肉块，无法再生。第128章，危机结束。我们的房子怎么办？蓝银缠绕！一声大喝，大地突然皲裂，猛然窜出的10数米长藤蔓稳稳缠绕住了一块即将落下的巨石。巨石下方，一名小女孩正在嚎啕大哭。没事吧？几个跃身，李璐来到了小女孩的身旁，一把抱起。谢谢哥哥。小女孩吸溜了一下大鼻涕，糯糯地说道。几米开外，一名妇女扑了过来，一脸惊吓，从李璐的怀中接过女孩。谢谢，谢谢异能者大人。她疯狂弯腰鞠躬。快去避难吧，李璐说道。虽然在救人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令人感到心寒的事，但每当有人因为他而获救，他便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还好前几天蓝银草已经进化成蓝银黄了，他心中暗想，蓝银黄比起蓝银草更润，更加耐操了。他抬起头，有些羡慕地看向天空之上，那是属于超凡境强者们的战场，单单是战斗的余波便让数千米外的他感到心悸。不知道苏木现在在哪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在异能觉醒后，苏木的晋升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打游戏开了一样，蹭蹭升级。他应该已经突破传奇境，正在消灭那些恐怖的天灾生物吧？真羡慕啊！在他走神之时，一阵阵欢呼声响起。黑色的大洞已经关上了。好耶！听到声音后，他往原本黑色大洞的位置看去，天空已经恢复了一片蔚蓝。李璐长舒了一口气，体内的异能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再拖下去，自己就要释放不出技能了。不过帝都中还存在着零星的天灾生物，时而有战斗声响起，地面还在隐隐震动，周围高楼随时可能还会有坠物落下。李璐，继续加油，你可以的，好好保护好帝都的百姓们。他握紧了拳头，继续逆流在人群之中。看着黑色大洞已经闭合，苏木松了口气。在接连解决完黑曜石毁灭者和屠夫后，其他几处的超凡境战场也开始陆续结束了战斗。为什么那么久？并不是那些超凡境强者太弱，而是天灾生物不死族恶魔的体质过于变态。拿白灵威举例，他的镜花水月被称为最强的幻术系异能，但相对的，他异能攻击的爆发力会弱很多。对于再生速度极快的不死族恶魔来说，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到克制他的方法，并且做到直接秒杀。回血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砰！轰隆！战斗的余波还在不断迸发。苏木看向白灵威的位置，女流 ID 男自强，帮人当然是要从好看的小姐姐开始帮了。数十分钟过去后，天空中战斗的轰鸣声逐渐消失，大地的震颤也开始平稳。夕阳的余晖洒在帝都的土地上，战斗的痕迹四处可见，大楼倒塌的废墟在讲述着故事。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味与天灾生物留下的诡异气息。帝都的百姓们小心翼翼地从避难所里走出，探出头观察起来。热辣的太阳光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一时间竟晃了眼。天灾生物已经清除完毕，大家可以出来了。避难所外，有异能者开口说道。远处还传来相似的呼喊声，各部门的异能者们行走在各个街道呼喊着，以便告知那些还未来得及前往避难所就地躲避的群众们。太好了，异能者大人们辛苦了。人群中开始响起欢呼声，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异能者们的感激。鼓掌声经久不息，回荡在这片空旷的城市之中。站在异能者的队列里，李璐听着群众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紧握的双拳微微颤抖，心中激动不已。这或许就是他成为异能者并不断为之努力奋斗的意义。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刻薄的声音打断了众人的欢声笑语。你们这些废物！一位阿姨艰难地推开了人群，敦实的身躯从中挤出，她的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她开始指着异能者们破口大骂，说你们废物都是抬举你们，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妖兽在城里？是不是你们偷懒了？我交的那么多税都干嘛去了？我要投诉你们！越来越多的粗言秽语从他的嘴中迸出，年轻的异能者们面面相觑，有些手足无措。一名领头的异能者走到他的跟前，轻声说道：阿姨，请您放心，我们会……他还没说完，泼妇便打断，继续开口大骂，仿佛要将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出来。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如果我家的楼倒了，知不知道我要损失多少钱？他的话触动了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相同的精致利己者，纷纷跳出来想讨个说法。简单的概括就是2个字：赔钱。李璐愣在原地，
没有想到事态竟然会往这方面发展。我们救了你们的命，反而变成我们的错了。不理解，真的不理解。不过，同样有许多三观正常的群众开始指责那些掉入钱眼子里的人。异能者们可是赌上了性命在战斗，你在放什么狗屁？命都没了，你有钱给谁花？给你老公和他的小三花吗？到时候你老公拿着你们俩的钱，带着小三出去玩，你就开心了是吗？这句话好像戳中了泼妇的要害。泼妇跳了起来，使出肉弹战车及九阴白骨爪连招，直冲那人而去。只是他刚冲出去没2步，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天空中有一道人影挡住了照射在他脸上的阳光，他抬头看去，一名帅到爆表的年轻男子正负手而立，眼神冷漠地看着他。你想要钱是吗？打过他，我个人送你一个翼龙国币。苏木将泼妇坦克般的身材从人群中摘出，放到了不远处的空地上，同时控制了一头留下来做研究的石像鬼，放在了离他不到3米的位置。好了，开始展示吧，苏木说道。下一秒，伴随的是一道尖锐到极致的爆鸣声。第129章超凡境会议。你给我放手！那女人怒吼着，声音如同愤怒的母猪。我要投诉你，你等着瞧！她继续咆哮，但随后身体突然一松，束缚被解开，可以动了。她脸上闪过一丝喜色，以为自己的威胁起了作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投诉这一招果然管用。然而，一股腥臭的嘴臭味已经涌进了他的鼻腔。石像鬼早已觊觎眼前的肥肉良久，此时被解开了束缚，发出一声抽象的寨叫声。下一秒，锋利的爪子停滞在他的身前。苏木一挥手，石像鬼便被扔进了一个空间中。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而那女人则瘫坐在地上，身下传来一阵尿骚味。领头的异能者也一脸震惊，这种手段难道是传奇境的强者？这么年轻的传奇境？苏木环视四周，神色郑重地说道：作为官方异能者，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保护人类，守护龙国，但我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人的无理取闹和自私行为。他的声音凛冽而有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振。不过，还请大家放心，苏木继续说道，官方将会派遣相关能力的异能者协助大家重建家园，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同时，我们也欢迎有能力的异能者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为重建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苏木话音刚落，现场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都知道，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未来才会更好。不过，人群中有不少人听见后半句话，开始眼神闪躲，低下头，有些惭愧。他们知道，单纯比较数量的话，民间异能者的数量可比官方异能者多太多了。然而，真正能够挺身而出，与天灾生物搏斗的却寥寥无几。有能力的问题，也有心态上的问题。他们甚至使用着异能跑得比其他人还要快。人群逐渐散去，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在这熙熙攘攘的异能者队列中，李璐静静地站着。他本想上去跟苏木打声招呼，只是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露出一抹苦笑。刚刚抬起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默默放下了。苏木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踏入了传奇境，甩他太远了。就在他陷入沉思之际，一声熟悉的呼唤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李璐！苏木快步上前，走到了李璐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挂着那熟悉的笑容。你刚才救小女孩的那一幕我都看见了，做得不错啊，不愧是你。苏木呵呵一笑，看着李璐熟悉的面容，又回想起当初在高中一起聊天聊妹子的日子。周围的异能者们目睹了这一幕，看向李璐的眼神瞬间发生了变化，他们心中的震惊如波涛般汹涌。雾草，你小子竟然还认识传奇境大佬！而李璐此时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心里已经开始暴风哭泣了。义父，义父，你果然还是没忘记我的。木哥，好久不见。他释然地笑道。原来苏木哪怕境界一直在飞快的提升，把他越甩越远，都不曾看不起他。一日为义父，终生为义父。两人相视而笑，开始叙起就来，聊着李璐最近在学校的状况。其他异能者则恭敬地在一旁等待，他们深知眼前这位传奇境强者的实力，都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结交一番。石像鬼他们在刚才的战斗中是见过的，至少传奇境起步，而能够随意支配石像鬼，李璐口中的木哥一定是个传奇境中的大佬，何况还那么年轻。就在交谈间，一阵微风轻轻掠过，一名男子已悄然出现在苏木的身旁。夏叔，苏木向着夏文轩颔首示意。来人正是夏文轩，他此刻的面色略显苍白，接连2场超凡境间的激战，加上所受的伤势，让他的气息显得有些虚弱。苏木，你有空吗？他跟苏木说道，语气中透着一丝疲惫，同时也跟一旁的李璐点了点头。
对于苏木的交际圈，他以前还是多有了解的，认识苏木这位多年的好朋友。而后面那一群异能者已经都要跪了。卧槽！卧槽！是夏文轩总执政长，传说中的超凡境强者，平时只能在电视和新闻上看见的人物。他竟然问那个年轻人有没有空。有空，苏木回应道。那就好，这边接到通知，内阁要召开超凡境会议，你也一起去吧。开会？苏木愣了一下，自己无官无职也能一起去开会吗？他很快便明白了夏文轩的用意，多认识几个人族的超凡境强者，还能够进一步了解目前龙国的形势。想到这里，苏木答应了夏文轩。那我先去忙了，学校见。苏木转头对李璐说道。李璐连忙点头应允。木哥去吧，我也要回去帮忙了。毕竟是觉醒了大地系异能的异能者，重建家园这种活，他最适合不过了。下一刻，苏木和夏文轩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异能者们朝着李璐包围上来。卧槽，李璐，刚才那个传奇境强者是谁啊？连超凡境会议都能参加？内阁大楼，身处帝都的超凡境强者们正齐聚在会议室内，气氛有些凝重。他们对苏木的到来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刚刚苏木在天灾入侵的大战中一己之力连斩2头超凡境天灾生物，之后又协助几人斩杀了3头超凡境天灾生物，实力已经折服了众人。更何况在场的各位，谁不知道武圣就是他爹？哦，除了他自己，都到齐了吧？内阁阁老黄翔沉声说道，轻咳了2声。自从上一次多数出一个人，他就开始对数有阴影了。苏木看了眼在场的众人，其中包括夏叔在内的6人是之前见过面的，另外2人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苏木知道他们，内阁阁老黄翔以及后勤部部长季沧海，都是今天参与了战斗的超凡境强者。第130章，不如就让苏木当这个总长如何？除了镇妖军的刘总司令等人都到齐了。夏文轩微微颔首，声音低沉而清晰。白灵薇目光闪过一丝不明的情愫，红唇轻启，在一旁娇声道：“武圣大人不来吗？”说完，他情不自禁地摩挲着双腿，感觉有些湿漉漉的。自从上次目睹苏哲那粗犷的大胡渣以及暴揍几人的英勇身姿，他便对苏木起了异心，想做他的后妈。夏文轩摇了摇头，回答道：“不来，武圣大人说到点下班了，该回家喝酒了。”听说武圣大人不来，白灵薇当场泄了气。喜欢喝酒？苏木听闻愣了一下，想起了他那每天在家里酗酒的老爸。那看来武圣大人跟我爸有共同语言啊。也有半年没有回家了，来帝都后2人仅通过几次电话和视频，老爸还是那副酒鬼的模样。不过只要身体健康就好，其他都无所谓。等这些事情忙完，回一趟家吧。苏木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思念。此次的超凡境会议格局比起往常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说天翻地覆也不为过。往日在席位中举足轻重的陈家家主、刑罚庭总长陈令以及林家家主、玄妖司的副执政长林元良都缺席了此次会议。连颜墨这种在与超凡境天灾生物战斗中受了重创的人都打着绷带坐着轮椅来了，缺席还能是什么原因？嘎了呗。众人都能猜得出来，但主要的经过还是需要了解的。黄磊抚着白须，神色凝重地说道：“文轩，你先汇报一下关于武大家族内查的具体情况吧。”夏文轩扫视了一眼众人，正襟危坐地开口道：“此次武大家族内查，主要是在陈家发现了异常。”他详细的将在陈家搜查的具体情况告知给了在场的众人，包括苏木发现了隐藏地极好的空间，以及陈家中地牢里奇异的阵法，还有地牢中存在众多妖族、林元良的反水的情况，以及最后陈令奇怪的行为。这瓜可太劲爆了，一波三折。众人惊叹不已，频频看向坐在角落中的苏木。他们从夏文轩的口述中意识到，苏木绝对是力挽狂澜的那个人，否则夏文轩等人估计就要栽在陈家地牢里了。白灵薇听得好看的双眸不断睁大，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愧是我未来男人的儿子。夏文轩继续汇报道：“从陈家地牢出来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人手接管陈家地牢。目前陈家、林家以及地牢已经由玄妖司接手。陈家、林家的人倒是基本还在原地，他们对陈令行为应该并不知情。只是即便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等待他们的命运也注定是悲惨的。”黄老眯起浑浊的双眸，透露出锐利的光芒。他紧盯着夏文轩问道：“那个地牢中的阵法，你们搞清楚作用了吗？刚才好像听你提到什么国运。”夏文轩眉头微皱，略微沉吟了一下，随后开口道：“这个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他目光一转，投向了苏木。不过，让苏木来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或许更为合适。众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苏木身上，感受到来自众多超凡境大佬们的注视，苏木深吸一口气，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下思绪，开口道：“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的异能御物，随着我境界的提升，我能控制的事物将会越来越多，能感知的事物也更多。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比如空间，如今我对空间异能的感知已经相当灵敏。苏木点到即止，对于自己的异能并没有过多暴露。空间这个是大家可能猜想到的，毕竟自己发现了陈家的隐藏空间。至于其他还能控制什么，我不说，你们自己猜。所以我在地牢中发现了陈令的目的，他通过阵法在不断吸收着龙国的国运，想要借助收集来的大量国运突破入圣境。听到国运二字，众人纷纷露出惊讶之色。这还是有人第一次将国运这种虚无缥缈的名词带进了众人的视野里。角落中传来一个声音，是后勤部的季沧海。他身材魁梧，肌肉线条分明，此刻却紧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问道：你能控制国运？当然不能。苏木毫不犹豫地当场否认。雾草，开玩笑呢？谁敢说自己能控制国运这种东西啊？夏文轩、乐飞鸿、宋颖山三人则是瞅了苏木一眼。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好像听见这小子在那边装逼，说了一句气运归我管之类的话。我只是感知到了陈令所收集的东西，并阻止他吸取国运。那些被收集来的国运，随着命脉灵球的碎裂，也回归于这片大地了。至于国运究竟能不能助他晋升入圣境，谁知道呢？这样，在场的超凡境强者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人觉得苏木能够操控国运，那可太扯了。尽管如此，国运这一概念还是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说实话，在场的大家谁不想突破超凡境，踏入圣境的世界？只是入圣境从古至今能够突破的人屈指可数，就连苏木当初看见的幻境 SS 级武器龙鹰剑的主人，也仅是一名通过燃烧生命勉强晋升入圣境的伪圣。夏文轩最先从思考中醒来，他目光炯炯地望向苏木。对了，苏木，你有兴趣来玄妖司任职吗？林元良死了，刚好空了一个副执政长的位置出来，这也是他让苏木来参加超凡境会议的目的之一。想要任命一名玄妖司的副总执政长，需要通过内阁会议。咯吱，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众人望去，柳星文风尘仆仆快步走了进来，他身上还带有些血腥味，刚从妖域战场赶回来。文轩，你也太不厚道了，苏小弟还是我镇妖军的人呢。夏文轩翻了个白眼说道：你镇妖军又没位置，再说了，苏木就是去你们军中历练罢了，什么时候变你镇妖军的人了？众人看着抢人的两名超凡境大佬，思考着夏文轩提案的可行性。这么年轻的玄妖司副总执政长。就在这时，黄磊敲了敲桌，将众人吸引过来。本来下一个议题应该是刑罚庭汇报一下关于天灾之门排查的情况的，既然刑罚庭的总长位置也空缺着，不如就让苏木当这个总长如何？第131章，一个人领3份薪水不过分吧？不是，刚才都觉得玄妖司副总执政长的位置够离谱了，这会又来个刑罚庭总长？会议室内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上。19岁的龙国刑罚庭总长，众人，这个头衔对于在座的任何人来说都显得太过离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柳星文此刻也不禁瞪大了双眼。如果真拿出这个位置来给苏木，那么镇妖郡和玄妖司能给的那点东西就压根不够看了。黄老，你什么成分？不会是武圣大人的舔狗吧？这个提议不错，但刑罚庭总长一职非同小可，我们需要慎重讨论。何文书沉吟片刻，率先打破了沉默。大家心里都门清，苏木除了比较年轻，资历较浅，实力以及背景都完全足以担任刑罚庭的总长。然而，这个位置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管理能力、情报网络以及足够的资历。我对苏木担任刑罚庭总长没有异议。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声音响起，众人惊讶地看去，发现竟然是坐在轮椅上的研墨。我这个人脾气暴，性格差，谁都不服，但我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当时我躺在坑底看得一清二楚，以苏木的心性和手段，绝对能坐在那个位置。说到这里，他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和认可。苏木斩杀屠夫的那一幕，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中。可惜手还疼着，要放往常，他已经拍桌而起。单凭实力可不够，刑罚庭总长这个位置需要的可太多了。此时龙国刚刚发生动荡，人心慌乱。苏木确实很有能力，但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并肩作战过。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资历还是太浅了。这个时候，反而是乐飞鸿出来说了泼冷水的话。不过，乐飞鸿的意思正好也说到了苏木的心坎上了。别看这个位置很风光，刑罚庭的总长但真被架上那个位置后，要处理的事情也太多了。既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重新将刑罚庭洗牌一遍，又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在龙国设置一遍情报网络。有那功夫，我都超凡境了。
看着暴脾气的研墨正想反驳，苏木及时开口，打断了他的技能前摇。刑罚庭总长的位置我就不要了，我现在的精力还是主要放在修炼上。如果真要给我个职位的话，挂靠在玄妖司或者镇妖军，我都可以接受。既然苏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研墨选择闭上嘴巴，点了点头。夏文轩和柳星文相视一眼，眼神中战火重燃。最后，苏木选择了我全都要，当上了玄妖司挂职的副总执政长，也当上了镇妖军的副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岳父大人顾天的顶头上司，也变成了老师穆青的顶头上司。没人说不可以都任职吧？我都拒绝了刑罚庭总长那么高的职位了，拿2份薪水应该不过分吧？马上过年了，直接原地多3颗纠缠。嗨，主持人黄老咳嗽一声，将所有注意力都重新拉了回来。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还得抓紧时间才行。他看向已经做好的柳星文说道：星文，你来的刚好，妖域战场是什么情况？你简洁的说一下。柳星文，没事。黄老啊？柳星文歪了歪头，不是你说要简洁的吗？汇成2个字，没事。但大家也都能猜到，妖族此次的进攻只是佯攻罢了，趁着5大家族内查以及天灾入侵的时机来逛一圈，找机会，先不起什么大风浪来。他们还没有从上一次折损了3名超凡境强者的惨痛损失中走出。黄老只能再次咳嗽2声，掩饰自己的尴尬。过，下一个议题。随即他一脸凝重的正色道：天灾之门的余孽以及他们所掌控的打开通道的方法。在这我还有个提议，还请乐老担任刑罚庭总长。此次的会议对于龙国的格局改变是巨大的。原本是学院派画事人的乐飞鸿开始执掌刑罚庭。乐飞鸿自身战力不俗，再加上多年管理学院派，在全国各个区域都有着不少的自己人，许多高阶异能者都向他请教过鼓舞的战斗技巧，这有助于他快速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更好地查询天灾之门的下落。宋颖山则顶替了乐飞鸿原本的职位，担任学院派的画事人，这正好也专业对口了。而乐飞鸿在任职刑罚庭总长的那一刻起，进入深潭的眼神中突然翻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份重任让他早已年老的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准备大展拳脚。于是他当场任命苏木为刑罚庭副总长。都挂2个职务了，不差多来一个吧？我给我孙女婿多发份薪水，不过分吧？众人。而领着3份薪水的苏木，此时正一蹦一跳地走在回京大的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不一下子又多了好多次的建构次数等着自己去抽。芜湖，起飞！我回来了！苏木一声大喊，开心地推开了老师穆青别墅的大门。此时老师穆青和师姐乐又晴正在客厅中聊天。师姐听说了苏木回来的消息，在天灾入侵结束后很懂事的来穆青家等待了。六目相对，眼波流转，甚是想念。无言。苏木快步上前，一边一个将2人抱起，夹在胳膊下，踢开了房间的门。有些事情不用说，都默契得很。第132章，懂不懂欧皇的含金量？或许是因为思念，又或许是因为大战而飙升的肾上腺素刺激了荷尔蒙的分泌。这一场3人大战惊天地，泣鬼神。呜咽声吓到了别墅外草坪里还未成年的屎壳郎宝宝。这次回来应该暂时不走了吧？穆青听着心上人的心跳声，诺诺地说着。苏木作为十分贤惠的男人，双手正忙着干活，心中想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轻声说道：这也马上放假了，不是过年的时候应该会回一趟家，看看我老爸。你们要一起去吗？一起去见苏木的爸爸。听到苏木的邀请，2人瞬间怂了。见家长这种事情啊呀，还太早了呀。2人缓了一会，才从要见家长的惊吓中走出，连忙摆手。乐又晴赶紧岔开话题问道：对了，先前宋校长不是要你参加学院大比吗？不去了？哦，那个呀，宋校长今天又说不用去了。我都万古境了，还去参加什么学院大比？那不是欺负人吗？也对，上次见你还是传奇一星，不到2个月，你都万古境了。穆青和乐又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心仪的男生，眼中闪烁着崇拜与倾慕的光芒。也不全是这个原因。苏木呵呵一笑说道：宋校长升职了，他现在是学院派画事人，我估计其他几个学校也不敢赢过我们学校了。其他3个学校校长，我太想进步了。事实上，苏木对于自己近期实力暴涨速度过快的事情有些担忧。按照一般传统的套路来说，修炼到后面应该越来越慢才对，这个标准在自己身上好像不适用。自己晋升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刚到传奇境不足2个月，就一路飙升，直接踏入了万古境。自己是开了挂没错，但这也太快了吧。苏木心中不由得有种猜测，这有点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自己身怀大气运，
说是目前蓝星的气运之子也不为过，甚至开始连国运的层面都开始接触到了。龙国亦或是蓝星今后所面临的一些大事，估计都绕不过自己了，直接原地化身为死神大学生。但因为自己境界还太过低微，整个世界都在推动着自己快速晋升，这种感觉并不太好。苏木长舒一口气，将这些猜测都甩至脑后。嗨，想那么多做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船到桥头自然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波自我安慰的鸡汤三连，苏木又斗志昂扬了。嘟嘟嘟嘟，进攻的号角吹响。翌日，从温暖乡中依依不舍地醒来，苏木径直前往帝都的异能建构中心。现在是1月下旬，每年战功可兑换建构次数30次，以及花钱可购买5次建构次数都刷新了冷却时间。苏木在昨天就已经全部兑换完毕，此时手握着35颗五彩斑斓的原石。等过阵子，刑罚庭副总长、玄妖司副总执政长、镇妖军副总司令的薪水俸禄再一发，还能多不少的建构次数出来。姓名：苏木，年龄19，异能御物 SS 级，境界万古一心，功法东皇诀 SS 级，肉身成圣 SS 级，道具龙吟剑 SS 级，王之财宝 SS 级，真神对剑 SS 级，倾国倾城 SS 级，破损 30%， 湖中日月 S 级，冰魄 S 级，少阳剑 S 级，天上的气息 S 级，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神之悟性 SS 级，神之瞳 SS 级，万解之力 SS 级，时间结界 SS 级，技能剑意无我之境 S 级，时解之力 S 级，气运值8017322，国运值5932。品了品系统面板，此时的气运值已经高达了800多万点，换算作建构池抽奖出 S 级奖励的概率已经来到了 80%。这还没算能转移来200万点的气运值呢，再加上这200万点气运值，基本上可以保证100%出 S 级的奖励了。辛辛苦苦那么久，苏木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爽！抽出 SSR。上一世在猪场鹅场跟米忽悠做韭菜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懂不懂欧皇的含金量？叉腰大声逼逼。至于国运值，苏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有什么作用，仅有的一种功能就是可以将国运值冲进龙国账户中。不过目前自己系统面板上的国运值很少，对整体影响不大，先留着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作用再说。在帝都范围内随机找了20名幸运儿，转移了200万幸运值到自己的身上。气运值10017322，气运值直接突破了1000万大关。再看向建构池，上面的概率数值也随之改变。建构池 S 级奖励 99.89%， A 级奖励 0.1%， B 级奖励 0.01%。苏木露出歪嘴龙王的笑容，自信地扔出一个原石，投入了建构池中。建构池的光芒开始闪烁，在苏木淡定的注视下，迸发出了粉色的光芒，然后汇聚成了粉色的卡片。雾草 0.01% 概率的 B 级奖励都出了。乱披风锤法 B 级技能9981锤，一锤更比一锤强。懂不懂欧皇的含金量？刚刚吹出去的 B 开始攻击我了。苏木轻叹一口气，反向欧皇也算欧皇吧。一脸郁闷，有些心累的投下了第2颗原石，在虚空中激起了阵阵波纹。这一次触发了特殊召唤的保底，建构池开始翻滚，五彩斑斓的光芒在建构池中汇聚成了一张7彩的卡片。下一刻，苏木睁大了双眼，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技能，这一剑100%会被目标用空手所接住，目标境界高于使用者2个境界之内才能够触发。我这一剑下去，你不会死。怎么又出了100%被空手接白刃？第133章合成2颗星的100%被空手接白刃。带着一丝疑惑，苏木伸手从建构池中取下了7彩卡片。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新一张的100%被空手接白刃卡片之时，一股微妙的能量波动瞬间穿透了他的意识，让他瞬间领悟了这张卡片的用意。它可以用来强化他之前已经掌握的100%被空手接白刃。不过只有1张的话好像还不够。苏木低声自语，感受着卡片在手中微微发热，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卡片内部涌动。对了，苏木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了气运掌控系统升级至 LV4 后的一项新功能。许愿。建构池许愿，许愿的物品在抽出相应等阶的物品时，将提升 50% 的获取概率。作为老韭菜，一眼就了解了这个功能的用法。不就是 UP 池机制吗？苏木顿时来了兴致，毫不犹豫地连续朝建构池投下4颗原石。技能强化必成卷、真实宝石、仙豆、凤凰羽，4样宝物接连而出，每一件都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其中技能强化必成卷是以前就抽出过的，可以将 S 级技能强化至 SS 级的超强道具。另外3个都是第一次见。真实宝石 S 级道具，携带在身上将无视境界，可以看到进入隐身状态的敌人。仙豆 S 级道具，来自龙珠世界的神奇产物，无论多严重的伤势，服用后将完全恢复。凤凰羽 S 级道具，可镶嵌型魂玉道具，镶嵌后可提升常见武器的剑气伤害。然而苏木的心思并不在这些新道具上，因为下一发就是保底的特殊召唤了。系统消耗1000点气运值，开启幸运转盘。他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道：叮，成功消耗1000点气运值。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虚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盘，指针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最终稳稳地停在了6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固定气运值暴涨到了6010万9932点。死！苏木倒吸了一口凉，被自己面板上高达6000万的气运值惊呆了。还有谁？许愿100%被空手接白刃。叮，许愿完成。苏木心中默念道，下一秒建构池中发出了一道耀眼的金光，仿佛在回应着苏木的许愿一般。只是系统的下一句话却让他的心微微一沉，该许愿效果只生成1次，无论是否许愿成功，建构池许愿功能都将进入7天的冷却时间。这意味着如果50%的概率没有成功，又得等上7天了。随着原石打破了建构池的平静，七彩的光芒开始疯狂地汇聚，直至形成一张七彩的卡片。扑通扑通，苏木有点紧张，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强有力的心跳声回荡在建构室中。几秒后，当卡片上的内容映入眼帘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是放下来了。又是一张100%被空手接白刃，够了，这下够了。2张100%被空手接白刃的卡片被苏木拿在手上，苏木明显地感受到了2张卡片在逐渐发烫，指尖能够感知到汹涌澎湃的能量在卡片中游荡。紧接着，苏木捏碎了这2张七彩卡片，随着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响起，2股奇异的能量从卡片中喷薄而出，犹如2条奔腾的洪流，带着无尽的威力和玄妙，瞬间涌入他的体内。他们沿着经脉游走，每一处都仿佛被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苏木的身体被这股力量包裹着，仿佛置身于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感受着宇宙的浩瀚与神秘。星空之上似乎浮现了一张若隐若现的脸，长得好像10万个冷笑话中的那谁啊。气息散去后，苏木查看起了技能的变化。100%被空手接白刃 SS 级技能1，这一剑100%会被目标用空手所接住2，连双手都无法合十的存在，不配与我李某为敌。目标境界高于使用者2个境界之内才能够触发。神商标符号3张技能卡合成技能卡，完成自走棋了是吧？啊！但不得不说，原本就十分犯规的100%被空手接白刃，在合成后更加牛逼了，直接进化成 3.0 阶段。单看技能的介绍，如果当初在妖域战场对阵黄级赤焰师时使用的是的100%被空手接白刃，无法双手合十的黄级赤焰师将在那一瞬间就被苏木秒杀。还有后来遇到的黑曜石毁灭者，这种非人形的不死族恶魔，只要在苏木2个大境界内，估计都不配与苏木为敌了。太强了！苏木忍不住再次感慨了一声。今天目前使用了7颗原石，还有足足28颗。当他还想继续抽取时，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接通手机后，手机那头传来了老师木青悦耳的声音：苏木，你在哪里呢？木青的声音糯糯的，听得人心里痒痒的。我在异能建构中心呢。什么事啊，老师？镇妖君发现天灾之门余孽的线索了，你有空吗？我已经把定位发给你了。天灾之门余孽的线索。苏木挑了挑眉。天灾之门在帝都打开了天灾通道，给龙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时龙国上上下下，除了值守边境的异能者，其他官方异能者全都投入到追捕行动中去了。等等我马上就来。帝都郊区废墟蔓延，苏木步履沉稳，踏过破碎的砖石，这里是昨日那天灾之门引发冲天光柱的中心。苏木！一声清脆的呼喊划破了寂静，木青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之中，他挥舞着白皙的手臂，脸上绽放着绝美的笑容。第134章，什么都接事务所。苏木一个闪身来到了木青等人的身旁，除了木青外，还有风韵犹存的成熟美妇白灵薇，以及几名万古境以及传奇境的强者。老师，白姨。苏木向着几人颔首示意，打了个招呼。发现了什么？他一路开启着通透世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但除了废墟还是废墟，越看越令人愤懑。昨天会议结束后，白灵薇也是很自来熟的靠近他，让他叫姨。而他们身后的几名异能者都用着情绪复杂的眼神看着苏木。
龙国最年轻的19岁万古境异能者，在天灾入侵时，凭借一己之力斩杀2头超凡境天灾生物，并就此担任3大部门的最高副职。私下里，他已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你看好。白灵微微嫣然一笑，娇声说道。他白皙修长的纤手在空中轻轻划过，仿佛在弹奏一曲无形的乐章。下一刻，一股磅礴精粹的能量自他体内喷薄而出，璀璨的光芒逐渐扩散，映照在废墟的每一寸土地上。废墟上的碎石瓦砾仿佛被这股力量唤醒，开始闪烁着奇异的光泽。随着光芒的愈发强烈，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废墟之上缓缓铺展开来。昨日的繁华街区重现人间，那些被战火摧毁的建筑如今恢复原貌，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流清晰可见，甚至连空气中的声音和气味都变得如此鲜活，仿佛时间真的被倒流回了昨天。这难道是昨天的场景？苏木凝视着废墟之上的虚幻影像，轻声问道。这个技能与黄致远的记忆沙盘颇有几分相似，但显然更为强大和精妙。黄致远的记忆沙盘是通过读取他人的记忆，重现他看过的事物，而这片早已成为废墟，没有目击者了。黄叔的记忆沙盘在这里根本无用武之地。没错，白灵微微微点头。这是我的镜花水月融合了一点时间异能后创造的技能重塑。24小时内，我能重现此地发生过的一切。说罢，他长舒一口气，娇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疲惫。看来这个技能对他的消耗并不小。好强的技能啊！苏木暗自心想，不愧是超凡境强者。超凡境强者通常都已触及到空间或时间的奥秘，并尝试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异能之中。比如夏文轩就能够直接撕开空间，跨越数千公里的距离。当然了，别看夏文轩每次跨越空间时一脸的风轻云淡，那都是为了装逼，消耗的异能并不少。周围的画面继续快速播放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中，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完全不知道即将降临的灾难。这里！突然，苏木指着广场地面的一处喊道。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地面上开始逐渐刻画出一道诡异而复杂的阵法图案。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在阵法逐渐成型的过程中，旁边竟然空无一人。难道是隐身系异能？穆青秀眉微蹙，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是隐身系的异能，那确实是比较麻烦，哪怕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开天灾通道的，也找不到他们的人。先前官方异能者在巡逻这片区域时，发现了一些充满着奇异能量的碎片，大家一致认为这可能就是打开通道的关键。于是白灵微立马赶到此地，准备在发现碎片的地方使用重塑。现在看来，线索似乎又要中断了。白灵微轻叹一声，眉宇间满是失望。一筹莫展之际，苏木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如果说白衣的重塑是重现这片土地上24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么就代表着隐身的异能者此时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只是肉眼看不见罢了。只要有反影的道具和技能，或许就能看见了。他想起了刚才抽到的其中一个道具，真实宝石。试试！念头微动，一颗苹果大小、散发着绿色荧光的宝石便出现在了苏木的手上。顿时，在绿色光芒的照映下，原本空无一人的阵法旁边逐渐浮现出一道模糊的人影。竟然是他！身后的其中一名异能者突然惊声大呼：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没有见过他了是吗？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薛山挂断了电话，对着周围注视着他的众人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万历，隶属于帝都刑罚庭的一名觉醒隐身系异能的万古境强者，职位不低，是刑罚庭在鼓楼区的负责人，也是薛山的顶头上司。没想到他真实的身份竟然是天灾之门余孽，这刑罚庭从上到下真的是烂透了呀。苏木啧啧两声，薛山听完尴尬的笑了笑，似乎在说，大佬，你现在可是刑罚庭的副总长呢，知道是谁搞的事了，但怎么找他？他可是一名隐身系的异能者，大街小巷那些高清的摄像头对他可没用。苏木撇了撇嘴，将问题抛给了白灵微。他瞅见白灵微似乎有了点眉目，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异能存在。白灵微站在原地，右手托腮，胸前的沉甸甸压在正下方的左手臂上，吸引着其他人的目光。沉思片刻，他开口道：找人的话，或许有一个人能帮上忙，去碰碰运气吧。几分钟后，苏木等人站在了一条小巷的角落前，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家店铺上，店铺的木质牌匾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什么都接事务所。旁边的小黑板上同样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一看就出自于同一人之手。承接业务、跟踪、捉奸、找猫、婚庆、司仪、殡葬。苏木看着黑板上的字，嘴角抽搐了一下。卧槽，还真是什么都接啊！捉奸这些业务还挺正常的，婚庆跟殡葬是什么鬼？
真靠谱吗？苏木一脸怀疑，转头看向白灵薇，轻声问道。后者扶额，扯出一抹尴尬的笑容。试试吧。叮铃铃，苏木推开了事务所的木门，风铃发出了悦耳的响声。第135章，还没有给钱啊喂！真相只有一个。伴随着叮铃铃的风铃声，一名男子坐在老板椅上，背对着大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气泡音充斥在只有10几平方的小店中。随着老板椅缓缓转动，男子的面容逐渐显露出来。他用指尖拖了拖鼻梁上的眼镜，原矿眼镜在光的照映下反射出一丝寒芒。透过眼镜，他看见了苏木以及站在苏木身后的几人。欢迎光，今天小店休息，诸位请回吧。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像是见鬼了。原本转到一半的办公椅又转了回去。喽，咯吱，转过来。在苏木的掌控下，办公椅不情愿的又转了回来。柯北不情愿的撇了撇嘴，从办公桌旁拿过一个牌子，举起来给苏木等人看。概不接受与异能者相关的业务，谢谢。急啥呀？见到柯北这一般做派，苏木呵呵一笑，这种人可见多了。随即步伐轻快地走到办公桌前，咧了咧嘴，开口道：“我加钱。”话音刚落，柯北原矿镜片后的瞳孔瞬间紧缩。各位爹，请坐。在来的路上，白灵薇跟苏木介绍过柯北这个人，境界万古境5星，是一个实力十分强大的异能者，但为人怕死，爱财，不愿意与异能者打交道，成天担心惹上这个惹上那个的，然后被对方身后的大佬给灭了。问就是稳健。以前镇妖郡总想请他出山加入镇妖郡，但一直被回绝。早跟我说是找天灾之门的余孽嘛，我就不收你们钱了。柯北一脸正色地说道。那感情好，我等会就不给了。苏木两手一摊摊，并不打算给他装逼的机会。又不是过年给红包，有啥好拉扯的呀？别，这钱我还得买道具防身，万一天灾之门找我报仇怎么办？讲到退钱，柯北脸色一变，脚下步伐的速度都变快了。苏木、木青以及白灵薇3人跟随着他的脚步上了2楼。陈年破旧的楼梯被踩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苏木怀疑他随时都可能会塌。说是2楼，其实是个1人高的小阁楼。几人站在小阁楼中，显得有些拥挤。几人围着阁楼中央的空地而站，在那正摆着一个精致的3D 龙国地图。给我要找的人的信息，越多越好。柯北看着苏木说道。虽然他一眼就看出了苏木只有万古境1星的实力，也认出了白灵薇这名超凡境强者，但同时他也看出了几名之间是以苏木为主的。苏木点了点头，递过手机。手机里关于万历的资料都是刚刚从刑法庭那边要到的，包括万历这个人的证件号码、异能、家属等等详细的资料。只不过苏木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感到深深的怀疑。柯北看了一眼资料，咂巴咂巴嘴，然后摇了摇头。这些资料都是假的，除了照片，我试试吧。你怎么知道的？木青和白灵薇2人面面相觑，眼里充满着难以置信，异口同声问道。看一眼就知道资料的真假，有这本事不出山扬名立万，窝在这个小巷子里。哦，我猜的。我觉得天灾之门的余孽不可能留下真实的信息给你们。柯北随口一说，听起来像是在敷衍几人，但苏木知道他确实是一眼就看出资料的真伪。在神之瞳的注视下，柯北的异能他了解得一清二楚。真实之眼 S 级异能，一双能够看透世界真伪的眼睛。正是因为这双眼睛的存在，柯北才能一眼看出资料的真伪。也正如苏木所说的，要加钱，那就是真的会加钱。柯北相信自己的眼睛。下一刻，柯北的双眸中爆发出璀璨如金的光芒，与整个模型交相辉映，仿佛2者合为一体。模型开始微微震动，其表面流转着无数细如发丝的光芒，它们如同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在龙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穿梭游弋。这些光芒河流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地流淌，仿佛要将每一寸土地都仔细探寻一遍。几息过后，河流从最外圈开始缩紧，向着地图上的某一点汇聚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光芒河流逐渐收缩，最终汇聚在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之上。这一点光芒璀璨夺目，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这是哪里？众人好奇地凑了过去，仔细看了起来。找到具体的位置了。柯北轻打响指，那粒光点瞬间消散于无形。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人前显圣的感觉真不错。在苏省凝视的空间灵境里，他刚说完，一股强横恐怖的气息直接扑面而来。即使是实力达到万古境5星的他，也感到一阵心悸和战栗。这人真只是万古1星吗？看着一脸冷漠、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苏木，柯北艰难地吞咽了口水，心中暗想：更可怕的是，哪怕此人现在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依旧将自己爆发出来的气息控制得十分精妙，否则自己这座破旧的小店已经被这股气息给横推了。穆青和白灵薇见到苏木的反应，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有些疑惑。苏木，这是怎么了？穆青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轻声问道。苏木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波动。老师，白姨，我先走一步。银儿还在空间灵境中修炼呢。对于万历身处于空间灵境之中，苏木是十分意外的。在空间灵境待了1个多月，苏木和顾莹莹把每一个角落都走遍了，并没有发现特殊的地方。这是他凑巧路过，还是天灾之门的老巢本就在空间灵境中？去吧，我们随后就到。穆青严肃地点了点头。下一秒，苏木直接踏入空间之中。穆青和白灵薇对视了一眼，也紧随其后离开了什么都街事务所。柯北孤零零地站在原地。不是，钱呢？还没有给钱啊喂！柯北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第136章，空间灵境内的不协调感。凝视空间灵境入口，一道身影突兀的浮现，值守的异能者抬眼一看，并没有感到惊讶。毕竟这里是空间灵境，许多空间系异能者就是这么来去无踪。请出示身份证件以及推荐信。他们快步上前，例行公事的要求道。这道身影正是苏木。此次的他虽然没有携带推荐信，但有拿出了其中一块令牌。冰凉的令牌入手，值守的异能者定睛一看，瞳孔瞬间微缩，态度也随之变得恭敬起来。他们微微鞠躬，双手将令牌递还给苏木，并微微侧身让出了位置。副总执政长大人您好，请进。苏木微微颔首，顺势拿出手机，放大了万历的照片给2位值守的异能者查看。这2天有没有见到他，或者发现什么异常的人物进入空间灵境？值守的2位异能者相视一眼，然后严肃地说道：报告副总执政长大人，我们没有见过此人，这2天也没有见到什么异常人物。苏木眉头微皱，继续问道：如果有隐身系异能者，能躲过你们的检查，直接进入空间灵境吗？值守的异能者嘴巴微张，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沉声道：隐身系异能者确实可以躲过我们的检查，直接进入空间灵境，但每当有人传送至灵境后，石碑都会发亮，我们也会以此来判定是否有人逃避了我们的检查，直接进入灵境。这2天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简单的询问了几句后，苏木留下一句辛苦了，便踏入了石碑之中。如果柯北查询的位置没有出错的话，那么就有另一种可能性，万历可以通过其他未知的手段进入空间灵境，亦或者说天灾之门有独特的进空间灵境姿势。只不过一直以来空间灵境都只有这一个出入口，天灾之门又是通过了什么方式进入到了空间灵境呢？先进去找到莹儿再说吧。心中充满着疑惑，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确认顾莹莹的安全。画面流转，随着思绪的飘远，苏木已经来到了灵境的内部。与第一次来空间灵境相比起来，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空间灵境的天空上那些酷似星辰的空间晶核越来越少外，轰！苏木毫无保留，马力全开，移动的速度甚至突破了风障，引起了阵阵风暴声。只是几分钟，苏木已经来到了与顾莹莹一起相处了1个多月之久的湖泊边。不在。苏木皱了皱眉，在通透世界的感知下，湖泊边的胶囊房屋内并没有人存在。推门而入，仔细观察了房屋内的一切环境。好消息是，并没有类似打斗的痕迹。顾莹莹可能只是暂时离开了此处，这也正常。有时候修炼时间久了，精神会感到疲乏，那时候便会萌生出到灵境之外透透风的想法。空间内没有网络，真是麻烦啊！是不是应该出去一趟？说不定用手机就能联系上顾莹莹了。苏木还在想着，通透世界便感知到了顾莹莹已经踏入了5000米的范围之内。顺带一提，在晋升到万古境之后，苏木的通透世界便已经扩大到了5000米的范围了。莹儿没事就好。站在屋外等了一会，一道倩影就已经逐渐靠近，出现在了苏木的视野中。苏木，你回来了！远远看见日思夜想的身影，顾莹莹美眸一亮，瞬间就通过空间跳跃来到了苏木的身前，扑进了苏木的怀抱里，轻轻抚摸着顾莹莹的金色发丝。苏木长舒一口气，也终于是放下心来。在听到万历就身处于空间灵境的那一刻，苏木的精神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捏住了。是不是天灾之门知道莹儿在这里，想要通过他来报复我？苏木当时是这么想的。还好，放松下来的苏木突然感觉好像忘记了一件事。算了，想不起来的事情应该就不是很重要吧。牵着顾莹莹的手在湖边坐下，苏木开始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最后通过柯北的异能定位，我们发现万历现在所处的位置在空间灵境内，只不过对方可能还会继续移动，空间灵境可能只是他的落脚点之一。讲到这里，苏木也是想起了刚才忘记的事情。
说好的加钱，钱还没给的，那就等回去再说吧。顾莹莹的秀眉微蹙，听着苏木讲述着惊心动魄的事情。大家都没事吧？她轻声问道。放心，都没事。那些天灾生物虽然强大，但好在通道只存在了30分钟就关闭了。顾莹莹点了点头，然后沉吟片刻，若有所思地开口道：我在前几天也已经成功突破至传奇境了。在我突破传奇境后，我感知到空间灵境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一丝不协调的感觉，所以我这几天都在附近寻找着这一丝不协调感的来源是何处。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然后继续开口：苏木，你说会不会跟你说的天灾之门有关系？不协调感。苏木的双眸微微眯了起来。顾莹莹作为 S 级的空间异能系觉醒者，对于空间的感知灵敏度天生就比其他人要强大许多，再加上他在空间灵境修炼已达数月，对于空间灵境内的一切空间异能气息可以说几乎融为一体了。有可能。苏木轻声说道，伸出手如爱着顾莹莹金灿灿的头发。或许这就是寻找天灾之门藏身处的关键突破口。莹儿，你做得很好。接着他凑了过去，不要脸的在顾莹莹娇嫩的小脸蛋上拨了一下。被啵了一口哈喇子的顾莹莹小脸微红，轻轻推开苏木，站起身来。快干正事了，这几天我都逛得差不多了，还剩下2个方向没去，我们赶紧去找吧。偷袭得逞的苏木咧嘴一笑，跟着站了起来。第137章空间灵境中的反转世界。两人站在空间灵境的边界处，这里有着一道天然的屏障，十分神奇，一片雾色，就像马赛克一样。苏木将手探了过去，指尖碰到屏障之时，就像轻点在水面上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这附近也没有。顾莹莹仔细感受了一路空间异能气息，微微摇了摇脑袋，轻声叹息。以他对空间的感知力，最多只能感知到1000米以内的范围，所以寻找其那一丝不协调感比较费力。这条路也没有的话，是不是剩下最后一点可能性了？苏木的指尖不断轻点着屏障，第一次接触灵境的边界，还挺好玩。也有可能是我感知错了吧？顾莹莹有些无奈地笑了笑。如果真有异常在最后1公里才感受到的话，那不就代表自己太黑了？先排除了所有的错误答案。无语子，我们沿着边界往前走1公里，再折回去吧。说不定不协调感就在最后那1公里的边界中。苏木淡淡说道。可惜通过通透世界的上帝视角，他竟然没有感知到顾莹莹说的不协调感。或许这是传说中顾莹莹作为女人的第6感吧。两人继续沿着边界向前行走，仔细地感受着每一处的空间异能气息。啪嗒啪嗒，两人的脚步声在回荡。突然，两人一同停下了脚步，睁大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异彩，随后互相对视一眼。就在这里，两人异口同声大喊道：还真有所谓的不协调感。细细感受，此处的灵境边界似乎有着一丝扭曲的异样感，与之前经过的那些边界屏障都不同。下一秒，200块便出现在了苏木的手中。与刚刚获得200块时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酝养，200块的剑身流转着深邃光芒，仿佛蕴含着能够撕裂天地的力量。小心点！苏木站在扭曲空间的边缘，向着一旁的顾莹莹提醒道，眼神一凝，强横的异能在不断汇聚，剑尖指向扭曲的空间。一剑斩下，剑气瞬间爆发，化作一道璀璨的光芒，划破了雾色的天际。扭曲的灵境边界在这一剑下开始剧烈抖动，掀起狂风骤雨过境的涟漪，随时都可能会崩溃。一道不足1米长的裂缝出现在了两人的眼前，透过裂缝，似乎能看到裂缝的另一边还存在着一个世界。两人还在惊喜之时，那道裂缝竟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复原起来，整个过程不足1秒。苏木眉头微皱，盯着已经恢复如初的边境屏障。灵境屏障的自我修复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怎么办？使用全力试试？顾莹莹秀眉微蹙，在一旁出声问道。刚才我并没有保留太多实力，至少用了70%的力量，哪怕使用全力，估计也只能切开1米之长的缝隙。苏木闻言轻轻摇了摇头。还有一点苏木没说，能切开灵境边界的屏障，这还是借用了龙吟剑作为 SS 级武器的威能。换作随便一把的 S 级武器，苏木哪怕施展全力，都不可能在灵境的边界屏障上切开1厘米的口子。灵境哪有那么脆弱？天灾之门他们肯定不是走的正门，通过灵境内部动的手。如果从外部去找到灵境的位置，再切开空间裂缝的话，难度也会更大。那天灾之门的余孽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细细思索一番，苏木突然想到了一个从天灾之门余孽身上获得的道具——真神对剑。虽然真神对剑上的介绍并没有类似于撕裂空间等等的介绍，但万一天灾之门当初就是靠着真神对剑切开的空间呢？试试！念想一动，手中紧握的200块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是2把金灿灿的长剑。我再试一次看看。苏木轻声对着一旁的顾莹莹说道，
随即沉下心来。磅礴的异能如狂澜般注入了双手中的真神对剑，在汹涌澎湃的异能催动下，真神对剑爆发出了猛烈的金光，在剑的剑格处张开了一只眼睛。开！两把高举的金色长剑瞬间向下猛劈，金色的剑气展在屏障之上，如开山的巨斧，一剑开天门。不断向外扩散涟漪的屏障，在金色剑气的切割之下，竟然出现了一道数米之高、1米之宽的裂缝，并且毫无修复之势。成了！两人对视一眼，眼里尽是欣喜。浓郁的空间异能气息透过裂缝传递过来，就像一股新风扑在了两人的身上。小心翼翼走上前去，透过裂缝，能清楚地看见裂缝之后有着一片新的天地。苏木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地理清脑子，安排下一步的行动。思索了片刻，开口道：“银儿，在来临近的路上，我已经联系了老师他们胶囊房屋的具体位置，准备在那边会合。你先回胶囊房屋等他们，人手集齐之后，你再把他们带来此处。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探探路。”顾莹莹严肃地点了点头，并没有提出什么“我跟你一起进去”之类的话来。她相信苏木的安排，也相信苏木绝对的实力能够化解一切危险。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快将支援的队伍带过来。你小心，那我先回去了。顾莹莹轻声说道，倩影已瞬间从原地消失了。呼！走到裂缝之前，苏木迈了进去。我这是踩在云层之上。苏木有些惊讶地看着地面，不应该说云面。抬头看去，大地、山脉、树木、湖泊全部都倒悬在上方。此处空间竟然是一处与空间临近、完全反转的世界。通透世界展开，5公里内没有任何的生物存在。但既然有此方颠倒空间的存在，就证明了多年来未寻得的天灾之门余孽根据地极大可能就是这里。下一秒，苏木的身影瞬间消失。